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不知道从哪一年起，上古没事就爱跑下界遛弯的爱好不见了。待上古界里的众神回过位时，真神上古已经在他的摘星阁里悠哉地赏了10来年月落星辰了。月迷是知道这事儿的，又有个爱收集宝贝的体面爱好，所以没事就爱晃到上古殿摸点好东西搬回自个儿的府邸。上古懒得和他计较，睁只眼闭只眼当没看到，直到月迷这个混世魔王把主意打到了无花酒身上。顾名思义，无花酒乃无花树的花果所酿，这树又傲娇又难得伺候，5万年结一次果，酿出的酒连真神喝多了都会醉，稀罕得很，着实是个宝贝。月迷好久，连着好些年上无花果神的府邸讨要无花果，皆被杵着老拐杖的果神苦哈哈地打发了，直到第10个年头，他一把掀了老果神的洞府，拿他的拐杖做了烧火头，无花果神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开始诉苦。哎呦，我的月迷上神哟，上古真神年年守着摘了个精光，您有本事别在小神我这逞威风，您去上古神殿闹啊。甭说你守不到，小神我守在自个家门口，也是10来年果渣子都不剩喽。于是愤天愤地抢遍神界无敌手的月迷上神，踏进了上古神殿。他是个胆大的，偷偷摸摸在神殿的藏宝阁和酿酒坊里翻了个遍儿，结果连个果核都没找着，惊动了守殿神位不说，还被提溜到了上古面前。你丢不丢脸？偷东西就算了，还偷得这么正大光明，偷得正大光明也就算了，还被神位给带住了。上古抱着茶盅一脸神尊架势，月迷翻了个白眼，呵呵2声。我再混能比得过你？无花果神连着10年一颗无花果都没落下，你也好意思说？上古眼微眯，明了，你想要无花果酒，10几万年交情，给几壶呗？月迷正襟危坐，开始套交情。不行。上古拒绝的毫无念想，开始撵人，10年我不过才酿得10壶，你想都别想。你不喜酒，要来何用？月迷是个猴精的，不知怎么看见上古心不在焉，眼睛放在桃渊林里，突然福至心灵，窜到上古面前，你刚刚瞅的哪儿？上古挑了个意味深长的眉，你说呢？月迷倒吸一口凉气，指着桃渊林手开始哆嗦，不是我想的那样吧？白绝好酒，最喜无花，满界皆知，就是你想的那样。上古的声音恰到好处地响起，月迷一时有些懵逼，反应过来直觉是自己成就的这桩好事。10年前他大寿，一时心慈，见白绝守了几万年可怜兮兮，便带着上古看了那一幕。上古瞧了就走，半句话没留，他以为没戏，还很是为白绝春秋伤悲了几日，没成想上古居然就此上了心。月迷想着自个好歹也是媒人，却被瞒住，大怒，你俩平日里坐一块客客气气，只差相敬如宾，好一对楷模真神，藏得真严实。上古给满星辰阁里乱窜的女上神顺毛，朝桃渊林里指，你生什么气？你比他早知道月迷将住，愣愣回头，颇不敢信，他不知。不知？你的酒送了？送了，年年如是。他莫非是傻？无花酒是真的宝贝，因为即便是真神之力酿造，也实难存一，更要耗费巨大神力。哦，我差人去送时，说是至阳所赠，他不知道是我所酿。月迷疑惑，在上古额头探了探，你傻？一个人悄悄喜欢了10来年，做了这么多，怎么不告诉他？上古摇头，很是正经，还不够。他望向桃渊林的方向，那一树桃林中，白衣真神靠树而坐，黑发谨言，官爵6届，还不够。上古重复一句，回转头，区区10年，我怎么赶到他面前去还他万年时光和等待？月迷望了一眼白绝，明白了上古话中的意思。被那样的人倾尽所有爱恋数万年，即便是位极神界如上古，一朝得知亦无措而忐忑。是真的很喜欢啊，或许不只是喜欢吧。月迷瞅着上古，弯了弯眉眼，还真是一对二愣子啊，愁死小伙伴了。月迷上神没有讨到无花酒，却笑眯眯出了上古神殿。半月后，人界爆发一场小动乱，天界之主目光寻历将此事上报，奏折被司职3界冰灾的月迷瞅见，他当机立断，送了一封折子入白绝的神殿，言下界冰灾不断，白绝位尊真神，理应巡查。白绝不理俗事3万年，为于理会月迷的胡搅蛮缠，哪知月迷的折子1日3次，雪花般的飘进了神殿，整个神界为之侧目，都以为3界大乱，凡间沦陷。白绝不胜其扰，默默寻了个清晨，悄悄下了界。既然下界，以白绝的性子，绝不会白走一遭，他化成凡人一路东行，朝京城而去，沿途见人间喜乐，倒也欣慰。半月后至长安，恰逢上元节，人界张灯结彩，年意浓浓。
神界倒也有热闹的日子，只是他位尊真神，又性子清冷，无人敢在其面前放肆，这几万年过得索然无趣罢了。突至人间，见了人世热闹，忍不住摇头轻笑。难怪成百上千年的不归家，原来是被尘世迷了眼。人间巡视完，热闹也看完，白绝想着可以离去，然话音未落，前面人群处喧哗哄笑声四起，伴着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霸道声音。掌柜的，今日你要是再输，这石坛女儿红就全是我的了，你可别耍赖，满长安的百姓都瞧着呢。白绝平静无波的眸子泛起涟漪，负手上前，衣袂翻飞，硬生生在人海中劈了一条路，行到了人群最前面。一身禁衣的少年郎凤眸高挑，正负手立在一酒馆前，神态张狂，正是女扮男装的上古。见惯了他神袍长袖，此等装扮倒是少见。白绝绝对不会承认，刚才他这个堂堂真神差点急得来了个神光普照，好让众人让路，让他瞧瞧心心念念的人。自月迷10年前大寿，上古归界，他们偶有相遇，但都伴有其他上神在侧，还从未有过单独相处的时候。虽然此时亦是人声鼎沸，但到底是下界。人群里头是一小酒馆秦楚，上有旗帜数百年传家，小酒馆占地不大，馆内酒香却是醉人，尤其馆前石坛尘封的女儿红，连白绝都忍不住嗅了嗅。仔细听身旁众人之言，他才弄清此处热闹的缘由。年节又恰逢秦楚酒馆立馆100年，店主拿出祖上传下来的石坛女儿红，摆下10天擂台，言中原酒家都可携本家酒来战，只要能和秦楚酒馆中女儿红伯仲之间，便可带走一坛。哪知擂台摆出之日，长安县一禁衣少年，天人之姿，日日携酒而来，所携之酒不拘一格，闻所未闻，却能和这石坛女儿红拼个平分秋色。不过几日，禁衣少年郎名声传开，连宫中亦有耳闻。今乃最后一日，长安百姓早已摩拳守候，附近高台茶楼里更是坐了不少权贵子弟、皇室子弟一来瞧个热闹。果不其然，时辰至，禁衣少年携酒而来，茶楼里的贵胄不比寻常百姓。见此少年举手抬足间竟有未尽一世之风，见烈欣喜，料想少年定出自名门，皆想结交一二，遂纷纷遣人打听禁衣少年身世。秦楚酒馆前，店主连着尝了9天好酒，亦对少年心悦诚服，虽听得少年狂放之语，仍笑言：公子但有好酒，不妨拿出，秦楚酒馆历史100年，若输必心悦诚服。说完，眼巴巴望着禁衣少年手中那坛子酒，只差自个上前接坛。一旁白绝一声好奇，虽是凡间，但秦楚酒馆这石坛女儿红半点不输神界真酒，更胜过他一半窖藏。上古哪寻得如此多好酒与其比拼，即便有，9日过后，也再难有真酒能赢过秦楚女儿红。以白绝好酒的道行，他说没有，便是真的没有了。满街灯火下的禁衣少年瞅了瞅手中酒坛，眼底难得有些可惜，5000年道行啊，就这么送给这一城百姓了。他身臂一挥，酒坛抛入天空，坛风开启，整坛酒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又稳稳落在少年怀里，就这么一溜，不过一息一瞬，坛中酒香溢满街道，引得众人沉醉不已。得闻酒香，见百姓神情陶醉，白绝却是一愣，居然是无花果酒。神界无花果万年难求，这10年都被智阳拿去酿酒，送到了他的神殿，上古手里怎么会有？掌柜的，你尝尝，我这酒名无花，可能胜你的女儿红。上古一手推出，将无花果酒递到秦楚馆主面前，端视豪气。秦楚馆主无酒不欢，早被无花果酒馋得挪不动脚，当即大喜，就要接过酒，忽而想起一事，问：老朽曾听得一往事，不知公子可能解惑。何事？10年前关西赵家，9年前晋南白家，6年前漠北胡家，3年前中原柳家，曾被人以酒相斗，皆败于来人，敢问可是公子府上中人？10年间，皇朝酿酒世家，算上秦楚酒馆，皆被人踢馆输了个彻底。算算年纪，应不是面前这少年，但想必和他有些干系。一听这话，周围百姓倒吸口凉气，看禁衣少年更是不同，都猜想着皇朝哪个氏族还有这份能耐。上古一愣，没想到几次下界斗酒，暴露了行迹，被人惦记上了。掌柜的，今日斗酒是咱俩的事，扯上那么些陈年往事作甚？上古不耐烦一挥手，酒洒了几滴，这无花酒你还喝不喝了？哎，呵呵呵。秦楚馆主本不过就是好奇一问，酒洒落在地，他心疼不已，忙不迭去接，小老儿等着尝呢。哪知不等他接，一只手从一旁伸出，稳稳地接过了酒坛。秦楚馆主扑了个空，好不气愤，抬头望，登时愣住。白衣青年，一身时下束腰长袍，墨瞳凤眸，俊美出尘，端是清贵无双。他立在禁衣少年身旁，修长的手拾住酒坛，朝秦楚酒馆主望去。
嘉帝年幼，尚不懂事，夺馆主传家珍宝，此局无需再比，是我们输了。他说完，朝秦楚馆主微一颔首，一手抱酒，一手握住未回过神的上古朝人群外走。他一身出尘气质，不及之处，百姓纷纷让路避过。秦楚馆主目送这一双忽而至忽而去的兄弟离去，又是高兴又是遗憾。高兴的是总算可以保住最后一坛传家宝，遗憾的是那无花果久闻之变之不凡，平生不得尝，实乃大憾。白绝就这样拉着上古姿态超尘的消失在热闹喧嚣的长安街头，留下满街眺望的百姓和仰慕不已的权贵子弟。上古从秦楚酒馆被拉走的时候没回过神，才走了2步就惊觉了。他饶有兴味地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想着这二愣子难不成终于看出来无花果酒是自己酿的，这是明白自个儿的心意了，要勇猛一回表白了。一转头他会给自己说什么？这太突然了，我可要怎么回应？回应的矜持点还是豪放点？今日子这么吉利，要不直接绑回上古殿把事办了。活了10几万年的上古真神就这么一溜弯的时间，心思千回百转，雀跃万分，脸上偏还滴水不露，格外坦然。待走过了半个长安街，直到掌心握着的手越来越热，白绝才恍然自己握着另一个真神的手，施施然回首，在上古昂头期待中，终于蹦出了第一句话：胡闹，无花果酒乃至阳神力所酿，你拿它和凡人拼酒，凡人饮了少则多百年寿辰，多则直接飞仙，生死薄都给你扰得混乱，鬼仙两界平生事端，做了几万年主神，怎么还这般小孩心性？他一边说着，一边极其自然地为上古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襟。白绝向来性子冷清，即便是这般评劝上古，神情也是温和的，只是他话语中的护佑和动作上的亲昵，上古当年不觉，而今却是瞧得分明。虽然预想中的话一句都无，上古却听得满心愉快。他拉拉白绝的衣袖，敛了一介之主的尊贵狂放，难得是少时的娇憨，只是让这些人多些福缘嘛。既是酿了好酒，该有此福报。如若这般有酒意的人早亡，谁替白绝来酿酒？上古心里门清得很，撒福报的事儿要不是被白绝阴错阳差阻了，他乐意一直养着这群凡人。白绝知他做事不拘一格，以为他少年心性，倒也不再训斥。你哪来的无花果酒？从智阳那儿讨的。上古刚刚还一腔雄心壮志，临到头了发现白绝还没瞧出自己的心意，登时成了缩头乌龟，打着哈哈。是啊是啊，老大这些年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心好酿酒，我闲着无事，讨要了一坛下凡拼酒。你若想要，来我神殿搬就是了。他年年送来一坛，酒阁里尚余4、5坛，何须向他去讨？上古是个懒性子，寻常斗一斗酒也就算了，这般10年下界寻酒，分明不对劲。莫非白绝自个儿的爱好他还是知道的，心底突然一惊，紧接着是不可置信的狂喜。难道上古搜集好酒是为了给自己？只这么一想，千万年不动的心绪如同卷起万里波浪，竟有些无措。上古怕白绝发现端倪，连连点头，一心想岔开话题。哪知白绝这次不知怎地，突然声音有些沉，竟一问到底：你不喜酒，下界拼酒作甚？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上古长吸一口气，只想藏住心意，胡乱道：你们几个都好酒，我多赢点回神界，全当生辰贺礼了。都好酒，只这么一个都字，白绝眸色一深，席卷的情绪被生生压下，莫同归于宁静。他半晌未言，直到上古觉着有些不对时，他才后退一步，眸色平静无波。原来如此，那今年生辰，我便等着你的生辰礼了。上古界4位真神，除白绝外，添起一好酒。原是以为他有意，怕又是自己想多了。白绝一卷袖袍，尚来不及自嘲，手已经被人一把抓住。上古并未恢复仙身，仍是刚才进衣少年的打扮模样。他抓着白绝的手，笑容清澈。难得下界，今日恰是人间上缘，你陪我体察人间民情了，再回神界不迟。他说着，拉着青年绕进汹涌的人群，青年被那一汪笑容染进眼底，紧了紧掌心，到底没有再松开。15上缘，人间团圆，这话古来自不假。上古神界，乐迷府邸，一边磕着瓜人，一边从水镜里瞧得此景的乐迷摇头晃脑，十足叹气，并十足的恨铁不成钢。2个木头，亏得我费心费力费脑费人情的撮合，还闹不清心意，两人的岁数合起来比神界还老了，真不知道吃啥长大的。星月女神故自嗟叹，日子转眼又过半年，转眼快到了白绝和天启生辰的日子。上古早早吩咐殿中神卫，将自己10年来在下界斗酒收藏的好酒送入白绝殿，连着那酒瓶在秦楚酒馆赢得上好女儿红。酒炉从上古神殿而出，招摇过市，足足3车，晃瞎了满神界的眼。上古心想，
虽比不得白绝数万年心心念念暗自守护等待，但攒了10年老婆本，总归有些底气提亲了吧，遂躺在摘星阁坐等白绝生辰，好待吉日一举入殿成事，欢欢喜喜抱得夫婿归。白绝听闻消息时，虽惊讶欣喜，却到底不敢像上次自作多情，只一沉吟后吩咐神卫：天启殿收礼几何，盼到来报。少卿，神卫来报。昨日寅时，天启殿后门入3车9炉，听得守门人言，皆是上品。神卫惴惴来报，不敢抬眼。上首悄然无声，到最后亦只传来一声叹息。为了真心喜欢的人，他倒是被做了一回实打实的幌子。不知为何，上古历第137800这一年，真神白绝寿诞前日下界游历，此后数年未归，无人知其去向。上古讨夫婿的大志终不能成，遂整日在月迷府邸蹉跎星探。月迷不知为何，最近对他格外看不上眼，各种白眼翻飞。哎，太难了，追个夫婿怎着如此艰难，男人心海底针啊！你说他到底跑哪儿去啦啦啦？上古每日问的都是同一句，月迷靠在回廊上，望向西北方，忍不住嘟囔：早知道你的方法如此不靠谱，就不跟着你学什么默默奉献，铁杵磨成针了。送了3车子好酒，半点水花都没起，亏我拳打3界，脚踢8荒，辛苦了10来年，他竟连寿诞都不回界。他望向的方向恰是天启殿。上古一心念着远走的白绝，没听见月迷的嘟囔，只等着白绝回神界，表明心迹抱得美人归。两人在摘星阁内一等数年，却始终没有等到白绝和天启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注定，那一年未及天启生辰，他独守乾坤阁，知晓混沌劫难将至，自此下界再也没有归来。上古没有等到白绝先回来，反而等到了天启在下界记起灭世阵法毁灭3界的消息。至阳并天启真神闻讯而回，共商对策。自那天起，月迷府的女上神嘴角边再也没有了轻狂的笑容和四处打劫抢宝贝的喜好。上古打定主意，训示救3界的前日，和月迷在摘星阁内饮酒。月迷问他：白绝回来了，你怎么还不说？上古沉默许久，终回：我是1界之主，3界真神，有些事必须去做，若终要失去，还不如从来不知。他忽而转头看向身旁的月迷：有桩事，我早些年就想问你了。何事？你不喜酒，那一年为何问我讨要无花果酒？月迷一愣，随即长长沉默，终笑道：想不到榆木疙瘩也有开窍的一天，不用猜了，就是你想的那样。真神天启好酒，这桩事儿同样满界皆知。他转身离去，长街上留下星月女神缥缈的声音：我和你一样，也没找着好机会，这么些年竟也就蹉跎错过了。上古，无论发生什么，替我护着他。上古没听懂月迷话里的意思，若是听懂了，便没有之后数万年的悔恨。他第2日到底没有训示成功，上神月迷带着一众神族下界，亡在了天启的灭世阵法里。囫囵保了条命回上古神界的，只有一只不起眼的小凤凰。那时他还不是天后无患，只是上古做下1界神兽而已。消息传来的那1日，也是个艳阳天，上古抱着那一坛许多年前被白绝夺下的无花果酒，望着星月女神的府邸，酩酊大醉，无人敢劝。再后来，便是一切故事的开端。真神上古训示，上古界封尘，真神白绝独自存活于世，开始了6万多年的漫长等待和守候。6万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天启在苍穹之境从那尊风化了数万年的雕像中拿到上古被尘封的300年记忆时，始终没有懂为什么那已经亡去6万年的女神像里会有一颗眼泪。他一直以为那是月弥留给上古的，有很多事他从来不知道，6万年前不知道，6万年后也不知道。上古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对，若终要失去，还不如从来不得。这不只是上古和白绝的选择，也是月迷最后的选择和放手。只是终归太过遗憾了，上古终归等到了那句我是白绝。可是月迷呢？他耗了10年时光，小心翼翼收藏的3车9炉，至今被尘封在天启神殿的酒阁里，6万多年了，无人来开。天地分3重空间，上古神界、仙妖鬼界、人界。上古神界乃众神存活之界，以上古、至阳、白绝、天启4大真神为尊。13万年前，混沌之劫降临下3界，为阻止混沌女神上古以身训示。真神天启亏的天机，在渊灵沼泽布下灭世血阵，欲以3界生灵换上古一人平安。星月女神月迷为救3界，欲领一众上神下界阻止天启布下血阵，却和众神误入阵眼，众上神陨落于灭世血阵中，自此神魂长流渊灵沼泽，化成石像孤寂守望。
后混沌之劫降临，上古训世，上古神界尘封，3界中再没有人记得这桩往事。6万多年后，上古神界重启，4大真神归位，一切又都是当年的模样。而关于星月女神的一切，散落在浩瀚的神界长河中，再不复存。苍穹之境里，星月女神的石像化为星河前，那双眼睛里滴落的最后一滴泪，成了天启唯一一道过不去的心坎。仙妖风雨无阻地大战了6万年，头几万年两界嚷嚷着仇深似海，那闹腾劲儿仿佛山无棱天地合都让他们消停不下来。可这糟心事儿在白绝上神在冤灵沼泽化为飞灰后神奇般的解决了。天帝和妖皇连封停战书都没搬到3界，两界交界处的仙兵妖兵就默契的蹭退得干干净净。这几十年，仙君先不提，好战的妖君们也老实的缩在妖界洞府里养生，一小步儿都舍不得跨出界门来。白绝上神为救下3界这囫囵的训了誓，他们要还在下界战得你死我活。上古神界里头的3位远古上神说不得就会先批了，他们本着惹不得先躲着的求生原则，不疯魔不成活的两族终于歇下来了。这一歇就是50年。天启离开上古神界，在他的紫月山宫殿里做闲人，也做了50年。妖这种生物是天地物种演化而来，有些妖演化途中或许丑陋了些，但大多在美色上还是挺勾人的。上古历数来10几万年里头，当属天启这货最出类拔萃。用上古界众神的话来说，他的容貌当真是天地造化，多一分重，少一分轻。当初上古界里挂念白绝的女仙君，若是能排到桃渊林外，那稀罕天启的就足够绕上古界一圈了。这排场听起来倒有些人生得意福复何求的意味。当然，这都是些老资格神仙们和徒子徒孙们唠嗑上古趣闻时说出的感慨话。但这话传出来也没几个反对的。当年苍穹之境白绝真神的婚礼上，仙妖那几百双眼睛可是亲眼目睹了天启真神的觉醒，那容貌，那逆天的妖神之力，之后1000年无人能忘。所以即便是白绝真神以身训世的丰功伟绩摆在这，3界里头的女仙女妖们悄悄地讨论的最热烈的还是那位天启真神。倒不是这群女君们都是白眼狼，只是白绝真神和朝圣殿里的那位连娃娃都有了。这墙角太瓷实，实在没人有胆挖。是以在上古界众神觉醒后的几十年里，天启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上下3界9州8荒里头含金量最实诚的单身汉。可这个单身汉这50年来只做了2桩事。第一桩，回摘星阁见老朋友上古；第二桩，上天入地寻找着月迷的魂魄。第一桩事，也不知是哪个艳阳天里，天启看着上古瘸着一条腿懒羊阳晒太阳等白绝的时候，突然就这么放弃了。两人相视一笑，几万年的旧友格外有默契。他在月迷旧府的桃渊林里摘了一朵桃花，在桃花树下掬了一壶溪水，一身古袍潇潇洒洒地走了。上古在摘星阁里看着他远去的身影，突然想到很多年前月迷已在廊下朝他眨眼举杯的笑颜。他闭上眼，轻轻叹了口气。那3车酒在天启神殿里尘封6万年了。这日之后，天启再也没有回过上古神界。上下3界里，天启始终没有找到月迷的魂魄，可他没有放弃。他撕裂空间，入空间裂缝中寻找月迷的残魂之前，去大泽山见了阿启一面。那时候，天地间最尊贵也是最倒霉的小神君，已经被大泽山的仙君们养成了古小胖。古小胖乐天之命，在大泽山禁谷里称王称霸，生活的无忧无虑，天天只想着解除封印后找到小凤凰，在全踢3界，脚踩8荒，浑然不知等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天启瞅完了他，实在没什么可挂念的了，把紫月山和9幽炼狱交给3火打理后，踏进了时空裂缝，从此3界里再也没有了神君天启的踪影。又是很多年过去，100年、1000年，也许是说不出的岁月和年头。天启带着一身疲惫和孤寂回到紫月山时，缘起化为飞灰力抗魔族拯救3界的故事都已经过去很久了。3界又囫囵变了个样，除了一些活得久的老仙君和老妖君，更多的是他听也没听过的人和事儿。他是上古神界的真神，下3界在万事变迁，终究和他没什么干系。只有缘起的灰飞烟灭让他皱了皱眉，但最后也在他沧桑的眼底归于沉寂。个人有个人的缘法，缘起生而为神，他的劫难又怎么会比当初的上古和白绝少？天启望了一眼孤寂的紫月山，终究还是回了上古神界。摘星阁里等着他的人从1个变成了4个，上古、白绝、至阳，还有那个宁愿老死在9幽炼狱也不愿意回上古神界的玄一。上古和白绝的眼底有了更多的沉寂，至阳仍然是稳如泰山的模样。玄一抱着酒壶靠在摘星阁的回廊上，突然远远地朝天启投了个热情如火的眼神。
天启浑身打了个激灵，没入摘星阁，转头去了星月府。面对其他三神谴责的目光，玄义耸了耸肩，露出几分人烟气。到底是在他的地盘上行事，本尊是想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好让本尊的大事能顺顺当当办下去。连三界都毁了几遭了，还有什么大事是你办不下的？另外三人如此想，却没说出口。玄义这回要做的总归不是件坏事，是对是错，也要再等上些年才知道。不一会儿，星月府后头的桃渊林里现出天启的身影。他在树下溪水旁立了许久，突然就这么靠着半截古树坐了下来。除了腰间那只盛着桃渊林溪水的葫芦，1000年来他身边竟什么也不剩。上古远远瞥见这一幕，有些心酸，不知道是为了他，还是为了那个曾经已在摘星阁里对他摇酒煮托的乐迷。他朝白绝望去，突然开口：有一年你生辰，我曾经给你送过3车酒，可还记得？白绝微微愣神，颔首：自然。我花了10年时间为你在3界搜罗3车真酒，为何我送到的第2日，你却离开了神界？一旁的智阳和玄仪竖起耳朵，满脸八卦的朝上古和白绝瞅去。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白绝向来沉稳的脸上浮过尴尬，他别过眼，声音不大，却也让摘星阁里的3人听得清清楚楚。那一日，天启神殿里也被送进了3车真酒。这一句竟是6万年后听来也有些醋味十足。欧玄义拖长了声调，朝桃园里看去，十足的幸灾乐祸。我不在神界的这些年，你们几个小年轻玩得很开吗？智阳朝玄义打了个眼色，让他别火上浇油。魔神轻哼一声，恨不得举着喇叭满神界去嚷嚷4大真神这些个厌世不是我送的。上古眼底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无奈，天启殿里的真酒不是我送的。白绝愣了愣，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朝桃渊林的方向望去，可这一回他望的却不是天启，而是桃渊林后的星月府。他回转头看向上古，上古点头：当年我也不知道你生辰那一日月迷送了3车真酒进天启神殿。天启他见白绝不语，连向来不八卦众神私事的智阳都忍不住问：不知道？上古摇头，慢吞吞道：据我所知，他不知。上古垂下眼，那之后便是混沌之劫。听到这句话，摘星阁里一时静默下来。6万多年过去，当年混沌之劫里最惨烈难言的就是月迷的死，否则天启也不会执着寻找月迷的魂魄这么多年。4人没了再赏景品酒的兴致，上古携着白绝回了朝圣殿。玄义拉着智阳嘴里念叨着他的大事，全无在酒幽炼狱里的冰冷厌世。许久，桃渊林里倚在古树下的天启才睁开眼，他望了好一会儿潺潺细涌的溪水，溪水里映着的星月旧府格外冷清。他突然长长笑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啊！可那笑容里是道不清的苦涩和愧疚。原以为只是欠了挚友一条命，却原来还欠了他6万年前一场情。或许不止6万年。月迷不在了，他做过什么，爱过什么，牺牲过什么，没有人知道。就像那3车尘封在他神殿的真酒，这么多年了，他一口都没有饮过。天启起身，不再望星月旧府一眼，走出了桃渊林。神界上空耀星划过，神力浩荡震动四方。散落在神界各处的御神们惊疑中抬眼望天，只见神界结界被撕裂1道半丈宽的缝隙，浩瀚的妖神之力惊鸿一现。上古神界里最实诚的钻石王老五回来了。女神们还来不及欣喜，那妖神之力已经消失在天边，半点神力渣都没剩。又走了，这回得多少年？女神们叹息之余，皆不敢再指望嫁给天启神殿里的那一位游子。摘星阁上，上古和白绝望着天启消失在神界尽头。白绝看向上古，都6万年了，你为什么突然告诉他？如果月迷还有能重回世间的一日。上古的声音悠远而追忆，他一定希望那个找到他的人是天启。上元深夜，京城上将军府灯火通明，正堂上沉重的脚步声来回踱过，素来温和豪爽的上将军白寻一双浓眉凝成川字，附在身后手中的鞭子被他捏得碎碎作响。白夫人噙着眼泪靠在老嬷嬷身上，时时望向堂外，眼含期盼和祈求，脸色苍白。白将军一转头，瞧见白夫人憔悴的模样，又气又心疼，手中鞭子挥在地上，登时堂里又是一道震天响。等那个混账东西回来，老子一定要好好抽他，这回谁都不能拦着我。白寻咬牙切齿，指天对视。白夫人闻言，眼眶又红了几分，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希儿和顺儿要是出了事，我也不想活了。白将军一生最是爱惜白夫人，一听这话气都短了，连忙丢了鞭子扶住白夫人。夫人，你说的什么胡话？我已经让将军府的亲兵去找了，
还向陛下请旨遣了大理寺和武城兵马司的侍卫队满城搜索。希儿和那个兔崽子一定没事。白寻一沉眼，当年市井都很沙场喋血的狠劲和蛮横全扫了出来，谁要是敢碰我白寻的女儿，老子灭了他全家。白夫人听着这话，心底安定了几分，却仍是泪水连连，目不转睛地望着大堂外。堂外前来禀告搜寻情况的大理寺卿宋林，听得堂内白寻那阴沉的怒吼，心底不由得打了个颤，连连叹气。这都是什么事啊？人人都在家过上元节，偏生他不得安宁。哎，上将军府的2位嫡小姐在灯会上走丢，到现在也没寻回来。若真出了事儿，他这个大理寺卿怕是做到头了。能让武城兵马司和大理寺同时为之奔走的，除了皇子公主，也只有上将军白寻的一双宝贝女儿了。寻常勋贵的子女也就罢了，偏偏是他的女儿。上将军白寻出生市井，却做到了大晋一朝武将的极致。说起来，他的生平很是有些传奇戏本的味道。他是泰山下一乡野之民，年少时浑浑噩噩，天生神力，却只是个靠卖力气为生的挑夫。一次因缘际会在泰山下救了不慎落水的永安侯府嫡小姐韩婉柔，对其一见钟情。白寻天不怕地不怕，在乡野里生长惯了，全无世俗礼教等级观念，竟背着一个包袱上京城去永安侯府提亲。永安侯府是什么人家？即使败落，也是有着丹书铁券的大晋开国勋贵。以白寻的身份，他连永安侯府的大门都没迈进去，老侯爷只有韩小姐一根独苗。若不是看在白寻救了自己女儿的份上，绝不只是乱棍把白寻赶出京城这么简单。这件事儿在京城掀起过一阵小风波，但随着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挑夫被逐，京城里的贵人们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连那挑夫姓甚名谁都懒得过问。韩婉柔自小在京城贵女里口碑极好，知书达理又容颜秀美，本来是一家女百家求的盛景。可惜她在泰山落水后一直缠绵病榻，谁家都不愿娶个病恹恹的主母。永安侯府大小姐的婚事就这么生生给耽误了下来。这一耽误就是足足7年。7年后，一个叫白寻的校尉在西北横空出世，3率小股骑兵小胜戎族于潼关外，一扫大晋时来年逢战必败的颓势。景康帝多闻捷报，欢欣鼓舞，率军亲征，升白寻为3品安西将军，重用于他。白寻用兵诡谲，最后一战合纵连横，大败北戎王。这一战里，白寻为天子挡下刘建，成了景康帝的救命恩人。天子爱其才，感其恩，破格在战场上下旨，将仅28岁的白寻升为一品镇国将军。白寻受了封，却未回京领赏，反而请旨去南海平定水寇。大敬酒不出不是战将，又这般不恋权位，景康帝自然心而应允。又是3年，南海水寇当清，长居于南海炎地的百姓对朝廷感恩戴德，歌颂天子美名。白寻带着百姓赠予的万延伞荣耀归京城。这是白寻在西北一战成名，享誉大晋后第一次踏进京城。金銮殿上，天子龙颜大悦，述其10年之功，言白寻公在社稷百姓，有何求？白寻一磕到底，一句震惊金銮殿。臣愿以10年军功，满门勋贵，求娶永安侯府大小姐。白寻10年军功只求一事，天子焉有不应之理？赐婚圣旨当日就降到永安侯府，年事已高修复在家的永安侯爷这才知道，数年来名声赫赫的一品镇国将军白寻，就是当年被他逐出京城的无名挑夫。老侯爷惊愕羞愧之余，也知独女10年来独守一人归来，老怀大未送爱女出嫁。当年之事在京城不胫而走，白寻重情重义，10年生死沙场只为一人的佳话顿时传颂满京。白寻是个妙人，他这个手握重兵的新贵，除了上朝和按时入宫向景康帝请安外，从不和任何世家勋贵交好往来，对几位皇子的招揽更视若无睹，因此得罪了好一些世家重臣。可越是如此，景康帝待他越是看重，他回京的第2年，天子就将京畿护卫之权交与他执掌。如此这般，白寻成了京城里权位最高的孤臣。除了天子，平日里连个饮酒论茶的朋友也没有，但白寻对此毫不在意，每日只管和白夫人在将军府里伉俪情深。白夫人身子柔弱，成婚7年后才得了一对双生女。这对双生女长女唤白皙，次女唤白硕。双生女降生那一日，白寻被景康帝封为柱国上将军，长女白皙更被天子择为东宫太子妃。一时白家帝宠之盛，冠绝京城。次女白硕3岁那年，白寻为幼女定了一桩婚事。这桩婚事说起来也有些显草报恩的意思。当年白寻被永安老侯爷乱棍打出京城时，恰巧被当时的礼部侍郎仲泰所救。仲泰感念其情深义重，命运坎坷，便勉励他去西北从军，还相助了他50两银子，这才有了10几年后的一品上将军白寻。
如今仲泰位置右相，5年前仲泰亲入上将军府为幼子仲昭求亲，白寻深思数日，入宫向景康帝述明当年往事，恳请天子允婚。白寻回京7年，从不和任何府上交往，只每年除夕送3瓶亲酿的桂花酒入仲府。景康帝这才知道有这么段姻缘在里头，感慨之余便允了这桩亲事。是以白家的一对双生女虽才8岁，却都身份贵重，绝非一般的勋贵嫡女可比。若非如此，2个女娃娃的走丢，又怎么会让她堂堂一个大理寺卿如坐针毡，深更半夜还城里城外地做着跑腿的差事？事关2位小姐的名誉，寻人的事儿既要隐秘，又要马不停蹄，真是难上加难。宋林叹了口气，一步踏进了上将军府的正堂。他才冒了个头，白夫人眼睛就亮了起来，没等白夫人开口，白将军一步就跨到了宋林面前。宋大人，我那2个兔崽子有消息了。哪有人这么称呼自己的闺女的？更何况一个还是天子择定的东宫太子妃。宋林是个正经的文人，气得胡子一蹬一蹬的。但他知道白寻一向是这么个混世的名头，也不好多说，只面色为难的摇头。白将军，下官无能，2位小姐还没有寻到。见白寻和白夫人脸色一变，宋林连忙又道：卑职已经查到有人陈时在南市瞧见过2位小姐，下官已经让差役全部去南城寻找了。这话一出，白寻脸色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沉。京城达官贵人居于北，贩夫走卒居于南，即便是天子脚下，也有阴晦不堪的地方。南市混乱，小偷乞丐下九流的人杂居，希儿和硕儿明明在北市看花灯，怎么会去了南市？白寻长于市井，知道自己2个宝贝女儿绝不只是走丢这么简单，当即安抚好妻子，沉着眉亲自领着亲卫去南城搜寻了。铁蹄深夜在官道上响起，惊醒了半城的百姓。宋大人一身文骨，颤悠悠跟在白将军的骏马后头，欲哭无泪地叹了一口气。宵禁之后，天子脚下尽踏马疾奔，白将军接这一遭，明日要是被御史捅到早朝上，可是要被问重罪的。2位白小姐哟，您2位到底在哪？再找不着你们，京城的天都快要被翻过来了。就在大理寺衙差赶到南城门的一刻前，一辆臭气熏天的牛车从每日经过的府门下顺顺当当出了城。赶车的2人是南城纵林巷到甘水的一对前世兄弟，每隔几日兄弟俩都要运甘水出城，因怕熏着街坊，甘水桶里外总要严严实实摆着厚厚的甘草去味儿。都是老街坊邻居了，2人运甘水这事儿做了5、6年，和城门口的守卫早就熟里熟透，兵老爷们也不想翻那馊掉的甘水桶。今日2人赶着牛车出城，守卫也和平日里一样，眼皮子一抬打个招呼就让牛车过去了。没人瞧见病弱消瘦的前世兄弟，虽像平日里一般笑得卑微逢迎，可那拽着牛车缰绳的手却微微爆出青筋，绕着一股黑气。牛车走远，立在城下磨剑的老兵泛起了嘀咕，刚才那牛车里像是有什么咕噜声。他磨了磨剑，又望了牛车几眼，见那牛车里风平浪静，转头没再瞧了。都是些甘水甘草，都这么运了好些年了，能有什么问题？牛车离南城门越来越远，街道上的人声也渐不可闻。2位白小姐困在馊气冲天的泔水桶里，嘴里各自塞了一团抹布，被绑成2个粽子，大眼瞪小眼，一个气鼓鼓，一个冷沉沉。2人长相模样神情各不一样，唯独一双眼睛笑似，都格外有灵性。听着泔水桶外越来越僻静的咕噜声，2人眼底都渐渐无奈焦急起来。再怎么天不怕地不怕，也只是2个7、8岁的女娃娃，平日里娇宠惯了，还从没遭过这种罪，都是你。好好的花灯不看，偏要看什么杂耍，被人绑了吧？怎么办？冷沉沉的是长姐白皙，你要吃的苏州混沌不也在南城，凭什么只怪我？气鼓鼓的是白硕，一双眼咕溜溜转，明明里头全是理亏愧疚，却不承认。2人一母同胎，自出生就在一起，不用说话，单凭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什么。虽然嘴里塞了抹布，却不影响2人用意念斗嘴。猛地牛车一停，2人额头同时撞在泔水桶上，发出一声闷哼，又臭又疼。2姐妹急忙望向对方，看到彼此眼底的担心，别过头不斗嘴了。牛车不再向南行驶，转了个弯继续走。不是刚出城门，难道要回城里去了？白皙眼睛一亮，渐渐又觉察到不对，小脸白起来。这不是继续朝南走，而是绕着城墙向北去。绑他们的人一开始就要带他们去北边的方向，走南城只不过是个幌子。北城墙外有什么？除了皇陵那里什么都没有啊。阿爹会找到他们吗？阿娘会不会担心？白皙和白硕对望一眼，白硕突然凑过去，在白皙额上蹭了蹭。阿皙，不要怕，我会保护好你，有机会你一定要先跑。白皙自然瞧得懂白硕眼底的意思，他眼底拂过一抹怒意，摇头。白硕急起来，
呜呜哼了2声。一道敲击声在泔水桶上响起，阴沉的冷喝声传来：“给老子好好听话，要不然老子把你们卖到勾栏院里去！”重击透过泔水桶，震得2人头皮发麻，一阵心悸。两姐妹不再乱动，悄声凑在了一起。听到勾栏院3个字，白硕终于害怕起来，她望了一眼沉沉静静的嫡姐，生怕害得白皙被卖到勾栏院里去。阿西将来是要做皇后的，她被卖了不要紧，阿西千万不能出事。要不是她听了街头百姓的议论，想去南城看杂耍，撺掇阿西甩掉暗中保护他们的护卫，就不会被贼人寻了空子给绑走了。这2个人抓他和阿西做什么？他们是阿爹的仇人，还是想绑了他们去卖钱？白硕愧疚地低下头，在黑暗的泔水桶里颠得头晕脑胀，却忍着一动不动。大哥，今日这2个女娃娃可真是不错，一看就是有灵气的。牛车外，钱二瘦弱佝偻，他搓了搓腕间的黑气，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泔水桶，握着缰绳的手激动得微微发抖。咱们这回可以续好些时日了吧？钱大要冷静得多，他回忆着泔水桶里2个女娃的模样神态，总觉得2人年岁虽小，却很有贵气。他皱起眉，灵气这么好的货，该不是世家子弟吧？京城是天子脚下，要是动了世族子弟，惊动大理寺，咱们以后就寸步难行了。哪能啊，大哥，这2个女娃虽说长得圆润富贵，可那身上的衣服我认得，只是一般的江南布品，2人身边也就跟着一个侍卫，顶多也就是富贵人家的孩子，绝不是勋贵子弟。再说了，勋贵世家的小姐哪有这么小就能出府游玩的？泔水桶里的白皙和白硕听得欲哭无泪，大晋还真有一家勋贵小姐是自小就被放养长大的。白皙从小被册封为东宫太子妃，琴棋书画、女工仪德样样都得学。白将军心疼长女，想着长女15及平入宫后再难出宫，每逢初1、15都会带2个女儿出府游玩，就算自己忙，也会让护卫护送出府。白家2个女儿虽然一个沉静娴雅，一个活泼好动，却都是胆子天大的，这般出府游玩的事儿已是寻常。只是2人终究身份特殊，不愿招人眼，每次出府都特意换了乳母从家中带来的布衣，这回弄巧成拙，却被人盯上掳走了。灵气，外面的贼人说他们灵气足是什么意思？两姐妹后背直泛凉意，对望一眼，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担忧。若真是想卖他们还好，爹爹迟早能找到他们；若不是想卖他们，捉他们做什么？牛车在京城外蜿蜒的小道上崎岖而行，半个时辰后，终于停了下来。泔水桶的盖子被人揭开，白皙和白硕猛地抬头，迎上了2双阴郁病态的眼。果然是好货色。钱大举着烛火在2人身上扫了2圈，一手把白皙从泔水桶里提出来。白硕大惊，连忙拿腿去卷白皙，却被横空插进来的一双手提住了后领。别急，小娃娃，你也跑不了。钱二比钱大瘦弱得多，用2只手才勉强把白硕从泔水桶里拖出来。两姐妹被扔在地上，拿出嘴里的抹布。她们痛苦地咳嗽几声，不顾满身尘土，抬起头打量着眼前的景象。她们在一处巨大的山体空地上，空地后是一座巍峨的山脉，山脉呈龙身状，龙身蜿蜒100米，连接着威严的龙首翱啸9方。北城外，龙首，这里是帝都外皇陵的后山。皇陵，白皙失声道。白皙年纪虽小，见识却广，不比白硕懵懂。平日威严的皇陵在夜色下格外森冷可怖，让两姐妹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钱氏兄弟见白皙一眼瞧出这地方，神色一愣。钱大皱起眉，寻常人家的女娃怎么能一眼就认出这是哪里？白硕一听这是皇陵，也感到不妙，压下心底的害怕，拦在白皙身前，朝钱氏兄弟吼：“你们是什么人？敢抓我们？你们带我们来皇陵做什么？”哼，小娃娃们眼睛倒是毒，竟认得这地方。钱二哼道：“自然是你们机缘好，我们兄弟俩才会带你们来这里。”他说着就要去捏白硕白净的脸庞，却被钱大拦住。不要节外生枝，我看这2个丫头身份不简单，快些把事办妥，早些回城里，免得被人察觉。钱二遗憾地收回手，却又不知想到了什么，格外激动，不再看两姐妹，转身于空地正中，朝皇陵的方向跪下。钱二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那匕首通体纯黑，上头雕着9头蛇纹，冒着丝丝黑气。他拔出刀鞘，毫不犹豫在自己左手腕上划去。白皙和白硕尖叫一声，随即看到了更可怖的一幕。钱二被划开的手腕上只有森森白骨，里面连一滴血肉都没有，白骨上缠着的黑气传出一阵抚慰，匕首上和钱二白骨上的黑气欢快地纠缠在一起，发出阴鬼的鸣叫，然后化成一体钻进了地下。钱二继续神神叨叨地念念有词，额头抵在地上，十分虔诚的模样，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白硕这回嘴唇都抖了起来，却仍然固执地挡在白皙身前。人？钱大森冷一笑，抹着泛着黑气的嘴唇，自然是送你们见神仙的人。即使不划开皮肉，也能瞧见钱大手腕上模糊的黑气，想来这副皮囊下也是森森白骨。白皙和白硕听过戏本里不少仙人妖怪的故事，可从没想过这些故事是真的，天地间竟真有不是人的东西。我爹是白寻。突然一道微微颤抖却又强自冷静的声音响起，白皙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悄悄用自己的身子挡住白硕，狠狠瞪着钱大。我爹是柱国上将军白寻，我是陛下钦定的太子嫡妃。不管你是人是妖还是鬼，只要你敢动我们，陛下和我爹都不会放过你。听见白皙的话，钱大眉头皱起，心想果然惹了两个硬茬子回来。他猜到这两个女娃娃不简单，却没想到竟是上将军白寻的女儿。白寻的女儿丢了，这时候京城里肯定乱成一气，连全身而退都麻烦，以后还怎么捉贡品？钱大狠狠瞪了跪在地上的钱二一眼，心底犹疑不定。若是让神君消了他们的记忆，再悄悄送回城里，谁都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天底下除了京城，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高品灵根的孩子，他和钱二要想续命，绝不能断了给主人的奉品。正当钱大犹疑之时，一阵阴风扫过，比刚才更腐烂10倍的臭气从地底冒出，空地上裂开一道3尺缝隙，一个裹在黑袍中的人出现在裂缝上空。见此人出现，钱氏兄弟露出喜色，连忙跪倒在地，大呼神君！神君！白皙姐妹面面相觑，未必这妖物还是个神仙不成。那人揭开黑袍，露出一张邪气又凶恶的脸。白硕大半个身子都被白皙藏在身后。黑袍人只打量了一眼白皙，眼底就满是贪婪。小娃娃，你是皇帝选的太子妃？黑袍人身上腥臭味难掩，一双血红的眼睛显然不是人。白皙藏在身后的手微微颤抖，却镇定地迎上黑袍人那双血红凶眼。是，我是陛下册封的太子妃，你最好放了你。黑袍人张狂大笑，星星妖风吹来，就是9重天宫的上尊本君都不惧，一个区区凡间的皇帝，能奈本君和他舔了舔嘴唇，牙锋尖利，看着白皙难掩喜色，不愧是带着后星命格投胎的娃娃，果然是天生灵品。等本君吃了你，身上的伤至少可以恢复大半。恭喜神君！钱氏兄弟一听这话，再顾不得掳了皇帝儿媳的害怕。钱大谄媚地朝黑袍人邀功，只要神君身体安泰，也不枉我们兄弟冒死从京城掳这2个灵品回来了。他跪着朝前挪了一步，伸出带着黑气的手腕，神君，我们急什么？黑袍人冷哼一声，待本君享用完，还会亏待了你们不成？小人不敢，小人不敢。被黑袍人一吼，钱大立时便不敢说话了，拉着钱二畏缩地退到一旁。妖怪，不准吃我妹妹！一道清厉的声音在白皙身后响起，白硕不知什么时候从白皙护着他的阴影里钻了出来，他张开手拦在白皙身前，大声朝黑袍人喊：我才是白皙，陛下钦定的太子妃，她是我妹妹白硕，我给你吃，你放了她。只要你放她回去，我爹和陛下一定不会向你寻仇。阿硕，你说什么胡话？我才是白皙脸色一变，就要把白硕拉回来，这次却怎么都拉不开白硕护在他面前的身子。都怪你，如果不是你要去南城，我怎么会被绑到这个鬼地方来？白硕，你这个害人精，我最讨厌你了。白硕盯着白皙，红着眼睛吼他，死死地按住他的身体。白皙嘴唇颤抖，眼底瞬间盈满了泪。书摄制！不待白皙再说一句，白硕猛地把他推出去数步，转身跑到黑袍人脚下。你吃了我，你吃了我一样可以延年益寿，放了我妹妹。哦。黑袍人瞥眼看向脚下的女娃娃，本尊把你们一起吃了又能如何？你凭什么和本尊讲条件？就凭我爹是白寻？哼，一介凡人黑袍人不屑一顾。他们是从城南掳走的我们，那里一定有人见过我和白硕。白硕冷静地指向钱氏兄弟，我们的护卫是在南北城交界处被我甩脱，最多半个时辰，我爹就会发现我们是在城南被掳。他搜遍城南只需要2个时辰，等他发现城里没有我们的踪迹，一定会寻出城。那又如何？生怕黑袍人迁怒他们办事不力，钱大声喝止白硕：我们兄弟俩平日里时常进出南城门，谁会怀疑你们藏在我的牛车里？平常是不会，可今天我和白硕丢了。白硕的声音十分沉静，看向钱氏兄弟眼微潮，装着泔水的牛车和装着2个人的牛车，车辙痕迹深浅不同，就算当时没有人发现，现在却未必。你们从南城出来，绕外城墙往北而走，一路上都是崎岖山路，今晚无雨，车辙痕迹不会消失。
白硕停住，抬头看了一眼天上满月，收回眼望向黑袍人，现在已经是午时，最迟未时，我爹一定会带着朝廷的兵马找到这里。你藏在这里，又受了伤，一定不想被人发现，就算你能吃了我们两姐妹，杀光我爹带来的兵马，可你一定会暴露在世间，再也不能藏在皇陵之下。白硕掩在小袖摆下的手握成拳头，沉声道，只要你肯放了白硕，在我爹找到皇陵前，让这2个人把我妹妹送回京城，他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你的存在。空地上一时静默无声，白皙怔怔看着挡在黑袍人面前的白硕，仿佛第一天认识他。都说白家2个女儿，一个贤德淑惠，一个顽劣成性，人人都道天子的儿媳挑得好，选中了白家最聪慧的那一个。原来白皙心底酸涩，不知该难过好还是心疼好。如若不是这生死关头，阿硕是不是宁愿在他面前做一辈子的懵懂劣童，也要成全他这个太子妃姐姐在世人眼中独一的好名声？钱氏兄弟被白硕一席话惊得目瞪口呆，半句话都说不出。他们哪里想得到随手从街上掳回来的2个女娃，竟一个赛一个的聪慧果敢。寻常孩子看见黑袍神君，怕是吓也吓死了，他竟敢和神君谈条件。啪啪啪，黑袍人拍了拍手，说得好，不愧是上将军的女儿。小姑娘，你胆子比天还大呀。他说着饶有兴致地望着脚底的女娃，突然俯身仔细打量起白硕来。白硕被这双血红的眼睛盯得毛骨悚然，泛起一身鸡皮疙瘩。仔细打量白硕后，黑袍人眼底竟有几分失望。本君真是奇怪，皇帝竟然没有选你做太子妃。不过命格就是命格，你再聪明也不是白皙。我明明就是白硕心底一紧，连忙反驳。小姑娘，黑袍人嗤笑一声，天命之人的身上皆命格注定，灵气袭身，你身体里别说命格了，连半点灵气都没有，你还想骗过本尊不成？黑袍人在起身时，半眼都不愿再落在白硕身上，嗜血的目光遥望白皙。本尊爱的是灵品，对聪明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本尊是不想让人发现踪迹，可只要本尊吃了这女娃娃，四海任我遨游，本尊又何须再藏在凡间的皇陵里不见天日？他说完，朝白皙的方向抬起手，白硕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把跳起来抱住黑袍人的脚，朝白皙的方向喊：阿西，快走！白皙愣在原地，双眼通红。你快走啊，阿西，去找阿爹，快走啊！白硕怒吼，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黑袍人冷哼一声，走，一个都别想走。他抬脚一踢，不费吹灰之力把白硕从身上震开。白硕小小年纪岂能受得了他的妖力，肋骨尽断，一口血吐出，摔倒在地。钱氏兄弟见状，连忙将白硕按倒在地，生怕他再扰了神君进食的雅兴。阿硕，白皙见状，怎肯再逃，朝白硕跑去。你虽然半点灵力都没有，肉倒是白嫩，本尊勉为其难一同吃了你，也免得你们两姐妹骨肉分离。哈哈哈哈！黑袍人张狂大笑，摇手虚抬，一道黑光自他手中而出，将白皙提到半空。黑光将白皙牢牢束住，一寸寸把他朝黑袍人送去。黑袍人眼底发出嗜血而贪婪的光芒，忍不住朝白皙的方向闻了闻，露出可怖的尖牙。阿西，白硕声音嘶哑，却被钱氏兄弟牢牢按在地上。妖怪，你要灵品，我就是死也不让你得逞。白皙见白硕满脸鲜血，就在他被黑光送到黑袍人手中的那一瞬，他猛地从头上拔出一个碧簪子，毫不犹豫朝自己脖子上刺去。阿西，小兽一样的嘶吼声从白硕嘴里喊出，简直撕心裂肺。一道鲜血从白皙白嫩的脖颈上如注般涌出，溅落在白硕的眼睛里。他眼底深红一片，顿时整个世界都染上了血色。黑袍人和钱氏兄弟都被这突然的一幕愣住。不远处，循着牛车车辙痕迹一点点寻来的白寻听见幼女的惨叫，脸色大变，领着亲兵朝皇陵后山的方向冲去。半空中，白皙温热的身体缓缓垂下，绿簪子从他手中跌落在地，碎成两半。眼泪从白硕染满鲜血的眼中大滴大滴涌出。那把玉簪子他也有一只，7岁生辰的时候阿娘送给他们的，他爱已不束发，簪子从不肯戴在身上，如今竟连死都不能和阿西一道。黑袍人被玉碎生唤回神，看着已经死去的白皙，他眼底升起难抑的怒意。人死如灯灭，一切入轮回，连命格都会消失，更何况是灵气了。他堂堂妖尊，竟被一个凡人娃娃坏了好事。被愚弄的怒火燃尽黑袍人的理智，他怒吼一声，黑气缠着白皙的身体朝地上的白硕砸去。混账，竟愚弄本尊，本尊让你们神魂俱灭，化为飞灰，永堕炼狱。白硕倒在地上，被鲜血模糊的眼只看见白皙被黑气远远抛来。
他用尽全力挣脱钱氏兄弟，跪在地上闭眼去接白皙的身体。就算是死，他也不能让阿西一个人孤零零上路。就在这万念俱灰、无边黑暗的一瞬间，一道光降落大地，世间一切像是突然静止。阴森缭绕的鬼气不在，咆哮张狂的怒喝不在，就连身体里断裂的肋骨也一寸寸在血肉中复原，就像是神迹。白硕睁开眼，一道柔光在他眼中拂过，被鲜血模糊的眼睛一点点变得清澈。他看见白皙的身体被一道紫光拖着，轻轻落在他面前。他爬过去，握住白皙冰冷的手，抬头看见了此生难忘的一幕。浩瀚的紫月下立着一道颀长的身影，那人黑发如墨，一身古袍在月下迎展，一言一眼颠倒众生。虚空而现一把紫印王座，他随意而坐后，才漫不经心地看向皇陵下的黑袍人。方才还不可一世的黑袍人，早在见到那一轮紫月的时候就跌落在地，被来人遗忘，更是目瞪口呆，傻了眼。怎么会？他怎么会现世？连当年缘起上神飞灰湮灭，他都没有现世，今日怎么会出现在凡间这个小小的皇陵里？神魂俱灭，永堕炼狱。这样的话，除了本君，三界中竟还有人敢言？那人勾着嘴角，黑靴踢在王座上，碰出清冽的声音，那声音半点不重，却压得黑袍人瑟瑟发抖。白硕听的这句话，瞧着那人的神态，才知道世间真正的邪肆张狂为何物。一道紫鞭从空而降，也不知来人有意无意，黑袍人像刚刚的白皙一般，被紫鞭擒住跪于半空。天！黑袍人惊恐之余，还未唤出声，那人眉眼一冷，朝他看来。本君的名讳也是你能称呼？黑袍人连忙叩首，神君饶命，神君饶命，小妖南海苍木见过神君。神君？白硕一愣，怔怔望着紫月下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神仙吗？来人正是天启，他从神界破碎虚空，直入鬼界，本想在敖哥的生死轮回河里重新寻找月迷的魂魄，却在鬼界入口瞧见了这一幕。以他的性子，下三界万物生死，他皆能视若无睹。若不是那一声悲凉到极致的呼唤，他未必会驻足停留，看着皇陵下的惨剧一眼。钱氏兄弟龟缩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吐。他们被黑袍人驱使到处抓童男童女来献祭，哪里想得到这个平日里嚣张跋扈的黑袍神君竟是个脓包。这倒是他们误会了，黑袍妖怪实乃南海九头蛇一族的凶兽，名唤苍木。仙界里一般的上仙都不是他的对手，若不是遇上了不出世的上古界真神，他又何至于如此窝囊？苍木10年前祸乱南海，被大泽山上仙围剿，仓皇中逃往凡间。人间皇陵下是鬼界入口，唯有鬼界的气息能藏住他的妖兽气味，让他不被大泽山上仙寻到。他在皇陵下一葬就是10年，为了疗伤，他抽干钱氏兄弟的血肉，以妖力注入其身，以长生不老的诱惑威逼他们每月为自己绑来灵品吞噬。整整10年他龟缩于此，眼见着重伤将愈，他就可以回归南海称王称霸。想不到因为2个凡间女娃，竟惹来了天启真神。饶命！小小九头蛇妖也敢祸乱人间，屠杀凡人，本君饶你性命，那生死簿上的无尽冤魂向谁索命？天启眉眼冷冽，他随手一挥，紫鞭将苍木挥向半空，紫鞭神力浩荡，一鞭抽在苍木身上，苍木哀嚎一声，口吐鲜血，额上顿时画出伤痕累累的蛇角。见天启半点不留情面，苍木怒吼一声，化成原形。丈高的九头蛇在皇陵上空飞腾，发出震天的吼叫，腥臭味遮天盖地。可无论他怎么避怎么躲，那紫鞭都紧紧缠绕在他蛇尾上，不断鞭笞着他。九头蛇嘴里大口吐出黑血，蛇身上鲜血淋漓，显然已是强弩之末。天启，我是妖族，你不饶我，你枉为妖神。蛇口中吐出人言，他的长尾被紫紧锁住，只剩下九头在空中无力的哀嚎叫骂。天启看都懒得看他，身为妖族，死就死，话这么多，本君都听得丢人。九头蛇终于被这极具轻蔑性的一句哽住，他朝天际咆哮一声，九双血红的眼底发出幽光，突然一头化成人手唤出一剑，朝自己的蛇尾砍去。吼！痛苦的哀嚎声响天彻地，黑血自空中洒落，紫鞭瞬间失去了对九头蛇的控制。就在这一瞬，只有半截身子的九头蛇化成巨大的一头，张开蛇口朝白硕飞来，他动不了天启分毫，可他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天启不是要救这个凡人吗？那他就吞了这个凡人一起死。白硕根本来不及逃开，他只能看着离他越来越近的蛇头，那腥臭味几乎将他淹没。他紧紧抱着白皙，突然抬眼朝王座上的天启望去，那一双眼睛里充满了希冀和渴求，还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全心全意的信任。就这么一眼，让天启看见了他。
紫光划破天际，真神之力涌现，巨大的舌头连一声求饶都来不及就化为飞灰。万籁俱静，紫月映照大地。等天启回过神时，他已经离开紫印王座，站在了白硕身前。琉璃紫瓦，碧海潮生，那双深紫的眼睛里仿佛镌刻着天地八荒岁月洪涛。白硕仰着头望着他，仿若神奇。天启垂着眼，回过神时只觉荒唐。这是一个在轮回中毫无命格波澜的凡人。他十几万载生命里曾经见过刚才那样的眼神，可那是什么时候，天启却不愿意记得。他的目光只淡漠地在跪着的白硕身上停留了一眼，然后转身就走。他不过神之眷顾而已。龙纹黑靴只踏出一步就停在原地，天启垂眼看着下摆上那双颤抖的小手。素青的古袍下摆被染上了鲜血和灰尘，那小手的主人似乎也瞧见了，他倏地缩回手，却又以更快的速度再次抓上。天启不知为何，心底叹了口气，回转了身。他只是因为一声悲戚的呐喊停下脚步，随手灭了个杀戮凡人的妖而已。这里发生过什么？这个凡人女孩是谁？他半点不知，也不欲知。神君。白硕的声音磕磕绊绊，他一只手抓着他的衣袍一角，一只手紧紧牵着白皙的手，仰着的眼睛里因为天启的转身充满了希冀、祈求和悲伤。求求你，神君，救救阿西，救救阿西！那双小手一直在颤抖，却十分坚定地抓在天启的古袍上，不肯松开，仿佛他一放手，就是放下了白皙的命。白硕看不见，一道小小的魂体力在不远处，望着地上祈求的他，满眼是泪。天启看了那魂体一眼，有些意外，死在这皇陵里的，竟是个有着贵胄命格的女童。可惜她已经死了，凡人轮回转世，皆有其命途。就像一旁的前世兄弟，借九头蛇的妖力维持生命，九头蛇身死，两人体内的妖力消失，顷刻变化了白骨。他已经死了，本君从不过问三界俗事，更改凡人命格。天启淡漠地开口。白硕抽泣到哽咽，却极其敏锐地听出了天启话中的含义。他可以救白皙，可他不屑于更改人间生死。神君，求求你救救阿西！白硕急切地开口。只要你救阿西，将来我一定报答您。报答？天启活得长久的堪比天地，尚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说要报答他，还是个凡人女娃，有些失笑。他朝一旁已经化为白骨的前世兄弟看了一眼，漫不经心问白硕：本君下次入凡，兴许千年万载之后，你一个凡人活不过100来岁，怎么报答本君？千年万载？白硕连颤抖的手都顿住了。在他的意识里，人活一辈子，能有100岁便是妖天之幸了。我白硕磕磕绊绊，战战兢兢。我去巡山头拜神仙，努力活到千岁万岁，练成大本事，将来再见神君，一定报答您。他生怕天启不信，拉着天启的下摆，努力仰高了身子。我愿把性命许给神君，只要神君能救阿西，将来千年万载，只要神君所愿，纵我万死，也一定为神君做到。小女童的眼底仿佛燃起一簇火焰，绚烂至极。天启的紫瞳里映出他那双染着血和坚定的眼睛，他突然开口。好，本君承你一诺，如若有一天你能冲破三界的归大道，紫月山巅之上，本君给你一次报恩的机会。他说完，一道神力自他手中而出落在白皙身上。白皙脖颈上的血洞瞬间消失不见，一旁白皙的魂体只觉紫光一闪，朝身体里飞去。手中抱着的身体突然有了温度，白硕惊喜地抬头，神可他面前已经没有了天启的身影。他愣愣地朝半空望去，天地间只剩下那银白的满月，王座不在，紫月消失，而那黑发紫瞳的神君仿佛只是一道虚幻的身影。如果不是一旁化为白骨的前世兄弟和手上未干的血迹，白硕会以为他今晚遇到的一切只是一个噩梦。天白硕喃喃开口，却突然发现他竟连那神君的名讳都记不得了。他眼底现出一抹急切和惊恐。硕儿！一道急吼突然在身后响起，无数火把照亮幽暗的空地。白硕回转头，看见父亲慈和而担忧的脸庞，突然涌出无限疲惫，合上眼朝地上倒去。白寻从马上跃下，一把接住白硕倒地的身体，见两个女儿满身是血，还白了脸。他急急探向两人的手腕，见两人脉搏稳定，才长长舒了口气。白寻的目光落在白硕和白皙交握的手上，眼底拂过宽慰。一旁的亲兵四处搜罗绑架白皙姐妹的人，可空地上除了一道缝隙，两副白骨和不明的鲜血，什么都没有。虽说举着火把，众人心底都有些胆寒。他们半个时辰前便听到了这树林里的惨叫，可足足半个时辰，他们找遍树林，什么都没发现，直到白皙姐妹突然出现在这里。这地上怎么裂开一道缝隙？白骨又是怎么回事？
两位小姐明明没有受伤，又为何一身是血？若来的不是白家的亲兵，怕是早就吓得跑了。白寻抱起白皙和白硕，望了一眼黄陵后山四周，瞧见不远处那两副白骨，眼一冷，填了地上的缝隙，把这两副白骨就地焚烧。白寻朝带来的亲兵望去，一脸威严冷厉，去回武城兵马司和大理寺，就说今日小姐们游完灯会忘了时辰，在城里迷了路，叨扰他们了关于今晚的事，本将不想再听到还有任何其他话传出去，明白了吗？是，将军。亲兵们压下心底的胆寒，沉声领命。白寻满意的颔首，紧紧抱着一双女儿朝城里的方向而去。鬼界，天启坐于王座之上，木着张脸，修颜立于大殿，神情比天启更木，全然没了当初在奈何桥上撩拨阿阴的风流劲儿。鬼王敖哥脾性刚烈冷沉，这迎接真神的苦活一向是修颜来做的，更何况座上的这位今日还是带着怒意而来。神君，我这生死薄可是有定数的，您救了那两个女娃娃，扰乱了人间生死，这凡间10几年的命途都给打乱了，天公要是来问我鬼界的责，我可不管啊。修颜知道天启为何而来，却偏偏顾左右而言他，絮絮叨叨，一脸苦哈哈模样。那个死去的孩子是后星命格，他星宿未灭，今日本就不是他身死之日，更何况以他的命格，应是天宫上先下凡历轮回历练，若今日不是本君路过，他被那九头蛇所吞，神魂受损，千年修为尽毁，你这鬼王才难向天宫交代吧。天启瞥向修颜，淡淡开口。修颜脸一虎，心底直骂神，尼玛，你什么都知道，还骗那小姑娘报恩做什么？人家一个富富贵贵千金贵女，要为你活千年万载等一个报恩的机会，何苦来哉？本君没有救她，本君没有救她的姐姐，本君对她有再造之恩，她报答本君，不该。天启是什么人？修颜只转了转眼珠子，他便知道这鬼王心底在如何腹诽他。王座上的神君斜似的挑了挑眉，并不动怒。修颜也算老资格上神了，这些年在鬼界也算兢兢业业，比起他那个一脸狂躁的兄弟，天启尚有包容他的耐心。该天启的张狂自负唯我独尊，在神界里都是出了名的。鬼王从牙缝中吐出了一个字回应，他那个姐姐说不得还可以活个千年万载，有再见本君的机会。天启嗤笑一声，脑海里突然浮过那双仿佛燃着火苗的眼睛，声音有些深，至于他一丝命格和灵气都没有，能活好这一世就不错了。修颜低下头，琢磨着天启这话里话外到底是对白家两姐妹的哪个更感兴趣，还没琢磨完，王座上的人显然已不愿再提起区区凡间之事，直入了主题。这千年鬼界可有月迷的消息？提起月迷，鬼王殿上有一瞬的沉寂。神君，轮回道里也好，往生桥上也罢，都没有月迷上神的魂息。修颜摇头，说得诚恳。见天启神情更沉，修颜绷直了脸。当年他顿了顿，终是含糊的改了口。那之后上古真神便来鬼界寻过了，若是有，也不用等这6万多年。当年那之后，6万多年前下3界灭世血阵一事是整个神界的忌讳，从没有人敢在天启面前提起天启眼一眯，迎上鬼王沉默而不退缩的眼。神君，月迷他已经神息俱灭了。敖哥修颜和月迷当年在不少神魔之战里曾并肩而战，交情笃深。1000多年前天启来鬼界寻月迷的魂魄，敖哥扯着神刀差点对真神动了手。300年前在苍穹之境里，他曾经留下过一道神石。天启开口，子童幽深，若他的魂息未存在在这天地之间，那道神石凭什么保留6万年？当年苍穹之境月迷身死陨落的石像里，他遗在世间的最后一抹神石藏下了上古丢失300年的记忆。若没有魂魄存于天地，区区一道神石能遗留6万载。这么些年天启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月迷的神魂，便是这个原因。鬼王语塞，对上天启突然问，那您找到了吗？若我是他，怕是不愿被神君心心念念所寻。纵天启是真神，他也看不得天启那张理直气壮要找月迷的脸。他活着的时候你一眼都不看，他被你害死了，你找什么找？王座上的人猛地抬头，殿内顿时神压降临，整个鬼王殿都动荡起来。整个鬼界都感受到这可怖的神息，鬼王殿外的长安街上瞬间跪满了瑟瑟发抖的魂魄。鬼王殿内修颜满脸苍白，西半区却强撑着没有跪倒。月迷这桩事上，他始终对天启意难平，哪怕他是一介真神，他可跪天启万世，唯独这一件他不能跪。敖哥在身体里狂叫着要出来干架，却被修颜死死压住。若是敖哥今日和天启对上，怕是整个鬼界都要毁了。他看得出，1000年后的天启在寻找月迷的事上更疲惫，也更执着了。
天启冰冷的紫瞳落在强撑着一口气的鬼王身上，暴乱的神威突然平息。他起身，沉默地朝殿外而去。你说的对，本君若是他，应也不愿于天地间再见本君。萧索的声音在殿内响起，天启的背影孤洁至极。萧炎望着他，复杂难言。等等。天启即将走出殿门的那一瞬，鬼王的声音突然响起。天启脚步骤停，倏然转身朝萧炎望去。你有月迷的下落？天启这一句几乎是笃定。没有。萧炎摇头，天启眉眼一冷，眼底是被愚弄的怒意。萧炎却恍若未见，只问他：神君，你可还记得当年苍穹之境里月迷的那道神识？别告诉他。萧炎，你个鬼犊子，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不准告诉他。鬼王身体里，敖哥咆哮不已，就要挣脱萧炎的束缚，阻止他开口。闭嘴，要不然本君劈了你的鬼王殿，砍了你的神魂，送你入轮回历百世情劫。天启冷冷朝萧炎胸口的方向开口，鬼王身体里的敖哥打了个寒战。百世情劫，他最讨厌那些膈应人的情情爱爱了，他不去，他要陪萧炎。见聒噪的敖哥歇了气，天启朝萧炎的眼睛看去，十分的和颜悦色有耐性。你说月迷那道神识怎么了？饶是见惯了鬼世百态的萧炎，也忍不住为天启这副变脸绝技拍个手，不愧是真神来着，活得长久，果真是能屈能直。神君，这6万多年鬼王殿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月迷上神的魂魄，却一直没有任何所得。但1000年多前，曾有一道神识入鬼界，独上奈何桥。萧炎掌心张开，一道微弱的神识在他掌心上燃着银白的气息。天启的目光顿时凝住了，那是月迷在苍穹之境里散落的神识。他本以为那道神识早已消散，却未想到他竟在鬼界。神君该知，镇魂塔有蕴养魂魄之力，若神君以神力为月迷上神重铸神身，再以镇魂塔蕴养此神识，也许月迷上神有苏醒归来的一日。也或许萧炎垂眼，这道神识永远不会启智，也不能凝聚成魂魄。萧炎把掌心微弱的银白神识朝天启递去，神君可愿花千年万载，赌这唯一一个机会。掌心上的神识被毫不犹豫接过，天启的身影消失在鬼王殿。别说千年万载，就是10数万年，他也当得。本君欠你一恩，他日但有所求，本君必尽全力允诺。紫色神光散去，那桀骜的声音自鬼界上空隐隐传来。哼，谁稀罕啊？老子在鬼界吃好喝好，谁要求他？天启走了，萧炎不再压制暴躁的兄弟，敖哥终于占了主动权，肥着胆子朝天空怒斥一声。他说完，转身朝殿内走，换了一道长服出来，马不停蹄朝鬼界界门处走。你干什么去？萧炎瞧敖哥像是要出鬼界，狐疑问。去妖界。妖界哪里？紫月山。干什么？他有真神之力，求他给你铸神体。2日之后，上将军府，白硕从昏睡中猛然惊醒，他看着趴在床前守着他的白皙，一觉醒来恍然若梦。阿西，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个冬日，白硕趴在上将军府后院的廊子里，问的最多的便是这一句。白皙端坐在书案前，埋手抄着女戒，无可奈何地回着聒噪的白硕，记不得了，记不得了。哎，真是可惜，你没瞧见那神君模样生得可俊呢。白硕懒洋洋地靠在廊上，晒着太阳吃葡萄，满眼向往，他的眼睛可是紫色的哦，就像白硕望着天上，喃喃道：紫色的月亮一样。白皙闻言抬起头，你说什么？紫色的月亮。白硕一怔，连连摆手，没什么没什么。他望着娴静温和的白皙，长长叹了口气。那么可怕的事儿，阿西惯来胆子小，记不得了也好。白皙看着白硕，也长长叹了口气。他搁下笔，朝胞妹语重心长道：阿硕，你是个女儿家，说男子俊的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传出去了不成体统。还有你那些荒唐话。他顿了顿，忧心忡忡叮嘱他，可千万不要在旁人面前提起。自从上元那日从灯会上走失回来，阿硕便天天念着妖怪神仙之类的胡话，一直念叨着有个神仙在盗匪和九头蛇妖怪手中救回了他们。可他们明明是在街上不小心走丢，在南城后巷里被爹爹和亲卫寻回来的。爹爹自从听见阿硕提起一次上元节遇到神仙和妖怪后，很是严厉地用了家法，罚他在祠堂里跪了1日。也不知爹爹说了什么，阿硕再没在旁人面前提过上元那日的事，只是私下里对神仙妖怪的志异书格外感兴趣了。哎，看来走丢一回，把阿硕给吓傻了。白皙摇了摇头，很是为胞妹神伤和担忧。白硕望着摇头叹息的白皙，想起那日在宗祠里对父亲的保证，撇了撇嘴，闭口不言上元节那日的事了。
他合上眼，脑海里浮现那日宗祠里父亲的叮嘱。荒唐！爹说过，你们两姐妹是在城南走失，你日日在你母亲和姐姐面前说些什么胡话？我没有说胡话。爹，那日我和阿西真的是被妖怪拐走的，是个神仙救了我们。你不是在城外皇陵后找到我们的吗？拐走我们的人都化成白骨了。白硕急忙变白，一双大眼瞪得浑圆。白家祠堂里，白寻望着昂着脖子不听劝诫的妖女，叹了口气。阿硕，你姐姐将来是要入东宫做太子妃的，如若让人知道她曾被人拐走过，你要她日后如何自处于世？像斗公鸡一样的白硕听见这句话，瞬间便软了下来。他看向白寻，扁着嘴低着头。知道了，爹。白寻瞧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盘腿坐在妖女身旁，摸了摸她的头，给爹说说，那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白硕眼睛一下就亮了。自从他醒来，白寻天天忙于正事晚归，重新活过来的阿西把那日的事忘得干净。娘亲一听他提起上元节那日，就哭个不停。他想细细找个亲人说说那晚发生的一切，竟没寻到机会。他眉飞色舞的把上元节那晚的事对白寻说完，一点害怕都没有，满心满眼里只有对那古袍黑衣神君的憧憬。可无论他怎么回忆，却偏偏想不起那救他的神仙究竟唤什么名字。白硕年岁虽小，却有颗七巧玲珑心，他藏下了白皙曾经自觉的事，只说他被妖怪吓得昏迷，没瞧见那从天而降救他们的神仙。白寻听完，许久未言，只红着眼揉着妖女额间的绒发，很是感慨。这等祸事，阿西忘记了也好。你们两姐妹能逢大难化吉，倒是有福的。他是在城外皇陵后山找到的两人，自是瞧见了那日的诡谲蹊跷，知道妖女没有妄言。他一生戎马，手中染血无数，想不到老天竟待他一双女儿如此厚道，让他们绝境逢生受神仙搭救。可这一救，却不知对白府是福是祸。神仙之说在民间偶有流传，可到底只是戏言。如今白家已经位极人臣，希儿又身份特殊，若是白皙白硕被神仙搭救的传言流出，还不知会给白家招来什么是非。白寻乃一家之主，想得长远，见妖女对那神仙念念不忘，便告诫他：硕儿，那晚的事你要烂在肚子里，为了你姐姐，再也不能对人提及白硕早会。点头。还有白寻沉着眼，再也不要提那位神仙的事儿。白硕猛地抬头，迎上他爹严厉的眼，面容委屈，声音小小却很是认真。可是爹，我答应了救我的神君，将来要好好修仙，做一个神仙，活上千岁万载，将来有一日报答他。白寻被白硕这信誓旦旦的话给逗笑了，他没好气地敲了敲妖女的额头，还千岁万载。你能顺顺当当活个100年，你爹我都阿弥陀佛了。他把白硕从蒲团上提起来，牵起他朝外走。阿硕啊，神仙这回事儿可遇不可求，你能遇上一回便是造化了，以后啊莫要再提了。白寻的告诫言犹在耳，白硕却总记得浩瀚的紫月下那双幽紫深邃的眼睛。他一睁眼，明晃晃的日头晒在脸上，他眯着眼望天，想努力从天空中寻出一点紫月的影子来，却因为灼目的日头而告终。阿硕！少年欢喜的声音突然在廊外响起。两姐妹抬头看，瞧见仲昭抱着个大木盒正朝两人走来。左相府上的小公子仲昭比两人长3岁，俊俏又阳光，和两姐妹一起长大。仲昭和白硕自小便有婚约，如今正是少年好玩伴的时候。仲昭知道两姐妹上元夜迷路走丢，白硕生了一场大病，醒来后总有些郁郁寡欢，最近天天讨些小玩意儿来白府看望他。白皙身份不同，只矜持地朝仲昭点了点头。仲昭规规矩矩朝白皙见了礼，才跑到白硕面前。他细细看了看白硕的神色，见他精神气比前几日好多了，才松了口气，笑眯眯打开木盒朝他身前推。阿硕，我给你带了降福阁的竹蜻蜓和陀螺过来。白硕朝木盒里望了望，拿起竹蜻蜓摸了摸，样样的回了一句哦。见白硕兴趣缺缺，仲昭颇为丧气，小声问他：你身体还没养好啊？养好了。白硕摸着竹蜻蜓，神游天外，全无往日欢快活泼的模样。仲昭少年心性，最喜白硕的笑脸，连忙问他：那你怎么不开心？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去啊。白硕闻言眼睛一亮，刚准备说什么，瞥见书阁内练字的白皙拉了拉重昭的袖子：我们去外头玩，不要打扰阿西练字了。仲昭向来在白皙面前不自在，巴不得如此，连连点头。两人抱着木盒说着悄悄话走远了。白皙望着两人说笑打闹的背影，眼底露出一抹羡慕，他的目光远远落在越走越远的白硕身上，不复刚才的平静安然。许久，他长长叹了口气，拿出一本佛经，低下头慢慢抄了起来。
那夜的事那般惊世骇俗，没有人希望再提起。既如此，他便当忘了好了。但愿白皙落笔的手一顿，但愿阿硕也能忘记那夜发生的一切，安心顺遂的过日子。仲昭和白皙出了后院，仲昭从木盒底掏出2本书放在白硕手上。白硕看着手中的2本《聊斋志异》，眼睛一弯，惊喜道：“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书？”仲昭见他终于展颜，得意道：“有什么是本公子不知道的？你托了白叔去外头给你买这些鬼怪志异，那书铺是我奶妈的长子开的，自然抱到我面前来了。”白硕一听更乐，连忙拉了拉仲昭的袖子：“真的？那你以后可要多给我送这些书来。”仲昭点头，却不免奇怪，问他：“阿硕，你以前不是最不喜看书，怎么最近爱看这些鬼怪之书了？”白硕踟蹰了一下，倒没想瞒仲昭，小声在他耳边道：“阿昭，我给你说件事儿。”“什么事？”见白硕神情格外认真，仲昭也不由得端正了神色。“以后我怕是不能嫁给你了。”白硕认真朝仲昭开口。10岁大的少年一下便惨白了脸色，怀里的木盒掉在地上，木坨落散了一地。“为什么？”仲昭磕磕绊绊，眼睛都红了。“是白将军瞧不上我，不想让你嫁给我吗？”白家长女嫁的是东宫太子，白硕嫁与亲王世子都是够格的。仲昭心里清楚，他虽然是左相嫡子，可无功无爵，求娶白硕，终究是他家借了当年对白将军的恩情。他年幼时懵懂，如今和白硕一起长大，又自小定亲，早就把白硕当未过门的媳妇看待了。“不是。”白硕连摆手：“和我爹没关系，那是你瞧不上我。”仲昭脸色更白：“没有。”白硕见越发说不清了，只好直言：“阿昭，我将来要做神仙的，自是不能成亲嫁人。”仲昭一听这话，苦大仇深的脸皱了一半，以为自己听错了，看着白硕张口结舌：“你说你要做什么？做神仙啊？”白硕抱着那2本鬼怪志异书，信誓旦旦道：“我最近瞧了好些书，书上记载了不少仙山仙门呢。等我爹解了我的禁足，我就要去仙山拜师学艺了。等我学成仙法，就要飞升成仙，哪还能留在人间嫁人成亲？”仲昭盯着白硕半晌没作声，白硕被他瞧得发毛，正要说什么，仲昭已经伸出手朝他额头探来。“阿硕，你没事吧？”白硕一把打掉他的手，气鼓鼓道：“我没说胡话。”仲昭尴尬地收回手，也不气恼了，只是瞧着白硕有些无可奈何。白硕见他一副看病人的模样，脸一板转身就走。“你不相信就算了，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嫁人了，我要修仙成仙。”仲昭见他真恼了，连忙追上他：“好，我答应你。”白硕叔弟停了脚步，狐疑望向仲昭：“你答应不娶我了？”仲昭摇头：“那你答应什么？”“我答应陪你修仙啊。”仲昭笑眯眯的在白硕的小髻上拍了拍：“等你修养好了，你要去明川大山拜师，我就陪你一道拜师；你要修仙，我就陪你一起修仙。左右你要做什么，我陪着你就是了。”白硕一愣，看着仲昭认真的双眼，忽而一股感动涌向心间。这些天他回到家里，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爹爹娘亲和阿西都视而不见，只会让他忘记一切，不要提及。只有重昭什么都不知道，却什么都肯信他，陪他幼小的白硕头一次认真看着仲昭，重重的点点头。他握上了仲昭的手，诚恳的保证：“好，阿昭，我一定带着你一起修仙成仙，将来一起活上千岁万载。”与此同时，梧桐凤岛外，天启立于半空，垂眼望着岛中那片葱郁的梧桐祖林，目光落在凤凰的气息所在之处。在凤冉800年前带着景剑飞升神界后，梧桐凤岛的凤凰便是那位传说中的凤隐了。镇魂塔是以混沌神力炼化而成，需数年之功。当年他把从上古那讨的镇魂塔作为缘起的拜师礼赠与东华，东华却为了给缘起赎罪，转赠给凤族。如今下3界的镇魂塔，除了鬼界碧玺神君那里镇压万鬼的那一座，上拥有此物的便是凤隐了。天启曾见过这位凤族的新皇一面，可惜只是当年梧桐祖林里他魂飞魄散沉睡前的匆匆一瞥。说起来，他和这位新凤凰着实没什么切实的交情。听说这位新凤凰的涅槃之路很是坎坷，和他那阵儿谈了一段差点毁灭3界的情，如今缘起灰飞烟灭，他怕是未必想见神界中人。天启并未隐藏真神气息，他甫一抵达梧桐凤岛，凤族大长老凤云便迎了出来。听闻天启要借镇魂塔，凤云恭恭敬敬就要把他往梧桐祖林里迎。他气息未藏，前来迎接的竟不是凤隐，连鬼王休言都没这个胆子。天启自是挑了挑眉。凤云瞧见天启的表情，连忙替凤隐解释：“神君勿恼，我家陛下800年前出走了许多年，后来回岛后关闭了神识，怕是不知道神君来了。”
这些年陛下长居祖林，已经几百年都未出过凤岛了。陛下曾有灵凤云声音惴惴，瞥了天启一眼，只要不是事关凤族灭族的大事，无论何事都不能去祖林里扰他。这话说的就像天启能见到凤隐已经是凤族给族神界真神面子了。关闭神识，想到缘起魂飞魄散也是800年前，天启叹了口气，难得没有摆真神的架子，只随意朝凤云摆了摆手。两人落在凤岛最南边葱葱郁郁的梧桐树林里，天启瞧得里头的光景，忍不住愣了愣。他是知道凤凰一族的习性的，梧桐凤岛向来只有梧桐树，梧桐祖林的景致10几万年始终如一，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梧桐祖林的最深处竟被劈成了一处仙家小宅的模样。绿树青草，小溪竹芳，仙兽生养，百花齐放，这景致十分眼熟。天启仔细打量了片刻，方回过神来，这一处地方和大泽山东华劈出来的那座禁谷原是一模一样。竹芳木门被推开，从里走出的少女瞧见小溪外的两人一愣，她的目光在天启的面容上停了停，如古井一般的眼底拂过一抹波动，随即半礼一拜。下神凤隐，见过天启真神少女布衣凤瞳，木钗晚发，正是当年在梧桐祖林里沉睡的凤隐。你闭了神识，还识得本君？凤凰眼底透出一抹回忆的神色，许多年前下神曾入过紫月山，3伙前辈守着的紫月殿里有神君的画像。他顿了顿，不知想到了什么，嘴角划过淡淡笑意。我又时常听他给我念叨当年清池宫里头的事儿，听得多了，想来他常常记挂的人该是您这样的。天启围着镇魂塔而来，如今真站在了凤隐面前，才突然有了缘起灰飞烟灭的实感。活了10几万年的老真神，他眼底忽而酸涩起来。见天启面上神色，凤隐亦不再提往事，只问他：神君前来凤岛，可是为了镇魂塔？天启挑眉：凤凰怎知？凤隐笑了笑，想来我这凤岛能让神君跑一趟的，只有镇魂塔了。听闻神君千年前为寻故友而入时空洪流，如今归来，应是有所得了。天启颔首：那镇魂塔。天启话音未完，凤隐掌心现出一座碧绿小塔，当年得神君厚赠，凤隐方能在此塔中修炼元神，如今凤隐涅槃重生，此塔早该还于神君。天启接过镇魂塔，不必谢我，即便没有这座镇魂塔，以凤凰的心性，涅槃成神也是迟早之事。他在镇魂塔上凝视片刻，抬手朝凤隐看去：你师承凤染，应当知道镇魂塔可以蕴养世间万魂，包括神魂在内。为何这镇魂塔里没有他的魂魄？凤隐接上天启的话，神君想问的可是这句。天启眉宇微顿，颔首：我寻过了。3界6道9州人间，神君寻过固有的地方，我都寻过了。凤隐静静立在竹芳前，莫名的孤寂。他抬眼看向竹芳前那棵梧桐树，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也不知他何时才会回来，只是我想，我守着这儿，他若是还在，总归会有回来的那一天吧。凤隐说完，转身朝竹屋里走去，布衣黑发，身影单薄。凤云红着眼眶瞧得不忍，却又不知该如何劝慰，终是长长叹了口气。他朝天启看去：神君。天启摆了摆手，神情难辨。凤云知道今日天启神君和凤凰相见，必定有些伤怀，道不多言，行了一礼，默默退下了。凤隐的身影消失在竹屋后，天启握着镇魂塔许久未动，他轻叹一声，转身欲走，却顿住了脚步。梧桐树下的石桌上，一方青石棋盘，一壶醉玉露，白玉棋子散落在棋盘四周。那石桌旁坐着一个白衣青年，青年眉宇温雅，不是他十分喜欢的模样，可那一双凤眸像极了他的母神。天启有许多年没有见他了，可也知道那孩子长大了，该是这般模样。紫毛大叔，他瞧见那白衣青年抬头朝他唤来，天启喉间忽然有些哽咽，咱们许多年没有对弈过了。青年指了指棋盘，笑起来仍是小时候的模样，你可有时间再教我一盘？好。天启终于开了口，他朝石桌走去，穿过青年的身体，坐在了他对面。天启眼底一丝意外都没有，他倒上一杯醉玉露，递到青年面前。棋局动，棋子飞舞，但那杯倒在青年面前的醉玉露却始终无人去饮。一子一白两个身影，就如当年无数个在清池宫里成长嬉戏的日子。一局一完，青年的身影愈来愈淡。天启看向他，又看向竹屋的方向。他不知。青年摇头，不知。你从未离去。是。生魂重生，要花万年来聚魂，你可知道？知道。为何不入元神池？你身负混沌之力，最多1000年便可重新以混沌神格降世。再过200年，他便能看得见我。我不愿这1000年他一人独活于世间。青年笑笑，望向竹屋的方向，他的身体渐渐虚无，
可声音却是毫不动摇的坚定。终有一天我会告诉他，岁月更迭，世事变幻，我一直在他身边，从未离开。石桌前只剩天启一人，棋盘画尽酒香散。他看着空无的一切，起身朝外走。如这是你所愿也好。他再未回头，袖中握着镇魂塔的掌心泛出阵阵暖意。溪谷内再无人能回答他，只有那梧桐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着他。紫月山沉寂了许多年，当年神魔一战，3位真神现世，将九幽炼狱从紫月山移走后，紫月山山门关闭，一闭便是800年。这800年妖界势力更迭，森洪森宇相继战亡后，妖虎一族式微，族中长老带领年轻一辈族人退入虎啸山休养生息。而狐妖一族在10尾天狐弘毅的统御下实力大涨。300年前，弘毅携鹰族公主燕爽飞升神界后，妖界第3重天出现了一个和妖狐族势均力敌的冷泉宫。冷泉宫公主天宇和当年的仙族上君青木一般，出身神秘，妖力高绝。300年前横空出世，力战妖族10大高手未尝一败，后成立冷泉宫，引得妖族各路高手纷纷投效。短短300年，冷泉宫就成了妖界另一股强大的势力。弘毅飞升石狐族尚无半神狐君，妖界亦久不出入神者。他飞升时在众子殿留下谕令，言300年后妖皇于百族中诞生，谁能修炼至半神之力，打破虫子殿外的天狐封印，谁就是妖狐一族新的皇者。时间飞逝，数百年过去，妖狐一族长妹族长和冷泉宫的天宇都已是半神，距离弘毅定下的300年之期只余下短短10年。就在妖界2大势力为了妖皇之位蓄力而待的关键时刻，紫月在妖界重新升起，紫月山山门打开了。消息传到静幽山和冷泉宫的时候，长妹和天宇好大一会儿都没反应过来。当年魔族差点在紫月山毁天灭地的时候，天启这妖神都没出现，怎么这平平淡淡的和平岁月里，紫月山说开就开了？可两人心里门清，虽说弘毅颁下谕令在前，可争得在胸，妖皇由谁来做，也就是天启一句话的事儿。回过神来的两人领着御下妖君，捧着厚厚的重宝，浩浩荡荡又分秒必争的去紫月山问安了。紫月殿里，天启看着自个笑呵呵的神兽，头都大了。你开的山？子涵一副少年模样，骄傲的点头。当年子涵随天启入时空洪流寻找月迷，500年前耐不住寂寞回了紫月山，便和3伙碧波在这座山头寡淡度日，很是无聊了些时候。你生的月，又是骄傲的一点。天启深吸一口气，你还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了呀，神君，升了紫月起了山门，他们还不巴巴地来紫月山朝拜您啊。子涵乐的眼都眯成了一条线，眼底要冒出星星了。哎，自从3伙那龙崽子和碧波那娃娃出去游历后，紫月山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好不容易神君回来了，咱们紫月山要好好热闹一番。子涵颠颠地跑到天启面前，神君，这妖界又出了好些强者呢，你见上一见，他们脸上也有光啊。哦，是本君脸上有光，还是你又可以占些天地珍宝？天启冷冷瞥了自己的神兽一眼，很是为龙族贪财爱宝的天性头疼。子涵被天启眉宇一扫，心底瑟瑟，二话没说，化成幼龙模样，抱上了天启的大腿。神君幼龙拖长了的奶音软绵绵的，紫色大眼睛里抛满泪珠，嘴巴扁扁，您不要生气吗？我只是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天启倒吸一口凉气，看着脚下这团10几万岁的东西，石化了。静幽山和冷泉宫的2大巨擘在紫月山外足足守了1天，没见着天启带来的重宝，却一个没落地被紫月山的紫涵神君给收了进去。紫涵传下天启谕令，真神闭关修炼，无事不可闯紫月山，妖界重视尊弘一妖皇当年之令即可。就是说，妖皇之位仍是在10年后的众子殿比武则出。长妹和天宇心里琢磨着，天启这个位分的真神还有什么好闭关修炼的？但见天启不插手妖皇之位的人选，皆长舒一口气，舒坦地从紫月山退下了。紫月山主殿里镇魂塔足有半丈高，碧绿的火焰在塔内盛燃，天启掌心拖着一小小魂魄，立在镇魂塔下。子涵仍是幼龙模样，他从殿外抱着比他人还高的大木头走进来，扑哧扑哧直喘粗气，一副兢兢业业劳模模样。天启瞥了他一眼，轻哼一声，子涵立时腿脚便轻便许多，抱着从神界上古楚讨来的万年神木小碎步跑到天启面前，递得高高的，讨好又献宝。神君，您要的万年神木我给您讨来啦啦。天启半句表扬都没有，随手接过。小肥龙扁了扁嘴巴，凑到天启面前舔着脸问，神君，您是要用神木为月迷神君炼化身体？天启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他的神体岂能用区区神木？子涵大眼睛一愣，心底一惊，听神君这话，
难道他要用妖神之力为月迷女神炼化神体，以神力炼化另一位上神的神体？就算是真神，怕也是要耗掉一半妖神之力。子涵小心翼翼瞅着天启，不敢多话。那这神木神君是用来……我炼化月迷神体之时，神息将会全闭。月迷神体炼化完成前，镇魂塔内魂火不能熄灭，这方万年神木将会承载我一半神力，守护紫月殿。听得天启这话，子涵顿时委屈的不行，急吼吼道：有我在紫月殿，谁敢闯进来坏了您为月迷上神炼化神体？天启漫不经心瞥了他一眼，本君记得每逢初一15，你都要去3界游历一番，打些秋风回来的。龙爱金银，子涵是条老龙，10天半月他的龙洞里没有金银增长，就浑身不舒服。子涵一下被噎住，心虚的眨眨眼，大眼睛里透出几分不好意思。转念一想，有这方承载了神君神力的万年神木也好，这样他偶有出山溜达时，神木族可护紫月山清净。神君，您这神识一闭，怕是要好几千年吧？3年足矣。天启淡淡道，手一扶，万年神木被分成8块，立于镇魂塔四周，以阵法护塔。3年。子涵倒吸一口凉气，小肥龙也不装了，化成少年模样拦在天启和镇魂塔中间，急道：神君，不可！天启瞥了他一眼，紫瞳里透出一分警告。子涵到嘴边的话被这一眼生生憋了回去，他移开脚步，垂头丧气地退到天启身后。炼化上神之体，千载时间很是寻常，可若要在3年内炼成，为其炼化的人需侵入镇魂塔，在镇魂火内祭出一半神力本源。这便意味着神君不只要为月迷上神奉出一半妖神之力和神力本源，且要等到月迷上神出塔之日，他才能一同出来。一旦炼化失败，神君的神识便要被困在镇魂塔里，受千年炙火焚烧之苦。天启抬手一挥，神力入塔，镇魂塔内一直安静的魂火火焰猛地窜高数米，漫出浑厚的魂力。紫色妖神之力从他额间溢出，飞向护着镇魂塔的8方神木。待一切妥当，他拖着月迷安静的神识，抬脚朝镇魂塔走去。神君，在天启踏进镇魂塔门那一瞬，子涵终是忍不住唤住了他。再等千年，月迷上神也会重生，您何必做到如此？子涵望着天启的背影，哑声开口。他在天启身边10万载，风霜雪雨，所有劫难一起度过，终是不忍天启为了这短短千年毁了一半神力和本源。真神寿岁无边，可神力本源失去一半，若是日后修炼回不到如今的境界，便失去了与天同寿的资格。天启脚步顿住，许久，他垂下眼望着掌心上月迷的神识。阿寒，连元启那个傻小子也知道千年太长了。在子涵看不到的地方，天启嘴角勾起。再说，我神殿里那3车9炉早该开了。天启朝镇魂塔内走去，留下一方青色背影。从这日起，紫月山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又只剩下一只小肥龙守在山门前，等3年之期到，镇魂塔门开，人间3年转瞬即过。白硕这3年溜出上将军府无数次，次次都被他那元帅老爹从犄角旮旯的山头里寻回。若不是每次都有左相府的小公子陪着，白硕那屁股只怕早就开战了。2个老大人为白硕和中招寻仙修仙的执拗头疼不已，偏生2个都是家中老幺，见2人尚小，又是陪着胡闹，只得训诫几句了事。只有白希望着胞妹的眼底有一重化不开的担忧。日子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胡闹中度过，再过2日便是天启入镇魂塔的3年之期。子涵仔细查看了那8方神木，见神木妖神之力充沛，护镇魂塔完全不成问题后，便下山打秋风去了。他这回去的是仙界东海龙王那儿，一个族的，又是他的晚辈，龙族多宝，应是不会白跑。紫月山距东海顶多1日半脚程，他回来的时候正好能赶上天启出塔。子涵离山，神木静静护佑镇魂塔左右，倒也安宁。就在这安静的紫月山外，一道白色人影脚踩仙剑飞快掠过，一把巨齿仙剑紧随其后横贯长空，眼见着白色身影要冲上紫月山结界，那巨齿仙剑猛地一顿，化成大网朝白色身影照去。就在仙网将白色人影团住的一瞬，一道红色妖力横空而降击在仙网上，仙网受到重击化成仙剑朝下落去，一道金色人影现于半空，握住了掉落的巨齿仙剑。这仙君头戴紫金王冠，脚踩七彩祥云，正是金曜仙君。如今该唤一声金曜神君了。金曜本是暮光之时仙界众上仙之首，凤冉即位天帝后，他隐迹仙界专心修炼。数百年前，凤冉飞升时，恰逢金曜渡劫，成功化成半神。凤冉特将他请出代为执掌仙界。这100年仙界在他的治理下兴盛蓬勃。此时他愤怒地望着不远处那一红一白2道身影，眉目含微，向来温和的眼底满是怒意。
茯苓，过来，随我回仙界。金曜神君的目光在红衣人身上冷冷拂过，落在那白衣女君身上，目光柔和了些许。白衣女君摇头，背上背着一副妖气四溢的灵剑，清丽的脸上不见半点犹疑。父君，我意已决，我要随天羽神君去冷泉宫。白衣女君身边的红衣人眉峰冷峻，却是个少年郎。他耸了耸肩，朝金曜神君抬抬眉，一脸得意。谁能想到妖界神秘又强横的冷泉宫公主，竟是个吊儿郎当的红衣少年？混账！金曜神君大怒，你是仙族，是本君的女儿，去妖界作何？仙族？茯苓嘴角勾起一抹自嘲，无奈道：堂堂半神之女，修炼5000年，也只是一个仙族下君。父君，除了你，谁在背后不嘲笑我这个半仙半妖的怪物？金曜神君神情一凝，握着巨剑的手一抖。红衣少年仍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双手抱胸，咂了咂嘴。他早就听说天宫执掌者金曜神君有一女，这女儿好像不是金曜过世的仙侣所生。听说其母是个妖族，前些时日这女儿独自来投，天宇发现此女身上拥有的妖力十分浑厚，只是被一道仙力强行压制，这才5000年，也只是个仙族下君。天宇的冷泉宫里，只要是有实力的妖君，皆来者不拒。茯苓虽身世特殊，却潜力无限，更何况将他收入冷泉宫，无异于狠狠打了仙族和金曜的脸面，这等好事他自是不会拒绝。金曜神君沉默片刻，看向女儿茯苓，你随我留在天宫，以后我每日陪你修炼。不必了，留在天宫做什么？日日看着我的杀母仇人，还要叔叔伯伯的叫吗？茯苓冷冷打断金曜神君的话，目光一下愤恨起来。茯苓之母乃血雾妖花，别名朝慧女君。数千年前，金曜神君下凡历劫，被朝慧女君一眼相中。朝慧妖力浅薄，并未看破金曜真身，竟和他生了一段情，有了茯苓。金曜神君渡劫后回归天宫，想起人间往事，这才知道自己不只和妖族生情，还有了一女。彼时金曜神君仙侣已逝，倒是没有道德上的约束，只是仙妖两族向来交恶。金曜神君顶着巨大的压力，将凡间之事禀告了天地目光，愿放弃天宫众位，只为赢回朝慧和亲女。可朝慧女君是个血性的妖族，她亲族尽丧仙人之手，自是不肯随金曜回仙界，连女儿也不让金曜神君再见一面。金曜神君只得颓然回了天宫。10来年后，仙妖两族在交界处交战，那一战两族死伤无数，朝慧女君也在混战中死于天宫众仙之手。朝慧女君死后，金曜入妖界血雾妖花一族寻找妖女，那时茯苓已经继世，从妖花族人口中得知了母亲的死讯，昏厥之时她被金曜寻到，金曜便将她带回了仙界，自此茯苓变成了金曜仙君之女。仙族知道此事的仙人不少，但因金曜神君德高望重，又位高权重，更者茯苓仙力低微，又是个娃娃，众仙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生活在天宫。多年前，茯苓随金曜隐居，800年前金曜重回天宫，茯苓才又出现在众仙眼前。当年一战便是御风炎火等人和朝慧女君交的手，是以几位上君颇为愧疚。平日里几人待茯苓格外优厚，这让茯苓越发遭到仙族年轻一辈的嫉恨。她仙力微弱，又是半妖之体，这些年暗地里受到的欺辱实则不少。金曜神君掌管一界，忽略了妖女，直到茯苓长大，再不能忍，出走天宫，去了妖界的冷泉宫投诚。你以为我离开天宫是为了什么？见金曜不语，茯苓冷声道：我本就是个半妖半仙的怪物，那些人的嘲笑侮辱我根本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什么？你明明知道。让我回天宫，好啊，我答应你，只要你肯斩杀御风炎火四君，为母亲报仇，我便回去。金曜声音沉痛。茯苓，数千年前仙妖争斗，两族交战生死难免，仙族亦有不少人死于妖族之手，我不能因两族之战产生的恶果迁怒到御风上君他们身上，道貌岸然。伪君子，你当年只是个上君，替母亲报不了仇也就罢了，我跟着你在仙界忍辱偷生这么多年，为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母亲报仇。你如今已是半神，掌天宫生死大权，却任由那些杀了母亲的人在天宫逍遥，我没有你这个父君。你不杀他们，我便剔除仙骨，废了内丹，做一个纯纯粹粹的血花妖族。茯苓根本不听金曜的解释，他幼时在妖族长大，本就对仙族成见很深，自母亲死于仙人之手后，更是仇视仙族，若不是只剩金曜一个亲人，他断不会留在仙族这么久。他一直在等金曜为朝慧女君报仇，可凤冉飞升后，金曜掌天宫800年，亦从未提起此事，更对玉峰等人礼遇有加。如今茯苓长大，他知道自己体内的妖力被压制，内心母仇的恨意再不能忍，他不愿再做个仙力低微的女君。天宇答应为他废去仙力封印，洗去仙骨，重修妖道。
只要他有一日能修炼成神，自可亲手为母亲报仇。茯苓回天宫，在金曜殿取回了朝会女君的遗物云火箭，被金曜察觉去意。金曜一路追他至此，若不是天宇突然出现，他已然被父亲带回了天宫。逆女，妄言！你若今日投靠冷泉宫，我便再没有你这个女儿。听见茯苓要踢仙骨肺内丹，金曜痛心难忍，怒喝：仙妖这些年虽归于和平，但井水不犯河水，冷泉宫素来行事不择手段，颇受三界诟病。若非天宇实力强硬，冷泉宫早被妖狐族灭了。你若当初抛得下你天宫上君的尊位，早早带母亲隐世，我又怎会失去母亲？茯苓冷声看向金曜，心底积压多年的仇恨胜过一切。我既已没了母亲，失了你这父亲又如何？他猛地从身后抽出云火箭，指向天空。我茯苓今日发誓，总有一天会让天宫众仙为母亲偿命。从今以后，我为妖族，和你金曜神君再无半点干系。云火箭上燃起熊熊妖火，伴着誓言照亮紫月山巅。金曜气得嘴唇颤抖，握着巨齿仙剑手青筋毕露，巨齿剑因主人的暴怒神力大涨。紫月山结界受了这股神力牵引，结界上顿时紫电不断，发出警示驱逐之意。见紫月结界被触动，天宇顿时眉宇一跳。金曜或许不知，可他是知道天启在紫月山闭关的。若是金曜在紫月山湖闹惹了天启出关，怕是冷泉宫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想到7年后重子殿的妖皇尊位之争，天宇顿时一个机灵，一步上前将茯苓护在身后，肃言道：金曜神君，茯苓女君已起誓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从今以后她受本座庇佑。你若有任何不满，来我冷泉宫叫阵便是。这里是紫月山，本座不与你纠缠。他说完，抓着茯苓的手往第3重天飞去。巨齿剑夹着澎湃的神力飞速拦住两人，天宇被震得倒退3步，茯苓承受不住这股神力，面色顿时变得苍白。金曜脸色铁青地拦在天宇身前，手握巨齿剑，怒道：天宇，今日休得带走我女。金曜太了解天宇秉性，茯苓的性子已是极端孤僻，一旦入了冷泉宫释放体内妖力，这一世都将万劫不复。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今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她跟着天宇走。金曜，我让你3分，你别以为本座惧你。天宇何等心性，猛不丁受了巨齿剑一击，盛怒之下好胜心大起，他将茯苓往后一推，手一扬，青玉神戟现于掌中。你今日闯我妖族圣地，扰了真神闭关，我便是在紫月山杀了你，仙界也无话可说。金曜此时根本听不见天宇之言，就算是听见了，哪怕天启现身，他也不会让茯苓剔除仙骨成为纯妖。金曜神色冷沉，挥着巨齿神剑朝天宇而去，青玉神戟迎上神剑，2把半神器在紫月山上空猛烈交手，神力四撞，紫月山结界发出轰鸣的警告声。仙妖两族久不交战，更何况是神级人物，几乎是2把半神器碰上的一瞬间，3界内灵力高深之人都感受到了紫月山周围那澎湃的神力撞击。此时正在东海的瑟瑟受着老龙王孝敬的子涵猛地抬头，一时神色大变，连孝敬都顾不得收，就化身巨龙朝紫月山的方向飞去，内心咆哮不已。革老子的，哪个胆子滔天的混账在紫月山干起架来了？要是扰了神君炼化月迷上神的神体，他就算化成刚出壳的龙宝宝，怕也是要被神君剥皮抽筋了。紫月山巅这一战就是1日，金曜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金冠早已散落，天宇满身是伤，也是顾不得其他，他一心斗红了眼，只想将金曜斩于神戟之下。仙妖之力在紫月山四周激荡，山外百里再没有一处完好之地，唯剩孤零零的紫月山在结界的守护下安静如初。老怪物，你护不住妻子，守不住女儿，倒要在本座身上找回场子，当真是可笑。天宇一戟挥出，又在金曜肩上戳了个血窟窿，他吐出一口血，哈哈大笑。等你的血流尽，本座便把你这把破剑挂在冷泉宫，做本座的战利品。他全然忘了自己腰上比金曜多得多的血洞，只顾逞凶斗狠撂狠话。远处的茯苓看着金曜一身是血，狼狈不已，握着云火箭的手几经挣扎还是松了开来。他已经起了血誓，和金曜再没有半分干系。这一次他要是心软，以后就是永生永世留在天宫，做个地位散仙的黑暗。一天一夜死斗，金曜仿佛老了10岁，他望了一眼不远处始终一言不发的茯苓，突然沉哼一声，握着巨齿剑的身体变得透明。天宇一愣，就在这时，金曜的身体和巨齿剑化为一体，巨齿剑陡然拔高，变得比刚才耀眼数倍，神速向天宇胸口冲来。只要杀了天宇，妖界再无冷泉宫，茯苓他会甘心回仙界放下仇恨吧？巨齿剑里传来一阵叹息，金曜闭上了眼，将平生神力用至极致，冲向了天宇。
哪怕是毁了半神之体，重新为仙，他也要以他的方式护住女儿。金曜到底比天宇长了几万岁，同是半神，真的斗起命来，天宇绝非金曜的对手。金曜这拼尽全身之力的一击，天宇根本无法抵抗，就算抗住了，神体受重创的他7年后也绝非长妹的对手。电光火石间，几乎毫无预兆，天宇猛地朝不远处的紫月山结界冲去。受了金曜神力指引，攻击天宇的巨齿剑跟着天宇冲向了被紫电之光环绕的真神结界。一声巨响，也不知是不是机遇巧合，巨齿神剑的神力碰巧击中结界上最薄弱的一点，穿透结界朝大殿中的镇魂塔而去。此时镇魂塔内的魂火已经燃到了极致，魂火中盘腿而坐的天启双眼紧闭，他对面玉台上用妖神之力炼化的神体已然成型。天启掌心那缕神石如有灵智般缓缓朝那新塑神体的额间飞去，他停在那神体额间半寸之处，发出了愉悦的神念。这时魂火中的天启也感觉到熟悉的气息萦绕在塔内，他睁开眼看着那缕神石，万年沉寂的唇角终于勾起了一抹欣慰而释然的笑意。月迷，你终于……轻叹的声音尚未落下，一道霸道的神力陡然撞在镇魂塔上，那神力竟冲破塔身，直直朝已成型的月迷神体而去。来不及多想，几乎是本能，天启毫不犹豫冲向玉台，将月迷的神石和神体护在了身下。轰然巨响，巨齿剑神力击中天启身体的一瞬，镇魂塔塔顶陡然破开，混沌神火和妖神之力冲破紫月山结界，直冲云霄。没有人瞧见，就在这数股神力交杂的一瞬间，镇魂塔外的八方神木合成一体，在这神力爆炸中被震出了紫月山，不知飞向了哪里。缠斗的金曜和天宇被紫月山内冲天而起的神力震开，朝紫月山两头坠去。茯苓咬了咬唇角，朝天宇坠落的方向飞去，接住了他。金曜的神石直接受到了妖神之力的反噬，从巨齿剑中被震出，他紧闭着眼，和巨齿神剑一起落向地面。两道浑厚的仙力从天而降，险险接住了重伤昏迷的金曜。玉风和炎火望着茯苓和天宇，眼底燃着怒火，但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扶着金曜退后了数步。紫月山另一头的天宇和茯苓望着眼前的一幕，亦从心底生出了胆寒之意。紫月山结界已破，整座山脉却燃起了碧绿的神火，神火中一座丈高的碧绿神塔立于正中，塔中妖神之力四溢，蕴着无上神威。这回就连傻子也知道天启在紫月山了，被震傻的众人还来不及请罪，一道暴怒的龙吟从东方飞来，喷着龙火冲向了紫月山。你们这群混账，谁让你们擅闯紫月山？汹涌的龙火把玉风和天宇两方人马烧得黑头乌脸，四人瞅着那几乎遮蔽了半个天际的巨大龙身，倒吸一口凉气，硬是没敢出声。天启真神的神兽是一只活了10几万年的紫龙，下三界的人都只瞧过那笑眯眯的少年郎，从未见过他画出真身现出神力的模样。乖乖，不愧是真神坐骑，这放在下三界里也是神佛不敢惹的存在。龙君，仙族今要多多逼人，闯我妖界不说，还在紫月山大动干戈，他和我生死相斗，本座被逼无奈，才在紫月山动手还击，这才不慎扰了天启真神静修。天宇在子涵暴怒之前抢先一步开口，他一身是血，很是狼狈，看上去说的倒不是假话。天宇公主好口才，莫不是见我们神君重伤昏迷，才将所有责任全推于我们神君？玉风冷静地朝子涵拱手，躬声道：龙君，天宇蛊惑金曜神君唯一爱女脱离仙族入妖族，金曜神君一心爱女，急怒之下才在紫月山动手。笑话，茯苓生母本就为血花妖族，你们害死他母亲，他要做仙做妖，全凭他自己选择，何来本座蛊惑一说？你仙族留不住人，便在龙君面前血口喷人。天宇老妖你！炎火上君涨红脸怒极，却又说不出辩驳的话来。几千年前两族相争的旧怨，如今拿出来分说，又岂能说得出对错？什么老妖，本座区区几千岁，年轻得很。住口！护在紫月山四周的紫龙冷喝一声，打断了三人的争论。硕大的龙眼冷冷在天宇、金曜、玉风等人身上扫过，饶是已入半神的天宇都忍不住汗毛四立，更何况其他三人。而等今日扰乱紫月山之罪，日后再算。天宇、玉风，传本君谕令至三界，自今日起，直至紫月山山门再度开启，紫月山周边100里，人神妖魔再不能擅闯一步，若再闯，无论是谁，必受本君天雷龙火之刑。子涵夹着怒火和冷厉说完这话，他喷出2道龙火，直接把天宇和玉风两方人马赶出了紫月山。天宇本就受了重伤，茯苓扶着他回了冷泉宫养伤。玉风等人一心挂念金曜的伤势，也知这回惹怒了子龙，一句话没说，朝天宫而去了。
祥云上玉峰朝紫月山的方向看了一眼，心底不知为何有些忧心忡忡。那阵魂塔里明明是天启真神的神威，为何刚才他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天启真神都没有现身？难道是出事了不成？紫月山恢复了安静，紫寒化成人身，跌跌撞撞朝镇魂塔里冲去。饶是他的神力，也费了十足的功夫，才走进被妖神之力和混沌魂火肆虐的镇魂塔。带进了镇魂塔，他瞧着眼前的一幕傻了眼。天启抱着月迷的身体，安静地躺在那方玉台上，两人皆是双眼紧闭。月迷上神，那抹微弱的神识被完好的护在天启掌中。子涵急忙走上前，在天启额间一探，继而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岁的年纪，就这么不经事地跌坐在地，眼底满是不可置信。他拉着天启的手，哆哆嗦嗦摩挲了许久，终是确认了一件天大的事。天启额间的神海里，一丝神识都没有了。子龙化成大胖娃娃，抱着天启的手，嘤嘤嘤嘤哭了半晌，哭够了，这才回过神，把紫月山重新布了结界，抽抽噎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去上古神界寻帮助去了。此时的摘星阁里，玄一捧着水镜望着紫月山里发生的一切，惬意的抿了一口酒壶，长长又欣慰的叹了一声。外面的世界还是精彩啊，这看戏都比炼狱里看得爽快。志阳皱着眉，突然鼻子动了动，抬头朝玄一手中的酒葫芦看去，狐疑道：这酒你是哪里来的？这酒闻着不似神界的酒，但又很是有些年头了，人间可保存不了这么长久。这酒，玄一举着酒葫芦晃了晃，笑眯眯道：上次本尊被月迷那小丫头感动得不要不要的，那3车酒炉放在天启殿也是白放，还不如给我喝了，就当给本尊个人情了。摘星阁里一声杯碎落地声响，继而传来志阳咬牙切齿的怒喝声，那是月迷几万年的心意。你这个混账！先不论摘星阁里嬉笑怒骂各中乾坤，斗转星移间，7年岁月匆匆而过，人间的白硕就这么长大了。白将军希望他那妖女平平安安顺顺足足，却不知道白硕把那修仙报恩的事儿记得清楚又明白，他日复一日地做着同一件事，坚定又执着，这一执着又是7年。7年后，上将军府简直远近闻名，都道白将军不只养出了一个贤德聪慧的东宫太子妃，也养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神棍出来。上将军府门前人声鼎沸，喜乐冲天，十足的热闹喜庆。可此时的江府后堂里却是愁云惨雾，跪了一地的丫鬟小厮们战战兢兢，白将军挥着那根长鞭，胡子差点瞪到天上去。盛装的白夫人抹着眼泪，六神无主。一声鞭响，跪地的下人们打了个寒战。谁帮那个孽畜逃出去的？说，他到底去哪里了？白寻一鞭子挥在地上，怒喝。丫鬟们低着头，尽管害得发抖，却没有人开口。好啊，我平日里纵着你们，你们竟帮着那孽畜惹出这般大祸来，不说。来人，给我拖下去，打到说为止。白寻怒火冲天，连当年白皙白硕两姐妹走失时都没这般重惩过下人。老爷，管家白磊迟疑，都是小姐院中的人，若是受不住刑，为仆不忠，打死何妨？白寻冷沉的声音响起，跪地的丫鬟和小厮们这才知晓白寻真的动了大怒，害得连忙磕头求饶。将军息怒，将军开恩，我们真的不知道二小姐去哪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哀求声在堂内此起彼伏，白夫人瞧得不忍，连忙起身拉住了白寻的袖子。老爷，今日是硕儿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见血死人？夫人，就是你平日里太宠着这孽畜了，等找到那孽畜，我一鞭子抽死他，也好过他被陛下处死，丢进我白家颜面。这是普通的婚约吗？这可是天子赐婚，他说逃就逃，置相府于何地？置希儿于何地？白寻长女白皙1年前嫁入东宫，与太子琴瑟和鸣，甚得天子看重。白夫人心疼妖女，又听得白硕逃婚会牵连长女，两眼一黑朝地上倒去。夫人，夫人！白夫人一倒，白将军就乱了，简直手足无措，连忙扶起白夫人坐在椅上。娘！淡静素雅的声音突然在堂外响起，太子妃白皙冲进后堂，见白夫人晕倒，急忙上前握住了白夫人的手。见白皙出现，堂内除了白寻夫妇，众人齐皆跪下，参见太子妃娘娘。一见白皙，白夫人更是泪水连连。希儿，硕儿他，我已经知道了，您别担心，阿硕不会出事的。白皙拍了拍白夫人的手，安抚住白夫人，一改平日的谦凉温婉，严厉地望向地上的丫鬟们。你们都是跟着二小姐一起长大的人，本宫知道你们平日里和二小姐感情深厚，今日助她逃婚之人，死不足惜，但是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二小姐死吗？丫鬟中，这桃红衣裙的侍女桃花倏然抬手，一脸惊骇地望向白皙。
白皙眯着眼望向他，二小姐的婚约乃陛下所赐，就算逃了今日，她还能逃一辈子。她回来了，尚有命可活，若真是逃了婚，上将军府和本宫也护不了她。白皙走到桃花身边，静静俯视她。阿硕的生死在你一念之间，大小姐，您救救二小姐。她离开京城了。桃花拉住白皙的裙摆，惶急而后悔。白皙一把拉起桃花，她是怎么出府的？二小姐换了奴婢的衣饰，昨日半夜悄悄出了府。二小姐吩咐我们，让冷竹在房里扮成她的样子，拖延时辰。二小姐还说了，她这回走了就不回来了，让老爷和夫人给众家报个病丧，陛下定不会降罪府里。白皙简直要被白硕气到爆炸，她究竟去哪了？小姐说她去寻神仙了。听见桃花磕磕绊绊的话，白家两老和白皙差点没气背过去。那妖兽的小祖宗做了10来年神棍，临到成亲了，都没放弃寻神修仙这愚蠢的念头。他怎么就改不了这神神叨叨的毛病？这世间哪里有神仙啊？白夫人又怒又无奈，拍着白将军直流泪。这混账东西，这毛病还改不了了。白皙却是倏然沉默了，他看向桃花，他这次又是去哪里寻神仙了？二小姐没说，桃花一脸哭丧，忽然想起了什么。小姐说她要去东海海外寻仙。东海，东边。白皙和白寻目光一凝，同时猜到了白硕逃走的方向。白磊。白寻高呼一声，备马。父亲。白皙唤住白寻，看向外堂，喜乐声越奏越近。白皙摇摇头，众府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您不能走。白寻停住脚，重重一拂袖摆，指向白磊，你马上带着府里的护卫从东方追，他昨夜走的，以他的脚程还没有到围城，一定要在他到围城前把他带回来。是，老爷。白磊是跟着白寻从军队里出来的，令下而动，一句赘言都无，转身就要走，却被白皙拦住。不可。白皙看向白寻，父亲，将军府向来拱卫京都，今日咱们府上这么大的喜事，若是白磊出京，定然会惊动陛下。喜悦声越来越近，鞭炮声骤响，一下子击在了白老将军心头，想起白家满门上下和众相几10年的交情，他一时恨不得劈了白硕那小犊子。众家的迎亲队都到门口了，找又不能找，我现在去拿给仲昭那小子陪个女儿出来。白寻来回踱步，紧皱眉头。父亲别急，如今白家之危，只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谁？白寻脚步骤停。仲昭。白皙稳稳开口。白寻一愣。京城100里开外的羊肠小道上，清脆的铃铛声由远及近。妹妹你坐船头哦，哥哥我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上荡悠悠，一个布衣少年叼着根野草，躺在驴车上，正惬意地哼着山歌。小毛驴突然打了个响鼻，停了下来。少年一睁眼，见小毛驴转过头，扑哧扑哧喘着粗气，一双驴眼瞪得浑圆。说来也奇怪，白硕还没修成仙，却硬是从这驴眼里瞧出了我特妈不想走了，老子又饿又累这句话来。小毛驴是白硕在京城的草棚里用2根香蕉引诱出来的，不是歃血为盟的铁杆兄弟。一瞧小毛驴要撂挑子，白硕连忙窜起来赔了个笑脸。驴哥，过了这条山道，再走10里咱们就到围城了，我保证一到围城就给您寻个上好的客栈休息，再给您买上10斤干草料。白硕讨好的在驴屁股上摸了摸，您瞧怎么样？小毛驴甩了甩尾巴，根本不买账，掉头就要往回走。白硕顿时急了，竖起一根手指，再加上一头新鲜水嫩的小母驴。小毛驴蹄一顿，狐疑地看向白硕，真不骗你？骗你是狗。白硕指天发誓。小毛驴满意一哼，头一转，鼓足劲就准备朝围城走，蹄子却突然又停下了，他朝5米开外的土石堆紧紧盯着。大哥，您说这小子是不是这儿有问题？畜生还能听懂人话。土堆后藏着5、6个人，面容悍勇，手握刀斧，一瞧便知是山匪。此时瘦小的汉子望着不远处的一人一驴，咂巴着嘴问，他叫吴用，山寨的2当家。可能是，甭管。傻得更好，抢回寨里放牛，嘴严实。为首的山匪国字脸，换张朝，一脸凶恶。大哥，那驴朝咱们看呢，你说他是不是发现我们了？吴用突然一脸惊奇，表情像是见鬼了。胡说什么？一个畜生怎么能张朝怒斥？抬头朝小道上望，撞进了一双斗大的驴眼里。素来心狠手辣山匪头子心底一抖，竟有些发虚。这驴莫不是妖怪？吴用结巴了。但马上山匪们心里头就不虚了，他们瞧见那毛驴眨巴着眼，一脸惊恐的往后退，连那驴蹄都是抖的，甭管是不是妖怪，这畜生怕他们啊。
山匪们顿时豪情万丈，张朝一挥板斧，朝那一人一驴的方向指，冲！抓住那小子！小毛驴瞪眼的时间其实也就一瞬，原本因为小毛驴又停了蹄子，很是不得位的白硕望着从天而降的绿林山匪，一下傻了眼。不是吧，他才从京城那个牢笼里跑出来，一心奔赴仙山求仙，这怎么还遇上山匪了？大靖的治安就这么不靠谱吗？走走走，快走！白硕急忙调转驴头，使劲挥鞭，转身就跑。小毛驴还用他赶，一见驴命不保，跑得比马还快。赶跑！抓住他！吴用见一驴一人转头就跑，一声喝下，众匪挥斧就追。山道上顿时尘土飞扬，眼见众匪越追越近，那斧头就要砍在自己的屁股上。小毛驴四蹄陡然一停，一个急刹车，竟调转驴头瞪向众匪，气势汹汹。一众山匪被毛驴这操作愣住，举着斧头也愣在了原地。大哥，这驴想干什么？被一头驴盯着，张朝也是平生第一次，紧张地攥紧斧头，戳了戳吴勇。老子怎么知道？难不成这小子是个高手？吴勇双手蓄力，死驴子，你做什么？快跑啊！白硕急得一脸煞白，伏在驴耳朵上拼命催促。小毛驴却全然不管白硕说什么，后蹄不断在地上刨土，一双驴眼瞪得斗大，鼻孔咆哮出气。白硕又黑线又感动，兄弟，你该不会要一驴斗众匪吧？想不到你还是一头勇驴啊！白硕表扬的话还没完，小毛驴突然一个前屈，驴身一弓，前蹄着地，用尽全力把背上的白硕抛了出去。扑通一声，白硕一个狗啃屎重重摔倒在地，小毛驴毫不停歇调转驴头，一身轻松飞快跑走。山道上，小毛驴四蹄落地的声音贼清楚，隔得老远，白硕都能听到那头驴喜悦的响鼻声。白硕连呼痛都忘记了，呆呆望着那头驴的残影。如果他的记忆没产生错乱，刚才他被一只畜生智商碾压了。一巨大板斧横在脖子上，白硕神情迟缓地回头，迎上一张同样神情难以言喻的脸。兄弟，你养的驴成精了呀！白硕苦涩地咂巴着嘴，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解释下，那斧头一声劈下，砸在了他脑袋上。剧痛袭来，白硕应声倒地。妈的，等老子成了仙，一定要吃光全天下的毛驴！黑暗中，白硕许下了他成仙的第一个愿望。京城上将军府，喜悦声未断。一身喜庆的少年新郎立在满脸愧色的白寻面前，眉间虽有沮丧，却无半点怒意。伯父放心，我一定会把硕儿平平安安带回来。仲昭转头就走，刚行过回廊，便见太子妃白皙丽在小门边等着他。见过太子妃殿下。白皙抬手，阿昭，硕儿他。殿下不必担心，我已让伯父连夜递一道折子入宫，就说硕儿突发疾病，请陛下准许将婚期延期3个月，我父亲那边我也会向他解释妥当。白皙松了口气，难为你了，将军府的人不能出京，只能劳烦你去把那丫头带回来。仲昭点头，殿下言重了，硕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自会护她平安。仲昭告退。仲昭转身欲走，白皙却突然开口，阿昭，你知道他的性子，他心有执念，无论那执念是什么，都不适合做相府之媳，你何不趁这个机会？殿下。少年清越的声音打断白皙，仲昭回转头，眼中清澈而通透，以后他想做什么，我都由着他，他喜欢做神仙，以后我就陪着他寻仙访道，大不了不做相府公子就是了。少年笑了笑，转身便走，红衣俊容，满满的少年义气和一腔爱慕。白皙一声叹，再不多言。围城后山的土匪窝里，前厅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吆喝声不断。一片漆黑的厨房里，白硕揉着头迷迷糊糊醒来。这是什么鬼地方？头好疼！白硕一边揉着额头，一边伸手在一片漆黑中摸来摸去。忽然他的手一顿，那是一个十分柔软的东西，像一个人的脸。白硕心底抖成了筛子，僵硬地转过头，月色下他望见了一张脸。白硕呼吸瞬间一顿。上将军府家的狄小姐，自小出入豪门世家，诗会夜宴，见过的勋贵子弟清流名士如繁花过眼，可无一人长了这样一张脸。斜鬓如新，俊美绝伦，这少年只是闭着眼，恐怕就能折了满城少女的心。当然，这满城少女恰不包含一心向仙、心如铁石的小白硕儿。我去，死的活的！少年双眼紧闭，脸色惨白。白硕方才那一瞬的呼吸骤停，完全是以为摸到了一具尸体，直到摸到少年鼻尖那一抹气儿，白硕才拍拍胸脯，顺过气来。还好，活的活的。这到底是啊？白硕缓过神，听见远处前听土匪喝酒吃肉的吆喝声，这才想起自己被毛驴坑被土匪一刀劈晕的事儿。他揉了揉头，爬起来扒在窗户孔里朝外瞅，见四处高山环绕，
独山中一方木寨。这木寨奇怪得很，明明是个土匪窝，却一没哨岗，二无巡逻，守卫松散的不得了。就这也敢占山为王，当道抢掠，是不是脑袋秀到了？白硕有些无语，但这好歹也是个土匪窝，若是他的身份暴露了，丢脸是小，被老爹寻到捉回京城市就大了。他这次破釜沉舟，逃婚出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回去了。白硕麻溜的起身，飞快朝门边跑，轻轻一推门，那柴房门竟直接开了。白硕大喜，正准备溜走，突然想到了什么，一回头瞅向地上半死的少年，一咬牙折返回来。白硕解下自个的布衣外套，飞快扔在少年身上，好歹也能保暖。白硕喃喃自语，捏了捏少年的手，兄弟，对不住了，我还要当神仙的，可死不得你保重啊。白硕起身欲走，脚下一趔趄，差点摔倒。他一低头，瞅见少年腰间滚出个黑不隆咚的东西。什么东西？白硕鬼使神差，低头将那物捡了起来，那东西到白硕手心的一瞬，竟发起光来。白硕害得把那东西一扔，那东西扑通一下砸到少年头上，滚在地上，瞬间失去了光芒。少年一声闷哼，眉头紧皱，额头一角瞬间肿了个包，脸色更白，却没有醒过来。不会被我砸死了吧？白硕心头一跳，胆战心惊，摸了摸少年的鼻息，见还有气儿，松了口气。兄弟见谅见谅，手误啊手误。白硕朝后一退，手不小心摸到地上那东西，那东西竟又发出光芒来。白硕这回镇定了，拿起那玩意儿仔细打量起来。那是个圆滚滚的小木头，半个巴掌大，憨态可掬，像个小猪。木牌周身散着莹莹光芒，一闪一闪，瞬间照亮了四周。木头也能发光。白硕眼睛一亮，垂涎地看向面前昏迷的少年。难道他是个神仙？我遇到神仙了？不对不对，神仙怎么会被捉到土匪窝里来？白硕忙不迭摇头，一弯腰想把木头放回少年身上，又停下了。山里这么黑，这东西一准有用，说不定还是个宝贝呢。白硕瞅了少年一眼，把木头往怀里一揣，拔腿朝外走去。嘶！白硕一脚跨出，100被扯烂的声音响起，他诧异回头，却见那少年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裤脚。我不是故意拿你东西的，我就是借个火。白硕忙不迭把木头捧向少年，地上却毫无声息。白硕一低头，见那少年仍旧双眼紧闭，毫无知觉，只是一双手拉着他的裤脚，唇角倔强而冷冽的抿起，仿佛非常不悦。拿人手短，白硕心底有些发亏，但瞅了瞅外面漆黑的山林，他抱着那块发光的猪木头，猛地一抬脚，踢开那少年，飞快推开虚掩的门，撒丫子朝寨外跑，消失在夜色里。正厅里，土匪们喝得正兴起，猜拳饮酒快活得紧。二当家吴用想起关柴房里那2个小子，醉意朦胧问：大哥，柴房里那2个细皮嫩肉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咱抢了不就完事了，带回来糟蹋粮食做什么？你懂个屁，长得俊俏才好，赶迷去山里给那个受伤的找点草药喝，等养好了病，洗干净了送城里的迎春楼，能卖个好价钱。张朝灌了一大口酒，粗犷大笑。说到这，吴用皱了皱眉，有一丝担忧。大哥，这木啸山外人从来进不得，这小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张朝抱酒瓶的手一顿，山里头都查看过了。查过了，兄弟们把山都翻遍了，没有外人进来的痕迹，这小子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也太邪门了。吴用朝四周一看，压低声音道：他该不会知道咱们寨子的秘密吧？木啸山位于皇城不远，这么些年围城的守将始终未能将这山里的土匪剿灭，倒不是这一群土匪有多悍勇，而是无论官兵进山搜查多少次，都找不到这窝土匪的老巢。这事儿着实有些邪门，再加上这群土匪除了打劫商队，从不害人性命。围城的巡抚怕此事闹到天听会被皇帝责罚，便将这山中有土匪之事给瞒了下来。张朝和吴用本是山中木家村的百姓，自小在木啸山中长大，山中闭塞，不见天日。木家寨的村民几百年前为躲避战乱逃进深山，村里的百姓极少出去，不为外界所知。张朝是村长的儿子，老村长临死时告诉他，他们的先祖逃难时来到此处，无意间扑灭了山中大火，后被这座大山庇佑，只有土生土长的木家村人进山后才能找到木家寨，任何外人入山只会被迷雾所扰，无功而返。张朝做了村长，知道了这个秘密，随着老人们亡逝，村子里越发困窘，他便干脆召集村中的壮丁，借着地利做了土匪，隔上半个月打打秋风，寨子里的日子过得很是滋润。这也是木家寨身为土匪窝，却无人看守警戒的原因。吴用这么一提醒，张朝顿时紧张起来，站起身。今天抓的那个是从山下带回来的，不用管，去把那个昏迷的叫醒了带过来。
是，大哥。吴用急匆匆领着弟兄去了。撕拉一声，柴房门被推开，火把照亮房内。吴用看着空空如也的柴房，脸顿时青了。残月高照，密林中老树盘球，阴风阵阵。白硕用那件布衣紧紧把少年绑在背上，胸前挂着一闪一闪的木珠牌，艰难地在山中挪动。每走上几步，他便在树上画个月亮好实录。兄弟，我瞅你也不是个短命的，要是咱们能活着下山，你可要报答我呀。白硕额头大汗淋漓，山中阴沉可怖，他多少有些害怕，只得占些嘴上便宜。以身相许就算了，金子银子我也不缺，这会发光的宝贝我瞧着挺好的，呼呼，要是你认识神仙，可得给我指个山头啊。不对，白硕喘着粗气的声音一顿，朝四周打量，果见身旁树上画着一轮半月，正是他的杰作。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直在原地打转？白硕脸一白，林中阴风阵阵，心里顿时抖成了筛子。难道有鬼？白硕可是信鬼神的，正胆战心惊之时，一声狼嚎响起，白硕心里一慌，摔在地上，绑着的布衣被树枝划开，少年从他身上滑下，头狠狠砸在一旁的树上，额头另一边又肿了个包，一左一右倒是对称了。少年那一砸，把整棵树都震动了，鸟雀飞鸣。白硕忙爬过去看那少年，看少年还有鼻息，一时倒忘了害怕，忍不住赞一句：兄弟命硬啊，佩服佩服。那边有光，去那边看看。身后土匪的声音突然响起，不远处火光蜿蜒，朝着这个方向涌来。糟了，追上来了！白硕一惊，手忙脚乱，把胸前的木珠牌挂回少年身上。珠牌果然没了亮光，黑暗中，白硕背着少年撒丫子朝前跑，他一脚踩空，啊一声，两个人朝土坡下滚去，又是一声扑通，少年不知又撞到了什么，咚的一声响，清脆透顶。白硕虽然摔在了少年身上，但手臂指尖也被岩石尖枝磨出了血来。他一把朝身后的少年摸去，却碰到了少年胸前的木珠牌。谁也没有瞧见，白硕指尖的鲜血被木珠牌吸尽，珠牌瞬间跳到了白硕身上，在黑暗中源源不断将他指尖的鲜血吸入。木珠牌突然光亮大作，冒出一道灵光，窜进了少年眉心。就在这时，少年倏然睁开了眼，和他面前的白硕四目相对。白硕从未见过如此清冷的眼睛，冰冷彻骨，可这双眼太漂亮了，哪怕冻得人心底生寒，却也舍不得移开分毫。少年皱起眉头，眼底浮过淡淡不悦，刚欲开口，却突然被捂住了嘴。嘘，别说话，有人在追我们。白硕压低声音，一手捂着少年，一手指着头顶。继续找，快，别让他们跑了。头顶火光闪现，土匪们举着火把在四周搜寻。白硕回过头，又撞进了少年清冷的眼睛里，两人不过咫尺之距，掌心被少年喷出的气息染得湿润。白硕心底一跳，刚准备开口，一道劲风扫过，劈在他后颈。你奶奶个熊的，又被敲晕了，这又是哪个天杀的？白硕还没骂爽，缓缓闭上眼，眼一直朝地上倒去，一双手将他接住。少年皱了皱眉，有些不解自己的行为。那劲风化为一个青年，身形魁梧，面容肃冷，不苟言笑。他朝少年半膝跪下：主子，藏山来晚了。木啸山下不远处，一队人马御马奔来，众招紧握缰绳，神色焦急。他身后跟着的卫队个个目露金光，一见便是精锐。一骑从远处折返，众招挥手，众人停下。公子，来人是众招的贴身侍卫重归。他低声禀告，二小姐的踪迹在围城附近消失了。众招神色一变，阿硕的踪迹消失了？怎么会？再去探。是。重归环卫离去，一旁又有侍卫大喊：公子，这里有个人，是个女子。众招转头，众人朝一处举起火把，一旁的小林边，一白衣少女浑身是血倒在地上。阿硕！众招呼吸一滞，慌忙从马上跃下，踉跄着朝那少女奔去。月色下，少女昂起头，望着少年急切的神色，伸出了手。主子，他怎么办？谁怎么办？可要斩杀？斩杀谁？我不要啊，我还要做神仙的。呜呜，他能唤醒龙一，而且他身上有龙二的气息，留着他有用。是啊，我有用，我很好用，好汉留命啊！阿姨，什么龙一龙二？头痛欲裂中，白硕努力睁开眼，只见逆光下立着一道模糊的身影。白硕朝光的方向伸出手，那人缓缓转身，他还未瞧个真切，又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围成一座客栈中，茯苓缓缓睁开眼，耳边一道声音响起：你醒了。茯苓目光一冷，一朵花蕊从他掌心画出，吐出尖刺朝床前人的额心射去。众招瞳中印出妖艳的花蕊，无法动弹。就在这时，
看清中招容颜的茯苓闪过昨夜火光中的一幕，猛地收回花蕊，腰力反噬，吐出一口血来。你中招脸色惨白，指着茯苓，眼神恐惧。妖怪来！中招大声呼喊，还未开口，就被茯苓甩出一道妖光定住。茯苓看着肩上被细心包扎过的伤口，冰冷的神色渐柔。不过是个凡人，既救了本君就饶你一命。茯苓掌心的花蕊缓缓朝中招飞去，在中招惊惧的目光中吐出一团红色气息。中招目光渐渐迷茫，茯苓收回花蕊，伏在床边咳嗽，嘴角沁出血迹。中招眼神逐渐清明，见茯苓醒来，连忙奔来扶住她。姑娘，你醒了。显然他完全不记得方才发生的一切。茯苓淡淡点头，就要起身，多谢相救，告辞。姑娘等等。中招忙按住茯苓，后退一步。姑娘莫急，昨夜为姑娘包扎的是客栈的老板娘，中招绝无冒犯姑娘之举。大夫说姑娘受伤不轻，需静养，我寻了百年老参来，能为姑娘养身。中招说着，从桌上端来冒着热气的参汤，递到茯苓面前，虽然啰嗦，眼中倒是单纯的关切。茯苓自小在仙界受尽奚落，入冷泉宫后一心修炼，性子清冷狠辣，从未被人照顾过。面前这少年虽是个凡人，又啰嗦的讨厌，但难得让他心头一热，生出些许慈悲心怀来。茯苓垂眼，接过参汤，抿下，多谢。随即抬眼，冷声问：你有何求？只管说来。中招一愣，笑起来：姑娘多心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昨夜相遇也是缘分。说人话。茯苓冷冷打断：不月扫来。中招还真是个实心小伙，被一只妖这么瞪到也不怕，飞快道：我已经叮嘱过掌柜了，姑娘只管在这里住到伤好为止。不必，明日我便走，出去吧。顾中招期期爱爱开口，打量着茯苓不耐烦的脸色。有话快说。茯苓冷哼：姑娘，不知你可在昨夜那条道上见到过我家中幼妹？中招说着，连忙从袖中拿出一幅画像来，正是白硕的小像。我妹子洗着男装，许是做少年打扮姑娘可曾？没有。茯苓不耐扫了一眼，冷冷打断。中招满腔希望扑了个空，不由面露失望，随即又问：那姑娘昨夜为何伤重倒于路边？茯苓眼一冷，目中露出一抹寒光，却又听中招道：可是遇到了歹人。中招听闻木啸山附近偶有山匪出没。茯苓神色稍缓，点头：昨夜之事我不想再谈。中招本想再问，见茯苓神色艳艳，怕是昨夜受了惊吓，也不好再多说，那姑娘好生休养。中招心念白硕，转身忧心忡忡离开了。待房中不剩他人，茯苓盘腿而坐，凝神疗伤，周身被赤红的妖力覆盖。良久，红光散去，茯苓脸色恢复些许红润，缓缓睁开了眼。出来吧。茯苓冷冷开口，一紫衣蒙面人在床前现出身形，半跪于地：见过二公主，可找到皓月殿之主的下落？紫衣人面色一颤，已经搜遍了木啸山四周，尚未找到他的踪迹。茯苓皱眉，目光一冷。妖界本只有冷泉宫和静幽山狐族分庭抗礼。7年前，妖界极北寒冰之地封印的妖兽饕餮出世，祸乱妖界，一神秘妖君横空出世，于寒冰之地与饕餮大战3日，尽灭饕餮一族，威震3界。那人便是范月。无人知其来历，亦极少有人见过他的真容，只听闻他性寒如冰铁，妖力高绝。短短7年时间，在极北之地建皓月殿，倚仗冰寒之地的天险，广纳妖君。这2年皓月殿已有超越冷泉宫和静幽山的势头。3年后，就是当年弘毅定下的妖皇之位争夺之期。弘毅曾有令，凡妖族半神之上，皆可参选。若范月能在3年时间内进位半神，他就会成为天宇和长妹最大的对手。狐族与世无争惯了，常年隐居静幽山，天宇便是范月为眼中钉。可惜这些年范月从不出极寒之地，而旁的妖族入极寒之地，妖力将被压制，所以这些年冷泉宫一直未找到机会对皓月殿下手。自茯苓投入冷泉宫后，在天宇的帮助下淬炼妖骨，又屡立战功，如今已是冷泉宫2公主，深得天宇看重。3个月前，天宇闭关修炼，将冷泉宫便由茯苓执掌。3日前，茯苓得到消息，范月自极北之地而出，来到人间，他便秘密率冷泉宫高手追来人间。可他未想到，范月一个妖俊，在冷泉宫举宫高手的伏击下，竟还能全身而退。范月若不死，将来必成冷泉宫的心腹大患。木啸山中呢？他受了重伤，不可能逃远。茯苓昏迷前那致死一击，绝对能重伤范月，他不可能消失得毫无声息。这便是属下疑虑的地方。2公主，那座山有古怪。紫衣面具人沉声道：古怪？什么古怪？
那山中有一道灵力存在，那灵力化成了一道迷障，将整座山笼罩。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只能在山的外围打转，无法走入真正的木啸山中。你是说那座山有自生的灵力？茯苓面露惊讶，不对，若是那山已生出灵气，昨夜我便会察觉，除非什么？除非山中有灵气的是天地灵气所运的天材地宝，而不是那座山。茯苓眼中露出一抹光，皓月殿之主来到人间，果然是有目的。能让他亲自前来，那宝物绝对不凡，他也许已在木啸山中，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得手。紫衣人面露难色，可我们破不了那迷障，就算猜到皓月殿之主藏身其中。茯苓诡谲一笑，我们破不了，可有东西能破。二公主是说，血天材地宝运满天地灵气，仙妖之力堪不破，可人的血乃人间至阳之物，只要将500男子的纯阳之血以八卦之阵洒满木啸山，宝物灵气受损，那迷障自然就会散开。紫衣人皱眉，人间一直由仙界管辖，若是我们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只怕还未破开木啸山，便会惊动天宫。妖族在人间屠戮自是不可，可若人要互相残杀，他天宫也不能插手人间俗事。茯苓冷冷一笑，去查一查刚才那个中招的来历。是，二公主。紫衣面具人消失在房中，茯苓低头，目光落在床头那碗早已冷却的参汤上，嘴角难得勾起。傻子，你既救了我，我便再给你一份机缘好了，若此事能成，将来我冷泉宫必会福泽你一家，让你享尽人间富贵。啊，我有用，不要吃我。白硕猛地睁开眼，挥舞手大喊。一道刺目的阳光射入，白硕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用力掐了一下。哎呦，疼！我还活着！白硕激动不已，这才朝四周望去，天已明，他躺在一个山洞里，手臂上的伤被草药敷过，清清凉凉。这是啊！白硕皱眉，眼中生出疑惑，一道声音响起：你醒了。少年清越的声音响起，白硕转头，见昨晚那少年赤着半身从洞外走来，怀中用荷叶抱着些野果，笑容爽朗。白硕愣愣看着他，有些恍神。少年把野果递到他面前，和煦一笑：你饿了吧？这里有些野果，给你。白硕茫然接过野果，我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也正想问你，我本被土匪捉进了寨里，醒来时却发现我们俩倒在这个山洞外。是我救了你。白硕终于缓过神，飞快道：我同你一样，在山外被打劫，捉进了寨子里。昨天半夜，我趁他们松懈之时，背着昏迷的你逃了出来。原来如此。少年满眼感激，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木凡感激不尽。好说好说，相逢即是有缘。我白硕一挥手，袖中一物飞出，咕噜噜落在地上，转了个圈才停下来。少年一低头，看着地上的木猪牌，愣住。我白硕呆呆看着那憨态可掬的猪牌，迎上少年疑惑的眼，脱口而出：昨夜你昏迷了，身上带着这物沉重的很，我怕你累着，就帮你先保管了。哦。少年眼一弯，眼底清澈单纯，原来是这样，这东西本是我在集市上淘的玩意儿，木凡身无长物，就赠予。少年捡起猪牌，递到白硕面前。对了，还不知道小兄弟如何称呼？我叫白硕一顿，硬生生把后面一个字给咽了下去。上将军的嫡小姐，有心人一查便能知道她的身份，况且她如今还是相府逃婚的儿媳。白拜。少年眨眨眼，笑得温纯善良，好奇怪的名字，那我以后便唤你小白吧。小白？叫狗呢你？白硕心里直骂，脸上却笑得自然，成这样亲切。小白，这小玩意儿就送你了。木凡把猪牌随手递到白硕面前，白硕伸手，脸一僵，手停在半空。妈呀，这玩意儿他碰到会发光啊！要是这家伙发现这猪牌是个宝贝，准能猜到他昨夜是趁火打劫。怎么？你不喜欢？没，怎么会呢？这猪多可爱啊！白硕两个手指间尴尬地戳着，它沉得很，你就放那，我等会再拿。白硕话还未落，木凡一个抛物把猪牌朝他扔来。哎呦呦呦！白硕条件反射接过，一慌神就要把木牌扔出去，却突然发现这猪牌居然不亮了。白硕愣住，捧着猪牌左看右看，他不。木凡眼中一抹亚色一转瞬即逝，他不怎么？我是说，他果然不沉。白硕话锋一转，飞快把猪牌朝怀里一放，抓起野果啃了一口，递给木凡一个，那就多谢木兄好意了。对了，木兄，你家住何方？可知道这到底是何处？怎么会被掳到这来？木凡瞅了那野果一眼，到底还是接过了，拿在手中把玩。我是边关人士，本是入京替家中卖些边关的药材，没想到昨日我途经这木啸山，被山中的土匪抢了财物抓了进来。一日打劫好几次，倒是勤快。
白硕忍不住嘟囔，穆兄，咱俩还真是同病相怜，我也是昨天被抓进来的。这穆孝山我原也听过，好像是在围城附近，是座荒山。奇怪，我昨晚见这土匪窝也不大，那寨里最多100来个土匪，围城是富庶之地，兵力强盛，怎么会连这么个小小的土匪窝都端不掉？白硕神情疑惑，走到洞口，见眼前参天大树遮天蔽日，整座山中生机勃勃，一愣。夜晚黑沉，兼又兵荒马乱的逃命，他一时没想起来。昨日在官道上瞧见的穆孝山，明明只是一片荒山，不过几个小土坡，几棵发黄的小树罢了，可这里明明却是另一个世界。昨天我白硕指着外面，张口结舌，我在官道上瞧见的穆孝山不是这样的。不会吧？穆凡一脸惊讶，立马起身走到洞口，我是边关人士，从未来过京城，昨日倒也没太在意。小白，你会不会记错了？天下间哪里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我肯定没记错。白硕遥遥朝天望去，烈日当空，却只在蔽日的枝桠中露出几星斑点落在地上。昨夜我就发现这地方怎么都走不出去，果然有古怪。白硕一脸惊恐，穆兄，我害怕。白硕战战兢兢，拉了拉穆凡系在腰间的衣服。穆凡瞧他这副恐惧不安的模样，眼眯了眯，但还是宽慰着。别怕，这世间哪有什么妖邪，昨日抓我们的土匪都是人，他们既然在这生活得好好的，就表示他们并不惧怕此处，也知道离山的路。穆兄，你说的太有道理了。白硕被这么一点拨，顿时反应过来，一拍手，只要我们跟着那些土匪下山，就能离开这了。那我们赶紧回寨子吧。这群土匪贪心得很，看他们这频率，怕是今日还会下山打劫。好。穆凡倒是干脆利落，将腰间衣服解下穿上。你可还记得从寨中走出来的路虽然天黑路乱，不过我出寨子时在树上做了记号。白硕瞧见不远处一棵树上刻着自己昨夜用石头画的月亮，3两步奔上前指着月亮，喽，就是这个。那走吧。白硕心急得很，率先朝前走去，穆凡慢悠悠跟在身后，掌心一动，一道银色力量窜出，朝深林中而去。银色妖力在林深处四窜，寻到一处狼群，跃进群狼的眼中，众狼霎时眼泛银光，朝白硕和穆凡的方向而去，惊起鸟雀无数。穆家寨练武场中，张朝正紧皱眉头来回走动，忽见远处林中群鸟惊入空中，面色一凝，吴用从寨门的方向跑来，气喘吁吁大喊：大哥，你瞧见没？山里有动静了。还用你说，准是那2个臭小子，叫上兄弟们，这次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是，大哥。此时木啸山外，众招一马当先，福林跟在他身旁，2人身后浩浩荡荡跟着一队装备精良的护卫，一眼望去，绝不低于500之数。福林姑娘，你说的可是这里？众招指着木啸山，扬鞭问。不错，那夜太黑，我虽是昏迷了，记不太清，但模糊中瞧见一位姑娘被一群山匪掳进了山中，想来应该是令妹。众招眼露担忧，气愤不已，感动阿硕，我要掀了这座山，宰了这帮败类。福林姑娘，你有伤在身，我让人送你先回城里，免得等会打起来误伤了姑娘。福林目光一闪，也好，不过公子入山还需当心一事。何事？众招见福林低低咳嗽，忙凑近了几分。福林姑娘，你没事？福林突然转头朝众招吐出一口青烟，青烟飞快窜进众招眼中，他清澈的目光渐渐变得迷茫。山中险峻，福林还是陪着公子一同入山吧，那寨门极是难寻，不如分成15之数，散在山中寻找，公子觉得如何？福林声音鬼魅，直直看着众招。甚好。众招缓缓开口，随后转头，依此令入山。是。一众护卫并无人察觉众招异常，他们训练有素地潜入山中，很快众招身后便只剩他从京中带出的侍卫。数道紫色虚影飞快跟在离去的护卫身后，转瞬消失在林中。走吧，众公子。福林勾了勾嘴角，在重招码头上拍了拍，领着众人悠闲地朝山中走去。京城丞相府正厅，众太手中的茶杯重重落地，一派盛怒。你说什么？那孽畜调走了众府在围城的侍卫。管家战战兢兢，不敢抬头。庄子上的人说，小少爷拿了相爷的私印，他们不敢违逆。荒唐！众太拂袖而起，你去，亲自去围城，把那个畜生给我带回来。可是小少爷是去寻白小姐的，若是未找到白小姐就归来，只怕对白将军也难以交代。众太面色一僵，长长一叹，一个两个都这么胡闹。我修书一封，你去围城，让赵知府帮你把他们2个都平安带回来。是。相爷。管家转身欲走，众太声音又起，记住，此事做得隐秘些，切不可让人知道，否则我众白2家在京城必会成为笑话。是。
还没问，小白兄弟是哪里人士？参天古木下，阳光懒洋洋照着，慕凡和白硕走在林中，倒有几分与世隔绝的静谧。我呀，家就在围城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这不是年头不好吗？我爹让我去南方寻个差事，好赚些银子养家。白硕手里拿着根枝条，信口胡赖。是吗？慕凡淡淡勾了勾嘴角，闲庭漫步一般。白硕没听清他说什么，一回头见少年笑着朝他望来。对了，小白既是第一次离家，想必也没来过木啸山吧？白硕搓了搓手臂，这么邪门的地方，请我来我都不来。那你昨日被抓进山时，可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白硕脚步一顿，定定朝慕凡望来。慕凡唇角微抿，双手交握于胸前，仿佛在等着他回答。还真有。慕凡眉心一动，朝白硕近了2步。哦，是什么？你呀？白硕咧嘴一笑，昨天我是被打晕了带进山里的，一醒来在柴房就瞧见了你。后来被土匪追，慌不择路撞晕了过去，一醒来瞧见的还是你。你说你算不算奇怪的东西？慕凡无语，嘴角抽了抽。白硕瞧他那吃瘪的模样，嘿嘿一笑，在他肩上一拍，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这奇怪的东西山里头我没遇见，山外头我倒还真遇见过。白硕一边说着一边倒退着走，一脸愤愤。昨日我在乡间捡到了一条驴，好吃好喝的供着，本来还指望他送我去南方呢，没想到那驴忒没义气，遇到山匪打劫，二话不说拉下我就跑了，还浪费了我2斤干草。穆兄，你评评理，一头驴怎么能如此不讲武德？白硕一想到昨日那驴，情绪上头，却见慕凡忽然停住了脚步。怎么了？白硕一脸疑惑。你说的是他？慕凡朝前方挑了挑下巴。白硕转身，撞上了一双漆黑又无辜的大眼，那东西嘴里还含着2根没吃完的干草。那不讲武德的驴做梦也没想到山水有相逢，这逢得如此快，他颤抖地打了个响鼻，大舌头一卷，把那2根干草吞下去，风驰电掣般转头，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我靠！死驴，你给老子站住！白硕双眼冒火，浑然忘了去土匪窝之事，使足力气朝驴追去。山林间，群狼和山匪同时朝白硕的方向急速奔来。山外，茯苓和众招立在一处，凡人看不见面前的迷障，但茯苓知道，他们已经站在了木啸山真正的山门处。死驴，你给老子站住！住！白硕在林中追着武德驴狂奔，慕凡懒懒跟在他们身后，明明是在行走，但总能不远不近让白硕落在他视线之内。我去，累死我了！白硕终究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2只腿总不可能跑赢4只蹄子。你给我等着！白硕气喘吁吁，指着毫不停歇的驴，双眼发直。以后让我瞧见你，我准把你烤成乳驴！白硕威胁的话说到一半，忽然听见驴蹄声比刚才快数倍奔跑起来。白硕疑惑抬头，只见那驴竟折返朝他跑来。怎么回来了？难道这畜生良心发现了？白硕的念头还没闪完，瞬间明白这秃驴回来的原因。只见林深处10来只野狼跟在武德驴身后，疯狂地朝他们奔来。靠！狼啊！白硕毫不迟疑转身逃命，但他连驴都跑不过，又怎么跑得赢狼？白硕被树枝绊倒前，唯一做到的事就是使出了吃奶的劲，抓住了那只试图再次逃之夭夭的驴的尾巴。武德驴做梦也没想到，这女人临到死了，竟还要抓个垫背的。一人一驴同时被树枝绊倒，撞在了一块，就这么耽误的一瞬，群狼已经合纵连横，将他们紧紧围住。我靠你这个疯女人，你死就死，带上我吃屎啊！驴眼瞪得浑圆，只差冒出火来。白硕的眼瞪得比他更大，没听过吗？做鬼也要拉个垫背的，老子一个人才不走黄泉路。一人一驴眼里电光石击，突然有什么声音在耳边喘息，一片阴影将他们笼罩。一人一驴回过头，只见狼群眼中冒着绿光，吐着腥恶的气息，已经近在咫尺。一人一驴突然抱得死紧，不约而同开始瑟瑟发抖。3只狼突然伸出利爪，一个跃身朝白硕和武德驴扑来。救命啊！土地公灶王爷月老救救我啊！白硕猛地闭上眼，把头扎进驴脖子里。我要死了！我还没当神仙呢！真的有地府吗？下面冷不冷？不行，我还没吃个饱饭呢，饿死鬼多可怜啊！咚！一声重击，愤怒的狼嚎响彻四周。白硕心里头转过了1000个念头，就是没等到狼嘴咬下的疼痛感。他从驴脖子里悄悄睁开眼缝，只见一个少年拿着一根木棒护在他身前，正是慕凡。一只狼被戳瞎了眼睛，群狼愈加凶狠地喘着粗气。穆兄！白硕激动得热泪盈眶，只差没叫爹了。小白，
别怕，躲在我身后，我会保护你。慕凡不知从哪折了根树桩子，他肩头染血，却半步不退地护在白硕前面。你受伤了。白硕失声，担心到了嗓子眼。没事。慕凡唇角紧抿，我引开他们，小白，你找机会逃走。慕凡冷喝一声，挥着木棒朝群狼而去。白硕一愣，仿佛没想到慕凡竟会来救他。慕兄。白硕来不及阻止，慕凡已经和群狼缠斗到一块。他虽是个少年，但格外悍勇，硬生生护在白硕面前，半步不退。狼群在他身上撕咬，不过片刻，他浑身是伤。那武德驴在慕凡挡住群狼的一瞬就要逃走，却被白硕死死拉住了尾巴。尽管慕凡为白硕争得了机会，他却并没有逃走，只是满眼焦急地望着慕凡，执着地抓着驴尾。武德驴简直要哭了，这女人有神经吗？有命不逃，在这圣母。小白，走啊！慕凡一棒挥开头狼，肩上又被咬了个窟窿，鲜血淋漓。我不走。白硕双眼通红，略带哭腔，要走我们一起走。驴，要死你们一起死，别带上我呀，蠢女人！武德驴大声叫唤，急得只差没说人话了。可白硕眼缝都不朝他瞥一个，满心满眼只望着慕凡。人力有时尽，少年狼虽然英勇，终究敌不过悍勇群狼。慕凡的木桩被头狼咬成两半，头狼前腿一蹬，把他扫落在地。慕凡重重滚到白硕面前，几乎成了个血人。慕兄！白硕尖叫一声，扶住慕凡。武德驴抓住机会，拔腿就逃，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他回过头，驴眼里露出了难以言喻的绝望。死女人，你有病吗？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驴尾巴竟被白硕用衣带系在了腰上。他这么一奔，白硕正抱着慕凡，两人人类的体重牢牢压制了他奔向自由的方向。小白，快走，别管我！慕凡奄奄一息，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不行，我不会丢下你的。白硕将慕凡护在身前，恶狠狠盯着靠近的狼群。畜生，有本事你们来啊！狼群长啸一声，朝两人一驴撕咬而来。白硕眼中几乎被群狼的利爪印满，惊恐到极致，却不闪不躲，视死如归，豪迈无比。慕凡沉默地望着护在自己身前的小身板，眼中微动。咻咻咻，破空数声，10来支利箭横空飞来，哀嚎破苍穹。顷刻之间，群狼纷纷中箭，重落在地。谁来得这么及时？莫非是我的祈祷被神仙听见了？白硕一脸虔诚地抬头，然后看到了老熟人那追了他一夜的木啸山土匪们，手持大刀斧头，身负剑篓，比刚才的狼群更凶狠10倍地围住了他们。白硕忽然内心莫名就平静下来，他怕是出门的时候没挑个好时辰，这尼玛也忒倒霉了。大哥，您总算来了。白硕一跃而起，拉着张潮的裤腿，一脸感动。我就知道您还记挂着小弟，您舍生忘死的救我，以后小弟愿留在大哥身边做牛做马，为咱们穆家寨死而后已。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白硕就是那个为了活时刻努力拼搏的干饭人。看着白硕一脸的声泪俱下，张潮扯了扯嘴角，想收回腿，竟没扯开，眉头直抽。就在白硕卖力表演的时候，一道人影突然从张潮身后窜出，毫无预兆地将地上的慕凡提起，狠狠扔到地上，手中大刀分毫不差地架在了慕凡的脖子上。慕兄！白硕瞬间收了声，放开张潮就向慕凡跑来，却被张潮的板斧拦住。我听说昨日京城里有一桩大喜事。吴用一边挟制住慕凡，一边朝白硕望来，眼中带着审视和玩味丞相之子和上将军之女成婚。不过听说那白小姐突然恶疾，卧床不起，这婚事就给耽搁了。被张潮拦住的白硕整个人一僵，垂下了眼，树林中一时静了下来。方才张潮临出寨门前，突然被吴用唤住。大哥，何事？吴用从怀中掏出一物递到张潮面前。我今早又让兄弟们去林子里寻了寻，找到了这个东西。那是一方玉佩，通体温润纯粹，一触便知是真品。玉佩背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白字。张潮神情一动，顿时变了脸色。白家？那小子是围城靠近京城，即便是做土匪，也知道京城附近只有一家贵胄姓白，上将军府。大哥，他只怕是吴用在张潮耳边低语几句，这事闹得挺大，在京城人尽皆知。张潮瞧了深山一眼，难以决断，他既是这种身份，只怕我们不能再动他。大哥你糊涂！吴用压低声音，越是这样，越不能让他离开木啸山，若是让白家知道咱们掳过他，咱们这一寨性命可都完了。你是说？张潮比划手中板斧，露出凶狠的神色。吴用点头，死人才能闭嘴。不过他既是如此贵重的身份，独自一人逃婚，定会带着安身立命的宝贝，
它既落到了咱们手里，咱们也不能白做这个买卖。张朝捏着手中晶莹剔透的玉佩，狠狠一点头，说得对，走。张朝匆匆朝山中而去，他身后的吴用眼中突然泛起一道银色光芒。咱们一座小荒山，想不到还来了一位贵客。白小姐，你说是不是？一枚玉佩被扔到地上，在白硕脚边打转。白硕看着那玉佩，面色一变，将玉佩捏在手里，往后退了几步。小白，你穆凡震惊朝白硕望来，白硕眼中含愧，倔强望向张朝。大当家的，让这位穆兄走，他什么都不知道。张朝还未开口，吴用冷冷一笑，想不到白小姐这般重义气，不愧是出身将门。白小姐放心，我们不过求财，自是不敢得罪上将军府，这位小兄弟能不能活着，全看白小姐了。我身上就这么点值钱的东西，两位当家若是喜欢，尽管拿去就是。白硕举起手中玉佩，很是真诚。小姐说笑了，小姐既能逃婚，怕是做好了逍遥一生的打算。安身立命的宝贝，这么一枚小小的玉佩怕是不顶用吧？白硕未及回答，吴用一个刀背劈在了穆凡身上，穆凡吐出一口血，染满胸前，面如白纸。穆兄，你们到底想怎么样？白硕双眼冒火，泥人上有3分血性，他纵使再贪生怕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别人被自己连累。土匪能求什么？不过是金银财帛，珍稀奇宝。只要白小姐能拿出诚意，让我们当家的满意，我们即刻就放这位小兄弟下山。好，我给你们，你们不就是想要我的宝贝吗？白硕大喊一声，双手紧握。吴用神色一变，手中的大刀不由自主松了松，但是你们要答应我，只要我拿出来，你们就放了他。白硕指向穆凡，绝不能再伤他分毫。好。吴用收回长刀，毫不迟疑，白小姐仗义，我等也绝不食言，定会送这位小兄弟下山治伤。小白穆凡挣扎着起身，又被吴用一刀拦住。别动他！白硕大喝一声，向前2步，把吴用的刀从穆凡身上推开。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就是。白硕一手探进袖中，林中一时静止，连着武德驴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在了白硕身上。咣当！林中一道金芒闪过，众人情不自禁闭上了眼。在睁开眼时，众人望着地上那黄金灿烂的一片，眼都挪不开。白硕脚下满满当当的落着100来片金叶子，堆成了小山。张朝吞了口水，一脸贪婪。就这些？吴用面色古怪，盯着那团金叶子，一时有些发愣。什么就这些？这是我所有的家当，换他一命。白硕昂首护在穆凡身前，看向张朝，大当家的，这些金叶子足够你整个穆家寨吃10年了。他转过头，紧紧盯着吴用，我知道你们不会让我离开穆孝山，但他不是京城人，你们送他回边关，他一定不会把今天的一切说出去。张朝倒是没想到白硕竟早已猜到了自己的打算，眯起了眼，打量着地上的穆凡，眼中很是有些犹疑。大当家是性情中人，白硕已经依诺拿出了大当家想要的东西，只求大当家放我穆兄一条生路。白硕身后，穆凡静静望着白硕，目光有些沉。莫非昨夜他真的看错了，白硕只是个普通的凡人，并不是他唤醒了龙一，龙二也不在他身上。穆孝山那隐藏的山门处，福陵领着众昭和侍卫已经沉默而立许久。众昭双眼发直盯着福陵，仿佛一直在等他的命令。他身边的侍卫终于发现不妥，低低唤了重昭一声：公子，我们可要入山？还不是时候。众昭未回答，开口的是福陵。众侍卫一抬头，只见福陵缓缓转身，眼中是一片妖异的红，额心更浮出一朵花蕊印记。你！众侍卫面色一变，福陵挥手，红色灵光拂过，四周挂在树上的树枝忽然像活了一般，化为尖锐的木刺。妖怪！众侍卫满眼恐惧，缓缓朝后退。妖怪！福陵冷哼一声，转过身，勾了勾嘴角，倒也没有说错。他转身的刹那，悬于半空的木刺横空而起，插入众侍卫胸口。众人惨叫一声，鲜血喷出，福陵掌心接出法印，法印染上鲜血，化成巨大的符咒朝空中飞去。与此同时，山中各处等待消息的众府侍卫处，皆有一道紫光闪过，那紫光划过众人脖颈，众人顷刻毙命，鲜血自喉间喷出，洒向半空。紫光化成数个蒙面紫衣人，掌间结成那相同的法印，染满鲜血飞向空中。就在这时，张朝望着白硕，朗声一喝：好，就依你所言。张朝执掌一寨，自是不能当着一众兄弟出尔反尔，再者他本想留下的就是白硕，而不是穆凡。有了这些金叶子，穆家寨可以从此不做土匪，离开这座山。大哥，吴用想不到一袋金叶子便让张朝做了决定。行了，本当家的说话算话。
来人，送这位小兄弟下山。吴用还要反对，却突然止住声，不发一言，朝后退了一步。一旁的土匪上前一左一右架起木筏，把他朝山下拖。张潮迫不及待上前，一把抓起金叶子朝怀里揣。白硕默默后退，抱住了武德驴，蜷缩在地上，有些可怜的模样。武德驴转过一双大眼，瞪着面前这团玩意儿。如果他能说话，只差问白硕一句：咱们什么仇什么怨？我就吃了你2斤干草，至于吗？你就算要死，也是找个小郎君陪。你拉着我一头驴坐垫背干甚？白硕眨了眨眼，没吭声。木筏垂着眼，奄奄一息，眼见着被拉到了小树林边缘。毫无预兆，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众人惊诧抬头，只见朗朗晴空骤然被一片天幕所笼罩，血红的法印缓缓现于天幕之上，随着那幅皱布满天幕，天空越来越暗。这是什么鬼东西？众土匪面容惊恐，忍不住朝后退。张潮搂金叶子的手也是一顿。吴用面色一变，朝木筏的方向望去，只见木筏抬头望天，皱了皱眉，眼中一片冷沉。白硕怔怔看着这突变，面色古怪，叹息一声，望了武德驴一眼。纵他白硕生了颗七巧玲珑心，也敌不过老天爷的黑心肝啊！破！一声冷喝响彻天际，血红符咒终于爬满整个天幕，咔嚓一声，一道红光闪过，天幕应声而碎。光芒散去，一红衣少女领着10来个紫衣蒙面人，凭空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远处地上还倒着一个昏迷的中招。阿招！白硕面色大变，按捺不住欲上前，又生生忍住，眼中满是焦急。你们！张潮一步踏出，色厉内荏，手中的板斧才刚朝茯苓举起，茯苓一挥手，妖力化成的妖花利剑自掌心飞出，朝一众土匪而去。噗！鲜血洒满地面，张潮看着穿心而过的妖野花朵，掌心金叶子滑落，整个人朝地上倒去，睁着眼咽了气。扑通通！转瞬之间，林中除了白硕倒了个干净，连吴用和木筏也不例外。最后一朵利剑落到白硕眉心，茯苓瞧清白硕的脸，一愣，手微动，利剑化为虚无。武德驴瞧见一地血腥，倒吸一口凉气，头一歪，倒地装死。死去的人喷出的鲜血染满白硕全身，他面色苍白，抱着武德驴的手微微颤抖。不过顷刻，整个树林里只有他和晕倒的中招还活着。茯苓盯着白硕，露出惊讶而轻蔑的笑容，想不到这呆子找的人还真在这儿。白硕不敢说话，瑟缩着蜷缩在武德驴身边。茯苓瞧他那怯懦的样子，轻哼一声，朝中招走去。他身后的紫衣人低声提醒：二公主，正事要紧，我们既已入了这座山，皓月殿之主定已知道了，若再耽误，只怕本座如何做事？何时轮到你多嘴？茯苓冷冷一瞥，紫衣人瞳孔微颤，不敢再言，退后半步。白硕眼见着茯苓走到中招面前，朝中招额心伸出了手。你不是想知道龙儿的下落吗？帮我救他！白硕猛地站起，朝身后喊去，否则你永远别想知道他在哪。林中一时静默，茯苓诧异朝白硕望来，紫衣人四下张望，只觉这凡人只怕是疯得胡言乱语了。但很快，他们听见了一声沉沉的低笑，那低笑带着些许怒意，些许惊讶，但更多是冰冷的玩味。只见被土匪盖住的尸体中，方才已经死去的木筏缓缓起身，他一身血污尽数褪去，净白古袍袭身，宽大的袖袍上挽着流云尊月，黑发散在肩后，少年的轮廓，却有一双格外冰凉的眼。一众紫衣人见那万袖上的云月，面露惊恐，退后数步，抽出长剑。皓月殿之主。茯苓神色一肃，嘲讽一笑，想不到堂堂的皓月殿之主这般能屈能伸，竟化了个凡人在我面前装死。范月对茯苓视若无睹，径直朝白硕的方向走去，停在他3步远的地方，挑了挑眉。演了这么久，连本殿都差点信了。如此狡诈的凡人，本殿还是第一次遇见。白硕抖了抖，哆哆嗦嗦，好说，献丑了。木兄不步，这位殿主怎么称呼？白硕眨巴着眼，忽然瞳孔一缩，眼底飞来一朵妖冶的云箭。小心！白硕大声提醒。范月连动都未动，地上吴用忽然跃起，一棍将云箭劈成2段掉落在地，但他亦被云箭震得倒退数步才稳住身形。殿主！妖光一闪，吴用化成藏山模样，护在范月身前。范月转身，冷冷看向茯苓。白硕见两方对峙，轻巧摸到晕倒的中招身旁，探了探他的鼻息。谢天谢地，还活着！白硕差点感动哭了。斩山棍！茯苓朝藏山轻哼，皓月殿的护法不过如此。斩你足矣！藏山怒喝，棍上瞬间附上一层寒冰。范月，你既敢出极北之地，今日这木啸山就是你的死期。
茯苓掌中云火弓拉至满月，三箭齐发，朝范月而去。云火箭，主子当心！藏山大喝一声，一棍挡在最前，一道人影比他更快，范月瞬间跃至藏山身前，掌心画出一层浑圆寒冰，挡住三支箭势。范月虽然受伤，然茯苓只比他腰力强上一重，他全力相抗之下，两人一时僵持。只见那相撞的腰光越来越大，直冲天际。没人瞧见，白硕轻手轻脚拖着中招，缓缓朝一旁的武德驴挪去。别发现我，别发现我，别发现我！白硕心里头默念，额上沁出薄薄冷汗。就在这时，晴朗天空万丈霞光骤生，无数道仙力自九重天宫涌出，朝木啸山的方向而来。不好，以500生灵祭阵，到底还是惊动了仙界，绝不能让仙界抓到冷泉宫的把柄。茯苓面色一变，文竹结阵。茯苓身后的紫衣人大喝一声，领着紫衣侍卫骤然跃起，10来道妖力注入云火箭中，瞬间3支云火箭妖力大涨，咔嚓一声，范月身前的寒冰照寸寸裂开。店主藏山一棍扫出，却被茯苓一手扫开，口吐鲜血倒地。白硕拉着中招，气喘吁吁挪到武德驴身旁，听见藏山惊呼，身子顿了顿。没听见，没听见。白硕咬了咬唇，一把将中招扛到身上。武德驴一个机灵爬起来，狠狠瞪着白硕，一个响蹄就准备把中招弄下来。白硕眼疾手快，揪住他耳朵，也不知低语了什么。武德驴瞬间样了，屁都不敢放一个，耸拉着头直喘气。另一头空地上，茯苓冷冷望了藏山一眼，轻哼一声，不自量力。茯苓将云火弓抛至半空，他腾空而起，双手结印，与众紫衣人妖力相融，3支云火箭合在一起，朝范月额心而去。一声闷哼在身后响起，本来已经跨上武德驴的白硕脚一顿，还是回转了头。只见不远处，范月一口鲜血吐出，面色惨白，护在他身前的寒冰罩一寸寸裂开。就在那云火箭即将射穿寒冰罩的一瞬，白硕心中猛地一颤，突然想起怀中那东西，一把从怀里拿出猪牌，从中招腰间抽出匕首，在自己掌心猛地划下。掌心鲜血溅落在木猪牌上，猪牌霎时灵光大作，眼见那云火箭刺破冰罩，即将戳中范月额头，白硕呼吸一滞，去吧，龙翼珠！白硕用尽全身力气，把猪牌朝云火箭的方向扔去。轰然巨响，万丈光芒闪过，白硕再顾不得其他，一脚蹬在武德驴屁股上，朝林外狂奔而去。武德驴在林中狂奔，身后一声巨响，白硕趁隙回了个头，张大了嘴。只见方才还只手心大小的木猪牌膨胀到半个房屋那么大，背上生出一对较小的黄金翅膀，朝云火箭飞去，两道光芒相撞，灼热耀眼，白硕被刺得别过头。武德驴四蹄奔跑如云，离林中越来越远，白硕抱住差点摔下去的中招，在无心管身后之事。林中木牌猪张大嘴，一口吞掉云火箭，茯苓吐出一口血，震惊望着突然出现的灵兽。长着翅膀的猪，这是什么鬼东西？范月身边竟然有即将进入半神的灵兽，难怪他一个上品妖君能让皓月殿在极北之地日渐壮大。木牌猪扑腾着小翅膀落在范月身前，狠狠瞪着茯苓。范月瞥了一眼身前嚣张的木牌猪，朝白硕逃走的方向望了一眼。木牌猪金翅上妖光如电般直闪，茯苓神色阴晴不定，还欲在拉云火弓，忽云层上仙力涌动。二公主，仙族到了，公主闭关前交代过，妖皇之位尘埃落定前，冷泉宫绝不能让仙族抓住把柄。文竹急急低声提醒茯苓。茯苓愤愤扫向范月，范月，下次你不会这么好运，待公主出关，必踏平你皓月殿，是吗？那本殿就在极北之地等着他。范月淡淡开口。走！茯苓冷喝一声，妖光一闪，领着众紫衣蒙面使消失在原地。茯苓一消失，龇牙咧嘴神奇无比的木牌猪顿时咽了气，扑通一声化为巴掌大小，咕噜噜瘫倒在地上。范月低头挑眉，怎么不逞威风了？木牌猪舌头一摊，小木头，老子救了你，你不谢谢老子？我靠，老子真倒霉，睡了这么久，怎么一醒就见这么丑的人？刚才那使小火箭的花妖是谁？不重要。范月抬步朝林外的方向走去。木牌猪还在喘气，突然双腿一蹬蹦起来，拦在范月身前，昂头望他，瞪大眼。不对，老子怎么醒了？你身上那点妖力唤不醒我呀？范月望向白硕的消失的方向，挑了挑眉，真巧，我也想知道。范月步履未停，对了，你有个新名字。猪眨巴眨巴眼，什么？龙翼猪。猪无语，茫然的眼中是斗大的震惊。谁敢叫他子涵爷猪？谁
谁？难道你不是？范月问，有些好奇，声音不大，侮辱性极强。子涵伸出自己肉嘟嘟的木猪爪，大耳朵垂了下去。是，那个人回来前，他只能做一头猪。当年他狂哭着冲进摘星阁时，上古真神连个正面都没给他，一袖子把他扫下了神界，从此他堂堂龙族始祖，变成了一只会飞的木猪。其实做猪也挺好的，别自卑。范月瞧木猪烟头搭脑的模样，手一卷，将木牌猪扔进袖子里，手再一挥，一旁倒在地上的藏山消失，而他身形一动，也消失在原地。片息后，无数道仙光闪过，一蓝袍仙君领着金光闪闪的仙浆落于林中，为首仙君面容温润，观之令人心仪。林中遍地凡人尸体，整个木啸山血气冲天，为首仙君眉头微皱。好强的妖气！来人正是大泽山第3代首徒青衣，他虽堪堪千岁，但出自名山大泽，早已位列上君，又和当年的缘起神君有师徒之意，是以乃近年来仙族年轻一辈的翘楚。今日碰巧他替师上天宫为昆仑老祖祝寿，刚至天门便感人间妖气冲天，这才领兵前来。一仙将现身回禀，君上，整座山上没有发现一个妖族，跑得倒快。青衣沉声，妖族竟敢闯入人界，弑杀无辜，坏3界铁律，速将此事禀告金曜仙座。是。其他人随本君去追。是。山下武德驴一路狂奔，丝毫不敢歇息，直到月色降临，他四蹄一蹬，停在了一处河边，直翻白眼喘气。白硕从驴上奔下，趴在树下狂吐，吐完了才小心翼翼把中招放下来，靠在树边。你这呆子，没事跑出来瞎掺和什么？这外头是这么好闯荡的。白硕靠在树上，一派老气横秋，对月叹气。哎，怎么碰上的全是妖怪？老天爷，神仙在哪儿啊？你这凡人倒是有趣，妖怪得罪你了。清冷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白硕瞬间抬头，见范月懒懒倚在树上，月色下红衣猎猎，单腿微曲，也望着那一轮明月。妈呀！白硕一个机灵蹦起，指着范月，你！白硕回过神来，忙收回手指头，面带喜悦，一片赤诚。木兄，你逃出来了，太好了。不远处正在饮水的武德驴一见范月，四蹄一软，眼睛一闭，又开始装死。范月一个斜眼朝白硕扫来，声音冷冷，别装了。白硕悻悻闭嘴。一道风扫过，范月落在地上，白硕风驰电掣朝后躲，范月却不紧不慢朝树下的中招走去。白硕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连忙停下大喊，我们之间的事和旁人无关，你想干什么？冲我来。范月脚步一顿，转身懒懒问，本殿是妖不是人，你是何时知道的？这白硕挠挠头，古怪看着范月，你真想知道？范月眼一冷，白硕哆嗦，这可怪不得我，还不是你自己破绽太多了。破绽何在？白硕瞅了范月2下，很是有些不解的眨眨眼。范店主，你们妖怪对我们凡人的脑子，白硕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是不是有什么误解？范月皱眉，白硕又抖了2下，嘴上却不停。我们虽说是凡人，可也不是傻子。您真觉得我这么大半夜的不明不白倒在森林里，一觉醒来看到个如花似玉的小郎君给我递2个野果子，就他说什么都信了？白硕嘟囔，画本子都不敢这么演。范月脸色微青，白硕一把掀开衣领，露出后颈，您要是想骗人，首先得让您那位仆人下手轻些啊，我这脖子上手刀印还在呢。白硕撇撇嘴，还有那些突然出现的狼群和土匪，咱们藏了1夜都没找着咱们，怎么就那么巧，咱们刚出山洞就都来了。白硕越说越兴奋，完全忘了面前是什么人，一手拍在范月肩膀上，大哥呀，苦肉计什么的，8岁我就不在我爹面前使了，不顶用。冰冷的目光扫来，白硕终于后知后觉瞧见范月面沉如水的脸，脸皮一抖，尴尬的嘿嘿2声，收回手直搓，是你非要问我的我。白硕话到一半，突然说不出半句话来，只见他脖子上被一道银血冰圈所束住，勒得他喘不过气来。范月冷冷看着他，还敢在本殿面前巧言令色，说你到底是谁？仙还是妖？白硕用力抓住冰圈，面色涨得通红，凡人。范月根本不信，毫不手软，手心微动，冰圈将白硕束得更紧。区凡人如何得知龙1和龙2？白硕眼底渐渐失去神采，悬在空中的双脚使劲蹬，气若游丝。龙1，猪是你告诉我的。范月目光微闪，甩手，冰圈消失，白硕跌倒在地，使劲咳嗽，他劫后余生，眼中惊惧反而散去，他猛地站起，冲到范月面前。昨夜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你们说的话了。白硕再不废话半句，我听见你说我能唤醒龙1，
身上还有龙二的气息，你身上我唯一碰过的东西只有那个木猪牌，所以今天那女妖怪要杀你，我才用我的血试一试。我真的不知道龙一龙二是什么鬼东西，我要是对你有歹心，又何必救你？白硕双眼通红，双拳握紧，我是骗了你，可你不也骗了我？你要真咽不下这口气，杀了我就是。反正你捏死我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但他和你无冤无仇，什么都没看见。白硕指着树下的中招，做妖也要讲信义。放了他，就当你还我一条命。白硕一口气吼完，瞪着范月。范月静默半晌，突然开口，你画本子看多了。白硕一愣，谁告诉你妖就有信义了？你白硕无语，还想再言。范月反手一道妖光劈在白硕脖颈上。我去，又来。一阵晕眩感袭来，白硕缓缓闭上眼，朝地上倒去。范月冷漠的脸印在他不甘的瞳中，不知为何，白硕心底竟有些委屈。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范月伸出了手。瞅瞅啊，臭妖怪，我可是用自己的血救了你，好歹你留我一条命啊！白硕掌心被白纱缠着，鲜红的血迹若隐若现，也不知范月是瞧见了还是没瞧见，但总算白硕头落地的那一瞬，一道妖光扫过，将他轻轻接住，又轻轻环着他，将他放在中招身边靠下。你明明一眼就瞧出来了，他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为何还要作弄他？龙一珠从袖中飞出，在空中翘了个二郎腿问。范月却不回他，只问为什么他的血能唤醒你？天才地宝生于天地，你的妖力来于天地，这人自然也是降于天地了。世间有些人的血脉天赋异禀，是上好的邪引。这丫头虽说是个凡人，又没有半点仙格，但就是这妖巧，她的血恰好与我的魂力契合，能唤醒我。不过龙一珠耸耸肩，抖抖小翅膀，他毕竟是个凡人，唤醒我一次便会损他10载寿数，可惜了，这么好的药中却用不了几次。龙一珠笑眯眯扑腾着翅膀朝白硕飞去，忽然远处蜀道仙力朝此处涌来，范月眉一皱，卷起龙一珠朝天际而去。一呼吸间，青衣率众出现在河边，只见远处一道银光消逝，青衣欲追，身旁仙将惊呼：君上，此处有人。青衣惊讶转头，瞧见了树下昏迷的中招和白硕，青衣连忙上前探查两人伤势，见两人只是伤于表面，松了口气，一道仙力自他掌心浮出，中招和白硕周身伤痕散去，无事了，只是些皮外伤。君上，这两人如何安置？看他二人的穿着，必是富贵人家，应是外出夜游，遇见了妖族，去土地那儿问问他们的身份，将他们送回家去。是，君上。青衣转身，再不耽误，朝银光遁走的方向追去。阳光洒在脸上，有些刺眼，床上的人皱着眉头，仿佛深陷梦魇。梦中，红衣少年掌心妖力化为寒冰追剑，朝他胸口刺来。不要杀我！白硕一声尖叫，挣扎坐起，眼前光景模模糊糊映入眼底，黄鹂木杖，袅袅熏香，正是他活了10几载的地方，白府，他的闺阁疏落院。只不过昨日新婚才办上的大红喜帐已经换成了平日素净的装扮，我怎么回来了？白硕额心一阵绞痛，不由揉着额头，昏迷前发生的一幕幕在眼底闪过。木啸山武德驴龙一珠惨死的土匪，昏迷的中招，还有妖族少年冰冷带着杀意的眼。阿昭！白硕回过神，面色一白，朝床下奔去，却脚下一软，险些跌倒。小姐！桃花恰走进房中，见白硕惊醒，忙奔上前扶起他，随即转头大喊：快去叫夫人，说小姐醒了。桃花，怎么回事？我不是在围城吗？怎么会在家里？白硕脑袋都要爆炸了，孤注一掷离家求仙，先没求到，差点死了不说，眼睛一睁又回来了。小姐桃花支支吾吾，白硕急道：算了，我去问爹。撞鬼了真是。白硕推开桃花就要朝外走，桃花一听撞鬼这话，想起太子妃的叮嘱，死死拦住白硕。小姐，您不能去。桃花，小姐，老爷说了，要是我让您离开这个院子，咱们疏落院的下人一个都不留。桃花一向不忤逆白硕，这回却是铁了心。白硕停住脚，到底都是陪着他长大的人，他自是不忍心连累众人，却也心中焦急。好了，我不去了，你快告诉我，我到底是怎么回来的？还有阿昭呢？他可平安？桃花神情一变，又是一顿支吾。桃花，你倒是说啊！你要是再不说，我可要寻阿西来了。白硕急道：小姐，您和众少爷是被一头驴送回来的。桃花磨不过白硕，只得道了出来。白硕一愣，驴不是人。桃花摇摇头，那日一清早，京城城门一开，您和阿昭少爷在大雾中被一头驴送回了京，
那驴直接来了咱们将军府，拱开了大门，这事儿京城都传遍了。现在京城里说什么的都有，老爷说从今以后不让您踏出府门半步。桃花声音越来越低，白硕捂额，忍不住问：那头驴呢？老爷说那驴救了小姐您，要好好相待，吩咐养在后院草房了。白硕心想这驴还挺聪明的，突然觉得哪里不对，爹只说不准我踏出府门，是没让我去跪祠堂，没让我领鞭子。桃花摇头，不对啊，我惹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连祠堂都不用跪？白硕一脸不信，头有些晕眩。桃花忙扶着他坐回床上，白硕揉着额头，还未开口，一道哀戚的唤声响起。硕儿！白夫人被侍女搀着冲进房里，一把抱住白硕。我的硕儿，你可算是醒了。娘白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白夫人掉眼泪，忙拍着她的背安抚。娘，没事了没事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什么好好的？白夫人抹着眼泪，你这小冤家都昏睡半旬了，娘都要担心死了。白夫人涕泪连连，白硕一愣，看向桃花，却见桃花目光避开，不由心下狐疑。哎呀，娘，您看我生龙活虎的。白硕忙蹦起来跳了2下，可以打死一头牛呢。你呀！白夫人一脸无奈，拉回幼女，在白硕额头上一点，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娘，对不起，我又闯祸了。白硕低下头，很是愧疚。我给您和爹爹还有阿西丢人了。白夫人眼眶一红，把白硕拢在怀里，娘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你不想嫁就不嫁了。真的？白硕眼中惊喜，他一心修仙，全然没有成亲嫁人的打算。众相同意了。白夫人神情一顿，心不在焉，点点头。你心性顽劣，如何能为相府之喜？由你父亲亲自说相，众相已经同意了。白硕长舒口气，在白夫人怀里蹭了蹭，娘，你真好。白夫人低头看着幼女，眼中悲哀一闪而过，却终是忍住，再没多言。直到白硕沉沉睡去，白夫人才从疏落院走出。院外，白将军早已等候多时，数日光景，却是两鬓微白，苍老了数岁。白夫人红了眼眶，一个踉跄，被白将军扶住。老爷。白将军只叹息一声，不愿多言，扶着白夫人离开。夜至，白硕一直未醒，桃花挑着夜灯入内，将夜灯放在桌上，为白硕盖好被子，却被一只手抓住。他尚来不及惊呼，便瞧见了白硕黑漆漆的眼。小姐。白硕比了个虚的手势，压低声音，正宠看向桃花。桃花，府里究竟出什么事了？桃花手一颤，闭过眼。小姐您说什么呢？咱们府里能出什么事啊？桃花，咱们一起长大，你知道小姐我不是个蠢人，你瞒了我今日，总瞒不过我一辈子。我的婚事是陛下所赐，怎么可能说断便断？白硕声音干涩，眼眶微红。爹和阿西是不是受我牵连，出事了？不是老爷和大小姐，是众少爷。桃花心中一急，脱口而出，反应过来，满脸惊恐，跪倒在地，捂住了嘴。阿昭，他出什么事了？白硕脸色大变，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捏住桃花肩膀。桃花望着白硕焦急的眼，终是忍不住哭出了声。小姐，众家出事了。白硕愣住，桃花带着啜泣的声音响起。您和阿昭少爷被送回来的第2日，相府就被陛下抄家了。白硕不敢置信的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可能？众伯伯一向清廉持重，陛下为何要抄了相府？豢养私兵。桃花垂手，低低回出几个字：陛下判了众家满门抄斩，明日行刑。白硕全身一软，瘫倒在地。他骤然爬起身，连鞋袜都来不及穿，推开房门朝外跑去。小姐。桃花连忙追出，却不见白硕半点人影。砰！上将军府宗祠的门被撞开，白硕冲进宗祠，果见满是清冷烛火中，白寻一人垂手独立。爹。白寻未应，一言不发。白硕奔上前，跪在白寻面前，声音嘶哑：众伯父不讳，1万私兵藏于围城，证据确凿，无可翻案。白寻叹息的声音响起，拍了拍。硕儿，这些日子爹已经尽力了，你要知道，豢养私兵乃谋逆大罪。白硕瘫倒在地，手足无措。他荣华富贵了10数年，也骄纵任性了10数年，这时候才明白，别说成仙了，光是这人世间的许多事，他便什么都做不了。就算众相有罪，可阿昭他什么都不知道。爹，求求你救救阿昭。来人。听见众昭的名字，白寻眉心微微不忍，却硬着心肠转身高声唤起。将军。宗祠外立时便有侍卫靠近。江小姐禁于宗祠3日，没有我的命令，不得离开。是。爹。白寻转身离去，白硕朝门口奔去，宗祠门重重关上，将他困住。正当白硕犹如困兽之时，角落一声咔嚓，一股风吹进，烛火晃动，
白硕转头，只见一只驴蹄从窗户里探进一脚，灵巧地跳了进来。仍然是那只武德驴，但它的身形明显比原先小了一圈，十分袖珍，才可在戒备森严的将军府来去自如。白硕沉默地望着武德驴，眼底藏着淡淡的戒备。相府被抄，众招困于生死之间，他仿佛一夜间长大了不少。嘿！一道轻佻的声音在宗祠内响起。白硕一惊，四下张望。别看了，是我。武德驴伸出蹄子，在地上点了点。白硕狐疑看向武德驴，武德驴围着他绕圈圈。我瞅你在木啸山耍得挺开的吗？怎么一回京就蔫儿吧唧成这样了？窝里不横啊！武德驴在木啸山被白硕明里暗里坑了个够，逮着机会就损他。白硕抿唇，为什么是你把我带回来？那个他顿了顿，什么皓月殿之主呢？他不是要杀了我吗？武德驴耳朵抖了抖，轻哼一声，他倒是想啊，还不是我赤胆忠义，拼了老命把你和那呆子救了出来。白硕皱眉，明显不信。武德驴打了个响鼻，岔开话题。你还有心思在这想什么皓月殿之主？不管你那个小呆子了，你能救他？白硕一听，神色激动，忍不住上前。对，你是妖怪，你一定能救他，对不对？我可救不了他。武德驴摇头，那花妖在人间惹出这么大的事，如今京城四处都是仙族上军坐镇，以免妖族祸乱皇城，本君受了伤，这时候在天牢救出死刑犯，还没逃出皇城，就会被那些仙族带住剥皮了。白硕眼中现出失望，武德驴的声音又起。不过我虽不能帮你救出那呆子，但能让他在死前让你们见上一面当真。白硕还是不信，你不是受了伤吗？如何进天牢？武德驴轻哼一声，驴尾一甩，一道淡绿色的荧光闪过，然后凭空在白硕面前消失。白硕四下张望，却听见地上有驴蹄扣响的声音。又是一道荧光闪过，武德驴现出身形，不过是藏踪匿迹罢了。你只要坐在我身上，我就能带你进天牢，不过只有1刻钟时间。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龙二驴？白硕静静看着武德驴，终于唤出了他的名字。武德驴半点不意外，驴嘴咧开一笑，露出一排白齿。你怎么知道？龙二就是我。从我离京到进木啸山，唯一遇上的不是人的东西，只有你。白硕叹了口气，你们妖怪是不是都觉得凡人没脑子？别把我和那煞星放一块比。龙二驴打了个寒战，白丫头，咱们从木啸山逃出来的时候，是你用你的血唤醒了那只猪吧？白硕眼底露出一丝警惕。别怕，我不会要你多少血，就这么一瓶驴蹄在地上一点，地上画出一个小瓷瓶来，只要你给我1瓶血，我便帮你去见那呆子。好。白硕捡起瓶子，毫不迟疑点头答应。驴眼中狡黠一闪而过，咧嘴一笑，白硕却突然开口。我很好奇，为什么那个皓月殿之主明明在找你，却认不出你？还有你明明是一头驴，为什么他要叫你龙二？这个吗？龙二驴拖长声音，驴眼一眨，双蹄半曲，马上就要天亮了，你确定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白硕一愣，再不多说，爬上龙二驴的背，去天牢。驴尾一扫，荧光一闪，一人一驴消失在宗祠中。吱呀声响，窗户被推开，又被轻轻合上。嘿，小木头，刚刚那丫头是不是暗戳戳在嘲笑你？院中树上，红衣少年斜斜靠着，龙一珠扑腾着小翅膀，嘿嘿问。范月扫了龙一珠一眼，面无表情。灵光一闪，一人一株出现长安道上，不远不近跟着那驴蹄声。旁人看不见的蠢驴，在范月眼中毫无遮挡。你怎么瞧出那蠢驴真身的？连我都没发现。范月懒洋洋的，一点气力都不想浪费在这头猪身上。不远处，更鼓突然敲响，蠢驴害了一跳，驴蹄一软，白硕差点从驴背上摔下，手忙脚乱，紧紧抱住驴脖子，生怕小命休矣。瞧他那惜命无比的模样，范月突然勾了勾嘴角。你有见过比这女人更怕死的人吗？范月突然开口，没前没后。龙一珠眨了眨眼，眼神懵懂。怕死成这样，逃命的时候他都没忘记那条驴。范月笑得玩味，要不是我突然打晕了他，他又被大泽山的道士送回了京城，那个叫中招的凡人又身陷囹圄，你以为这只蠢驴能拿捏住他？龙一珠想想也是，他老龙活了10几万年，上一回瞧见这么难缠的小姑娘，还是上古真神小时候。龙一撇撇嘴，轻哼。他的血就那么点，老子都不舍得用，那蠢驴还真敢想挨。小木头，我们跟着这蠢驴做什么？把这药罐子和蠢驴带回极北之地啊！哎呦！龙一珠正叨叨絮絮，猛不丁撞在范月背上，只见拐角不远处便是天牢，前面那一人一驴也停了下来。龙二驴突然朝这处望来，灵光一闪，范月消失在原地。龙二驴回过头，什么都没瞧见，
他眼底有些疑惑，却也无心顾及了。报警了。白硕还没回过神，他四蹄一跃跳入天牢中，不见踪影。天牢门入口处，龙二驴朝牢房深处吹出一口气，看守的侍卫和囚犯软软倒下，陷入沉睡。驴尾一甩，一人一驴现出身形，龙二驴屈腿，白硕跳到地上。那呆子就关在里面，去吧。长长的通道，森寒彻骨，白硕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转身朝囚牢深处跑去。白丫头，你只有半炷香时间，别忘了。龙二驴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灯火幽暗，忽明忽灭，牢笼中的人或骨瘦嶙峋，或断腿折手，景况凄惨。白硕越走越快，忽然在一处牢房前停住，这是整座天牢里唯一被打开大门的牢房。中招满身是血，发丝散落，晕倒在草席上。不过半月光景，光鲜富贵的相府公子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阿昭！白硕何曾见过这样的中招，他失声惊呼，奔入牢中，扶起地上的中招。阿昭，你怎么样了？中招缓缓睁开眼，染满血的瞳中模糊地映出白硕的脸，他悲惨一笑，咳出一口血来。我又做梦了，做梦就能看见阿硕你了。阿昭，是我是阿硕，你别吓我。白硕声音颤抖，心揪成一团。中招烧得迷迷糊糊，根本认不清人，只当自己仍在梦中。真好，你没嫁给我，阿硕你要好好的。中招咳嗽不断，连连呕血，白硕雪白的衣衫被染红，却毫无办法。昏迷中的中招突然像是入了魔障，他猛地推开白硕，双手捶打在地，望着皇城的方向。不，我爹是清白的，他一生为国为民，绝不会谋逆。阿昭，你们冤枉他，冤枉他，我不认罪，不认罪。中招一声大吼，头撞在墙上，满头是血晕去。阿昭！白硕接住中招，却无法再唤醒他。白硕望着怀中一起长大的少年，在这天牢深处无助而颤抖的啜泣。时候到了，我们该走了。龙二驴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白硕还没回过神，便被一股力量卷着朝牢房外飞去。转瞬，他出现在天牢外，武德驴双蹄微曲，待白硕一落在他背上，他便朝向府狂奔而去。白硕紧紧抱着吕景，头一次，他脑子里忘记了修仙，只剩下中招疯狂的面容。龙二驴轻巧地落在将军府中宗祠外，荧光还未消失，宗祠外看守的侍卫瞧不见他们。龙二驴正欲朝宗祠里跳，忽然不远处响起一道声音：老爷，事已至此，您就是再自责，也救不了仲家。娘！白硕猛地揪住龙二驴的耳朵，从驴身上跳下。龙二驴生怕惹出动静，驴尾朝白硕一甩，替他遮住踪迹。宗祠外不远处园中，一棵老桃树下，白寻一脸疲态，白夫人立在他身后，满眼含忧，瞳中带泪。这树下藏了3坛酒，是当年阿硕和阿西出生，我和仲相亲手埋的。我们约定等2个孩子成亲的时候。白寻叹了口气，声音嘶哑，他怎能如此糊涂？连累一家满门。仲招那孩子心地良善，若非为了硕儿，何至于此？藏在不远处的白硕心底一颤，不自觉朝树下的2人靠近了些许。老爷！白夫人声音一尖，拉住白将军的袖摆，不可以，千万不能让硕儿知道这件事。白夫人一声柔弱，从未有过这般强硬坚持的时候。知道什么？到底爹娘有什么事瞒着他？白硕心底冰凉一片，扶在墙上的手忍不住颤抖起来。硕儿和仲招青梅竹马，情谊更胜兄妹，仲招又对他一片赤诚。若是硕儿知道是因他悔婚，仲招为了寻他私自调动了相府在围城的私兵，这才被陛下察觉仲府豢养私兵之事，斩了仲家满门，他一定受不了。白夫人忍不住啜泣出声，反复叮嘱白寻：老爷，咱们不能让硕儿知道，不然他以后可怎么办？白寻拢住白夫人，长叹一声，叹息中满是无奈。园外，白硕脸色惨白，全身颤抖，仲招满脸是血，癫狂无比的面容在他面前反复交错，若不是靠着墙，他只怕早已站不稳。一道光闪过，白硕被驴尾勾住，朝宗祠中而去。扑通一声，宗祠里驴尾一个起落，白硕没站稳，跌倒在地。他双眼呆滞，脸色惨白的可怕。喂，小白！龙二驴声音突然变得清脆稚嫩，他回过神，立马咳嗽一声，恢复了原有的老气横秋。白丫头！白硕仍在呆滞地坐在地上，双眼无神。龙二驴回头望了一眼窗外，有些焦急。若是不尽早唤醒魂力，他一定会被那死冰块找到，到时候他就要变成一块真正的木头了。龙二驴心头有些急，打了个响鼻，伸出蹄子，正准备用武力叫醒白硕，却见白硕突然抬头：帮我救他，我就把我的命给你。龙二驴一怔，驴眼里难掩愕然，随后是心虚。我靠！
被发现了？怎么会？白丫头，你说什么呢？我不过就是取你一瓶血，什么命不命的？你若是只要我一瓶血，何必冒这么多风险？只要把我迷晕，取了就是。妖族性格乖戾，睚眦必报。我在木啸山这么坑你，你还在我面前虚与委蛇，都这么大个圈子，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白硕的声音有些轻，却很笃定。我曾在一本书上看过，妖族修炼不比仙族，最常见的修炼方法是取人精血，可也要遵守一定规则。我猜我的血你要用，只有我心甘情愿献于你才可以，对不对？无论仙妖，其实皆可取人精血助己修炼，若一旦违背被取之人的意志，强行取人精血修炼，便会沦为妖邪一途。当年在皇陵被天启诛杀的九头蛇便是如此，龙二驴做梦都想唤醒自己的魂力，但他只能哄骗白硕甘心奉血，否则他从此就只能成为靠取生灵之力修炼的妖邪。龙二驴古怪地看着白硕，好一会儿，实在没忍住问：白丫头，你当真只是个凡人？如假包换？区区凡人如何能知道这么多？白硕突然就叹了口气，走到窗边，望向夜空中高悬的月亮，谁也不知道他望着月亮在想些什么。我这辈子的宏愿就是做神仙，从8岁开始，我就读尽了世间的神鬼志异之书。我知道那些书都是写来骗人的，可既然有人流传，里头总有1-2分是真的吧？我知道的这些都是从这些书上看来的。白硕还真没骗人，中招这些年为他重金搜罗天下志异，还真有不少出自修真道士之手。书中内容于旁人而言过于荒诞，但白硕却知道里头很多事未必是假。做神仙有什么好？龙二驴嗤之以鼻，穷讲究，假道德，哪有做妖畅快？不重要了。白硕眼底不知是遗憾还是释然，回转头，没时间了，只要你帮我救出阿昭，我就甘心奉血给你，一命换一命。谎言已经被戳破，若白硕不愿意奉血，龙二驴还当真一点法子都没有。要是不能唤醒魂力，他迟早会被范月找到，与其从此做一块死沉沉的木头，还不如搏一搏。银光一闪，龙二驴原地消失，一个绿衣少年出现在白硕面前。说是少年，其实只是个半大的孩子，他头上插着根木簪，裹的绿袍像个布袋，到处打着补丁，眼黑漆漆的，灵动又狡黠。好，我答应你，替你去救那呆子。少年还没变声，甚至有些孩童的稚嫩，不过你可要说话算话，不能骗我。龙二朝白硕伸出手，白硕瞧着面前的小小少年，在他手心一拍，一言为定。龙二掌心一动，一件灰色的袍子抖落开，像极了他那一身驴皮的颜色。这是我从妖界来到人间的时候，在木啸山得到了一件地宝万象袍，它能随意幻化形态，也能隐藏人原本的气息。你穿着它，心里想着什么就能变成什么。献祭会有妖力波动，引来仙族，只有皇城后山的皇陵能压住妖气。我去帮你救中招，我们在皇陵会合。皇陵？白硕一愣，仍是点点头，接过万象袍，好。龙二转身轻巧跃出窗外，趁着夜色朝天牢而去。白硕朝宗祠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然后披上万象袍，头也不回地推门离开。将军府中戒备森严，白硕一路格外小心，每快被发现时总能险象环生。片刻后，他沿着狗洞爬出将军府高墙，朝城外跑去。龙翼如法炮制，在天牢入口处吹出迷烟，悄悄摸到中招的牢房。中招满脸血污躺在地上，他推了推中招，中招毫无反应，露出半张脸龙一少年心性，扁着嘴切了声。到底是个凡人，白聪明了，还不是为了个小白脸命都不要了。龙一抓起中招，背在身上，身形一动，飞快朝天牢外遁去。片刻后，他身形出现在天牢入口处，见一众侍卫还未苏醒，松了口气，朝最后一道高墙跃去。就在龙一越过高墙的那一瞬，轰！数道仙光乍现，一张巨大的仙网从天而降，朝龙一围拢而来。糟了，被发现了！龙一神色一变，掌心画出一根老拐杖，挥退仙网。一众仙将出现在半空，以手御网，无论龙一如何窜逃，都无法冲出仙网。青衣立在众将身前，瞧见半大孩子般的龙一，面露惊讶，竟只是个树妖。青衣看向皇城四周，心中疑惑，皇城自半月前便妖气冲天，怎会只有这树妖生事？半空中，龙一虽不敌众仙，但并不束手就擒，一根老拐杖耍得贼溜。眼见晨曦将至，皇城百姓就要醒来，青衣上前一步，掌心画出一根拂尘朝龙一敲去。拂尘一棍敲在龙一头上，龙一眼冒金星，双眼一直，连带着昏迷的中招朝地上落去，仙网横空飞来，朝一妖一人照去。京城皇陵外的一块岩石边，白硕正焦急等待，最后一抹夜色消逝，
第一缕光落在岩石尖上，身后突然响起脚步声，白硕惊喜转头。阿昭！看见来人，白硕脸上的惊喜期待凝住，惊惧地朝后退去。一炷香前，天牢外半空，漫天仙往向龙一和众招拢去的那一瞬，寒气陡临，整个世界骤然被凭空出现的一层薄冰凝住，除了一直向下坠落的龙一。一道银光闪过，径直朝龙一而来，他眼中浮现比刚才强烈100倍的惊恐，手中拐杖不甘心地朝那银光反击，却被轻巧击碎。银光落在龙一额头的一瞬，绿袍少年瞬间消失，扑通一声，一个巴掌大的绿木驴落在地上，滴溜溜转了几圈，再没了声息。木驴朝空中飞去，落在一双修长的手中。月色下，红衣少年迎风而立，无趣地把玩着手中的木驴。既然你这么想做一头驴，以后就一直做一头驴好了。木驴不能言也不能动，明明是呆滞的死物，那双无神的大驴眼里却透着无尽的委屈和绝望。范月随手将木驴朝袖中一扔，朝下一挥，被寒冰凝固的中招瞬间消失在半空。而后他再也未看漫天神仙一眼，转身1步千里朝皇城外而去。他身后青衣眼睑微动，一道仙力自掌心画出，终于冲散了寒冰禁制。他一手挥出解开众仙，一手挥出拂尘，阻拦范月离去。留下！拂尘触到范月后背的一瞬，一道庞大的妖力陡然出现在范月身后，仙妖之力相撞，那拂尘瞬间碎成2半，青衣一口鲜血吐出，倒退数步。圆月下，红衣少年微微侧手，眉峰如墨，冷漠而强大青衣被一众仙将7手8脚扶住。君上！君上！仍有仙将欲追，被青衣拦住。回来！青衣脸色苍白，望着范月远去的身影，露出浓浓担忧。回仙界，告知今要仙座，妖界极北之地，皓月殿之主范月已是半神。青衣一言既出，众仙静默。仙族已有数百年无人敬畏半神，如今妖族除了冷泉宫之主，又出了一个半神。将军府，白寻立在大堂，强忍怒火。小姐是何时不在的？侍卫跪了满地，回将军，不知。胡说！这么多人守着他，他还能飞了不成？我们一直守在宗祠外，不敢离开。将军，小姐确实没有从宗祠出去过啊。护卫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眼中都有恐惧不安。白硕那日回京闹得满城风雨，这次又莫名消失于众人看守之中，一众侍卫心底惴惴，想着难道自家小姐当真如外界传闻那般，惹了些脏东西不成？白寻闻言面色一变，突然开口，去后院看看，那日送小姐回来的驴还在不在？侍卫一愣，却不敢耽误，急忙起身离去。是。片刻后，侍卫来报，后院圈养的那头驴莫名失了踪迹。与此同时，众招消失于天牢的消息也悄悄传到了白府。白寻身形一颤，差点倒下，一双手适时地扶住了他。爹！白皙一身素服，放下帷帽，露出一张和白硕已不是很相似的脸。希儿，你怎么回来了？你妹妹她……我都知道了。白皙挥了挥手，都下去。是，殿下。大厅里顿时退了个干净。爹，自从阿硕回来，我一直让东宫的人留意府中和众家的消息。我一知道阿硕不见，就马上赶回来了。莫非你知道他去了啊？不知道。白皙摇摇头，但是我猜他从江府突然消失和众招被人从天牢救出一定有关系。白皙神色镇定，望向堂外，其实自从当年从皇陵被您带回来，我就知道我们留不住他，想不到这一天还是来了。白寻神色一变，心底隐隐有个猜测。希儿，你……白皙轻轻点头，是8岁那年发生的事，我一直都记得。白寻一愣，重重叹了一声。皇陵外，白硕退无可退，直至踩到了悬崖边。你为什么在这儿？范月到了白硕面前，总有种少年未退的腹黑。白兄弟如此聪明，我为什么在这儿？你会不知？店主抬举了。白硕干笑一声，白硕岂敢高攀店主，和店主称兄道弟。范店主，你那龙二真不在我这儿？真的，我保证。我知道。范月朝树干上懒懒一靠，随口道。白硕一愣，还来不及开口，范月掌心一动，巴掌大的木驴咕噜噜在他手心打转。龙二！白硕脱口而出，又慌忙捂住嘴。看来你们也是老相识了呀。范月眼神闪动，白硕却突然神情一变，你捉了龙二？糟了，阿昭！他转头看了一眼高悬的太阳，转身就朝城中的方向跑，却被一道寒冰凭空拦住让开。白硕双眼通红，你这么着急是为了他？范月一挥手，不远处岩石下出现了众招昏迷的身影。阿昭！白硕奔上前，见他周身血污褪去，
满身伤痕消失，心中刚松一口气，又警惕转头，神色复杂。是你救了他？自然不是我，难道会是这头蠢驴？范月不悦皱眉。为什么？白硕磕磕绊绊问。顺手。白硕一愣，只见范月已朝他走来。本店从不欠人人情，尤其是凡人的，我救他一命。那日你在木啸山替本店解围之事，从此一笔勾销，两不相欠。范月停在白硕身前，日光下投下少年锐利的轮廓。白硕仰头望他，不知为何竟有些恍神。多谢。除了道谢，他似乎也找不到别的话来说。妖好像也不是那么坏，那些话本子里果然是骗人的。白硕心里想，既是一笔勾销，两不相欠，那有些事你也不必再记得。白硕还没反应过来，少年突然俯下身，那双修长的手腹在他额头上，一道妖光闪过，白硕缓缓闭上眼，软软朝地上倒去。少年起身，淡淡看了地上的两人一眼，然后毫不迟疑转身离去。阳光下，白硕即将合上的眼底印满少年毫不留恋的背影，不知为何，他竟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他是谁？皓月殿之主。一个妖族，好像只是如此。白硕沉沉闭上眼，天地一片黑暗。白硕再醒过来时，是在一辆马车上，他一身布衣，再无华服，中招沉睡在一旁。马车在白硕醒来之时恰好停住，白硕掀开布帘，马车四周空无一人，连赶车人都不在。不远处官道尽头的凉亭里立着一个人，他怎么会在这儿？白硕心底一惊，忙从马车上跳下。阿西！白硕奔上前，差点跌倒，被白皙稳稳扶住。慢点！白硕瞧见白皙，连日的惊吓惶恐再不遮掩，抱着白皙嚎啕大哭。呜呜阿西，呜呜阿西！好了没事了，别哭了。白皙耐心地抚着白硕的背，直到抽噎声停住。我白硕满眼是泪，看了看马车，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有些事你不必告诉我。父亲寻了个死囚代替阿昭，没有人知道天牢里的不是他。白皙轻声道。那重家？白皙摇摇头，轻叹。正午之时，众家已经被满门抄斩。白硕脸色苍白，咬紧唇角。白皙握住他的手。阿硕，这不是你的错，切莫自责。阿昭无辜，你已经尽力了。白硕手轻颤，点点头，又摇摇头。阿昭不能再留在京城，以后也隐姓埋名。你若是想跟我回去，我和爹爹自会有办法将今日之事。不！白硕打断白皙，看了马车一眼。阿昭什么都没有了，我怕他做傻事，我想陪着他，直到他能放下重家的事。白皙神色一暗，白硕反过来握住白皙的手。好了，阿西，你知道我的，我本来就不喜欢做什么千金小姐、江门虎女，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逍遥自在的活神仙。白皙无奈看着嬉皮笑脸的白硕，在他额头上敲了敲。你呀，你是太子妃，不能离开东宫太久，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回去吧，等我做了神仙，我便回来看你好不好？白硕笑着道。白皙眼眶微红，终是点点头。好，我等咱们家的小神仙回来看我。外头不比在家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或是不想做那什么劳什子神仙了，就回家，好吗？白硕眼眶通红，狠狠一点头。好。他放开白皙的手，转身离去，行了几步，骤然回转身朝白皙跑来。姐！白硕重重抱住白皙，这是他们长到18岁，白硕第一次叫白皙姐姐。爹娘，就交给你了，保重。白硕骤然撒手，转身而去，再未回头。阿白皙伸出手，只来得及触到他衣衫的一角。马车消失在官道尽头，白寻悄然出现，陪在白皙身旁，望着白硕遥遥离去。仲昭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他什么都没有问过白硕，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他整日的不说话，除了吃饭喝水，就是蜷缩在马车里，像一个无知无觉的人。白硕驾着马车一路向东，带他看尽沿途风景，给他说戏本，讲笑话逗他。他白天不敢远离，夜晚更不敢沉睡，唯恐一个不小心弄丢了浑浑噩噩的仲昭。就这么1个月过去了，白硕不敢停留，餐风露宿。冬日将至，沿途风沙愈大，他光滑的手因为驾车一道道皲裂，脸上被风沙镌刻的黝黑而粗糙，可他眼中的光却从未熄灭。他相信总有一天仲昭会愿意和他说话，也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到东海尽头，找到传说中的仙山。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们行到大境东边最后一座城时，已是年末。那一夜焰火腾空，举城同庆，听着满城的人都在颂天子恩德，白硕这才想起来，这一日是天子寿辰。他慌乱地想驾着马车远离热闹的城池，却被汹涌的人群挤在漫天焰火之下时，一双手替他握住了缰绳。
仲昭不知何时醒了过来，他温和地看着白硕，笑了笑。白硕瞬间盈满眼泪，喉咙里却偏偏一个字都说不出。我们去哪儿啊，阿硕？仲昭温暖如初的声音响起。做神仙。白硕哽咽着，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问。好不好？好。仲昭拍拍他的头，稳稳地驾着马车，穿过漫天焰火，朝东方而去。也是这一夜，妖界极北之地，皓月殿。清冷的殿宇里，范月对月独酌，案前那小木驴被随意丢着，倒在熏满香的火炉旁。一只酒杯砰一声掉在岸上，龙翼珠扑腾着翅膀，醉眼朦胧爬上案桌，一头靠在香炉上，一脚舒舒服服踩在木驴上。小木头龙翼珠打了个酒嗝，咱们这都回来多久了？这头驴你怎么还不吃啊？冬月凉凉，殿内无风，龙翼珠脚下的小木驴却抖了起来，那双圆溜溜的驴眼里满是惊恐，被龙翼珠一眼瞥来，抖成了筛子，却不敢挪动分毫。龙翼珠轻咦一声，难以置信看向范月，酒都醒了大半。我去，不吃也就算了，你还让他拥有了魂力，小木头，你脑袋秀逗了。他突然大耳朵一竖，莫名疑问，你该不是因为那个丫头吧？范月冷冷一眼扫来，龙翼珠忙正襟危坐，咳嗽一声，有些严肃，小木头，你可别忘了，你的本体是上古菩提木，若是你聚不齐分散在三界的灵木，当你体内的智火燃烧到心脉的时候，你就会化为飞灰，神佛难救哦。范月眉心一皱，手心酒一饮而尽，万袖落下，露出胸口若隐若现的7颗星芒，其中首位星星已经点燃，而剩下的6颗则暗淡无光。这7颗星星交织成7芒图案，仿佛一个星阵，刻在他的胸口上，而最后的一颗正在心脏的位置上。或许是龙翼珠的话勾起了范月的记忆，他眼底瞬间浮过一幕。极北之地，一片冰雪中，红衣少年睁开眼，天地间尽是风雪，入目皆白。他躺在一方7星阵中，7星阵外，饕餮虎视眈眈。当年可是我用沉睡为代价把你从饕餮手中救回来的。龙翼珠扑腾着翅膀飞到范月面前，有点小委屈，咱们可是有约定的，我替你找到7颗消散的灵木，你呢，恢复神力和记忆，把我从这头猪里放出来。要不是菩提神木乃万木之祖，而我又恰巧被封印在了一块木头里，本君才不会委身做你的神兽，受你驱使，为你卖命。你可别说话不算话，本殿答应的事从不食言。范月终于开了口，那你怎么不吞了他的力量，还让他唤醒了自己的魂力？我可是提醒过你，你们同属于上古菩提神木，你唤醒了他的魂力，一旦他修炼的比你强大，他也可以吞了你成神。不过说到底，你们谁成神都一样啦，我呀，只要能替我解开封印就成喽。龙翼珠耸耸肩，打了个哈欠，一副很是看得开的模样。范月挑眉，看向龙翼珠，淡淡的目光落在龙二身上，你觉得他可以？龙二驴疯狂眨眼，如果他能动，只怕恨不得把自己化成香炉灰。龙翼珠瞅瞅那没出息的蠢驴，又看看威风八面的皓月殿殿主，十分诚恳地说，难？那你留着他干啥？干饭啊？没什么，太无趣了，好玩。范月起身，赤脚走在如冰的殿上，朝外走去，既是本殿的同脉，留他多活几年又何妨？哎，那个奇怪的丫头，你当真要把她留在人间啊？龙翼珠憋了许多天，还是忍不住问，或许有她在，你能早些找到其他灵。龙翼珠话还没完，范月就消失在殿中。龙翼珠望了一眼委屈巴巴的龙二驴，小猪手托着下巴，朝范月消失的方向叹了口气。一片冰雪中，极北之地深处，天地间仿佛只剩那红衣少年。范月望着近在咫尺的圆月，闭上眼，脑海中是浮现过千百次的画面。漫天桃林，一方星阁，那人一身白裙，半靠在星阁下，手持酒壶，摇摇回转头。一道光在脑海中闪过，范月胸口骤然抽痛，疼得半跪于地。又是这样，只要他开始回忆那神秘星阁中的那双眼睛，他的心就像要被撕裂了一般。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他究竟是谁？而他自己那个蠢猪嘴中的菩提神木又是谁？无论他是谁，他都要活着再见到他。范月骤然睁开眼，眼中燃着熊熊炽火。东海外域，千里之广，古有言，旧时仙迹始于此。辽阔的海域上，海鸟腾跃，鱼龟嬉戏，千岛悬于海面，彩虹自天际落下，其中新一岛，状若玄龟，岛上山峦起伏，竹林环绕，桃花绕于岛四方，最中心一处，枫林似火，数十座殿宇零星落于其中，此岛乃东海第一岛，缥缈。正值春日，桃花盛开，最外围的岛路上铺了厚厚的桃花瓣，芳香扑鼻。4、5个女军白裙袅袅，提着篮子走过，每个篮中盛着4、5个白瓷瓶，瓶中清水荡漾，酒香四溢。你听说了吗？
中招师兄斩了那八爪鱼，要回来了。缥缈岛以排行命名，两眼放光的正是二代弟子尔兰，他压低声音，难掩喜悦。当真？尔离一惊，忍不住道：听说最近有一只修炼100年的八爪鱼为祸沿海，不少百姓焚香祈求咱们缥缈岛斩妖除害，掌门让几位师兄前去除妖，可那八爪鱼凶恶无比，几位师兄都负伤而归，掌门这才让闭关的中招师兄出关前往。中招师兄这才3日便回来了，定是闭关修炼大有所成，说不定已经晋升为仙君了。修仙之人虽多，但并不是所有仙人都能成为仙族，只有踏入仙君之列，才算成为仙界一员，尊称仙族，否则一律以散仙称之。缥缈岛地处东域，虽算不上是仙门大派，却是仙界有名的胜景之处。此派掌门向来心性洒脱，不问世事，缥缈岛偏安一隅，保东海海域平安，倒也受东海子民供奉，岛内安宁和乐。那咱们可要好好为师兄庆祝庆祝。师兄身边有尔云师姐，哪轮得到你献殷勤？再说师兄向来端方清冷，除了师姐，可是谁都不亲近。尔离撇撇嘴，那可不止，你别忘了还有要炉里的那个外门弟子呢，师兄一向对他照顾有加，我可听说他是中招师兄在人间的旧时，还是青梅竹马呢。尔兰哼一声，着实藏不住嫉妒，就凭他也敢缠着中招师兄，痴心妄想。尔离满脸不悦，若不是掌门看中中招师兄，破例让他以外门弟子的身份留在药炉，就凭他那点资质，连踏入咱们缥缈岛都不够格。好了，尔离师姐，何必为了这种废人志气，咱们还是想着如何为师兄庆贺吧。尔兰话音刚落，一蓝一红2道仙光划破天际，直朝枫林中的主殿而去，是师兄和师姐。他们回来了，走，咱们快回去。尔离喜笑颜开，和几位女君化为数道仙光，追上前去。桃林群花中又恢复了宁静，细听下来，还有小小的鼾声在茂密的枝叶中响起。阳光缝隙下，一少年躺在树干上，脸上盖了片大叶子，睡得正香。突然一条硕大的毛毛虫从树顶落下，砸在少女脸上，少年一惊醒，扑通一声朝树下坠去。哎呦！痛呼声响起，却不是清脆娇嫩的，有些苍老。树下一只大龟4脚着地，趴在地上，转头望着龟壳上四仰八叉的少年，臭丫头，还不起来？老人家的腰都快给你折断了。哎呀，您这可比那海边的老岩石都钝，我哪摔得断？少年摘下脸上的树叶，睁开眼，露出一双狡黠灵动的眸子，不是白硕又是谁？他瞧上去比前几年的模样长得更开了些，穿了一身小药童的衣服，梳个小髻，腰上还挎个腰带。他伸了个懒腰，瞅了瞅天际那几道光芒，踢踢老龟的壳，清脆一喊：老黑，走吧，回去喽。老龟慢慢爬着朝更南边而去，远离了中心的主殿。真是倒霉，等了一早上的桃花露水，打了个盹儿，就全被他们给踩走了。白硕随手从路旁摘了根马尾衔在嘴里，嘟囔着发牢骚：还不是你只顾睡觉，资质本就比不上内门弟子，还比他们懒。哎，你这修的什么仙，不如趁早回家算了，少浪费我的仙草和粮食。哎呦，你这老龟，要不是我日日替你寻仙草仙露烧火炼丹，你能长得这么壮壮实实？白硕在龟壳上敲了敲，一副耍赖模样，留着我不亏。再说了，我这几日好像不用再吃东西了，说不定再过几日我就能辟谷成功了。白硕说着嘿嘿一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修了3年仙法还不能辟谷，连最低等的仙兽都不如，也不知道你乐个什么劲。方才他们说中招那小子都已经位列仙君了，丫头，再过上些年，他要是真做了上君，飞升天宫，你可是连见都见不到他喽。老龟一声叹息，怒其不争。白硕仰在龟壳上，晒着太阳，眯着眼望着天空发呆。白硕从小的见神仙，于是他从小到大的执念就是做一个神仙，找到他心心念念要报恩的人。可白硕从没想过，他竟不是个有仙缘的人。当年他和中招离开京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东海。那时候面对茫茫大海，寥寥天地，他才知道一个凡人要做神仙是多么可笑。他和中招出海寻仙岛不下数十次，次次都是九死一生，最后一次连他都要放弃的时候，两个人在绝境之际因缘际会救了与海蛇大战，重伤垂危昏迷在荒岛的缥缈岛上任掌门松鹤道长，这才被带到了缥缈岛。恰逢缥缈岛10年一次的选图仪式，中招天生伶俐，根骨齐家，竟是个不出世的修仙奇才，松鹤将其收为入门弟子。而白硕无论如何试验，半分仙骨仙根都没有，还是在中招的求情和松鹤的特许下，这才破了缥缈岛100年的规矩，特允他一介凡人留在仙岛，但他入不得主殿，只能留在药园里看管药材，做一个小药童。
当年松鹤道长虽活着回了缥缈岛，却重伤难愈，弥留之际将一身仙力传给仲昭，是以不过3年，仲昭便超越那些修炼100年的师兄弟，成了缥缈岛同辈人中的翘楚。他日夜留在后山修炼，就连白硕也极少有机会看到他。他上一次见仲昭，还是半年前重招闭关修炼的那日。那是个满月，药园里静悄悄的，只有草炉里燃着的药鼎透着些许亮光。白硕拖着下巴在药鼎前打盹儿，脚边冬眠着一只老王八。仲昭在打盹的白硕身边坐了很久，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直到晨曦出现，他才起身欲离去，一双手拉住了他的衣角。这时候天刚亮，外头霜气重，冷着呢，再烤会火，等出太阳了再走呗。白硕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没心没肺地笑。仲昭回转头，没有坐下，在白硕头上摸了摸，今日掌门师叔为我开了缥缈禁地，我要入内修炼闭关，来看看你。拉着仲昭衣角的手一顿，白硕喜笑颜开，一双眼亮晶晶，真的，掌门为你开缥缈之地了，太好了，那你快去啊，还来这药园子干嘛，浪费时间。仲昭微微沉默，我这一去怕是要很久，阿硕照顾好自己，在我出关之前就在药炉里好好待着，若是遇到什么事便捏碎它，我会赶回你身边。仲昭从怀中掏出一方竹笛，竹笛上仙力涌动，碧绿精巧，一见便知是仲昭以仙力雕刻而成。在岛上还能有什么危险？你好好闭关，不用担心我。白硕摆摆手，仲昭皱眉，将竹笛递得更近了些。见仲昭坚持，白硕无奈接过竹笛，好啦，我拿着。仲昭蹲下身，与白硕目光齐平，阿硕，等我进为仙君后，一定会找到方法替你打开仙脉，助你修炼成仙，你等等我。白硕神情一顿，随即一转身拨弄着顶下的柴火，摆手，好啦好啦，你只管好好修炼，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天都亮了，去吧去吧。看着药顶下的小小身影，仲昭伸了伸手，想再摸摸他的头，却又忍住。我走了。身后脚步声渐远，没了声音。白硕望着药顶下的火发呆。缥缈岛是很热闹，也很美，可它比以前更孤独。整个岛上，或许在意它存在的除了仲昭，只有这只一直生活在药园子里的大乌龟。白硕摩挲着手中的竹笛，在无人看见的时候，悄悄叹了口气。日头晃眼，白硕被晃回了神。他虽说留在了缥缈岛，可他修不了真正的仙法，既凝不了仙剑，也念不了咒诀，只会一点最简单的纵云术和控火术。这还是他唤醒了药炉里冬眠已久的老龟后，老龟以仙药报恩，他才勉强踏入仙途，习得一点皮毛。不过虽说白硕凝聚不了仙力，但他却是个炼丹的奇才，无论什么药书，他看一眼就能背下。跟着老龟才3年，便能炼出3品仙药。3品仙药虽说不能让白硕成仙，但能让他延年益寿。老龟说，若是他能侥幸炼出1品仙药，或许能让他直接化为仙体，就算不成位列仙君，做个散仙总不成问题。白硕还在发着呆，老乌龟却已经爬到了药园，园中种满了药草，一阵药香扑鼻而来。白硕跑进草庐，从药袋中掏出一根竹罐，把竹罐里的露水倒进了药鼎中，鼎中一道灵光闪过，一颗红色的药丸缓缓升起。白硕睁大眼，紧张地搓着手。片刻后，药丸上的灵光消失，散成粉末，又落回鼎中。又失败了，白硕一脸失望，可怜巴巴坐在药鼎旁，垂下肩一言不发。你以为1品仙药是人间那些烂大街的假药啊？要是这么容易让你一个半仙给炼出来，整个仙界只怕都要轰动了。老龟爬进来，瞅着白硕那模样，朝堂椅上一靠，4脚朝天，舒服地伸展4肢。我早就说过了，炼仙药的用仙力，你天赋过人，善用仙草的药力，借这药鼎炼出3品仙药，已经是极限了。老龟闭上眼开始养神，吃了3品仙药，你活个几百年已经不是问题了，能不能成仙啊，都是命，你也不要太执着了。白硕望着药鼎，一言不发，转头就走。老龟睁眼瞧着他远去，叹息一声。缥缈岛主殿内，仲昭一身门内弟子的蓝袍，立在殿下，他腰间绣着3道流云，乃缥缈岛首席弟子的标志。尔云一身白裙，清丽动人，眉宇间难掩傲气，而他腰间也不过绣了2道流云。掌门松风道长胡须皆白，身着道袍，眉目慈和，一见便知是个良善温厚的长辈。此时他望着殿内最得意的弟子，走下殿来难掩激动。想不到才半年，昭儿就已进为仙君，好啊！松风行到仲昭面前，一脸感慨，若是大哥知道你如此争气，他仙魂有知，也能瞑目了。听见此言，仲昭微微动容，尔云也是眼睛一红。仲昭能有今日，全靠师父和掌门师叔一力扶持。仲昭重重跪下，缥缈待仲昭之恩，仲昭铭记于心。昭儿，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松风连忙扶起仲昭，既感慨又骄傲。昭儿，你是我缥缈岛，咱们缥缈岛总算有自100年来唯一个敬畏仙君的年轻一辈。今年梧桐峰岛仙妖2族的梧桐午宴阁可以参加了。松风面露激动，我这就将此事禀告天宫，神请我派入封岛的资格。二叔，什么是梧桐午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尔云一脸好奇。我派中洛已经许久未曾有敬畏仙君的弟子，你没听过也是自然。此事还要从松风闻言叹息，200年前仙妖2族与魔族一场大战后说起。当年缘起神君以身灭魔，将魔族重新封印于九幽炼狱，仙妖2族自此暂息争斗。我族奉冉陛下飞升神界，将仙族交由金耀仙做掌管。凤凰与当时的妖皇弘毅10余为食，乃至交好友。他们2人担心他们飞升之后，仙妖2族来之不易的和平会难以为继，于是便为2族定下了10年一次梧桐午宴。松风说着，看向仲昭，每隔10年，2族都会在梧桐凤岛举行一次灵力比拼，2族凡入仙君与妖君的年轻一辈皆可参加，获胜的一族便能得到2族交界之处的洞天福地10年控制权，这样便可避免2族因再生争斗生灵涂炭。若仙族获胜，拔得头筹的弟子不仅能得到一把由凤凰亲自铸造的梧桐剑，还能入天宫拜于4位上君名下，成为几位仙座的弟子。松风在仲昭肩上重重一拍，每10年一次的梧桐午宴是仙妖2族的盛事，我派已有100年未有机会参加。昭儿，若你能拔得头筹，为我仙族争光，咱们缥缈岛势必能再入仙族3山6府之列。掌门师叔放心，仲昭一定好好修炼，在梧桐午宴上为我派争光。仲昭沉声开口。好好，松风面露欣慰，摆摆手，此去诛杀8爪鱼怪，你一路奔波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爸。是。仲昭在行义里转身退下，尔云连忙跟上，却被松风唤住。尔云，你留下。二叔，师弟敬畏仙君，我还要给他好好庆贺庆贺呢。你尔云一愣，见仲昭已出殿门，撒娇道：有什么事啊？快说。松风神情一怔，尔云，昭儿是我缥缈岛的希望，当年我答应过你爹要好好栽培他，光要我缥你，莫要耽于儿女私情，误了他的修炼。杀少。二叔你胡说什么？尔云脸色一红，急急分辨，我与师弟哪有什么私情，他入仙界的时间上短，我事事陪在他身边，不过是近同门之意罢了，没有变好。松风脸色稍缓，又道，那个药炉的外门弟子到底是昭儿在人间的旧时，他这些年也很是本分，尽心照顾药园，从未逾越半步，就算是看在昭儿的颜面上，以后莫要再为难他。我哪有？尔云面色一僵，刚要反驳，松风已是一摆手，没有变好。好了，下去罢是。二叔。尔云扁扁嘴，到底心里挂念着仲昭，连忙追了出去。师弟，阿昭师弟。尔云一路追到正殿外，已有不少女弟子围住了重昭，还有不少女弟子满脸激动地看着仲昭。你们都围着阿昭师弟做什么？尔云眉头一皱。师姐，我们听闻阿昭师兄和师姐见尔云出现，尔离尔兰等人纷纷让开。尔离连忙上前讨好道，您斩了那8爪鱼怪，师兄又敬畏仙君，想着今晚为师兄和师姐庆贺，这才和一众师弟们在这儿等着。是啊，师姐，您和师兄一路辛苦，师兄又敬畏仙君，这可是大喜事，咱们得好好庆贺庆贺呀。众弟子高声起哄。见师兄弟事事将自己与仲昭摆在一处，尔云面露笑容，你们倒是有心，也罢，既如此，阿昭师弟，今晚不如。师姐。仲昭温声开口，面露无奈，掌门师叔方才交代过，让我潜心修炼，好生准备梧桐午宴，这庆贺的晚宴还是不必了吧。可是诸位师兄弟们。尔云踟蹰，看向一众期待不已的弟子，目光又落在仲昭紧皱的眉头上，知他喜欢清静，立刻便清了清嗓子道，方才掌门才交代过，师弟要闭关修炼，谁都不能扰了师弟清修。阿昭师弟不日要前往梧桐岛参加梧桐午宴，等师弟拔得头筹，咱们再替他庆贺不迟。仲昭神情一顿，他不是个喜欢张扬的人，但到底没说什么，朝尔云道了声谢，转头离去。仲昭自来便是一副冷冰冰的性子，众人习以为常，反而围住尔云，好奇追问何为梧桐午宴。尔云被众人围住，只得眼睁睁看着仲昭独自离去。仲昭出了主殿范围，立刻化为一道蓝光，朝岛南而去。待他站在药炉外时，恰好看到白硕哼喂吃提着桶在园子里浇水。白硕一身药童打扮，小有些散落，薄汗沁在额头，他一边浇水，一边拨开散落在脸上的发丝，望着药草们没心没肺的笑。我日日尽心的养着你们，你们可要为我好好长大，最好能生出几片一品仙草来，知道了吗？白硕蹲在药草前，胸前挂着竹笛晃荡着，他拨这根，扯那根，低声
仲昭望见那根竹笛，脸上露出一抹笑意，正欲跨进药炉，忽然想起自己要去做的事，又退了回去。罢了，这么久都等了，何必急在一时？只要他今夜做完该做的事，以后就再无顾忌，可以光明正大的守护在阿硕身边，再也不会丢下他。阿硕，等我回来。仲昭轻声开口，留恋地收回目光，随后化为一道流光，朝缥缈岛外飞去。药炉中的白硕仿佛心有所感，他忽然回头望向方才仲昭站的地方，却什么都没瞧见。白硕心里头有些失落，摸了摸药草，不着急不着急，等他见完了掌门就会来看我了，对不对？白硕望向主殿的方向，摸了摸自己胸前挂着的竹笛，心里头是满满的期待。满月悬于半空，即便是人间皇城，在这深夜也安静了下来。仲昭悬于皇宫外，沉沉望着宫内灯火通明的一处，眼中是彻骨的仇恨。如今他已是仙，一个区区的人间帝王，他还有何惧？许久，仲昭终于动了，他掌心画出仙剑，朝皇宫正中心飞去。就在他靠近宫殿的那一瞬，一道极强的仙光突然在整个皇宫上方亮起，那仙光化成一座盘龙大阵，将皇宫牢牢守住。大阵正中的盘龙幻影发出低沉的咆哮，不断警告着仲昭。仲昭面色一变，却未退半分，手中仙力不断涌出，见他不肯退去，阵中盘龙终于不再忍耐，龙身从阵中跃起，一声巨吼朝仲昭飞来。龙尾甩起，绞断仙剑，又重重砸在仲昭胸口。仲昭一口血吐出，在被龙口吞没的瞬间，突然一根火红的妖剑自远处射来，将巨龙逼退，一道身影掠过，接住受伤坠落的仲昭，消失在月色下。巨龙向天际发出一声怒吼，数道仙光自天宫而出，朝人间飞来。缥缈岛药园子里，从傍晚开始，白硕便坐在了门沿边，一边借着草庐里的灯光看药书，一边悄悄望着园子门口。人间皇城外一间破庙里，仲昭脸色苍白，茯苓替他喂下一颗丹药，以灵力注入他体内。片刻后，仲昭面色恢复了红润，清醒过来。妖气！清醒的瞬间，仲昭面色一变，掌心画出仙剑朝身后挥去，可这一剑却被身后之人不费吹灰的拦住，一道清冷的笑声响起。多年不见，仲公子便是如此对待救命恩人的吗？仲昭缓缓转身，看见茯苓，记忆中依稀浮现出一张清秀可怜的脸，面露迟疑。你是？茯苓？他骤然面色一变，掌心仙剑重聚，指向茯苓。你是妖？茯苓却不生气，微微推开剑尖，晃了晃手中精巧的云火剑，挑了挑眉，妖又如何？若不是我这个妖，你早已成了护皇盘龙爪下的一缕幽魂了。仲昭神情一僵，握着仙剑的手青筋交错。茯苓笑了笑，原本我今日到凡间是另有要事，没成想路遇皇城，竟遇到了老朋友。仲公子，想不到区区3年时间，你一介凡人之躯竟能修成仙君，也算是仙界千年难得的造化了。可你身为仙人，难道不知道人间帝皇有神龙相护？别说一个下等仙君，就算是一般的仙族上君，也不敢闯入皇宫。茯苓朝仲昭靠近了些许，美艳的眼底露出些许玩味，低声道：你是想杀了如果我方才没看错人间的皇帝吧？你可是仙族，若是被天宫发现，可是要受天诛的。妖女，滚开！仲昭脸色一变，一掌挥出，沉沉开口：他是人间的帝皇又如何？他丧尽天良，屠尽我满门，我为何不能杀？你不用威胁我，我既敢闯皇宫，一切后果我自能承担。茯苓盯着仲昭，忽然一笑：这是你仙族的事，与我妖族何干？茯苓转身就走，却被仲昭喝住。等等，妖女，当年木啸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不是故意引我去木啸山？他和白硕的记忆都被抹去，他最后记得的便是在木啸山救下茯苓，随后领着众府私兵入木啸山救白硕，在醒来时已经在天牢之中。你不记得了？茯苓神色讶异，随后眸色一深，皱眉：当年是你求我告诉你那个叫白硕的姑娘在何处，我不过是应你所求，好心没好报。仲昭皱眉，半信半疑。茯苓微怒：随你信不信，若是我要害你，当年你还能活下来？今日我又何必救你？仲昭一顿，竟无法反驳。当年茯苓若有心害他，以茯苓的妖力，他一介凡人，确实早就死了。你为何要救我？仲昭面色稍缓，沉声问。茯苓回转头，眼底难得有一抹温色。当年在木啸山，你救过我，今日我救你，就当还你一次今日的事，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仲昭一怔，领手：好，既如此，你我之间再无恩义，先邀有别，下次相见，你对我亦不必再容情。仲昭转身离开，化为一道仙光朝东面而去。他消失的同时，紫衣面具人出现在茯苓身后，语带不解：二公主，
此子不过3年就能修炼成仙君，简直是仙族千年难遇的天才。你今日救了他，他将来必成我妖族大患啊！茯苓望着中招消失的方向，勾唇一笑，你急什么？将来的事可说不准。您的意思是？他眼中又恨有怨，就算成仙，也不过是当年的我。茯苓声音越来越低，望向中招消失的方向，冰冷的笑中难得有一丝温情。几缕仙光落在皇城外，为首的赧然便是青衣。他立在皇城之上，随手一挥，盘龙大阵若隐若现，大阵中心被射破了一角，盘龙浮在阵上，有气无力。青衣掌心微动，仙力涌入阵中，盘龙恢复活力，跃入阵中沉睡。君上，到底是何人胆敢闯入盘龙大阵，刺杀人间帝王？一仙将问。青衣眉心紧皱，并未多言，留下10人守护大阵，其他人随我入天宫。是。数道仙光复又朝天宫而去。9重天宫，仙云缭绕，一轮明月堪堪与银河平齐。九雪殿内，金耀望着青衣掌心断成2截的云火剑，难掩怒意。这个逆女，她闯入盘龙大阵，难道是想破了人间的气运？仙作息怒。冷泉宫茯苓乃金耀仙作之女之事，虽不是心密，但除了几个上仙，知道的并不多。青衣沉声道：此事只怕没有这么简单。何意？夏君在盘龙大阵上不止发现了云火剑的气息，还有一缕仙气与之交缠。金耀倏然起身，你是说有仙族和妖族勾结玉珠紫微星，破人间气运？此事还不能轻下定论，但却有仙族牵涉其中。金耀神色一沉，当年孔雀一族叛乱，以致仙族元气大伤，此事不过200年，我仙族绝不能重蹈覆辙。仙妖2族虽安宁已久，但冷泉宫行事乖戾，离经叛道，若是天宇做了妖皇，只怕仙妖2族难以再维系和平。金耀沉声吩咐，青衣，你秘密查探此事，务必要找到与冷泉宫暗中勾结之人。是，先做。白硕在药园里等到半夜，没等到人，终究记挂中招，没忍住，悄悄去了朝日园。可朝日园里也黑漆漆的，中招亦不在，白硕心中担忧，在廊檐下等了一夜，天近晨曦，才听到脚步声在园门口响起。白硕一抬头，是熟悉的身影。阿昭。白硕迎头撞来，一拳捶在中招肩上，中招一愣，你去哪了？大晚上的不好好休息，累得我等了一夜。我中招的声音有些嘶哑，他藏起眼中的情绪，笑了笑。我去后山练剑了。又去练剑了？你不是才出关吗？白硕不赞同的皱眉，仙法要练，可身体也不能熬坏了。白硕一边嘟囔，一边从药袋里掏出一个小白瓷瓶，递到中招手心，眼底亮晶晶的。我偷听那些师兄弟们说你进位仙君了，这是我昨夜练出来的仙露，咱们俩好久没见了，走，去我的药园，咱们好好喝一杯，给你庆贺。白硕拉着中招欲走，身后的人却不动。白硕疑惑转头，见中招脸上没有半点笑意，一愣，不过是个仙君，没什么好庆贺的。自入缥缈岛拜仙以来，白硕还从未见过中招如此丧气失落的样子，白硕有些不知所措。阿昭，你怎么了？师弟说什么丧气话？你可是我缥缈岛100年来最出色的弟子，3年以凡人之躯进位仙君，足以成为仙界美谈。尔云从园外走近，傲声开口，他的目光落在白硕与中招牵着的手上，眼中一抹急色难忍。白硕感受到尔云灼热的视线，放开中招。白硕，你不过一个外门弟子，不要成日往内殿跑，收留你一个凡胎在缥缈岛，已经是我爹当年的恩赐了。尔云不悦开口。是，尔云师姐。中招刚想开口，白硕却狠狠在他背后戳了戳，笑眯眯道：我这就回药炉。白硕转身就走。等等。尔云从中招手中抽走瓷瓶，递到白硕面前，你仙气不纯，练的仙露只怕也难以精纯，拿回去吧，别误了师弟的修炼。中招怒气难掩，白硕一顿，瞧见他的神色，飞快接过白瓷瓶，是，师姐。白硕并不多言，转身就走。见白硕如此乖觉，尔云满意一笑，一转头却迎上中招微沉的眸光。师弟，我只是担心你。多谢师姐好意，师姐助掌门师叔打理岛上诸事，劳累辛苦，朝日园的事就不劳师姐费心了。言罢，中招转身入了房间。尔云得了个没趣，愤愤朝白硕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拂袖而去。白硕抱着小瓷瓶回了他的药炉，老乌龟瞧他那样样的模样，知道定是吃了瘪，使唤他浇水烧火炼丹，忙活了一整日，时间过得充实，倒也把他等了一晚上的疲惫和闷气给疏散了。傍晚，白硕靠在园里那棵老槐树下的藤椅上，端上一碟花生米，拿出2个杯子，满满倒上。他刚抿了一口，另一杯已经被人端起，一饮而尽。白硕转过头，
黄昏下，仲昭不再穿着缥缈岛首席弟子那一身标志性的流云服，而是当年和白硕离京时的布衣，然他如今已今非昔比，哪怕布衣袭身，仍难掩其飘逸出尘。既是为我酿的，如何能不等我？仲昭往另一张藤椅上靠下，望着落日发呆。阿昭，你有心事啊？白硕闷闷地问。他和仲昭一块长大，哪怕如今仲昭已是仙君，只需一个眼神，他便知道他不开心。老槐树下一时有些安静，即便隔着2张躺椅的距离，仲昭仍下意识朝白硕的方向靠了靠。我本来以为只要成了仙，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今才知道天地辽阔，成仙不过是漫漫仙途的第一步罢了。你已经很厉害了。白硕一把瓷瓶塞到仲昭手里，尔云师姐今日不也说了吗？你可是仙族100年难遇的奇才。别说丧气话，按照仙龄来算，你才3岁呢。见白硕像哄小孩一样，仲昭有些失笑，随即想到白硕今日受的委屈，神情愧疚。阿硕，今日尔云师姐那个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说几句又不会少几块肉，没事了。再说他说的也没错啊，像我这样全无仙机的凡人能留在缥缈岛已经是好命了。可当初救师傅的人明明是你。仲昭皱眉脱口而出。白硕猛地捂住仲昭的嘴。阿昭。白硕朝四周看了看，见四野无人，才松了口气，低声急道：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我若不说，他们便会一直这般欺辱你。阿昭，我明日便将此事告诉掌门师叔，说你才是当初在荒岛救师父的人，请他收你为弟子。那又如何？我没有仙机，别说是掌门收我做徒弟，就算是天宫的金曜仙座来做我师父，我还不是凡胎一个，成不了仙。白硕摇头，况且若是掌门知道了，定会故意隐瞒，迁怒于你。咱们本就是一起救的松鹤掌门，你并没有说谎。3年前，白硕和仲昭流落荒岛，发现了仙缘将散的松鹤，两人不过区区凡人，如何能救仙族？仲昭一筹莫展之时，白硕日日割血为松鹤服下续命。半月后，松风寻到荒岛，带回3人。待松鹤醒来，询问是谁救了自己时，白硕却说是仲昭日夜照料松鹤，这才称道松风赶到。松鹤见仲昭仙缘深厚，又于危难中救了自己，这才收其为入室弟子，并在弥留之际，将一身仙力尽数传于仲昭。再说了，我一个凡人，血却能救仙人，若是让旁人知道了，岂不成了行走的要顶？白硕挤眉弄眼，我就只会溜个云，放个火。阿昭，你可别把我往火坑里推。若非因为如此，仲昭又岂会将当年之事一直隐瞒？他点点头，无奈道：好吧，阿硕，以后每7日我便来药炉见你，免得你去主殿受委屈。不用啦，我听他们说，再过几个月你就要去凤岛参加梧桐舞宴。凤岛是仙族圣地，参加这场比试的都是各府翘楚，届时势必凶险得很。你不用管我，只管好好修炼就是。白硕说着，扔了粒花生到嘴里，朝后一仰。我呀，天天在这药园子里种种草晒晒太阳，虽不是神仙，可快活胜神仙呢。仲昭望着白硕安详的模样，沉郁了一整天的阴霾散去，笑道：你这性子还是这般懒散，白将军见了定要说你了。仲昭说着，却是一顿，眼底露出歉意，刚想说些什么，却见白硕已沉沉睡去。微风吹过，白硕额前的碎发被吹动，小小的人缩在硕大的药袍里，显得有些单薄。如今只剩下2人相依为命，在仲昭心中，最重的除了报仇，便是白硕。他忍不住伸手拨了拨他的碎发，阿硕，我只希望你能平安。仲昭轻叹一声，画出一床薄毯为白硕盖上。他突然低低咳嗽一声，嘴角溢出一丝血迹，他飞快抹去嘴角血迹，不再停留，消失在老槐树下。仲昭消失的瞬间，白硕睁开眼，望了一眼仲昭消失的方向，倏然起身，跑进草庐里，在保管丹药的箱子里四处翻找。10来个丹盒被打开，里头却空无一物。白硕傻眼，转身把角落里呼呼大睡的老龟拉了出来。老黑，醒醒，你醒醒。老龟被白硕摇得脑袋直晃，眼冒金星醒来，四爪顿时着地。怎么了？怎么了？地震了。他一睁开眼，地震没有，倒是有白硕瞪得浑圆的眼。我炼的丹药呢？白硕叉着腰怒问。老龟朝散了一地的空盒子瞥了一眼，抖了抖壳，声音有些颤。我这不是看你炼了这些丹药有些时日了吗？前些日子老是下雨，我怕那丹给捂坏了，就趁早吃了。全吃了。白硕简直不敢相信，那可是10颗2品丹药，我足足花了1年多时间才炼成的。见白硕气得脸通红，老龟连忙安抚，哎呀，那2品丹药你吃了又没用，我吃了还能延年益寿，放着也是放着，你再炼几颗就是吗？不行，炼1颗2品丹药至少需要3个月，来不及了。
白硕满脸焦急，小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老龟见白硕急成这样，龟脖子伸长问。阿昭受伤了。白硕闷闷开口。仲昭那小子受伤了。老龟诧异，被那个什么八爪鱼伤了。白硕摇摇头，他身上有血腥气，我闻得出来，那不是妖族造成的伤口，而是白硕顿了顿，压下心底的猜想，沉声道。再过3个月，他要去凤岛参加梧桐午宴，靠他自己疗伤，时间不够，那小子如今已是仙君，就算你拿10颗2品丹药给他吃，也不顶用。老龟打了个哈欠，丫头，你甭瞎操心了，是不是1品丹药就可以？白硕一把把老龟竖起来，直视他的双眼。老龟无语，你没有仙力，拿什么炼1品仙丹？你有办法？白硕直直看着老龟，很是笃定。老龟目光游离，干笑。别逗了，我一只乌龟，能有什么办法？哎呦呦，你干什么？白硕一把举起老龟，把它架在药顶上。我不管，谁让你吃了我10颗2品丹药，你赔给我。要是炼不出1品丹药，今晚我就吃炭烤全龟。火焰噼里啪啦烧在龟壳上，龟壳纹丝不动，毫无损伤。白硕一双手按在龟壳上，却变得又红又肿。这药鼎炼成数百年，吸日月精华，乃罕见的炼药奇鼎，鼎内温度连最硬的仙材都能烧融，别说是白硕的一双手了。眼见白硕脸色苍白，额头冒汗，站立不稳，老龟无奈大喊：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快把手拿开。白硕神色一喜，手忙脚乱抱下老龟，快说快说。老龟吐出1颗药丸，朝白硕没好气努努嘴，你那手都快熟了，快抹上。白硕把药丸捏碎涂在手上，红肿的手立马恢复原样，不由啧啧2声，嬉皮笑脸，您藏的可真是好东西，不愧是我白硕的师傅。呵，有事师傅，无事老龟，滑头。老龟知道白硕这小无赖要做的事就没有办不成的，只得倾囊相授。我是说过，炼1品仙丹需要药师至少拥有上君之力，可若是满足另一个条件，或许也能成功。什么条件？以1品的天材地宝炼丹。我们缥缈岛哪来的1品地宝？白硕一顿，突然凑近老龟，你知道在哪是不是？小白，你师傅我呀，虽然没什么本事，不过千年王8万年龟，活得久了，就是知道的东西多些。您老说。白硕立马把老龟搬到藤椅上，狗腿的给他倒了1杯仙露，师傅，您慢点喝。老龟爪子一动，杯中仙露如流线般滑入口中，那2粒黄豆大小的眼顿时晕乎乎的。咱们缥缈岛虽说偏安东海一隅，但也曾位列3山6府，不过这些年岛上没出什么人才，弟子们又一力追求武修，就把药修这块给丢了。师傅，长话短说。白硕按住老龟抓向仙露的手，露出礼貌性的笑容。他这龟师傅的尿性他贼拉清楚，缥缈岛的故事他能扯上1晚上。好嘞，长话短说，缥缈岛最东临海那片海域里藏着的万年红珊瑚，就是咱们岛上唯一的1品地宝。老龟右爪一指，干净明了。白硕盯着老龟，半晌没说话，突然咧嘴一笑，摆了一满桌仙露，仗义。师傅，我走了，这些您留着好好喝。去吧去吧。老龟摆摆爪子，醉眼朦胧。白硕把小药袋系紧，趁着夜色匆匆走了。草庐里一阵安静，半晌，老龟突然睁眼，眼中清明，哪有半点迷糊。1品天材地宝要是这般容易得到，3界的1品仙丹岂不泛滥成河了？可这丫头是个实心眼儿，要是不把她诓走，这3个月准会惹出事端来。老龟嘿嘿一笑，开始敞开肚皮喝仙露。今夜无月，主殿后一角的藏书阁里被悄悄推开一角，白硕熟门熟路摸进，掌心燃起微弱光亮，在旮旯里翻出几本旧书，书上灰尘扑扑，白硕吹开灰尘，书页上缥缈岛天灵地宝陆之名赧然其上。他翻了几页，挑了挑眉，他果然没猜错，老家伙诚心在诓他。这书里说得清清楚楚，东海万年红珊瑚亦不过2品地宝，东海边缘有师门禁制，他若乱入，只怕会被困个3、5个月，阿昭的事他就再也帮不上忙了。白硕叹息一声，倒是心里明白，老龟怕他惹出事端来，才会诓他。可若不是红珊瑚，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缥缈岛的1品天灵地宝？白硕的目光在书上到处游移，突然定在一处。他抿了抿唇，把书放进怀里，熄灭掌心的亮光，悄悄消失在月色里。待白硕重回草庐时，桌上的仙露已经七零八落，老龟4脚朝上，鼾声直响。白硕朝草庐正中的药鼎念了口咒，药鼎化成巴掌大小。白硕一招手，将药鼎装入药袋中，他转身欲走，行了2步又走回，替老龟盖上毯子，才匆匆出了药园。与此同时，妖界上空，一道强大的银色妖力划破天际，朝仙界东海而来。蓝色大海里，
一叶扁舟，白硕沉睡在小舟上，小舟四周被一群小龟和青蛙推着，不断朝南。白硕蜷缩在舟中一角，额头微皱，仿佛梦到了什么可怕之事。演了这么久，连本殿都差点信了，如此狡诈的凡人，本殿还是第一次见。少年的身影立在漫天的云火箭中，眉峰锐利，白硕还来不及开口，喉咙就被紧紧扼住。敢在本殿面前巧言令色，说你到底是谁？仙还是妖？梦境一换，少年眼中冰冷，带着淡淡的嘲弄。那一瞬，不知为何，白硕眼中除了惊恐，还有一抹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熟悉。小舟上，白硕捂着脖子，满头大汗，陷在沉沉的梦魇中。皇陵外，少年的身量变成了青年，更高大挺拔，也更淡漠妖惑。青年俯下身，嘲弄的眼中是漠不关心的疏离。本殿从不欠人人情，尤其是凡人的，我救他一命。那日你在木啸山替本殿解围之事，从此一笔勾销，两不相欠。既是一笔勾销，两不相欠，那有些东西你也不必再记得。他向他伸出了手，那双修长的手印在白硕颤抖的瞳孔中。不要！白硕大喊一声，从梦魇中惊醒。他环顾四周，见自己仍在海上飘荡，松了口气。又梦到这王八蛋了。他抹去额间冷汗，咬了咬牙。混蛋！臭妖怪！敢打晕我3次！别让我再遇见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白硕对着空气捶了一拳，重重朝船舷上一靠。算了，不能让阿昭知道，我还记得，遇上了也要装不认识才行。念及中招，白硕只能叹了口气。也不知为何，那妖怪明明对他和阿昭都用了妖术，阿昭对离京后发生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可他却记得一清二楚，连那死妖怪捡来哄他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都清楚地印在他味蕾里。可他什么都不能说，尤其不能让阿昭知道。白硕双手倚在头后，仰望星空。他就算再无知，如今在缥缈岛待了3年，也知道皓月殿和冷泉宫意味着什么，那是妖界最强大的存在。别说阿昭，就算是整个缥缈岛与他们对上，只怕也是以卵击石。不过他也没什么好怕的，以他的资质，别说再遇上这些妖界大佬，能留在缥缈岛修炼成地仙，就已经是他白家祖坟上冒青烟了。砰！哎呦！白硕还在胡思乱想，突然一声巨响，小舟剧烈晃动，他整个人撞到了舟里，摔了个狗啃屎。我去！白硕骂骂咧咧爬起来，一抬头，满脸喜色，到了。说是到了，也不算到。小舟撞到了一块海里的凸起礁石，离那岸上还有100来米远，可小舟始终在礁石旁打转，再无法前进分毫。白硕朝舟底一望，大喊：走啊！还没到呢。可无论他怎么喊，舟底的小蛙和小龟们却不肯浮出水面，半点回应都没有。这些家伙平时那般喜欢他，今日怎么耍懒偷滑起来了？白硕挠挠头，望了一眼岸上，倒也不远，扶朵云跳过去也行。他手脚并用爬起来，鼓起腮帮子，用力吹出一大口气，一朵半大不小的仙云出现在半空中。白硕猛地一跳，跳上浮云，紧紧拽住，快飞到岛上去！白硕朝岸边努了努嘴，大声喊。那云仿佛听得懂，摇摇摆摆朝白硕指的方向飞去。眼见着离岛越来越近，浮云却越来越淡，似乎下一刻就要土崩瓦解。妈呀！白硕纵身一跃，跳到了岸上，脚踩实地，他拍了拍胸口，终于到了。白硕紧了紧腰间的腰带，朝身后望了一眼。不知为何，刚才还湛蓝的万里海域仿佛突然间暗了下来，整个岛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怎么这么安静？白硕心里头有些发毛。恰在此时，几只乌鸦在岛上空飞过，嘎嘎作响。白硕瞬间黑线。也是一座荒岛，能有什么动静？白硕嘟囔2句，转身朝岛的深处走去。东海灵气充裕，繁生岛屿皆葱绿富饶，可这却是一座满是黄土岩石、寸草不生的荒岛。若说这岛有什么特殊，唯一的特殊便是这座岛就是3年前他和仲昭发现松鹤掌门的地方。缥缈岛虽不复往日强大，但松鹤已修成上君500年，3年前他却重伤昏迷在这座岛上，回缥缈岛后却又对伤于何人之手缄口不言，这本身就是件蹊跷的事。白硕从腰带中掏出那本从书阁里顺出来的书，翻到了最后一页。缥缈奇难，骤降天火，焚烧一岛，岛上万物俱毁，唯剩一泉于岛东南，自此10余年矣。这句话并非书中原有，而是有人用笔誊写。白硕这3年来悄悄翻遍了书阁的笔记，自是认得这字出于松鹤之手。既然这岛已经被焚烧万物，那松鹤3年前为什么会出现在此？那个被他独自点出的一拳又究竟是什么？
老龟是缥缈岛的炼丹师，虽说是只灵兽，从不入内殿，却源源不断为内门弟子提供筑基的灵丹，很得历任掌门尊重。他在缥缈岛霸道得很，若是岛上有一品的天材地宝，只怕早就被他悄悄弄来炼丹了。可他至今也不过只炼出2品丹药罢了。但白硕质问他时，明明感觉得出来，这老龟只怕是知道1品天材地宝的下落的。松鹤掌门数年前算出自己即将迎来第3道天劫，若是过了，便能踏入上军最后一众，若是不过，便会在天劫中化为飞灰。但他在许多年前就已至修炼瓶颈，唯一能助他在天劫中顺利度过的，只有服下1品仙丹。3年前他渡劫在即，却仍出关来了这座岛，或许是因为这座岛上有他想要的东西。白硕把书色进药袋里，他一脚一脚踩在炙热的黄土上，满头大汗。这山火虽熄灭了许多年，也不知怎么回事，整座岛到如今都有余热，就像地下仿佛有火一般。白硕朝中书中描绘的泉眼位置一直朝荒岛的东南方向而去，在岩石中越走越深，忽然他脚步一顿，停了下来。眼前的一切让他有些震惊，10步开外的岩石空地中，密密麻麻生长着3年前不曾有的树林，这些树藏在岛的深处，若不走近，根本发现不了。整座岛温度奇高，怎么会有树生长？难道是因为那泉？白硕心中一动，飞快朝树的方向跑去。白硕踏进树林的那一瞬，一道微弱的仙光在树林四周亮起。缥缈岛主殿后的一座殿宇里，松风瞬间睁眼，怎么会有人闯进那里？松风眉心一皱，化为一道流光，朝白硕所在的岛屿飞去。荒岛之上，白硕在林中毫无方向，硕大的树林中根本不见泉生何处。忽然，他身后一阵窸窣作响，白硕猛地回头，却见身后空无一物，只有树枝在风中飘荡。跃入树林，灼热的气息消失，反而渗出丝丝寒意。白硕吞了吞口水，心中生出一股凉意，搓了搓手，这岛和3年前完全不同，太诡异了。脚步声突然在身后响起，一双手拍在白硕肩上，他瞪大眼，霎时全身僵硬。与此同时，松风如一道流光落在岸边，他望着沉沉的荒岛，脸色巨变，脱口而出：好强的邪气！白硕看不出这岛的古怪，但以他的灵力，自是看得见整座岛被一道沉郁的黑气所笼罩。这气息既非仙力，也非妖力，而是带着浓浓血腥气的邪气。若是松风道行在身邪，就能知道这邪气再多些火候，机能入魔，怎么会这样？松风喃喃开口，快速掐出仙诀，掌心画出一道银光闪闪的指南针，那指针牢牢指向了岛内的东南方向。松风再不迟疑，飞身而起。下一秒，他出现在那树林外，还没等他走进树林，忽然一道黑影闪过，一掌劈在他肩头，松风一口血喷出，如断弦的风筝朝远处坠去。黑影并不罢休，掌心画出黑剑，一剑刺向松风喉间，月色下露出黑影的半张脸庞。松风眼瞪大，从袖中扔出一道符咒，仙力炸开，黑影被震退数步，松风则消失在那符咒炸开的阵法中。黑影沉沉望着松风消失之地，冷哼一声，消失在原地。一道灵光在星宇殿中闪现，松风出现在殿中蒲团上，一口鲜血喷出，面如白纸。他指尖飞快捏出一道仙诀，朝殿外扔去。速来星宇殿！仙诀分成10来道星火，飞向缥缈岛4处。正在后山闭关的众招和修炼中的缥缈岛流云弟子，皆收到了这道仙诀。众人脸色一变，纷纷化为流光，朝星宇殿汇聚而来。众招一马当先推开殿门，松风已昏迷在蒲团上，尔云等10来个弟子追在他身后冲进门来。师叔、二叔、师父！众人7手8脚扶起松风，众招急忙为他注入灵力。片息之后，松风缓缓睁开眼，尔云急得双眼通红。二叔您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松风根本顾不上回答尔云，用力握住众招的手。快，招儿，你和云儿还有一众师兄弟们，快启动惊天阵！惊天阵！众人脸色更是大变。二叔，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可是我缥缈岛护岛的大阵，此阵一出，便是要昭告3界，我派将灭了。尔云失声道：去，启动惊天阵，上禀天宫，说东海有妖邪出世，即将祸乱3界。松风用尽力气吩咐，以全无平时的冷静。是，掌门。尔云还要再问，众招却当机立断起身，师姐，诸位师兄弟，快随我去启动惊天阵。见众招开口，尔云也不再多言，跟着众招匆匆朝殿外而去。与此同时，荒岛树林中，白硕战战兢兢回头，捂着的眼露出一丝缝隙，望着来人，脱口而出：你怎么在这儿？
缥缈岛的惊天阵就在主殿外的广场上，此时晨曦出现，众招和一众师兄弟分列广场之上，众人掌心画出仙力，落在地上的五芒星阵上，五星在仙力的刺激下顿时亮起，5道光柱直冲天际。众人脸上神色一喜，又齐齐色变，原是半空中的5道光柱不知遇到了什么，倏然熄灭，地上的五芒星阵也瞬间暗淡下来。这时松风在弟子的搀扶下也来到了殿前。师叔，星阵灭了。一向沉稳的众招也忍不住变了色。掌门，掌门。松风未及开口，几个守岛门的小弟子跑上广场，声音颤抖，不好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慢点说。尔云冷声喝去，那几个小弟子指向岛外的方向，脸上惊骇未定。海上出事了。众人循着小弟子们指着的方向看去，只见天空被遮天蔽日的乌云遮住，整个缥缈岛四周海域上掀起滔天巨浪，巨浪化成难以穿越的水幕，将东海全境隔绝了起来。广场外的弟子皆面色惨白，一时无人敢出声。招儿，你和云儿随我进来。松风的声音突然响起，他缓缓推开搀扶的弟子，朝殿内走去。众招和尔云不明所以，对望了一眼，急忙跟上。萧索的树林中，白硕战战兢兢转头，却大大松了口气，一拳捶在青年肩上。吓死我了！阿招，你怎么在这儿？众招却一把他抱住，终于找到你了，还好你没事。白硕愣住，拍了拍青年的肩膀。阿招。众招长长吐出一口气，松开白硕，板起脸色，交代过你多少次了，除了缥缈岛，东海海域危机四伏，你这点仙力怎么还敢到处乱跑？看着面前絮絮叨叨的众招，白硕一怔，愣愣望着他。自从当初离京后，他有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众招了。怎么了？众招顿了顿，白硕眼眶一红，深吸一口气，没什么，我知道你来这儿是想为我炼一品丹药。你怎么知道？白硕脱口而出，反应过来，臭老龟，一点秘密都守不住。随即白硕却眉心一皱，不对呀，那臭老龟明明把我诓到了其他地方，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众招掌心画出一方竹笛，和送给白硕的那根一模一样，这2根竹笛上附了我的仙缘，只要我送你的竹笛还在你身上，我就能找到你。难怪。白硕了悟，看向四周，阿招，你还记得这里吗？众招点头，当然。3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救下了师父。阿硕，你为什么会来这儿？白硕还未开口，忽然重招一把捂住白硕的嘴，将他拉向身旁一棵粗壮的树后。白硕双眼瞪大，众招低低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别动，有东西来了。白硕呼吸一轻，众招话音未落，一道黑影从2人头顶掠过，那黑影身形极大，带着浓浓煞气和灵威，飞快掠入林中。白硕眼睛一亮，推开众招的手，快走，跟上。阿硕。众招拦之不及，被白硕拉着朝树林更深处而去。2人循着那黑影消失的方向，走进树林更深处，可越是走近，2人眼中惊诧更深。浓密的树林和荒芜的岩石在2人脚下缓缓消失，入目的是一座绿草谷地，谷边溪水潺潺，繁花遍野，一道彩虹落在溪边的石头上，而石头上趴着的就是刚才从2人头顶飞过的黑影。那是一只通体银白的白虎，那白虎背上竟生着双翼，此时他正闭眼休憩，显然没发现2人的靠近明明是荒芜的岛屿，这片树林中怎么会有这样一处堪称洞天福地的地方？众招眼中满是疑惑，白硕却不然，这样的奇景才更配藏着一品天才地宝。忽然，白硕的目光在白虎身侧一凝，眼中泛出惊喜，找到了，泉眼在那。白硕一激动，脚下一滑，枯叶被踩碎，众招抱住白硕，灵光一闪，消失在原地。不远处白虎猛地睁眼，朝2人藏身处望来。他铜铃大的双眼逡巡四周，什么都没发现，重新趴回那石头上，只是这次他却不再闭眼。白硕和众招葬在白虎身后的一块石头后，白硕捂着嘴，大气都不敢喘。阿硕，我们快走，这飞虎至少是上军巅峰，连师叔都不是对手，要是被他发现就迟了。不行，我就是为了找他才来的。白硕摇头。找他？众招一愣。我是说，为了找这个。白硕急忙从腰带中拿出那本书，翻开最后一页，指给众招。我知道老龟引我去珊瑚海域是在骗我，所以我在书阁里找到了这本书。白硕的手落在那句誊写的字上：缥缈奇难，骤降天火，焚烧一岛，岛上万物俱毁，唯剩一泉于岛东南，自此10余年矣。白硕继续道：这是老掌门留下的，我猜想当年老掌门之所以来这座岛，可能是因为这座岛上有他想要的东西，或许老掌门根本不是与人交战而受伤。
你是说？众昭望向不远处那只白虎，是他伤了师傅。对，你别忘了，一品的天才地宝世间罕有，一定会有灵兽守护。也许当年掌门就是为了拿走泉眼中的天才地宝，触怒了这只白虎，才会伤在他手上。这也解释了为何这样一处重要之地，整个缥缈岛无人得知。老掌门知道此地危险，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他心中也不希望这藏于海外荒岛的天灵地宝自此消失，于是他留下痕迹，或许是希望门中人将来有机会得知，先立大成后有拿到的一日。众昭听着却是愠怒，你既知道这珍稀地宝身边有灵力高深的灵兽，连师傅都不是对手，你这点仙力，一个人闯岛，找死吗？就算这里有天灵地宝，以我们如今的仙力也拿不走。哎呀，我虽然没有仙力，可是有这个呀。白硕指了指脑袋，你别忘记我最擅长的是什么了。白硕说着，从药袋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晃了晃，我可最擅长制药，尤其是对付灵兽的。这是万灵醉。白硕嘿嘿一笑，见众昭微愣，眨眨眼，你没听过很正常，这是我昨才练好了取的名字。众昭无语，半信半疑，这东西对他有用，绝对有用。这里头虽说没有什么天才地宝，可是我放了美人香，连那只老龟闻了都走不动路。美人香又是什么？白硕嘿嘿一笑，做出把瓷瓶扭开的动作，是。众昭好奇凑进去听，什么哎呀，你个小孩子家的，知道这么多干什么？总之有用就行了。白硕把盖子掀到一半，又猛地合紧，宝贝似的捏回掌心。等会你捂好口鼻，以仙元护体，不要呼吸。白硕叮嘱好众昭，拿着瓷瓶欲走，却被众昭拦住，让我去。白硕摇头，你仙元的气息这么浓厚，靠近不了他，我没有仙气，他反而不容易发现我。如果不在他3米范围之内，美人香就没效果。众昭仍不肯放开白硕的手，白硕低低看他，难得板起脸色，阿昭，我一定要为你炼出一品仙丹，放开。众昭缓缓放开白硕的手，好，那你一定要小心。白硕一顿，点头，拿着瓷瓶蹑手蹑脚朝白虎的方向爬去。谷中静的可怕，在鸟鸣声的掩护下，白硕总算摸到了离白虎最近的一簇花朵处。他趴在草丛中，悄然揭开了手中的瓷瓶，一股幽香顺着花蕊的摇动，被风送到了白虎周围。白虎毫无察觉，清秀间将幽香吸入，锐利的眼神渐渐迷茫起来。半炷香后，白虎脑袋一打，沉睡在巨石上。白硕一直紧紧盯着白虎，见白虎没了动静，悄悄摸到白虎身旁，拿起它的尾巴就揪。不远处的众昭看得心惊胆战，阿硕，小心！白硕却拿着白虎的尾巴把玩，转头扔掉尾巴，叉腰拍手，成了！我就说了，这天底下就没有我万灵最搞不定的灵兽。他一边朝众昭招手，一边迫不及待地朝白虎身后的那方灵泉走去。白硕3步并2步走到灵泉边，只见那灵泉流光四溢，泉中蕴着一朵洁白的雪莲，那雪莲通体透明，仙力浓郁的像要炸开一般。阿昭，我找到了一品的天才地宝。白硕脸色狂喜，伸手就朝泉中的雪莲踩去。忽然一道银光闪过，浑厚的妖力直朝白硕手腕撞来。白硕心底一寒，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人抱住，远离了那方灵泉。那妖力落在灵泉上，瞬间爆炸开来，若是白硕还在这儿，只怕会被炸成肉泥。白硕3魂都差点吓没了，拍了拍胸口，朝身后拍了拍，谢了，阿昭。救走白硕的正是众昭，他冷冷望着不远处的那道红色身影，薄唇紧抿，眼沉如墨。白硕循着他的目光望去，目光树下那道身影，忽然呼吸一滞，剩下的气魄全没了。我靠，这个妖孽怎么会这儿？树下，范月一身红衣，双手交叉抱于胸前，懒懒抬头，目光落在白硕身上，他似乎也有些惊讶。忽然他一笑，带着淡淡的玩味看向白硕，什么时候仙族的人竟也会用我妖族的魅来炼药了？与此同时，数道光芒自缥缈岛主殿空地上腾空跃起，朝东海南域而来。狂风巨浪中，重昭一马当先，他腰中别着一根晶莹欲透的竹简，薄唇紧抿，他眼中闪过方才得知的一切，眼中是藏不住的焦急。阿硕，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半炷香前，缥缈岛主殿内，松风岭着重昭尔云2人来到殿后一处，那里供奉着缥缈岛历任掌门的仙位，说是仙位，陨落后也不过一方竹子刻的竹简罢了。松风朝松鹤的仙位焚了3炷香，才缓缓转过头。二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打伤了您？海上怎么会这么大动静？那不出世的妖邪究竟是什么？尔云再忍不住，连声问出口。松风沉默许久，终于开口：今夜有人闯进了我派在火冰岛设下的禁制。火冰岛？
那是什么地方？尔云一愣，他在缥缈岛生活了几百年，还从未听过有这样一座岛屿。仲昭也道，师叔，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此岛，为何我派要在那里立下禁制？松风轻叹一口气，看向仲昭，其实这火冰岛你也去过，那道禁制是你师父3年前以命布下的。跌不下的。尔云一愣，师父所布，您说的是3年前的那座荒岛？仲昭更是疑惑，师叔，那座荒岛到底是什么地方？当年师父究竟为何会重伤在那座岛上？其实那座岛10年前并非荒岛，而它的名字也不叫火冰岛，这一切都要从10年前的一场天火说起。松风的声音有些悠远，东海位于仙界边界，远离纷争，海域上的洞天福地并不多。10年前，一道天火从天而降，落在那岛上，岛上大火燃烧，日夜不止。那岛虽无人居住，却有不少生灵，我与师兄自然要前去灭火。可那天火威力极大，别说上岛了，我们2人连100里之内都无法靠近。仲昭脱口而出，当年师父已是上君，连他都无法靠近，那天火岂不是？不错，那天火中至少蕴含着神的力量。松风徐徐开口，既然事关神界，那天火又不止，为何不将此事禀告天宫？仲昭不解。松风叹了口气，眼中露出一抹复杂，欲言又止，终还是道，师兄一生风光霁月，守护东海，一生之中为这一次起了私心，却反而害了他。仲昭面色一变，看了看黑沉沉的殿外，心中不安。仙途漫漫，亦有时尽。云儿、昭儿，我们仙人虽能活个数千载，但也有寿数终时。若是能度过第3道天劫，便可踏入上军巅峰，有机会的窥神界；若是不能，便只能落个灰飞烟灭的结局。10年前，师兄算出他的第3道天劫即将在数年后降临，可他的仙力已经100年不曾增长。他心中明白，要度过这第3道天劫，几乎是不可能之事。除非他能在天劫到来前的逢机遇，或是吃下一颗1品仙丹，强行将修为提升至上军巅峰。松风转过头，缥缈岛没落已久，何来机遇，又何来的1品仙丹？可师兄若陨落，我缥缈岛就更无立足之地。所以当时那场降在东海偏岛的天火，是师兄和缥缈岛唯一的机会。什么样的机会？既现神迹，岂无神品？那天火燃烧不止，又蕴着神力，师兄觉得那天火中必有来自神界的力量，或至少可以炼制出1品仙丹的天材地宝。于是我和师兄在那座岛外布下了一道仙幕，用以隔绝天火的力量不被天宫所发现。松风声音不大，仲昭听着却是一沉。仙之力岂能与神力相抗？师父重伤于那座岛上，必是后来出了事。那后来呢？既是守岛，爹为何会重伤难治？尔云急道，3年前松鹤什么都不曾说，便撒手人寰，他心中一直沉甸甸压着父亲骤然陨落的疑团。那天火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竟数年不止。好在天火并未冲出那座岛，缥缈岛不可无人镇守，于是我与师兄商议，分别守在岛外，直到天火熄灭。可1年又1年，天火不仅没有熄灭，力量反而越来越强大，我心中的担忧也更甚。若那天火冲出仙幕，只怕会祸及整个东海的生灵。于是我决定将此事禀告天宫和凤凰。松风声音一顿，仲昭猜测道，仙界中并未听闻过此事，可见师父和师叔并未将此事上禀天宫。可是师父不同意。松风点头，师兄苦等数年，眼见天劫将至，岂愿空等一场？他与我爆发了争执，可师兄还是心系东海万灵，他答应我，若是1个月内天火再不熄灭，就将此事上报天宫和凤凰。之后我就回了缥缈岛，直到1个月后我回到那座岛。松风转过头看向仲昭，看到了熄灭的天火，重伤的师兄，还有你和白硕。仲昭愕然，可我和阿硕飘到那座岛的时候，天火已经熄灭了，岛上一片荒凉，只有师父昏迷在岸边。当初我也觉得奇怪，但师兄重伤，我来不及多想，便带着你们回了缥缈岛。几日后，师兄醒来告诉我，我离开后不久，天火突然异动，机遇冲出仙幕，师兄来不及上报天宫，为救东海生灵，散尽毕生仙力，斩熄了天火。他本以为自己会悄无声息死在岛上，没想到你们2人恰好漂流到那座岛，悉心照顾，让他多活了些时日，撑到了我来。之后的事你也知道了，师兄伤重难治，即使耗尽缥缈岛的仙药，也只能为他续命3个月。他临死前收你为关门弟子，在火冰岛设下禁制，将最后一点仙缘传给你后仙去。松风声音唏嘘，一声叹息。殿内一时沉默，尔云眼眶通红，仲昭感慨之余，却又心生疑惑。既然天火已经熄灭，为何师父还要在火冰岛上设下禁制？
天火虽灭，可天火中神的力量却没有完全消失，它化为了一口泉眼，留下了那座岛上。松风缓缓开口，师兄在那泉眼外布下禁制，上军以下的仙妖都无法进入那泉眼四周。他陨落前叮嘱我，金耀仙座向来执法严格，若他知我派因一己私欲，差点危及东海万灵，只怕缥缈一派自此会沦为仙界欺凌和放逐的对象。为了保护这一岛的安宁和缥缈岛千年的名声，我见那天火已灭，残存的神力亦被封印在泉眼中，便答应了师兄，从此将此事沉埋心中，对外也只说师兄是陨落于天劫之下。松风声音一顿，看向两人，这件事本是岛中绝密，我本欲打算将来将缥缈岛交于你二人之手时，再将火冰岛的禁制一并交托。可惜我们当初为了一己之私，还是酿成了大祸。师叔，火冰岛上到底出了什么事？今夜东海大乱是否与其有关？众招沉声问。松风点头，今夜我感应到有人闯入师兄当年布下的禁制中，本是前去阻止，可未成想当年那方被我们隐藏的泉眼竟神气全无，邪气冲天。那泉眼本就藏着巨大的力量，也不知为何这数年来竟滋生了妖邪出来。若不是今夜有人误闯，我前去查看，只怕待那妖邪真正出事，东海全境将覆。我用本门秘法从那妖邪手中逃回，本欲启动惊天阵向天宫求救，可还是晚了一步。那妖邪毁了惊天阵，又在东海上筑起水浪，隔绝了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如今缥缈岛就是一座孤岛。众招和尔云听得心惊肉跳，到此时已是面色苍白。听松风这话，整个东海岂不是全完了？二叔，那我们该怎么办？松风喘息一声，看向身前，眼中孤注一掷，为今要救缥缈岛，只有这一个方法了。松风口中吟诵仙诀，掌心一股仙力射向前方，仙力落在面前供桌上，百来根竹简骤然腾空，竹简上缓缓泛起虽淡却纯正的仙力。松风额上沁出薄薄冷汗，一口鲜血朝前喷出，鲜血喷洒在竹简上。师叔，二叔。松风面色惨白，摇摇欲坠，众招和尔云急忙去扶。不要过来！松风一声怒喝，咬破指尖，以血挥于半空，写下仙咒，仙咒爆发一道白光，将蠢蠢欲动的众竹简拢住，光芒散去，一根手臂粗的竹简悬于半空，此简莹玉中带着血红，蕴着浑厚霸道的仙力。松风亦再支撑不住，朝地上倒去。师叔！众招即将他扶住，松风微弱一挥手，玉简朝他飞来，落入他掌心。他脸上灰白一片，看着众招和尔云，缓缓开口：这是我缥缈岛历代掌门仙世后遗留的仙简，我以仙元之力将其炼化，如今这根仙简中蕴着上军巅峰之力。招儿，你和云儿领着岛上精锐弟子和这根仙简去火冰岛，或许能凭借这根仙简重启你师父留下的禁制，将那妖邪再次封印在泉中。松风气喘吁吁，忽然重重抓住尔云的手，若是无法封印，就算是我缥缈一脉尽亡于火冰岛，也要毁了那方泉眼。答应我！看着松风赤红的眼，尔云心底重重一颤，满脸惶然。纵她平日是天之娇女，此时突逢巨变，仙门生死存亡之际，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师叔，纵我等身死，也一定不会让这邪祟出事害人。您放心。师姐，走！众招握住书简，拉起尔云，欲朝殿外而去，却被松风唤住。等等！两人回头，却见松风神色有些奇怪，朝尔云招了招手：云儿留下，我还有一句话要叮嘱。招儿，你先去召集同门。是，师叔。众招知道这次怕是九死一生，心底记挂着白硕，急急点头而去。雷电声打断了重招的回忆，数道仙芒越过波谲诡异的海域，直直朝南边飞去。越是靠近南域，天空中雷电暴雨越是密集，而那股邪气的力量也越来越临近。众招紧紧握住腰间的竹简，想起方才在主殿里发生的一切，面色冷沉无比。尔云跟在他身旁，望着他忧心忡忡的脸色，神色复杂，带了一抹不易察觉的警惕。二叔，若一切如你怀疑的一般，那我面前这个人究竟是谁？半炷香前，众招自殿内匆匆而出，尔云被单独留在主殿内，望着松风神色疑惑。二叔，云儿，你过来，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松风朝尔云招招手，尔云俯身在松风嘴边，松风低语一句，尔云陡然睁大眼，眼中难以置信。二叔，松风静静握住尔云的手，双目灼灼，你记住，谁都不能信。云儿，缥缈岛的将来就交给你了。尔云眼眶通红，面色阴晴难定，终是重重一点头。二叔放心，云儿绝不负二叔所托。松风颔首，神情疲惫至极。尔云起身，匆匆朝外而去，殿门再度合上，松风再坚持不住，重重吐出一口血，晕倒在蒲团上。
师姐，我们到了。就在那儿，一声轻喝声响起，同时将仲昭和尔云的神思拉回。仲昭一挥手，众弟子停在了那座安静无比的岛屿外，众人眺望着环绕在岛四周的邪气，神情凝重。火冰岛四周乌鸦环绕，岛上一片朦胧，明明是晴天朗日，此处却暗沉得宛如黑夜，重重邪气将岛屿四周围住，根本无法靠近，而那邪气正缓缓朝四周海域扩散，凡邪气所过之处，海域冰封，海中跳跃的生灵瞬间化为粉碎。布阵，拦住这些邪气。仲昭眼见不妙，一声令下，众弟子手中祭出仙剑，数十道光芒化成一座更大的阵法，将蔓延的邪气笼住。那邪气咆哮无比，不断冲撞仙阵，一众弟子面色微白，眼中惊骇。师弟，时间不多了。尔云神情凝重，我们一定要在这些邪气失控前封住泉眼，否则整个东海就全完了。仲昭颔首，将书简抛入半空，书简射出一道仙力，落在环绕着火冰岛的邪气上。破！仲昭一声大喝，重重邪气终于破开一处。走！仲昭抓住契机，拉着尔云冲向岛中。一道灵光闪过，两人落在火冰岛上。一旦踏上了岛，反而风平浪静，除了那安静的令人诡异的窒息。仲昭取下腰上玉简，指尖仙诀一动，那玉简霎时指向岛内一处，发出灵光，灼热无比。在那，仲昭指向南面，竹简能感应到邪气的力量，那里一定就是泉眼所在。师姐，走！等等！尔云忽然拦住仲昭，朝仲昭伸出手，师弟，把竹简给我。仲昭一愣，不解。师姐，仲昭师弟，方才从主殿出来后，你可是去了药园？尔云缓缓开口，仲昭脚步一顿，眉头皱起。半炷香前，仲昭从主殿而出，他匆匆行到拐角处，掌心一动，一方竹笛出现在手中。阿硕，阿硕！竹笛毫无回应，仲昭面色一变，再度催动竹笛，再次召唤阿硕，阿硕！竹笛仍旧毫无动静，仲昭再按捺不住，身形一动，消失在拐角处。仲昭消失的瞬间，尔云恰好从殿中走出，他眉心一动，跟上前去。药园中被狂风吹得满是狼藉，灵光一闪，仲昭落在药园。阿硕！药园中无人回应，连老龟都没有声音。仲昭奔进草庐，瞧见炉中之景，脚步一滞，只见房中乱七八糟散落着药盒，白硕不见踪影，老龟瘫在地上，龟壳上正发出微弱的仙力。他面前摆着一方水镜，水中飘荡着几片小巧的龟壳。龟师傅！仲昭急忙上前，将一股仙力注入老龟壳中，老龟苏醒过来，眼神迷茫。阿硕呢？仲昭急问。缥缈岛发生这么大的事，以白硕的性子，定会好好藏在药园才是，竹笛找不到他，定是出了事。老龟眼中渐渐清醒，见到仲昭激动不已。阿昭，小白出事了，到底怎么回事？都怪我，哎，小白发现你受伤，想为你炼制一品丹药，可这岛上哪有什么炼制一品丹药的天才地宝，我怕他惹出乱子来，就骗他去了珊瑚海域，哪知这丫头心思活络得很，竟把我给灌晕了。方才岛外异动，我担心不过，就召他回来，哪知他根本不在珊瑚海域，我以卦测算方位，算出他在东海南域，只是刚测出他的方位，便有一股邪气出现在水镜中，阻止我演算，还打伤了我。小白在东南海域。仲昭声音一顿，忽然想起方才松风的话，今夜有人闯入了松鹤在火冰岛上布下的禁制，那个人是阿硕。仲昭脸色大变，握紧手中竹笛，两人身后草庐窗外，尔云神色阴晴不定。我知道是他闯进了跌不下的禁制。尔云伸出手，神情严肃，若是白硕已经落入那妖邪之手，用他来威胁你，你难免会心生迟疑。如今东海危在旦夕，我不希望你到时候因为一己之私坏了大事。无论等会发生什么，封印泉眼的人必须是我。仲昭握紧竹简，神情犹疑。尔云更怒，你还在迟疑什么？就是那个祸害唤醒了那邪物，害得二叔受伤，如今更让整个缥缈岛危在旦夕。师弟，你要为了他背弃整个师门吗？仲昭眼在袖中的手握紧，脸色几变，皱眉沉沉开口。师姐，师门于我恩重于山，师父和掌门师叔更对我有再造之恩，仲昭就算万死也难报师恩。现在妖邪作乱，祸乱的是整个东海，东海不存，护住一个人又有何用？仲昭分得清轻重，师姐若是不相信我，这玉简便交由师姐掌管。仲昭将玉简交到尔云手中，尔云掌心一重，见仲昭神情诚恳，转身欲走，微微迟疑，还是拦住了他。等等。仲昭回头凝视尔云，尔云神情复杂，长吸一口气，忽然问：
那我问你，若是白硕遇险，你当如何？仲昭一愣，随即缓缓开口：阿硕与我亦有相扶相持之恩，他若遇险，仲昭亦当拼尽性命护他周全。尔云凝视仲昭，松了口气：师弟，虽然我讨厌你这个回答，但是现在我很满意，至少我可以选择相信你。尔云将竹简从心地还给重昭，这根竹简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如果你是妖邪所化，定不会如此简单就将它交给我。仲昭一愣，妖邪所化？师姐，你到底在说什么？尔云神情凝重，二叔说，我们缥缈岛即使在没落，那惊天阵亦是开岛先祖所设，是以缥缈岛整座岛的灵气为基，就算被毁，也不会毫无声息，除非……仲昭脸色微变，除非什么？除非是岛内之人所毁。尔云缓缓开口，可整个岛上知道如何开启惊天阵的人，只有二叔、我、你和这次带来的10个流云2代弟子。尔云望向岛外那10道仙芒，二叔告诉我，除了自己，谁都不能信。仲昭神色微微一变，看向尔云，什么时候仙族的人竟也会用我妖族的魅来炼药了？火冰岛深处，那桃树下，范月一身红衣，玩味望着白硕，如是嘲弄。这个妖怪怎么来东海了？白硕心中咆哮，脸上却不动声色，抓着药袋的手朝身后一缩，望着范月的眼中露出十分适合的恐惧，战战兢兢缩在仲昭身后。妖，大胆妖族，竟敢闯我仙界！仲昭将白硕护在身后，目光在那泉眼处一闪而过，而后望向范月，神情阴沉。本殿是妖？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范月不屑朝重昭望去，神色冷凝。狂妄！仲昭冷哼一声，掌心画出仙剑，一道剑光扫过，仲昭跃起，直朝范月而去。范月挥袖，一道寒冰妖力从他掌心浮出，将剑光推开，重昭被震得倒退2步，脸色微变，失声道：皓月殿主。范月眼一眯，有些意外，一招便能识出本殿倒是小瞧了你。3年未见，你身上的味道倒是比做凡人时恶心多了。你……仲昭一愣，眼底飞快拂过一抹阴沉，却未让白硕发觉，剑指白绝：范月，你少在这妖言惑众。今日你敢入我缥缈，本君让你有来无回。就凭你！范月嗤笑一声，忽然范月身形一动，瞬间出现在白硕身后，这一切电光火石，连仲昭都没反应过来，白硕却像事先知道一般，滑溜的朝一旁闪了闪，竟是避过了范月的一滴溜。白硕嗖一声溜到了那昏迷的白虎身后，飞速掏出方才迷晕白虎的瓷瓶，朝范月大喊：妖怪，别过来！白硕也不知有意无意，这么一步窜逃，竟正好和范月中招成三角之势。范月一顿，看了看空落落的掌心，捻了捻指尖，眼中浮现3年前白硕在木啸山那一声清脆的妖怪，危险地朝白硕望去。你记得本殿？你说什么呢？我们第一次见。白硕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你躲我干什么？我是仙，你是？啊！饶是白硕的智商，也被范月问得一愣，下意识回答，还没反应过来，他只觉得身体一轻，已经被人提溜着领子悬在了半空。白硕一回头，便见范月煞有其事地问：本殿是什么？风神俊朗，天下第一帅气妖。求生简直是白硕的人生信条，他的嘴比他的身体更诚实。低沉的笑声从范月喉间传出，他略一点头，眼中竟有赞扬，说的倒也没错。白硕莫名其妙，和这妖界大佬遇见过无数次，还是头一次见他眼中的笑意这般直白，也不知为什么，心重重一跳，一时竟愣了神。放开他！怒喝声从不远处传来，两人这才想起旁边还有个人，转头一望，中招剑指范月，面色冷沉是。放开我，不然我让你像那白虎一样。白硕连忙把手中瓷瓶指向范月，作状要打开瓷瓶。妖花炼的迷香对本殿无用。范月的眼神简直像看白痴。也是。白硕面不改色，把瓷瓶收回，很是诚恳：殿主得罪了。范月懒得再理白硕，看向中招，这么个破烂散仙，你倒是对他关心的紧。把命留下，本殿赐你全尸。妖物，你擅闯我缥缈山门，还敢口出狂言？什么缥缈？破烂仙门罢了。范月看向中招，倒是你还有点意思。3年不见，一凡登仙，倒是少见。我说，这位店主，你们叙旧，能不能先把我放下？白硕在一旁突然开口，指了指范月扣在他喉间的寒冰链，眨眨眼，很是无辜。不。范月倒是简洁利落，一字拒绝。白硕突然抱住范月的腰，朝中招大喊：阿招，你快走！中招一顿，有些意外，却并不离开。走啊，你打不过他的，快回岛，让师叔来救我。
我死就死了，你可是我们缥缈岛的希望。白硕奋力抱紧范月，满眼焦急，中招却突然神情一重，再不多言，提剑而起，朝范月刺来。范月冷哼一声，随手一挥，白硕跌落在地，抬头见范月迎上中招。只见桃林上空仙妖之力齐飞，一片炫目，中招初登上仙，对上范月虽有颓势，却仍能勉力支撑。白硕眼一跳，目光定在中招身上落了落，悄然朝一旁摸去。神仙打架，他还不趁早溜，等会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阿昭，加油，弄死那妖怪！白硕一边摇旗呐喊，一边悄咪咪朝后挪。半空中，范月眉一皱，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下头那聒噪又愚蠢的女人。砰一声巨响，中招从半空被扫下，中招一身是血落在了白硕脚边。走！白硕还来不及尖叫，中招朝后猛地扔出仙剑，剑气冲天，拦住范月。中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拉着白硕朝桃林深处逃去。剑光消散，范月落地，看着地上那柄断裂的剑尖，皱起了眉。只见地上那柄断剑仙气不在，染上了浓浓的黑气，一看便知是一柄邪兵。他日前感应到第3块菩提神木的气息，这才出妖界来这仙界极东之滨。可为何这岛上不仅没有神木的气息，反而邪气旺盛？还有那个蠢货为什么也在这儿？明明一个凡人，不仅修了仙，还敢闯进这里？难道跟3年前一样，龙三也被他得了？范月眼一眯，消失在原地。桃林中，中招紧紧拉着白硕的手腕，一路窜逃。白硕垂着眼，看不清表情。突然，中招脚下一软，跪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苍白至极。阿昭！白硕神色焦急，连忙扶住他：“你没事吧？”中招摇摇头，气若游丝：“我被范月刺中了心脉。”白硕垂眼一看，只见中招胸前衣衫碎裂，胸口乃然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鲜血直流，怎么会伤得这么重？白硕握住中招的手腕，指端恰搭在他的脉门上，仙脉微弱，竟真是快气绝之象。白硕心中意念还没落下，手臂已被紧紧握住，他心底一惊，抬头迎上了中招恳求的眼：“救救我，阿硕，救救我！”白硕连忙从药袋里拿出一堆药瓶，手忙脚乱倒出几10颗药丸，递到中招嘴边：“阿昭，这是我炼的丹药，快服下，快！”中招却摇摇头，并不吃下。范月已是半神，我的伤，这些灵药治不了。那怎么办？白硕脸上六神无主，连忙去拉中招：“走，我们回缥缈岛，掌门一定有办法救你。”白硕拉起中招就要离开，却被他拦住：“来不及了。阿硕，你可还记得3年前我们遇见师父的那日？”白硕扶着中招的手轻轻一抖，垂着眼，不去看中招的脸。那日我们在海上漂了3个月，又累又饿，我记不太清了。白硕的声音有些淡。那日师父伤重，你用血救了他，你可还记得？中招的声音虚弱无比，可落在白硕耳中却阴森诡谲。他压下拼命跳动的心脏，不敢开口。原来如此，这东西化成阿昭的模样接近他，是为了他的血。可他的血能救人，只有自己和阿昭知道。为什么这个中招不仅知道，还知道他3年前救松鹤掌门的事？他到底是谁？这个人要的到底是他的血，还是他的命？白硕背上沁出密密麻麻的冷汗，下巴一凉，竟是中招触到了他的脸。阿硕，你不愿意救我吗？中招的手轻轻落在白硕脸上，将他低垂的头抬起，那声音带着一丝莫名之意。怎么会？白硕的脸被抬起的一瞬，已经恢复了担忧和关切。我的血其实没什么用，你不记得了。那次我刚吃了1颗百年灵芝，恰好遇见松鹤掌门伤重，我不过误打误撞罢了。其实我的血不顶用的。你想啊，我要是真这么厉害，就不会到今日还是个散仙了。阿昭，咱们还是快回岛上，掌门灵力深厚，一定能救你。中招沉沉望着他，白硕脸上担忧无比，看不出一丝异样。一阵风吹来，白硕身后一阵凉意，这时他才惊觉，整个林中竟没有一丝活物的声音和气息。妈呀，早知道一开始发现这个假中招不对劲的时候，就扒拉着那个大妖怪好了。那妖怪再讨厌，也没面前这个东西恐怖。这时候，白硕竟对范月那张冰冷的脸格外思念。那这些灵药，想必比当年的灵芝更有用，你说是不是？一阵沉寂中，中招把方才白硕拿出的丹药递到白硕嘴边，目光沉沉。白硕脸色一僵，再难维持平静，他哆嗦地看着送到嘴边的丹药，欲哭无泪。白硕呀白硕，你怎么这么蠢，找了这么个破理由？白硕支支吾吾，再找不出理由来。阿硕，当年我们在岛上，你对我说过，同生共死。中招声音悠悠，那张染血的脸一点点靠近白硕颈边，
你忘了吗？冰冷的气息吐在了白硕脖颈上，那张往日温柔的脸仿佛下一秒就要咬破自己的喉咙。白硕全身颤抖，手悄悄探向袖口，可仲昭仿佛知道他所想，竟按住了他的手，继续向他脖子靠近。既然我要死了，不如阿硕，你陪我一起吧。仲昭脸色突然变得狰狞，猛地朝白硕脖子上咬去。啊！大妖怪救命啊！白硕呼吸一滞，全身冰凉，终于忍不住喊出了声。一道银光闪过，仲昭被狠狠扫倒在地，白硕被腾空拉起，落在了一个冰凉的怀抱中。你倒不蠢，知道这时候能救你的只有本殿。冰凉的声音落在耳边，带着一丝调侃，落在白硕耳中却犹如天籁。他猛地睁开眼，瞅见面前那张淡漠又俊俏的脸，一把抱住。呜，我的妈呀，你可算来了。范月看着怀中一脸鼻涕一脸泪，犹如八爪鱼抱着自己的白硕，额上青筋直跳。他简直有病，才会忍不住出手救这个女人。下去。我不。白硕条件反射般拒绝，控诉一样指向不知何时站起一脸阴沉的仲昭，他要吃我。你再啰嗦，本殿不介意把你拱手送上给他吃。范月的声音跟冰渣子一般，白硕一哆嗦，后知后觉想起面前人也不是个好惹的，连忙手脚并用爬下来。我下来了，我下来了。白硕一步跳得老远，恨不得离这两个祸害8丈远，身间鲜血两气，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范月懒得再搭理白硕，冷冷朝重昭望去。皓月殿主，只要你不插手，他的血本君愿意分你一半。仲昭舔了舔嘴唇，看向白硕，眼中满是贪婪。范月朝白硕望来，仿佛对这邪物的提议有几分兴趣。白硕忍不住一抖，自救机制瞬间启动，叉腰指着仲昭喝去。呆妖怪，你休得妖言惑众，我们皓月殿主风光霁月，才不会和你同流合污。他一句吼完，讨好的朝范月笑笑，殿主，我皮糙肉厚，不好吃。见白硕拼命朝自己眨眼，要不是时机不对，范月简直要被这活宝气笑了。这天上地下，他还真没见过比眼前人还怕死的。闭嘴，一边待着。范月冷冷吐出几个字，看向不远处邪气沉沉的仲昭，本殿要他，何须与你这个不仙不妖的邪物联手？你这句话也不知触到了贾重昭的哪片逆鳞，他脸色顿时阴沉无比，方才一身染血的白衣瞬间化为黑色，掌中画出一根通体漆黑的木杖，无数黑气在桃林四周弥漫，方才的仙家福地霎时变得阴森可怖，邪气冲天。范月沉眉望着贾仲昭手中的木棍，眯了眯眼，诧异开口，难怪本殿找不到你的气息，原来竟沦为了邪物。桃林中，贾仲昭忍不住脸色一僵，棍指范月，本君亦是天生神体，别以为你先苏醒就能吞了本君不过一块朽木，本殿吞你天经地义。贾仲昭看着不为所动的范月，却突然冷笑出声，少在这装模作样，别以为本君看不出来你受了伤，否则方才我又如何带得走他。范月神情一顿，胸口炙热的火气是咬着心脉，这邪物竟看出了他体内禁制发作。每逢月圆，他体内炽火都会侵袭心脉，维护心脉，他妖力不过平时的5成，仅仅上军巅峰。白硕本来在一旁笑嘻嘻看戏，见范月沉默，脸顿时挂得跟苦瓜一样。不是吧，这家伙带着伤，那还逞什么威风？当大佬当习惯了，不知道狗也是一种优良美德。本来本君还想着先吞了这丫头，再去皓月殿找你，你既送上门，便和她一起做本君的灵药吧。就凭你。范月不屑一顾。贾仲昭冷笑一声，再不多言，挥着木棍直朝范月额心而去。范月面不改色，掌心突然画出一根银链，那银链泛着莹莹白光，在他手中瞬间变得笔直，银链妖力飞舞，毫不迟疑迎上黑棍。仙妖邪3股力量在桃林上空交错，不远处仲昭还欲问尔云个究竟，瞧见这3股力量，脸色一变。阿硕！仲昭来不及多问，手持竹简飞速朝桃林的方向而去。师弟！尔云一跺脚，连忙追去。银链黑棍交缠，两人横垒半空，一时僵持不下。忽然一旁的桃树枝蔓攒动，仿佛活了一般，朝毫无防备的白硕缠去。阴冷的枝蔓瞬间将白硕缠住，白硕一声尖叫，被树枝拉着朝桃林深处而去。他脖上挂的竹笛落在地上。啊！妖怪！救命啊！银色锁链横空飞来，范月飞身而起，将枝蔓斩断，接住下坠的白硕。那桃树发出呜咽之声，瞬间缩回枝条。贾仲昭抓住契机，一棍敲下，重重落在范月肩头。白硕只听得一声闷哼，范月抱着他落地，他一个趔趄，迅猛又乖觉地从范月身上爬下来。我下来了！身后劲风袭来，范月反手挥出银链挡住贾仲昭，
把白硕推出，走。白硕被一道妖力拖着退出半丈远，白硕下意识转身就跑，不知怎地一回头，只见范月和仲昭僵持在半空，范月脸色微白，那木杖离范月额心越来越近，他脚步一鸣。半空中，仲昭脸上露出狰狞得色，本君本想吞了那女娃娃禁神，你既送上门来，吞了你也一样，哈哈哈。他周身邪气大涨，一棒朝范月额心劈去。就在这时，一阵逆香飘来，仲昭黑棍上的光芒忽的一弱，他不可置信回头，却见白硕颤颤巍巍驾着一团云飞到他身后，一手拿着打开的瓷瓶，一手使劲朝自己的方向扇，香气腻人，尽数入了仲昭鼻中。他持棍的手一抖，瞳孔全然变成黑色，脸庞狰狞无比，找死！他反手挥出一道黑色邪气朝白硕打去，以白硕的仙力根本不可能躲过，他瞳中露出一抹恐惧，妈呀，我又要死了！早知道就悄悄溜走，不救那妖怪了。就在那木棍即将击中白硕的一瞬，范月身形一转，突然出现在白硕身前，硬生生接下这一棍，而后他袖口忽然一只木珠飞出，化为半丈大小，木珠金色的翅膀舞出强大的妖力，击中贾仲昭胸口，贾仲昭胸口破出一块大洞，却无血溅出。贾仲昭低头看着胸口的破洞，怒吼一声，身体消失，化为一团阴邪的黑气，消散在原地。走！范月再不恋战，收回木珠，抱住白硕，化为一道流光朝桃林外而去。在贾仲昭化为黑气的一瞬，火冰岛外铺天盖地的邪气破开一道的缝隙，拼命镇压邪气的流云12弟子瞧见契机，朝岛内冲来。与此同时，两道仙光直朝桃林正中而来，一道妖光闪过，范月白硕落地，不远处海浪咆哮，此处已是火冰岛最外围。你没事吧？白硕见范月脸色微白，想起方才范月为他受了2棍，连忙去扶。范月拂袖，十分有意地错过他这一扶。白硕善良的爪将在半空，他看着一脸嫌弃的范月，尴尬地收回，在腰上擦了擦。他心有余悸，朝阴森的桃林方向望了一眼，好险好险，亏得我还留了一瓶万灵醉防身，不然准被那怪物吞了。范月轻哼，你倒是不蠢，你是何时发现那中招是假的？店主时时提醒，我想蠢都难啊。白硕义正言辞，本店何时提醒你了？范月挑眉，店主可别不承认，您一出现便说。白硕狗腿道，他一招就能识出你的身份，其实是在告诉我，他不应该认出你。我虽修仙的时间短，但也知皓月店主极少现于人前，一个偏远仙岛才修了3年仙的弟子，怎么可能一招就能认出您呢？白硕顿了顿，忽然瞅向范月，还有，店主在那泉边对我出手，其实是想救我吧？范月眯了眯眼，就算本店不提醒，你也早就知道他是假的了吧？白硕嘿嘿一笑，倒是没否认，我和阿昭一起长大，我怎会认不出来他？再说了，阿昭绝不会让我用万灵醉去对付那只白虎，陷入险地。他一出现，我就觉得他不对劲，拿万灵醉出来，不过是想试探试探他。白硕说的头头是道，一转头，却见范月古怪地望着自己。店主，范月突然开口，本店是谁？白硕心底一抖，迎上范月目光，轻声开口，皓月店之主。还有呢？白硕努力让自己镇定一些，脑子里迅速把今日发生的一切过了一遍。阿昭受伤，他在书阁找到典籍，来火冰岛寻宝，诡异的邪物，还有那些物化做中招出现，他平静的修仙日子在今日简直跌宕起伏。白硕心里头千头万绪，只想快些逃离这鬼地方，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中招，让师门有所应对。但他方才所有仙力已经用完，想回缥缈岛，只能靠眼前的人了。白硕稳下心神，向范月抱拳，纯良地扯出个笑容，木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范月盯着白硕，目光玩味，你不是一向喜欢装傻充愣，今日怎么不装了？店主身前，白硕岂敢瞒骗？说人话。白硕深吸一口气，我怕死。范月一愣，缥缈岛虽然偏僻，却也不是不知3界中事，店主您妖力高绝，可方才那邪物与店主交手，却不落下风，这么一个人物，为什么要化作中招的样子，引我去那泉眼，而不是一巴掌拍死我？他不杀我，一定是我身上有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他才用阿昭的身份接近我，只不过他还未成功，便被店主打断了。他的血。范月眼底一动，两人目光交错，想起3年前木啸山发生的事，心底皆是明了，但都没有点破。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何本店的术法对你无用？白硕被问的一愣，他也想知道啊。阿昭被这皓月店主施了法，什么都忘记了，可范月的法术却对他全然无效。白硕直白的摇头，我也不知道。范月皱眉，虽不信，却懒得多说。
本殿看你不是长寿之命，要想多活几年，回人间吧。为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虽然普普通通，一身血肉，却是天地灵丹。今日能招来这邪物，将来也少不得会碰上，既无力自保，不如做个凡人。只要我好好待在缥缈岛，自然安全得很。白硕嘟囔。愚蠢。范月懒得再理白硕，转身就走，却被白硕拉住了衣摆。范店主。范月皱眉，冷冷扫向白硕的手，白硕抖了抖，却没收回，他仰着头看向范月，眼底带着微微亮光。范月心底生出些许怪异的感觉，竟不自觉低下头，迎上了白硕的眼。我有个不情之请。白硕一副扭捏模样，店主，难得咱们有缘分。他伸出一个手指头，飞快道，要不你再帮我一次，我方才为了救您，仙力都用完了，您劳劳腿，送我回缥缈岛吧。气氛一时安静下来，范月脸色更黑，白硕也不知他哪句话说错了，无辜抬头，饭店。没等他再开口，范月头也不回离去，自己滚回去。他就没见过比白硕还不要脸的人。哎，店主。白硕还欲再争取一番，忽然几道仙力闪过，10数位缥缈弟子落在白硕身前，朝他走来。白硕心底一紧，连忙回头，已经不见范月身影。他松了口气，还没开口，为首弟子劈头盖脸问来，你怎么在这儿？我来采炼丹的药材。诸位师兄，你们怎么会？你可看见尔云师姐和众招师弟？白硕脸色一变，什么？阿昭也来了这座岛？他怎么会来这鬼地方？岛上出事了，白硕，你速回山门，我等有师命在身，不便多说。12位流云弟子神色凝重，并不多言，化为流光朝岛内深处而去。2道仙力划过，落在方才范月和邪气交战之地，正是众招和尔云。地上一片打斗痕迹，地上落着一方竹笛阿硕。众招上前一步，拾起竹笛，神色焦急，忍不住大喊，阿硕，阿硕。见众招心神大乱，尔云忍不住道，师弟，白硕机灵得很，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快找到那邪物。这竹笛是我送给阿硕的，他不会随便扔下，一定是出事了。众招话音未落，2人身后的桃林仿佛活了一般，无数枝条伸着触角朝众招和尔云而来。啊！众招一转头，只见尔云被一根枝蔓触角朝桃林深处拉去。师姐！众招怒吼一声，挥剑欲救尔云，却被数根枝蔓缠住，他掌心一动，挥出仙剑斩断了他和尔云身上的枝蔓，一道邪气从林中涌出，击在尔云身上。尔云一声闷哼，朝地上倒去，众招连忙去接。就在这时，邪气化为实体，出现在众招身后。众招转身，瞧见那邪体的面容，神情一愣，一时忘了动作。邪体再次挥出黑棍，众招一声闷哼，朝地上倒去。12道仙力划过，流云12弟子落在方才那桃林中，数道黑气涌出，裹住这12名弟子。只听得数声哀嚎，12弟子瞬间面容枯槁，全身仙力被吸干，倒在地上。阿昭！火冰岛边缘，白硕听见不远处惨叫声响起，毫不犹豫转身朝岛内跑去。范月伸手一拦，皱眉，方才我伤的不过是他的，你现在回去，无异于送死。不用你。白硕脱口而出，被范月一拦，却回过神来，恳求道，店主，阿昭不是那邪物的对手，请。一个仙门弟子的死活与本店何干？没等白硕开口，范月已冷冷拒绝，你若找死，也与本店无关。范月转身就走，只要你肯出手，我就告诉你他的弱点。白硕深吸一口气，冷静开口，店主，你不就是为了那邪物而来吗？范月脚步一顿，缓缓转身，滴答滴答滴答，黑暗中水滴溅落的声音清晰无比。众招艰难地睁开眼，只觉一阵眩晕，入目是一方水洞，洞中钟乳林立，洞正中扎根着一棵漆黑的参天大树，地上遍布黑色的枝蔓，密密麻麻，阴森而诡谲。众招被困在一株树干上，不远处尔云闭着眼，虚弱的被枝蔓绑在另一株树干上。尔云！众招掌心一动，就要照出仙剑砍断枝蔓，却觉丹田处空荡荡的，使不出一丝仙力。怎么会？他的仙力呢？众招心中一骇，这才感知胸口一阵锥心的疼痛，低头一看，只见一支尖利的蔓刺正刺在他胸口，源源不断地将他体内金丹的灵力通过蔓刺传向那黑色的参天大树顶端。随着仙力不断被攫取，黑色大树周身的邪气愈加浓厚。众招神情不定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一声虚弱的声音响起，师弟。不远处尔云缓缓转醒，瞧见众招的处境，惊惶的神情立刻变成了急切。他欲奋力挣脱束缚，一只蔓条抽打在他身上，一道血痕落在他手腕，他痛呼一声，
脸色愈加苍白，然他并未停止，仍在不停催动体内仙力挣脱束缚。随着尔云的异动，树根之蔓骤然发动，化成尖刺对准了尔云周身。师姐，不要动！众招沉沉喝来，阻止了尔云。尔云望着眼前邪气缠绕的巨树，看向众招，喃喃道：他在吸你的真元，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菩提。众招抬头，如果我没猜错，就是他伤了师叔，毁了岛上的惊天阵。菩提。尔云难以置信，菩提不是神界的神树吗？这分明是棵邪树。师叔说过，数年前天火降在这座岛上，岛上数年火乱不止，后来整个火冰岛的生灵都被大火焚烧，想来当初的天火就是这棵菩提树。或许当初它落下时只是一棵神力浩瀚的神木，但这些年它吸尽岛上的生灵，神木沁血，生了神智，已经化成了邪祟。众招抬头望向邪气重重的菩提树，一叹，师父耗尽一身修为将它封印，看来还是失败了，他比当年更强大了。爹。尔云望着邪树，眼眶发红，紧握的手机欲沁出血来，就是他害死了爹。忽然尔云神色一变，玉简。尔云费力在袖中一掏，果然那个集结了缥缈派全岛仙辈灵力的玉简消失不见了。师弟，玉简不见了。尔云脸色惨白，眼中再没了希望。众招亦神色一变，这菩提邪木阻挡了所有东海和外界的联系，连师叔都不是他的对手。镇派玉简是最后诛杀他的希望，连玉简都被夺走，东海和缥缈岛再无生机。洞内一阵沉默，许久，众招缓缓开口，他低头看着胸前的蔓刺，眼中视死如归。上君的真元自爆能惊动天地灵气，或许我可以。师弟，不可。尔云神色巨变，还未来得及劝阻，一道阴沉的声音突然在洞中响起。想不到缥缈派还出了你这么个硬骨头。一道阴风刮过，一团黑影落在不远处，那人全身被邪气笼罩，藏在斗篷之下，看不清面目。他掌中把玩着那方玉简，随后往虚空中一扔，这东西我已经放进了本命神木之中，为我所用。所谓东海缥缈，不过这么点不入流的下等仙气罢了。他悠悠朝众招走来，伸出手将众招胸口的蔓刺拉出，将那浓郁的真元之力舔舐了一口，随即飞快又将蔓刺插入，全然不顾众招胸口喷射的鲜血。众招闷哼一声，脸色愈加惨白。尔云一声尖叫，邪物，住手！菩提木桀桀沉笑一声，不愧是绝佳的灵体，真是可口。别想了，本君的修为已是半神，要是自爆真元有用，松风那废物早就爆了，何必还让你们几个后辈拿着镇派玉简来这里？他看着众招胸口金色的真元，声音中竟带了一丝嫌弃，虽是可口，除了疗伤却无大用，比那女娃娃的血可差远了。众招脸色骤然一变，猛地抬头，你怎么会知道阿昭他的血？众招声音戛然而止，眼底蕴着巨怒，一字一句开口，不准动他，否则我……你什么？连自己都保不了的废物，能做什么？菩提木冷哼一声，要不是直取真元会引发真元爆体碎裂，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待本君吸干了你的真元，捉了那女娃娃回来，整个东海都将是我的。不！菩提木望向大树参天外黑沉沉的天空，整个三界都是我的。众招眼中血红，被枝蔓困住的双手挣出了血痕。忽然菩提木神色一定，虚空望向水洞外一处，也不知他听到了什么。他轻咦一声看向众招，莫名怪笑了一声，还真有为了你不怕死的小子，待本君进了神，会赏你一个痛快的死法。菩提木消失在原地，众招脸色一变，阿硕，什么皓月店主，就是个忘恩负义的胆小鬼。桃林中，白硕身一脚浅一脚一个人偷摸摸寻回林中，都说了有办法制住那邪祟，他竟然还跑了。胆小鬼，臭妖怪，老龟果然说得对，长得好看的妖精都不能信。阿昭，阿昭！白硕小声的在林中呼唤，从乾坤袋里掏出一道符，那符画做个剪纸小人，困顿不已。快，替我嗅嗅阿昭的气息，找到他。小纸人睡眼惺忪的打了个哈欠，懒得挪动。阿昭有危险，等找到他，给你喝灵露。小纸人一听有灵露喝，顿时站直，朝四野闻了闻，随后朝一处飘去。白硕赶紧跟在纸人身后。幽暗的林中，一双幽暗的眼盯着白硕，并不动手，反而消失在原地。火冰岛边缘，潮水拍打着海岸，岛外仍被那道邪气天幕所笼罩。范月立在岸边，眉头微皱，欲朝天际而去。你真的不帮他？要是龙三取了他的血，早你一步进神，反过来吞噬你，你的神魂就会消失。金珠从范月袖中飞出，叼住了他的衣袖。方才进去的缥缈12弟子已经都死了，他吸了这些仙人的灵气，伤已经痊愈。他的血除非自己心甘情愿献祭，强取毫无用处。
方才我对上的不过是他的，也只能险险伤他。月圆之日，我的妖力只能发挥50%，就算我去，也就不回那个仙门弟子。况且，仲昭声音一淡，2个仙人不值得本殿冒险。如今我已经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待我妖力恢复，再来夺回这一块菩提木便是。范月随手将金珠收入袖中，一道妖力划破半空，黑幕被劈开一道缝隙，范月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不远处，一团黑气现身，望着范月远处，诡异低笑一声，消失在原地。水洞中，曼次仍在吸着仲昭的真元供养菩提木，仲昭不断凝聚灵力，却毫无办法。忽然，一道小小的声音在一旁响起：“阿昭，阿昭！”仲昭转头，只见白硕顶着个大树叶在头顶，猫在不远处的树干后叫他。仲昭脸一白，连被邪祟插心时都没现在白得彻底，他整个人朝白硕的方向拱，眼底愤怒要爆炸：“你怎么在这？谁让你来的？还不快走！走啊，离开这座岛！”一旁的尔云本瞧见白硕也一脸震惊，瞧见仲昭的失态，唇角一咬，转过头，眼中露出些许愤怒受伤：“我来救你啊！师兄他们说你和师姐也来这座岛了。”白硕顶着树叶快速朝仲昭挪来，一边望着四周诡异的枝蔓，一边嘟囔：“这是什么鬼地方？是老龟给我的小纸人带我来的，平日里竟赖我林禄鹤，关键时候还能顶点用。”白硕终于挪到了仲昭身前，这时他才瞧见仲昭胸口那根尖锐的蔓刺，脸色大变，树叶一扔，再不顾及会不会被发现，大跑2步到仲昭身前。这是什么东西？白硕眼都急红了，连忙伸手去拔，但那蔓刺仍在仲昭胸前纹丝不动，白硕的手瞬间被蔓刺扎破，染得血红。“你来有什么用？连我和师弟都对付不了的邪祟，你一个半仙能如何？”尔云没好气道。白硕不为所动，换出一把小匕首砍着枝蔓，眉头拧成一团：“阿硕，你快走，这邪祟是上古神木菩提所化，我们不是对手，你快回岛上通知掌门师叔，师叔仙力高强，一定有办法。”仲昭说得认真，尔云一愣，二叔明明不敌那菩提邪木。随即他明白过来，仲昭在骗白硕，希望他能离开。尔云心底难过，平日里他虽张扬跋扈，却非无良知，他们生死难料，或许整个缥缈岛都将覆灭在这场灾难中。白硕一个半仙，比凡人强不了多少，能活就活，能逃就逃吧。要是能和仲昭师弟死在一块，千百年后也是仙族一场佳话。说了你一个废物，帮不上忙，别在这儿误事，还不滚回岛上报信。尔云头一扬，冷冰冰开口。仲昭却明白尔云话中意思，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白硕，你听见没有？我让你快闭嘴。白硕突然开口，转头看向尔云，目光清冷。尔云被白硕的目光一震，话语堵在嗓中，随即又反应过来自己被一个小小的半仙震慑了，恼羞不已，还要开口：“我让你闭嘴。”白硕冷声开口：“对，我是个小小的半仙，但至少我没被人困在这里动弹不得，除了在这说废话，什么都做不了。咱俩到底谁更废物？你！”尔云气得无语，他难得发回慈悲心，这白硕竟如此不知好歹。见白硕冷了脸，仲昭欲帮尔云解释：“阿硕，师姐她……阿昭，你别帮他解释，他平日里欺辱我还少吗？”白硕看向尔云，面带鄙夷：“尔云师姐，你要不是有个掌门爹，又被岛上的灵宝养着，你以为你能成为流云弟子？什么缥缈岛双杰，你凭什么和阿昭比？”尔云活了100年，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气得浑身颤抖。仲昭看着一副的理不饶人的白硕，面上虽生气，还是忍不住道：“阿硕，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和师姐置气？趁那邪祟回来前，你快走！”仲昭话音未落，突然大吼一声，口中吐出一口鲜血，染红了白袍，原是那蔓刺重重刺进仲昭胸口，他金黄的内丹被戳破，大量的灵力真元不断被吸进菩提树中，仲昭胸前霎时鲜血淋漓。阿昭！白硕在顾不得和尔云斗嘴，忙扶住仲昭，可重昭眼中的生气渐失，那蔓刺还在源源不断地攫取着他的生机。师弟，阿昭师弟！尔云无比急切，却毫无办法。白硕，你快回岛上，只有师叔，现在也许只有师叔。闭嘴，你当我是傻子？掌门要是没出事，东海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会让你们和12流云弟子涉险来这鬼地方？白硕冷冷打断尔云：“我不会让阿昭死，别吵。”尔云怔住，只见白硕拿起匕首就朝掌心划去。不行，阿硕，住手！仲昭一眼就看出白硕要用他的灵血救自己，虚弱又急切阻止，可白硕毫不犹疑将掌心落在仲昭胸前，鲜血不断涌入仲昭内丹中。仲昭脸色迅速恢复红润，尔云难以置信望着这一幕。
白硕这个连仙都修不了的废物，他的血竟能生死人肉白骨。洞中的时间仿佛静止，但其实不过须臾。可就在这须臾之间，白硕身体里的鲜血几乎过半灌入了仲昭体内。仲昭望着脸色苍白的白硕，抬手抚上了他的颈。够了，阿硕啊，真是谢谢你的血了。仲昭的声音莫名有些诡谲阴沉，忽然他一掌拍在白硕肩上，白硕犹如断弦的风筝飞出，重重落在地上。阿昭！白硕大口大口的血吐出，满是震惊望向仲昭。师弟！尔云也一脸呆愣，不知所措。只见仲昭狂笑不止，他握住插入胸口的蔓刺，毫不费力拔出，一把扔到地上，而捆在他身上的菩提之蔓则飞速退去，光芒一闪，仲昭化作身着斗篷、脸覆面具的邪目菩提。他周身上下邪力涌动，比方才在林中和范月打斗时强了数倍。菩提邪目！尔云失声喊出，菩提什么时候化成了师弟？他怎么毫无察觉？想不到区区下3界之地，竟会生出你这种天地灵血来。这些年我吸尽东海的灵气，仍不能触到神的边界，你的血竟能让我金丹大成。菩提木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狂笑出声。白硕脸色惨白，以他的灵力，方才菩提这一掌几乎断了他的生机。他气息奄奄，阿昭在哪？你把他怎么了？都死到临头了，还记挂他？也对，若不是他，本君如何能骗得你心甘情愿献祭灵血？看在你对本君尽神有大功的份上，本君成全你们这对苦鸳鸯，让你死的瞑目。菩提一挥手，周围邪气散去，他身后数米开外才是真正的菩提树心。仲昭仍被枝蔓紧紧锁着，尖锐的蔓刺插入他的胸口，而他胸前那颗金丹只剩下微弱的光亮，俨然已是油尽灯枯之象。仲昭虚弱抬头，朝地上的白硕伸出手，阿硕，快走！菩提，你已经拿了我的血，只要你放了仲昭，我愿意把我体内剩下的血都献祭给你。白硕抬头恳求，你的血本君已经取了，他的金丹我也一样要拿回。菩提冷笑一声，不过是本君手中鱼肉，你有什么资格和本君谈条件？菩提抬手一挥，半空中的枝蔓化成尖锐刺剑就朝白硕刺来。皓月店主与我有故，你若杀了我，就不怕惹怒他。关键时刻，白硕奋力吼出，皓月店主，妖界半神。仲昭一愣，尔云无语，这白硕失心疯了不成？说什么胡话？刺来的枝蔓在空中倏然一滞，见菩提停手，白硕刚露出喜色，却听一道不屑的笑声从面具下传来。你娃娃，妖族无情，你当真以为为了你这么个半仙，他会冒险？怎么不会？连你都想得到我的血，这世间想进神的可不只是你。菩提声音一抬，你用你的血和他做了交易。是。白硕再不啰嗦，朝半空中洞口的光线处大喊一声，店主。洞口处毫无动静。店主，皓月店主。白硕一声比一声大，仲昭尔云循着白硕的声音朝上望，可无论白硕怎么呼唤，那只亏得一线天光的地方始终不见一丝回应。回应他的只有菩提得意张狂的笑声，哈哈哈哈哈。那面具下不知藏着一张什么样的脸，他掌心一抬，无数枝蔓骤然飞起，将白硕捆住抬飞至半空。他一步步朝白硕走来，悠悠开口，丫头，本君在这世上活的年岁可比你长多了，你以为就凭你那个废纸人能找到本君真身所在？而我又真的相信范月会放弃吞噬我。你们俩那点小把戏瞒不过本君，我既然能让你进来，那别人自然进不来。整个火冰岛都是我的菩提真身所化，你们已经被封印在我的真身之中。我如今已是半神巅峰，3界无神，没有人能破开我的结界，包括你那个皓月店主。桃林正中，古木之下，范月红衣飞扬，一方水洞咫尺可见，他却停住了脚步。你怎么停下了？他就在下面。进去啊！金珠飞在半空喊。进不去。范月开口，只见他抬手一挥，红色妖力闪出，逼出了黑色结界，那结界将水洞周围数米牢牢护住。范月闭眼，更强大的妖力凝聚于手挥出击在结界上，但整个结界仍纹丝不动。难怪他的力量比龙二强这么多，他吞噬了这座岛上所有生灵，如今这座岛就是他。范月沉下眼，龙翼珠长大猪嘴，扑扇的翅膀僵在半空。水洞内，菩提干瘪的手捏在白硕脖子上，面具下那双眼幽暗阴沉，他畅快的叹息。不过本君还真是要多谢你的血，仙途多苦难，能死在本君手中，也不枉你来人世走一遭了。菩提掌中邪气骤起。阿硕。被困菩提树下的仲昭见白硕生死一线，用尽全力想拔出胸口的蔓刺，可胸口哪怕鲜血淋漓，那蔓刺却纹丝不动。见菩提的手用力朝白硕纤细的脖子扭去，仲昭眼底终于绝望，
阿硕，我来人世走一遭，可不是为了你这个糟老头。半空中，本已低垂着眼的白硕突然抬头，目光清明，我白硕就算是只蝼蚁，可死在你手里，却不是我的命。范月。就在那邪气落在白硕额头的一瞬，他眉心骤然现出一道暗红的月亮印记，一道浑厚的妖力从月中射出，漫天红色灵力如星光一般凝聚成一道红色人影。那人影一掌落在菩提身上，这一掌的力量如引子一般从邪菩提身体里引出无数道红色妖力，轰的一声，邪菩提体内一声爆炸，整个洞中白光一闪，邪菩提如脱线的木偶被炸飞在地。漫天灵力中，范月抱着虚弱的白硕，如神灵一般落在地上。他随手一挥，斩断了绑着仲昭、尔云二人的菩提之蔓。仲昭虚弱倒地，失地。尔云连忙跑来将重昭扶起，却按捺住欲奔向白硕的仲昭，警惕地望着范月。他虽不识皓月殿主，但面前人这一身可怕的妖力，他还是感知得出来。瞪什么瞪？眼大呀你！第一回我就没上当，难不成第二回我就变蠢了？形势虽瞬间倒转，白硕却丝毫不敢忘记前几次教训，麻溜地从范月身上爬下来，随意抹去嘴边血迹，朝地上震惊的邪菩提咧嘴一笑。我身体里怎么会有范月的妖力？为什么？邪菩提周身被纯正的红色妖力所笼罩，不远处的菩提树欣燃起一道红色火焰，邪菩提一口血吐出，感觉到本体内正在被这股火焰所吞噬，这是范月在融合自己。因为你蠢。范月淡淡开口，目光落在一旁插着妖神气无比的白硕身上，挑了挑眉，或者说你倒霉，遇到了一个活得比你短却比你聪明的废物。一个时辰前，火冰岛岸边，范月头都懒得回，凉凉开口，你要找死自己去，本尊可不奉陪，你仙界和他相争，本尊乐得看戏。你要是不帮我，我现在就跑回去，把我的血给他，让他成功进那个什么神，到时候你们两个妖怪谁吃谁就不一定了。白硕大喊，见范月转头看向自己，连忙往后跳了2步，头一仰，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烂命一条，死了就死了。你可是堂堂妖族皓月殿主，比我的命值钱多了。见白硕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嘴脸，范月倒气笑了，知道他的弱点。你以为他真是什么邪祟？他是上古神木菩提所化，灵通九窍，他早就吞掉了这座岛，方才我们遇到的不过是他神木所化的一个。连我都找不到他本体所在，你一个区区半仙，能奈他和他想吃我，就是他的弱点。白硕嘿嘿一笑，眨眨眼，店主，咱们合计合计呗。水洞中，白硕本一脸得意洋洋，听得范月那一句废物，登时垮下脸，喂，妖怪，你会不会夸人？迎上范月清冷的眼，白硕心底一触，忙噤声转头，看向邪菩提，糟老头，这人啊，不对，这仙啊，呸，这邪祟啊，可不是活得越久就越聪明，我早就猜到了，只要我回来就阿招，你一定还会诓我。可我的血只有自己心甘情愿献祭才有用，如果我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心甘情愿献祭呢？白硕收起脸上的笑容，阿招的命，可要是你拿着他的命威胁我，反正献祭也是死，不献祭也是死，你知道我是个聪明人，所以这个方法对我没用，只有让我自己找到阿招，看到他性命垂危，我才会不顾一切救他。白硕原地踱了2步，低头对上邪菩提的面具脸，连皓月殿主都找不到你的老窝，我那个一阵风就能刮散的小纸人却能找到，所以从踏进这个水洞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困在菩提木下的不是真正的阿招。不过没关系，他不是阿招，却是你菩提木本体。你不是奇怪为什么你体内会有皓月殿主的妖力吗？因为我把他的本源妖力引入了我的内丹中，你在吸走我的血的同时，也吸进了你的催命符。随着白硕缓缓到来，不远处的菩提树心也被焚烧的只剩一星半点，邪菩提周身被范月的妖力所化，身躯渐渐透明，他望向白硕，满眼怨毒，好毒辣的丫头，好深的心计，整日捕鹰，本君竟也有被鹰啄眼的一日，倒是我小瞧了你。好说。白硕一拍手，朝仲昭走去，又朝身后摆摆手，店主，这块坏木头就交给你了，咱们银货两讫，走，阿招，回家。白硕笑嘻嘻朝仲昭走去。阿硕，躲开！仲昭近在咫尺，白硕却从他眼底看到莫名的惊惧，他还没回过神，一道白光自身后袭来，白硕头发丝都能感受到身后那恐怖至极的仙力攻击，头皮发麻到动弹不得。仲昭挣脱耳云，朝白硕奔去。范月在白光骤起的一瞬掌中，银链就已脱手而出，银链和仲昭同时抵达白硕身边，仲昭抱起白硕，惊险跃起躲过白光，可那白光一击未中，
却未停顿，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尔云卷起落在被焚烧的只剩下一星点火光的菩提树心下，在白光的笼罩下，菩提树心死灰复燃，悠悠黑光重新亮起。银链在白硕身边扑了个空，样样飞回了范月手中。范月淡淡看了眼不堪大用的银链，轻哼一声，银链委屈的一抖，挺尸装死。白硕和众招望向菩提树心处，白光散去，只见那原本虚弱的只剩一口气的邪仆提一手掐住尔云的脖子，另一只手中赧然握着一方通体莹玉的玉简，而方才那道可怖的仙力，正是从玉简中而来镇山玉简。白硕失声喊出，他一个缥缈外门弟子，按理是不该知道这玉简的，奈何他身边有个缥缈岛资历最老又成了精的老乌龟，两人最爱的事儿就是喝了小酒在药园子树下唠家常，是以缥缈岛这些心秘，白硕摸得门而清。但缥缈本就不是什么仙族大派，镇山玉简方才被范月的银链击中，已然只剩下一成微弱的力量护住那即将消散的菩提树心。师姐，众招脸色一变，就要出手，邪菩提掐住尔云脖子的手用上3分力，别过来，否则本君就是死也要拉他一起陪葬，都给本君滚出火冰岛，不然我就杀了他。众招面露两难，要不是范月的妖血入了邪菩提身体，整个缥缈岛加起来都不是邪菩提的对手，一旦他们放过这次机会，等邪菩提死灰复燃，再想杀他就难了。范月眼中无仙族，他冷哼一声，手中银链直朝邪菩提挥出，却被众招抬手拦住。不管阁下是谁，我师姐在这邪祟手上，还请阁下勿妄动。范月冷冷一哼，望着众招仿若蝼蚁，愚蠢。师弟，别管我。尔云本是懵逼样，见众招为他出手，一时倒生了和邪祟同归于尽的豪情壮志，愤怒地看向邪菩提，眼眶发红，你害死了我爹，杀了缥缈这么多师兄弟，夺尽我东海灵气，今日休想逃出升天。他仰着脖子，邪菩提，我缥缈没有贪生怕死之徒，你杀呀。尔云仰头的一瞬，白皙的脖颈在邪菩提尖锐的目刺下刮出一道血痕，邪菩提竟没有发怒，那捏着尔云脖颈的手不知为何还朝后一避。范月怎会顾及区区一个仙族弟子性命，他手中妖力未断，银链再度出手，吭一声，众招祭出仙剑，再度拦住范月。皓月殿主，众招不肯退让半分，范月眼中终于露出一抹不耐，掌心银链直指众招。白硕见这两人竟要动手，连忙拦在二人中间，指向邪菩提，停，你们干什么？这邪祟一句话就让你们红了眼，师姐说的对呀，他一个人的命和整个东海的生灵，当然是东海更重要。阿硕，众招无奈唤他。白硕喊得理直气壮，尔云脸都黑了。白硕，好啊，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你别痴心妄想，就算我死了，你也配不上众招师弟。尔云端了小半辈子仙门弟子的威仪，临到头，矜持也不顾了，倒唱快递和白硕对起来。尔云师姐，你放心，你死不了，邪菩提不会伤害你。白硕转头看向尔云，就算他会灭了整个缥缈，吸尽东海生灵，他也不会对你动手。这话一出，众人全然听不懂，尔云一脸呆愣，满脸写满了白硕，你个黑心肠子，老娘信了你的邪之无语，我说的可对。白硕目光落在邪菩提身上，轻声一叹，松鹤掌门。邪菩提骤然抬头，掐住尔云脖颈的手一僵。水洞里死一样安静，众招尔云震惊无比，唯有范月毫不意外，耳中浮现海岸边白硕的声音，他想吃我就是他的弱点，可是他的弱点不止于此，还有什么？他的身份，或许他不是真正的菩提木。这一句终于让范月也挑了挑眉。阿硕，你唤他什么？水洞中众招声音难得干涩。你胡说八道什么？白硕，这个邪物怎么会是我爹？白硕这一句比抢了众招更让尔云愤怒，他气得浑身发抖。我爹3年前就是为了封印这邪祟才仙力耗尽而亡，你休得辱他仙名。尔云师姐，你就一点都不奇怪吗？邪菩提明明灭绝人性，12位师兄一入岛就被吸干仙力而亡，他对我和阿昭也没有半分手软，要不是皓月殿主，我和阿昭早就成了他禁神的祭品，可为什么从入岛至今，你除了一点皮肉伤，一点事都没有？尔云一愣，突然想起方才以景迎向菩提木刺时，邪菩提那一躲，脸色一变，但他仍摇头，不敢看向身旁沉默的邪菩提，不可能，你胡说，我不信。众招却突然开口，看向邪菩提。镇山玉简是我缥缈灵气，我和师姐今日得了师书传承，才知如何使用。你，众招声音干涩，却问出了心中疑惑，为何能用？仙门法宝自有传承，更何况是继承了缥缈岛所有仙辈的魂灵法器，他们方才太过慌乱，竟忽视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
面对中招质问，邪菩提只是沉默，尔云愣愣看着一旁的面具人，整个人都颤抖起来。忽然他转过头，眼眶通红看向中招，中招，你别忘了我爹是怎么死的，要不是他临死前把他的内丹和一身仙力传给你，你怎么可能3年入仙？他是邪祟，不是我爹，我爹3年前就死了。中招握着仙剑的手一顿，一时难以再问。他的仙途全是缥缈岛和松鹤掌门所赐，哪怕他从不质疑白硕的话，此时也不敢妄断松鹤一世清明。可是，师姐，今天阵被毁了。尔云整个人一僵，临行前松风的叮嘱在他耳边响起。云儿，今天阵是我缥缈护山大阵，只有知道阵眼的人才能毁它。那邪祟或许早已混入我缥缈内门，除了你自己，谁都不要相信。如果师叔猜错了，那邪祟并不是混入内门，而是原本就是缥缈中人呢。本尊一直觉得奇怪，菩提木虽落入下3界，可好歹也曾是在神界感召神法数万年的神木，怎会堕入魔道，成为邪祟？原来是人心之过。范月淡淡开口，3年前你就吞噬了菩提木，夺了他的神魂吧。范月一句定音，三人朝一直沉默的邪菩提望去，邪菩提终于开口，却不是那带着阴鬼沙哑的声音，反而带了一丝疲态和熟悉的低沉。3年前我就不该一时心慈，让你留在缥缈岛。邪菩提盯着白硕，脸上的面具散去，正是3年前早已仙逝的松鹤掌门。爹，师父。中招尔云望着面前这张熟悉无比的脸，一个茫然，一个震惊，哪怕早就被白硕戳穿了真相，但当邪菩提真的摘下面具，两人心中还是震撼无比。差点毁了缥缈岛的邪祟，竟然是护了东海千载的松鹤，仙门一派之首。这怎么可能？我已经自断仙脉，当初连松风都没有发现，你到底是如何猜出我的身份的？要不是白硕和范月交易，又在众人面前戳穿了他的身份，他不至于功亏一篑。松鹤数年筹划，却断送在一个小小的半仙之手，他确实想问个明白。因为一句话和一个秘密。什么话？第一次你化作阿昭骗我献祭灵血时，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在岛上，我曾说过要和你同生共死。这句话除了真正的阿昭，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邪菩提又是怎么知道的？天道之中，只有灵脉相交，为其筑基，才能窥其一生过往。这世上能窥探阿昭葬于心中隐秘之事的，只有3年前为阿昭筑基的松鹤掌门。秘密又是什么？我灵血之秘，我这个人我自己知道，第一怕死，第二怕死，第3还是怕死。我不过是个半仙，保命的本事那是半点没有。要是满3界都知道我这血跟一品灵药似的，别说妖界了，说不定仙界的大修们10点坏心眼都能把我静悄悄的给炼了。所以平日里我恨不得活成个鹌鹑，生怕这点子是被人知道。自从离开人间踏入仙道，这3年来我唯一一次暴露灵血，就是在这火冰岛上以血救人，而我救的那个人就是你，松鹤掌门。于是我开始反推今晚发生的一切。我入火冰岛取灵药本是一时兴起，可林中的白虎和幻化的阿昭却是早有准备。当皓月店主告诉我这里早就是一座死岛时候，我就猜到连书阁中那一本寻宝集也是你为我准备的。我好钻研药道，又常偷看阁中藏书，只要我有一日翻到，就一定会踏上这座岛，成为你进神的祭品。白硕终于说完，他吐出一口气，有些无奈，为了我这么个小小半仙筹谋至此，当真是辛苦你了，松鹤掌门。水洞内一时安静无比，尔云直到现在都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爹，他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师兄弟，是你化成邪菩提做了这一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了什么？我是为了缥缈。邪菩提，不。松鹤骤然开口，我缥缈数百年前也是仙界6门之一，可自从300年前神界开启，凤族崛起，东海灵脉尽归梧桐凤族所有后，我缥缈一派除了这座本岛，再无洞天福地可供修炼。这么一座岛如何供养整个仙门？可怜我缥缈一门100年来日渐凋零，再无一人修炼到上军巅峰，更沦为仙界末流。10年前我就预感到我雷劫将至，若雷劫不过，我将身死道消，再无窥探神道的机会。我本来已经绝望，可偏偏这时天火落入东海，焚烧万灵。我来此探查后才发现，这天火竟是一块神力浑厚的菩提木，只要我能炼化它，我就能一朝进神，再壮我缥缈威名，让缥缈崛起于3界。皮肤撼树，区区一个仙界下君，竟妄想炼化神木。范月冷哼一声，很是为的一块被松鹤沾染而嫌弃。不错，我失败了。松鹤虽苦笑，却不甘，但天不亡我缥缈，就在我炼化神木失败濒死至极，竟让我遇到了2个凡人。松鹤的目光落在白硕身上，而其中一人的血不仅治好了我，更让我压制了菩提神木上未开化的神魂。
白硕一愣，指了指自己，什么？原来今日的一切都是他3年前阴差阳错造成的。我的天爷啊，可真是冤孽啊！你虽暂时压制了菩提的神魂，但以你的灵力无法炼化它，你用了邪法。范月皱眉，这一句并非询问，而是定论。不错，既仙道不公，与我缥缈再无活路，那我堕入邪魔又如何？3界本无法规，谁强谁就是规则。松鹤眼中无半点慈悲仙骨，唯剩执拗。少为自己脸上贴金了，什么为了仙门，不过就是一点私欲罢了。据本尊所知，两人凤凰入主天宫掌管仙界后，一直将东海18岛的洞天福地赠与仙族修炼，你缥缈无人，修不成大道，倒将责任推给了凤族。范月发出一声冷嗤，都道仙族尽是些满口仁义的伪君子，如此不要脸的颠倒黑白，还真让本尊开了眼界。范月清则不开口，一开口能噎死人，这话从他这妖族口中说出，对在松鹤脸上，差点让松鹤仅剩的一口气差点没了。你，松鹤气得发抖，脸色悲愤，却无可辩驳。或许一开始他瞒着松风炼化菩提木是为了缥缈，但后来他诈死堕魔，吞进东海灵气，甚至不惜以众弟子和白硕为祭时，他为的只是人心黑暗处那抹执拗的私欲罢了。范月不再啰嗦，掌中银链烈烈，听这些阿扎事都污了本尊的耳，废话说够了，本尊送你一程。银链自范月手中飞出，直朝松鹤而去。松鹤本就只剩一点菩提心护着神魂，如今又失了耳云为质，再无生机。他闭眼等着魂飞魄散，忽一道剑光劈过，耳边响起中招惊诧的声音，师姐。却是耳云动了，他从松鹤开口就一直默然无言，此时却拼尽全力拦住了银链一击。可他不过区区一下军，若非范月妖力受损，平日里光是银链的余光就能碾碎他的真元银链，见他拦住，炼身一顿，没有力劈下去，链脚堪堪落在耳云额心一寸。云儿，松鹤睁眼望见这一幕，眼中动容，就要离开菩提树心出手。不准过来，你走。耳云仿佛感知了松鹤意图，并不回头，眼泪夺眶大喊，爹，求你别再害人了，你走吧，别回东海，再也别回来了。耳云满脸泪水，将体内金丹祭出，猛地朝水洞上空那一抹光线处砸去，水洞破开一道缝隙。走啊，爹！以命相搏为松鹤挣得一线生机的耳云不敢看中招和白硕。松鹤已然堕魔，又残害同门，别说天不能容他，缥缈举派也会视他为叛门邪道。可松鹤毕竟是他爹，就算违背仙伦之道，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松鹤死在自己面前。松鹤再不迟疑，捧着菩提树心朝那缝隙飞去。找死！眼见松鹤要逃，范月冷哼，再无耐心，银链就要斩下。店主，不要！住手！白硕中招连忙阻拦，范月反手挥下，一道结界将两人拦住，两人毫不设防撞在了结界上，也不知为何，白硕撞的地方柔软无比，那结界仿佛活的般暗戳服了他一把，中招就没这待遇了，整个人如撞在岩石上，被重重弹飞，又重重落地。范月连余光都没落在以卵击石的两人身上，指尖微抬，银链发出一道光芒，再不留情，刺向耳云额心。妖气刺入血肉，鲜血溅处，染红了结界。白硕不忍看这一幕，早已闭过了眼。爹！一道悲愤的喊声响彻水洞，白硕转头，却见松鹤身上射出万丈黑光，化成一个浑圆护盾护在了耳云身前，银链刺入的是他的胸口。银链穿胸而过，带走菩提树心，飞回了范月手中。皓月店主，今日一切皆我一人所为，菩提树心完璧归赵，缥缈不过东海末流，还请店主饶我缥缈一门。松鹤颤抖地将耳云的内丹抛入他体内，身躯渐渐透明。爹！耳云哭着朝松鹤飞来，松鹤抬手，仿佛抚向耳云的脸，孩子，爹错了。耳云还未来得及触到松鹤伸出的手，松鹤已化为飞灰。爹！见松鹤神魂消散，耳云一口血吐出朝地上坠去，拦着中招的结界消失，中招连忙飞起，接住晕倒的耳云。黑光在水洞完全消散的一瞬，满地菩提枝蔓消失，水洞幻境消散，海水拍打海岸的声音在三人耳边响起，三人置身于火冰岛岸边，晚月照在众人身上，万灵恢复生机，仿若隔世。白硕一时也有些茫然，见范月欲走，不由唤他，店主。范月并未回头，只脚步一顿，挥手在耳云身上落下一道光芒，红光闪过，耳云面容痛苦，出声中招怒喝，满脸戒备，皓月店主，你做了什么？白硕没防着范月竟会突然对耳云出手，一时来不及反应，却想起这一幕莫名有些熟悉，连忙道：师兄，护住师姐的元丹，
不用担心，店主没有伤他。白硕一回头，范月已经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果然，尔云痛苦的神色消失，沉沉睡去。仲昭在他周身一探，见他真元并未受损，这才松了口气。他做了什么？他取走了尔云师姐今夜的记忆。万籁俱静，白硕望着天边那抹星光，不知为何竟有些怅然。白硕轻声一叹，重昭一愣，刚想开口问白硕怎么会知道，却见白硕转过头，从袖中掏出一根发着莹莹神力的枝芽，却是一小节菩提木。这是菩提木啊，方才那些菩提要杀我，我偷偷在树心边上顺了半截。这可是神界的神木，比一品地宝可珍贵多了，准能为你炼制一品丹药。折腾了半宿，总算没白忙活。白硕嘿嘿一笑，伸了个懒腰，走，阿昭，我们回家。望着白硕脸上的笑容，仲昭压下心中疑惑，轻轻颔首。罢了，妖界半神皓月之主和他们隔了天与地的距离，何必再问。缥缈岛内殿灯火通明，玉简被重新置于岸上。松风望着仙人的玉简，面容老了数岁，忧心忡忡。经过今日一劫，护山大阵被毁，镇山玉简的灵力也所剩无几。12流云弟子蒙难，缥缈派已是日薄西山。师兄啊师兄，你一念之差，毁了缥缈千年根基啊！松风满眼无奈，重重咳嗽一声，身形一颤，一旁的仲昭连忙扶住松风，眼带关切，师叔。松风摆摆手，略带疑虑问，你方才说那皓月店主临走前抹去了云儿的记忆？是。师叔，这个皓月店主到底是个什么来历？松风摇头，三界只知皓月店之主来历成谜，是个妖修奇才。10年前他横空出世，斩尽极北饕餮，从此一战成名。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不过我听说他隐居在妖界极北之地，极少现于人前。那菩提降于东海后，师兄以本命真元将他气息掩藏，连天宫都不得知。可他这次来东海，分明就是为了菩提树心，如此看来，他只怕与菩提渊源不浅。松风声音一顿，罢了，半神之事也非我区区一个缥缈能窥探。昭儿，以后行走三界，若再有机缘遇到皓月店主，以礼相待，切莫得罪。仲昭一愣，师叔，你师父堕魔之事若为天宫所知，我缥缈定受仙门唾弃，难容于三界。他既取走了云儿的记忆，便是留了我缥缈一条活路。纵使仙妖有别，我缥缈也该承他这份恩情。仙妖虽素有嫌隙，但已不似数百年前那般势同水火，唯有魔道为三界所唾弃。是，弟子明白。那个外门弟子白硕，瞧见松风眼中疑虑，仲昭神色一顿，忙道，师叔放心，阿硕的记忆也被那皓月店主一同取走了。松风点头，松了口气。仲昭将火冰岛上发生的事尽数告知松风，却掩下了白硕灵血的秘密和他在这件事中的关键所在。松风只知白硕出岛采药，阴差阳错闯进火冰岛，触动了封印，这才引得他前去发现了邪菩提的所在。他亦算对缥缈有功，今日之后便让他做内门弟子罢。12流云弟子陨落，白硕虽修仙无甚天分，却练得一手好丹药，对如今的缥缈也算是个人才。仲昭面色一喜，多谢师叔。昭儿，经此一事，我缥缈愈加衰败，师叔老了，于修炼一途再难寸进，今后缥缈一门的重担就压在你身上了。师叔。见松风满脸悲凉，重昭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3个月后的梧桐午宴，若你能取胜，夺得梧桐剑，拜入天宫修炼，咱们缥缈或许有重列3山6门的一日。松风在仲昭肩上拍了拍，望向满殿玉简叹息道，师叔放心，弟子必竭尽全力。仲昭沉声开口，妖界极北，千里寒冰，此处终年积雪，是世间最穷凶极恶的妖兽聚集之处，但此时万籁俱静，万兽皆不敢露出气息，只因冰原最深处矗立着的那座瑰丽威严的雪殿。冷月投下冷冽的微光，后殿中没有一丝烟火气，殿主喜静，无人敢踏足后殿。只有案桌上的木头龙二驴在左蹦右跳，但无论他怎么蹦跶，总是在跳出木桌的一瞬被拍打回桌。龙二驴第108次摔了个狗啃屎，打算再接再厉。他的灵力被梵月封印，这桌子四周又被下了禁制，龙二驴也知道徒劳无功，反正也没人，全当找点乐子了。一道红光闪过，梵月现身殿中，龙二驴跳跃的身躯一僵，连忙倒在桌上装死，做一只称职的禁鸾驴。金珠从梵月袖中飞出，却是满脸喜庆。太好了，终于拿回龙三了，快，你快练了它。龙二驴正张着耳朵，听见龙一珠叫唤，大眼一惊，只见梵月掌心一株菩提心火正在闪烁。梵月挥手，地上出现一纷繁古朴的阵法，阵中火焰骤起，梵月走进古阵，静坐其中，
焰火转瞬将他上衣焚烧殆尽，只见他的上身处7颗星芒如刀刻斧凿般烙在胸前，此时那7颗星却生出诡异的荆棘图案，连成一线刺中着心脏。圆月映于半空，范月还来不及将菩提树心炼化，突然一口血吐出，脸色苍白如纸。龙一珠不知何时飞到了案桌上，舒坦地靠在僵硬的龙二驴身上，翘着腿对阵幕并不意外。不是我说你，都被禁制压制的只剩5成灵力了，还逞什么强？只要再等1日，你神力恢复，收拾那些菩提不就是个抬把手的事儿？可你偏要在最弱的时候和他以心头血签下神魂契约，句号心神不说，还帮他救下那2个仙门弟子。我的店主，你脑袋被驴踢了。龙一珠一边凉凉开口，一边应景地踢了踢脚下的木驴头。范月面容冰冷，冷冷朝龙一珠望来，龙一珠却一撇嘴嘟囔，还说都不让说了，你伤成这样，你看那丫头有没有关心你半句？人家一心牵挂着竹马呢，我就不信你没瞧见她偷偷摸摸藏了一截菩提木。龙一珠话还没说完，一道红光斩在了猪身上，龙一珠一个趔趄，摔了个眼冒金星，再没力气多话了。古镇上火焰升腾，范月将菩提树心按在胸前，树心缓缓融入其中1颗星芒中，那狰狞的荆棘图案颜色渐浅。范月闭眼开始入定炼化。皎月之下，龙一珠龙二驴紧张地看着范月炼化菩提树心，就在树心完全融入星芒的一瞬，古镇中火焰突然一闪，范月冰冷的脸上浮过一抹诧异，只见一道红光闪过，范月消失在阵中。这一幕毫无预兆，一株一驴2块木头同时蹦起，互相对望一眼，驴眼中一片茫然，干巴巴问：他被树心吃了？你才被树心吃了，乌鸦嘴！那人呢？龙一珠似是想到了什么，长叹一声：女人啊，真是冤孽。缥缈外岛上，折腾了一宿的白硕坐着小木凳守在药鼎旁，争分夺秒打着哈欠，正炼制着菩提树心。菩提乃神木，要是被松风掌门察觉到神木气息，只怕他和阿昭商量的那些胡话就糊弄不了人了。喝醉的老龟四脚朝天，在角落里打呼噜，很是催眠。药园子里除了火炉中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安静的孤寂。白硕拖着下800无聊耐的扒着柴火，也不知想到了什么，忍不住撇撇嘴。好歹同生共死了一回，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妖怪啊，还真是没有人情味。白硕一时走神，手指被木头屑呲了一下，划了到前口，指尖瞬间淬了血，他呼痛一声，没怎么在意，恰火炉里火星一溅，弹在他额头上，白硕连忙伸手一擦，鲜血沾在额上，那在水洞中曾出现的暗月印记一闪而过，将他那一星子血飞速吸尽。白硕对这一切毫无所察，走那么急做什么？好歹也让我诊诊脉啊，就算是半神，系了心头血，总不会……哎呦！一道红光闪过，白硕被重物砸中，小木凳碎成粉末，白硕倒在粉末中，晕头转向。什么鬼东西？白硕艰难推开压在身上的东西，触手却冰凉又温热。白硕一愣，抬眼一望，只瞧见了一副的身躯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我靠！白硕猛地推开身上人，一蹦3尺高。安静燃烧的药火被他尖叫声呛到，火苗不明不灭地闪了腰。妖兽哦，这个煞神怎么会在这儿？他不是夺了菩提树心回妖界了吗？地上，范月上身被白硕扔在地上，但他却不是几个时辰前那张冷峻淡漠的脸，而是3年前白硕在山中遇到的少年模样。他白玉般的面容此时不带一丝血色，薄唇紧抿，眉心皱起，整个人弓成一团，额上冷汗淋漓，不停颤抖，仿佛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他胸前燃烧着一簇若隐若现的菩提心火，那心火仿佛并不甘愿被他吞噬，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糟了，难道是我不小心召唤了他？白硕想起方才不小心刺破手指头，正好抹了额头一下，那正是他和范月签订神魂契约的地方。白硕吞了口水，使劲拍了拍手，妈呀，让你贪心，作死了吧！3个时辰前，火冰岛岸边，白硕将心中猜测全盘托出，一副我聪明吧，快夸我的终极贼兮兮模样。他要是只狐狸，只怕这时候尾巴要摇成螺旋了。就算你猜出他的身份，知道他的弱点也没用。范月踩着狐狸尾巴淡淡道：为什么不行？只要我混进去，骗他吞下吸了你妖力的血，到时候店主你神兵天降，邪菩提还不认你。你聪明，他未必就蠢，他而今已是半神之体，一旦你靠近他的真身，他必以结界护在真身心火外，隔绝我的神念。你进去了，本店进不去，有何用？以他的灵力，就算神力受损，也照样能一巴掌把你拍成灰。白硕想象了一下自己被拍成灰的画面，打了个寒战，脸一垮，急得乱转起来。突然他脚步一顿，转身道：我有办法让你进他的结界。
范月挑眉，哦，什么方法？神魂契约。范月眼一眯，瞳中一冷。神魂契约是3界秘法，之所以说它是秘法，倒不是知道的人少，而是签订的人少。相传上古神界之时，魔族叛乱，祖神擎天下，令困魔族于九幽。大地女神心爱之人随玄意堕魔，大地女神耽于情爱，竟以神兽为代价，将自己的神魂种在了爱人的神魂上，穿越九幽结界与爱人相聚。可大地女神入九幽之事终被魔神发现，彼时魔神受制于神界，正一肚子怒火，怎会对女神手下留情，一巴掌就把大地女神的神魂给拍碎了。大地女神掌管万物生机，她骤然陨落，以致下3界万物枯萎，祖神擎天大怒，将此法列为禁法。此法本已失传，可后来神界尘封，此法流入下3界，也不知哪个神仙得了此法，竟将这神魂契约改头换面，玩出了新花样来。如今的神魂契约分为2种，一种是定契的2人以平等之愿定下，那2人随时皆可召唤对方，无视一切结界和空间法则；二是以主仆之约定下，那便只能主招仆，而非仆招主。这玩意虽流传于3界，却甚少有人签订，一来是于修炼无甚大用，二来一旦签下契约，便极有可能受制于人，倘若正在入定渡劫的人被契约之人召唤，岂非随时落个走火入魔的下场。是以当范月眼一眯，露出一抹深意时，白硕连忙抓住范月的衣摆，急急开口，店主别误会，我可不敢有坏心眼儿，主仆，咱们签主仆的那种。主仆契约虽不能扑召主，可当仆人呼唤时，主人只要同意，依然能瞬间出现在仆人身边。但这秘法有个条件，必须得以心头血相继，且是灵力高的那一方主动下气。白硕喊得大声，心里头却没底，祭出心头血可是要耗损神魂的，也不知这大妖怪愿不愿意。迎上范月有些嘲弄的眼神，白硕心底一咯噔，他有些涩涩地收回手，垂头丧气低下头，干涩地扯了扯嘴角。他妄想什么呢？堂堂的皓月店主，妖界半神，凭什么要为几个半仙耗损心头血？四世终于想起自己在这神仙妖魔的世界里低到不能再低的身份，白硕脸上露出一抹自嘲，松开范月的袖摆，不再斗宝冲傻，转身就走。他不能置阿昭于不顾，就算死，他也要回去试一试，大不了就用他的命和那邪菩提的身份赌一赌。主仆契约，本尊答应你。白硕身后突然响起范月淡漠的声音，白硕惊喜转头，迎上一双漆黑如墨的眼。药炉里妖火噼里啪啦燃着，白硕苦着脸盯着地上的范月，欲哭无泪。妈呀，他就不该坏心眼儿，要是这大妖怪知道他暗戳戳立下的是平等的神魂契约，还在他炼化菩提树心的时候阴差阳错的把他召唤来，等他醒了，只怕会一巴掌拍死他。怎么办？白硕在床边无头苍蝇般乱转，突然一道灵光自主电触朝药炉而来。阿昭，平日里白硕那半吊子灵力是感觉不到仙力波动气息的，也不知是不是和范月签订了神魂契约，自出火冰岛后，他的灵力感知变得特别敏锐，在中招灵光掠来的一瞬，他便察觉了。白硕飞快抱起地上的范月，朝小木头床上一扔，从乾坤袋里掏出一张隐身符咒，拍在范月身上，还没等他喘匀气，中招的声音已经在门边响起。阿硕，今夜缥缈命途多舛，重招带着耳云第一时间回主殿告知松风发生的一切，待他安顿了岛上一切，一刻都没耽误，就来见白硕。白硕生怕中招发现范月气息，主动迎上去把他往药炉外拉，你受了伤，怎么不多休息？快，回去入定疗伤。中招丝毫没察觉角落木床板上藏着的人，被白硕拉到了草炉外，他余光瞥见炉中药鼎里燃烧的菩提枝，心底恼怒又自责。阿硕，以后你就好好做你的半仙，旁的事不要再管。若非白硕一心为他炼制一品灵药，又怎会被邪菩提引到火冰岛？今夜要不是那个妖界半神，白硕那点微末仙力早就身消到陨了。白硕瞅见中招，眼中怒火，心里一虚，平时的玲珑口舌倒变成了石头，那说不出话来。见白硕闷闷低头一言不发，中招满腔的话到嘴边又收住，一叹：阿硕，你瞧见了，做神仙不是装好玩的事儿，怕是这3界还没人间来的太平，如今我已修成仙君，你不用再担心我，你回人间吧。仙道险阻，白硕本无仙缘，难修大道，可偏偏一身灵血，若是有一日这个秘密为3界所知，他护不住他，待他大仇得报，宰了人间那皇帝，再去人间找阿硕。我不。白硕脱口而出，我还没有找到他，我不回去。白硕一开口就知不好，连忙抬头，果不其然，中招脸色一变。当年白硕为寻仙报恩，
悔婚离家。仲昭为了他带仲家私兵闯木啸山，闹出天大的动静，以致仲家满门被斩。后来白硕救出仲昭，和他寻仙访道，相依为命，再不提那桩事。这么些年，仲昭还以为白硕心中早放下了，却不想他还是心心念念着要找到那个连名字和模样都不知道的人。纵使白硕不知那人是神是仙是妖是魔，但他却是白硕的执念。你连他是神是仙是妖是魔都不知道，怎么找？就算找到他，又能如何？仲昭心底突然生出满腔愤怒，再不多言，化为一道流光朝后山而去。阿昭！白硕唤之不及，见仲昭负气而走，一跺脚，重重拍了自己额头一下，让你管不住这张嘴。糟了，大妖怪！白硕突然想起草庐里藏着的范月，急忙跑回炉里，翻出角落里的人，见范月惨白着脸，弓着身子，一副走火入魔的模样。他一时急得六神无主，目光一转，落在药鼎中恰好炼化完的菩提灵药上。月光下，白硕扯下一半菩提灵药，放出一碗自己的血，刚想把灵药扔进血里，又抖了抖缩回手。等等，万一我救了这妖怪，他醒了，一巴掌拍死我怎么办？白硕惜命如金，这时还不忘替自己的小命着想。恰这时昏迷的范月一声，脸色愈发苍白。不管了，拍就拍吧。白硕一把掰开范月的嘴，就要给他把药灌进去，但即便上下其手，皓月店主那张嘴就犹如锯了嘴的葫芦，半点都不肯张开。白硕急得浑身冒汗，眼见范月胸口的菩提树心就要挣脱少年身体的束缚，猛喝下一口药，对着范月的嘴喂了上去。少女的唇温热决绝，终于撬开半神的嘴喂进了药。就在含着菩提的灵血进入范月身体的一瞬，那一直挣扎的菩提心火终于化为点点星光，散在范月胸口。少年脸上痛苦的神色褪去，白硕眼底一喜，刚想起身，陡然天旋地转，被重重摔倒在床上。小木板吱呀撞击的声响格外刺耳，白硕晕乎乎抬眼，撞进了一双冰冷的眼。他尴尬咳嗽一声，没心没肺嘿嘿一笑。嘿，店主，又见面了，咱俩可真是有缘分啊。这是个误会，店主，我不是故意把你召唤来的。不，我不是故意换了契约的。白硕灵活似猴，一个跃起缩在床板角落里，紧张的语无伦次。范月静静看着他，一言不发。白硕笑得干巴又忐忑，脸上比哭还难看。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怕死。范月突然朝白硕伸出了手。饶命啊，店主，我再也不敢诓您了，您就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别和我一般见识啊呀！白硕闭上眼大喊，等了半晌，却没等到把他拍成灰的半神之怒，反而一点温热的气息喷在了他脸上。白硕鼓足勇气睁开眼，只见少年近在咫尺，正伸着一根指头戳着他的脸，那表情怎么说呢？用白硕的话品叫好奇。这是什么情况？见鬼了！白硕大气都不敢出，眨了眨眼。范月缓缓吐出一个字。得，终于有声了。白硕忙狗腿凑近乐听，生怕错过了皓月店主的谕令，哪知范月却没继续说下去。白硕和他大眼瞪小眼，满脸写满了问号。啥？你？见白硕有回应，范月又吐出一个字，还歪了歪脑袋，一脸茫然。啥？我什么我？你什么你？您老人家到底想说什么呀？白硕心底哀嚎，却撞上少年茫然的眼，忽然一个机灵，心中冒出一个猜想，于是鼓足勇气，颤巍巍也伸了个手指头指向范月。你是想问你是谁？少年点点头。白硕连忙又指了指自己，还有我是谁？少年又点了点头，盯着白硕好奇而迷茫。白硕沉默地望着少年，许久一拍少年的肩膀，大喝一声，乖徒儿，我是你师尊啊，你怎么不记得我了？日头明晃晃照在天上，正午无风，东海难得的闷热。白硕翘着二郎腿躺在树下木摇椅上，一晃一晃的睡得好不快活。一片荷叶顶在他头上，正好替他遮住了又毒又辣的日头，却是一面容普通的少年跪坐在树下，正襟危坐，认认真真的替他遮阳。老龟慢悠悠从园子外爬进来，化成人形，老态龙钟，却倍儿精神。他瞅了一眼树下的两人，重重咳嗽一声。白硕被震醒，迷糊糊睁眼，瞅见横眉冷对的老龟，打了个哈欠。老黑，你回来啦。老龟扔下背篓里的药草，一哼，你倒舒坦，让我这个一把年纪的老人家出岛采药。白硕嘿嘿一笑，咱俩可是打过赌的，要是我能炼成一品灵药，那岛这个月的灵药供给可得你炼。他一边说着，一边伸了个懒腰，这每日睡到自然醒就是舒服，不难怪某些人啊，自从收了徒弟，龟壳轻了，喝酒的本事都长了，快活呗。
白硕任在谁面前都藏着这副轻佻又嘴损的嘴脸，独在药炉这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边说着还边望向一旁的少年。木木，师尊说的对不对？对。少年木讷点头，毫不迟疑。白硕拍了拍他的肩表扬，乖。少年眼睛一亮，抿着的唇角轻微一扯。白硕却像看到了稀奇，忙瞅近了看，木木你笑了。少年怔了怔，呆呆看着白硕，再给师尊笑一个。少年愣愣看着白硕，努力再扯了扯嘴角，却没了方才的韵味。不对不对，角度错了，这是嘲讽，不是笑。白硕伸出2根指头在少年脸上一戳，再上点，得这样。少年很是认真，一点点随着白硕的指头挪动唇角，努力做出他期望的神情来。稀奇。一旁的老龟瞅着树下的少年，甚是无语，修了100年的精怪，竟是个傻子，也就你能捡得到。老龟一边嘟囔，一边认命地抱着满筐药草进了药炉。才刚放下药筐，白硕已经灵活地跟了进来，悄咪咪问：老黑，东西送到了？老龟不耐烦嗯了一声。他就没说什么。白硕心中打鼓，中招入后山闭关，白硕不敢去见他，又担心他的伤势，央了老龟悄悄去送那剩下的半颗菩提灵药。说了。说什么了？多谢。就这样。人家一个掌门首徒，又是仙君，能说一句多谢不错了，你还想咋整？老龟轻对，白硕干巴巴一笑，也是。他还来不及惆怅，老龟推他，朝外头树下呆呆愣愣的少年瞅了一眼，丫头，就算不用入内岛修炼，可你如今也是掌门昭告全岛的内门弟子，按规矩已经上了缥缈玉蝶，你收个树精入门而不报，将来内岛知道了，可有你好果子吃。白硕本来还在悲伤春秋，一听这话更悲伤春秋了，他转过头也瞅着少年，喃喃开口：妖兽啊，我也怕啊。要是掌门知道他把皓月店主藏在了外岛，还诓他做了个树精，只怕恨不得落下3道雷劈死他这个欺师灭祖的玩意儿。可他能怎么办？自己造的孽，只能自己享受了。那夜他凭着一股牛胆救醒皓月店主，本来做好了被拍死的准备，哪知醒来的范月就像个刚刚化形的小妖，不止言行举止如出生孩童，妖力也只剩一点心火。那夜他一时缺心眼自认师尊，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可范月却当了真，当即乖乖换了声师尊，就抱着他沉沉睡下。可怜白硕睁着眼一动不敢动，挨到天明。第2日大妖怪睁了眼，还是一句软软糯糯的师尊，这可要了白硕的命。杀人灭口的事儿白硕做不出来，只得认命的带起范月过起了小日子。他给范月喝下了一颗槐树炼成的化身符，藏起了他那点妖气，把他变成了一个面容普通的槐树精。开始几日，白硕生怕范月清醒，这师尊是做的小心谨慎，一晃半月，小徒弟乖觉听话，包揽了药园里所有杂事，呆呆愣愣的对他言听计从。从此白硕胆大包了天，货真价实，挺直腰杆做起了真师尊。身后响起震天的呼噜，却是老龟踩累了药，化成龟形，四脚朝天又睡了。白硕思绪回归，抬头朝外望，恰这时树下的少年朝他望来，软软扯了扯嘴角。白硕心里头哆嗦，却忍不住大喊：木木，我饿了。白硕一边喊着，一边背着手朝外走。树下的少年闻言乖觉起身，去给白硕烧饭了。白硕瞅着少年的背影，站在树下傻笑，妈耶，半神做徒弟，戏本子都不敢这么编。他就算哪天被天雷拍死，也能落个仙使留名了后山清修洞口，中招立在山巅，掌心悬浮着一颗灵力满溢的丹药。他的目光在外岛参天古树中那一方药炉上落了许久，一片落叶砸下，惊醒了他。中招轻叹一声，掌心收拢，转身入了石洞，洞口巨石落下，再窥不见洞外世界。千里之外，4片蕴着强大灵力的梧桐叶自梧桐凤岛飞出，一片落在了天宫，另外3片直入妖界冷泉宫、静幽山和皓月殿。梧桐午宴，3界盛世即将来临。3界仙妖无不对这桩大事翘首以盼，连远在东海的缥缈岛都热闹了起来。毕竟岛上几百年没出过仙君了，中招有了参加的资格。松风下令在月末的弟子比试上挑选新的流云弟子随中招赴会，此令一下，整个缥缈的内门弟子摩拳霍霍，只待在月末比试上一路头角，好去看看这3界盛会。但这些热闹和白硕沾不上边，他整日领着小徒弟在药园里子种草，日子过得本不知多快活。可众弟子要比试，内岛的灵药需求大涨，半月要上交的分量竟是平日的3倍多，老龟4只脚使上都忙不过来。白硕没办法，只得带着傻徒弟素心夜寐的采灵草炼药，时忙成了陀螺。木木，这边混龙草摘点儿，这可是筑基的好东西。
月黑风高，白硕一边抛着蚕豆吃，一边迎着月光指挥背着小药篓的徒弟，采了这儿，咱再去别处瞅瞅，看还有没有好药材。夜色幽暗，地上杂草丛生，只在岩石缝隙中露出一星半点灵草的微光。少年认真挑选，没有半点不耐。哎，做神仙不靠自己修炼，光倚靠灵丹，难怪岛上几百年都修不出个仙君来，可累死我了。白硕嘟囔，见小徒弟弓着腰找了半宿，也只找了浅浅一篓，不由撇了撇嘴。内岛只管开口向药炉要灵丹，却没想过缥缈就这么点地方，灵草天生地长，又不能凭空变出来，哪有那么多灵草炼丹？岛上的灵草全被采了都不够用，白硕没办法，只得到周边小岛屿上开疆扩土，可折腾了半宿却收效甚微。小徒弟背着药篓勤勤恳恳，白硕不知又从哪摸了根野草衔在嘴里，碎碎叨叨叮嘱徒弟呀，这阵子来药炉的人多，你可得藏好，白日里就别出来了，咱们缥缈可是大派，你这种小精怪本是入不了岛的，师傅我瞧着你可怜，才捡了你回来养着，要是让别人发现了，师傅也要跟着受罚。身后没声音，白硕一转头迎上小徒弟晶晶亮的眼，他不知道从哪摘了个仙桃，认认真真擦了擦，捧到白硕面前。师尊累吃。小木头跟在话痨白狐狸这么些天了，还是不会说一句完整的话，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却哄得白硕喜笑颜开。乖。白硕一把接过，对了，师傅还要叮嘱你，真要碰上什么人，你就变成一棵小槐树。白硕一边说着，一边啃了口仙桃，满腔灵力涌入喉间，呛得他一激灵，他连忙低头看着手中仙桃，只见这仙桃灵气四溢，简直比缥缈内岛藏着的蟠桃树结的果还要灵光。这玩意你哪找的？白硕连忙转头问，如此浓郁的灵力，养着这桃树的地方准是个洞天福地，生养着不少灵草。小徒弟呆了呆，不知道白硕为什么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白硕高兴他就高兴。小木头指了指3步开外的地方，这都是啥？白硕循着小木头的手望去，除了黑黝黝一片，什么都没瞧见。这啥都没有啊。白硕在小木头眼睛前摆摆手，徒儿你见鬼了。小木头皱了皱眉，一脸认真，有带你看。少年握住白硕的手，朝半空中的一处探去。白硕突然一个机灵，瞬间反应过来，他这个棒槌怎么忘了面前这是个大妖怪，不是个槐树精，范月能看见，他看不见，说明这儿有结界。等等，不要。白硕来不及阻止，少年已经握着他的手伸向了黑夜的半空中，一道光闪过，天地骤明，简直刺瞎了白硕的眼。范月那手就这么一抓，黑不隆冬的世界霎时一片蹭亮，两人已置身于一个山洞中。不管3七21，没等瞧清里头到底有啥，白硕首先呼啦一下掏出7、8张护身符拍在身上，十分顺溜地躲在了范月身后。没等他一系列动作做完，2道声音同时响起。啊，谁？不是邪祟。白硕闻到一阵逆香，像是仙人的气息，忙从范月身后探出脑袋朝洞里深处望，只见好大一张石床。此时那床上正滚着2个人，一男一女，衣裳散乱。女子见有人闯进，正惊慌地扯着衣服遮住露了一半的身体，男子倒不慌不忙合衣起身。妈呀，仙岛福地竟还有这等艳事。白硕还想瞧得更真切些，一双手已经遮住了他跃跃欲试的眼。白硕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小徒弟遮的。哎呀呀，木木，让我瞅瞅瞅瞅。未等白硕把小木头的手掰开，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白硕，这对狗男女之男认识我。白硕一愣，一把推开范月的手，伸长脖子望，这一瞅正正瞧清了洞里那2人的脸。不论男女，他都认识，还是2张老熟脸。那女君正是内岛弟子尔离，而男君，白硕咽了口水，心里头跟揉了黄连一样苦。他怎么会在这儿？这桑，掌门松风的首徒，尔云的未婚夫婿，也是他的老冤家。不对，这桑和他无冤无仇，是阿昭的老冤家。这桑本是缥缈的大师兄，位列12流云弟子之首，虽未进位仙君，但修炼100年，却也是一众弟子中的翘楚。在缥缈众人心中，他是缥缈毋庸置疑的下一代继任者。松鹤松风更早早为尔云和这桑定下了婚事。3年前，众招救了前任掌门松鹤，得了松鹤一身灵力，以凡人之身拜入缥缈，打破了缥缈岛的平静。众招修炼天分极高，一招入仙，短短1年就成了流云弟子，得一众师兄弟的追捧。尔云亦对众招青睐有加，这桑原本就对松鹤临终前收众招入门不满，认为他一介凡人，不过是得了便宜入仙而已，在众招入门后处处为难于他也就罢了，
甚至在一次中招历练受伤而归后，竟不顾首徒的身份约战于他，并放言谁若败了就要离开缥缈。中招虽灵力进展神速，但刚刚修仙1年的他岂是这桑的对手？仙门内斗，松风自是不许，但这桑以仙缘立誓，逼得中招比试，中招无奈，只得迎战。这一场比试本在众弟子心中毫无悬念，但这桑输了，后来他愤而离岛，再无消息。白硕怎么也没想到，2年后他会在这么个境况下再遇上这桑。他不是钟情于尔云，甚至不惜为了他与阿昭一战，怎么这么快就和尔离你侬我侬去了？这些小年轻的情谊啊，真是比纸还薄。要是尔云师姐知道她的天字第1号小狗腿和她的未婚夫婿滚到了一处，就算她再不愿嫁给这桑，只怕也会吐出一口老血吧。白硕正神游天际，突然戳到身旁的小木头，整个人一激灵，他怎么把小徒弟给忘了？这桑可不是那些不入流的弟子，要是他看出了范月身上的妖气。白硕心下一转，堆起满脸笑意，十分谦和有礼地朝着桑行了一礼。白硕见过这桑师兄，许久不见，师兄可还安好？好，托你的福，好得很。这桑轻声一哼，盯着白硕有些阴沉。白硕一愣，当初这桑远走时，他还只是个外门的小药童，怕是连内岛弟子都没几个认识他的，更别说流云首徒这桑了。他方才还以为这桑只是对他有印象，才一眼认出了他，怎么听这话，像是和他有天大的冤仇一样。是了，虽他只是个小药童，可谁都知道他是阿昭在人间的旧识，这桑恨阿昭，这是捎带着把他也给记恨上了。白硕不动声色，把小徒弟朝身后拉了拉，笑得更真诚。想不到师兄还记得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师兄好久没回岛上了，听内门的师兄弟们说，掌门老念叨着师兄呢。师兄历练而归，想必乏了，就不必为我耽误回岛的时辰了。哦，你倒是很为本君着想。这桑慢悠悠朝白硕走来。哪里？白硕警醒，似模似样打了个哈欠，这时辰也不早了，天寒路重的，不如咱们各自休息吧。师兄放心。白硕举起手，我今夜就是出来采个药草，什么都没瞧见。师兄您继续，白硕就不打扰师兄雅兴，告退了。白硕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小木头朝洞外退，却听得一声嗤笑。听说你而今代替药龟，做了药炉的主。本君倒也输得不冤，想不到掌门师伯随手带回来的2人凡人，一个修不成灵力，却是个炼丹的天才。当年那场比试是你帮了中招吧？白硕脚步一顿，看向尔离，尔离目光一抖，却不肯在白硕面前示弱，扬了扬头。白硕终于明白了这桑的敌意，他知道了。2年前那场比试，中招处处筑基，本绝不是这桑的对手。白硕心里头着急，悄悄偷了老龟藏着的灵草，用灵血给中招炼了一颗2品仙丹。中招一夜间伤势恢复，赢了轻敌的这桑。这件事谁都不知道，可这桑从尔离口中得知了自己善于炼药一事，猜出了当初的因果。看来今夜不能善了。白硕轻叹一声，转头没了方才的恭谨，轻轻柔柔道：尔离师姐该在后山修炼，准备月末的弟子比试，这时候也不该出现在此处才是。白硕你……尔离脸色一变，他自小恋慕这桑，可这桑与尔云有婚约，又是下任掌门人选，他只能悄悄仰慕，远远望着。3年前这桑远走，再无消息，他时常找机会出岛寻找这桑，这几年来也没什么收获。数月前一次出岛，他遇见了颓废潦倒的这桑，惊喜万分，不仅将日常藏着的灵丹全赠与他修炼，还小意逢迎，甚至将白硕善炼药的事告诉了这桑。这桑这才明白，当初中招一夜间灵力大增定是白硕捣的鬼，他还真以为中招是个奇才，原也是用不入流的手段才赢了他。这桑这才毫不迟疑回了缥缈，一个倚靠灵丹修炼的废物如何比得上他？这次他定将那凡人赶出缥缈，迎回尔云。至于尔离，不过是他无聊时的消遣罢了。你威胁我？这桑眼底一沉，尔离有些不知所措，悄悄拉了拉这桑的衣袖，却被他拂袖扫开。尔离眼中一抹哀怨，却不敢出声。哪里，白硕就是个小药童，怎敢威胁师兄？师兄既回缥缈，心中定是还牵挂着尔云师姐。白硕朝2人看了一眼，想来师兄也不愿听到些闲言碎语吧。看来我不在缥缈的这些年，中招还真是得了势。一个外门的药童也敢在本君面前大放厥词。话音未落，这桑突然出手，一道仙力就朝白硕挥来。白硕没想到这个曾经的流云首徒竟说动手就动手，猝不及防被仙力撞了个10成10，要不是方才贴了满身的护身符，他这时只怕已经被拍成肉泥了。这桑根本不给白硕说话的机会，又是一袖挥来，白硕忙伸进乾坤袋里掏保命的东西，
伸手掏了个空，只见一道仙光闪过，白硕恐惧地闭上眼。完了，小命休矣！结结实实的仙力落在地上，地上裂开几道缝隙，白硕只感觉被人紧紧搂住，滚落在地。他睁开眼，只见小徒弟紧紧抱着他，而他自己被仙力劈中，沉沉昏睡过去。木木，白硕忙探范月鼻息，见他只是被仙力震晕，这才松了口气。好徒儿，师傅果然没白疼你。妖气！没等白硕回过神，耳边又落下一道惊雷。白硕抬头，这桑眯着眼，正盯着他身边的少年。方才范月抱着白硕躲灾，体内的化身拂碎了一角，一抹微弱的妖气泄露了出来。坏菜，被发现了！好啊，白硕，你好大的胆子，身为仙门弟子，竟与妖族勾连。虽遇妖族，这桑倒半点不慌，他自然看得出面前这少年妖气极弱，不过是个才化形的小妖。正好，我许久没回山门，正好杀了这小妖，拿你入内岛，给师傅一个惊喜。这桑抬手就要朝范月劈来，白硕倏然起身，将范月护在身后，一把从乾坤袋里掏出个爆竹，住手，不然我就捏碎它。白硕手中是仙门弟子遇险时最常见的响天雷，这玩意没什么杀伤力，但是一旦拉响，仙力直冲云霄，方圆百里必见灵光。这桑怎么都没想到，白硕一个半仙竟有内门弟子的灵气。这桑师兄，他就是个小树妖，是我采灵草的时候随手捡的。就算掌门知道我收留了他，最多也不过是把我赶出缥缈。你可想清楚了，要是尔云师姐看到这活色生香的场面。白硕朝花容失色的尔离努努嘴，你就算有100张嘴解释，尔云师姐也未必会信。你，这桑眉宇微怒，神色一沉，不再动手，一时动中倒僵持下来。这桑师兄，我只想在药炉好好炼药，不想惹事，也惹不起事。你是掌门首徒，何必拿你的名誉换我这小小半仙的安生？这桑盯着白硕手中的响天雷，冷哼一声。白硕一看有戏，忙道：只要师兄高抬贵手，替我瞒下木木的妖身，白硕愿立下仙誓，绝不对任何人说起今晚之事。这桑眯起眼，突然道：本君帮你瞒下这小妖的身份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要替本君办一件事。白硕一愣。尔云推开房门，院中树下立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脚步一顿，神情复杂，轻声一叹走上了前。师兄。树下仙君回转身，正是这桑。他回岛之事已传遍缥缈，出走3年，这桑灵力强了不少，且性子也不是当年的那般傲慢张狂，反而谦和有礼，待诸弟子极为和悦，连松风都对这个徒弟的改变很是欣喜。如今缥缈无人，这桑回来的正是时候，全岛上下唯有尔云听闻这桑回岛伤神不已。他和这桑的婚事是自小许下的，松鹤仙逝前虽收仲昭为徒，却没把这桩亲事解除，他已心系仲昭，断不可能再嫁给这桑。这些日子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和这桑说清楚，但这桑和他一起长大，尔云心中愧疚，不知如何开口，一直避而不见。没想到这桑今日会主动来见他。师妹，3年不见，你还是一样。数年不见，这桑见到尔云自是欣喜，抬手欲拍尔云的肩，却被尔云慌忙躲过。这桑一愣，尴尬收回手。尔云忙道：师兄，我。这桑一叹，我们师兄妹许久不见，倒是生疏了不少。师父说你前些时候出岛历练，受了伤一直在养着，这是100年灵芝甘露，对你的伤有益处。这桑说着，从怀中拿出一方瓷瓶，递到尔云面前。尔云见这桑心心念念皆是自己，到嘴边的话更是说不出口，可有些话他不能不说。尔云接过瓷瓶：师兄，我有话对你。师妹。这桑却突然打断尔云：我方才去见师父，求他解除了我们的婚约。尔云一愣，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惊讶抬头见这桑正温和地看着自己。你的心意3年前我就知道了，咱们一起长大，师兄怎么忍心你为难？当年的亲事只是师叔和师伯的心愿，如今你心中既有了挂念，师兄愿意祝福你和仲昭师弟。望见这桑眼中不舍，尔云心底一酸，眼眶一红，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桑在他头上拍了拍，再不多言，转身离去。谢谢你，这桑师兄。尔云朝着这桑的背影大喊。这桑脚步一顿，却没回头，径直离去。尔云见这桑走远，心底感动，多日来的担忧终于放下，脸上有了笑容。他看不见的地方，这桑嘴角一勾，眼中露出一抹讥讽和冷意。药炉里老龟忙得热火朝天，白硕却在树下发呆。哎，丫头。白硕额头被弹了个纸蹦，回神见老龟叉着腰，一脸不爽，没瞧见我都忙成啥样了，发什么呆，还不进来帮忙？哦，白硕心不在焉应了声，乖乖进药炉地柴火。
他这么柔顺，老龟啧啧称奇一声，滚进药炉里忙活了。药鼎中火苗跳跃，白硕有一下没一下的天灵草，面上不显，心里早乱成了一锅粥。这桑回岛已经半月，再过几日就是内门弟子比试的日子，他没剩多少时间了，怎么办？要是中招没有闭关，白硕还能找到个商量的人，可中招入后山闭关，还不知何时会出来。不如将一切告诉掌门，范月毕竟在火冰岛救了尔云师姐，灭了邪祟，也算是助缥缈度过一劫。白硕心里念头一起，正要起身，一抬头撞得头晕眼花，原是范月守在他身旁，正巴巴递着灵草少年手腕上刻着一道如影随形咒，那是这桑部下的。白硕本想悄悄将范月送走，来个死不认账，哪知这桑心思缜密，在范月身上下了禁制，他根本离不开外道。迎上少年干净而信任的眼，白硕把心里的念头压下。不行，要是掌门发现范月的身份，一个失了妖力的皓月店主，仙妖对立，谁知掌门会不会把他交给天宫妖宫？况且松鹤堕魔之事除了阿昭，就只有皓月店主知晓，万一他想把这个秘密永远掩藏呢？历经松鹤一事，白硕心中对仙道早已不是那么敬畏。若不是范月，他和阿昭当年在木啸山就死了，哪还有今日？这桑不过是想借助那个东西提升灵力，打败阿昭，弟子试炼之期马上就到了，就算他得了那个东西，也不可能在短短几日灵力大增，只要能拖到阿昭出关。白硕心头万般念头拂过，终于一跺脚，有了决断。妖界冷泉宫正殿，明日高悬，茯苓一身煞气走近，身上还染着未干的血渍。天宇高坐正殿，见他回来扬了扬眉。回来了。是，公主，本座让你做的事可办到了。幸不辱命。茯苓神色清冷，挥手，身旁侍卫捧着一盒子上前，那盒身散着盈盈红光，也不知里头放了何物，整个盒身都在微微颤抖。茯苓小心翼翼打开妖盒，只见盒中躺着一拳头大小的妖气，那妖气似乎并不完整，只是残破的一块，但只是这么一块，强大的妖力便让殿中众妖喘不过气来。天宇眼一亮，一挥手，妖盒已落入他手中，他拿起那妖气，忍不住拂过妖气周身。妖虎一族早已日落西山，还有什么资格掌管巨妖藩？可惜了，妖神神气竟散落四方，无人能窥他号令众妖的神力。100年前石尾天狐进神，妖界无可继任之皇，他将巨妖藩分为4块，藏于妖界各处。100年后，这4块巨妖藩分别为冷泉宫、皓月殿、静幽山和妖虎一族所有。如今公主已得其中之2，相信过不了多久，公主就能灭了皓月殿和静幽山，聚其妖神神气，成为妖皇，一统妖界。茯苓朗声开口，说得好。天宇大笑出声，看向殿下的茯苓，你灭了妖虎一族，替本宫拿回巨妖藩，立了大功，想要什么只管说。茯苓想向公主要一道恩典，将一人收入我冷泉宫门下。哦，天宇惊讶，你桥中的人应是不错，他是哪个妖门弟子？一个仙人。茯苓缓缓开口。大殿上顿时一静，天宇的目光从巨妖藩上挪开，落在茯苓身上。仙人，由仙入妖，举世不容，哪个仙人有这么大的胆子？他尚不知。茯苓嘴角一勾，望向殿外，隔着云海，他望的竟是东海缥缈的方向。不过我相信，他迟早是我冷泉宫的人。烛火在内殿静静燃烧，明珠内壁下域减散着莹莹灵光，一个单薄的身影在殿门外探头探脑，正是白硕。他悄悄推开殿门一角，快速走进内殿，来到了玉简下。白硕四下一望，夜里悄静无声，他伸手朝玉简拿去，就在他触到玉简的瞬间，一束灵光从玉简中射出，击在白硕身上，一道仙网从天而降，将他整个人兜住，悬在了半空。白硕还没回过神，内殿霎时灯火通明，殿门被推开，尔云领着内门弟子鱼贯而入，众弟子仙剑祭出，剑指白硕。白硕瞳孔一缩，惨了，被发现了。不对，这桑不是把守殿的弟子都调走了吗？白硕，你怎么会在这里？尔云亦未想到埋伏了一宿，捉到的竟是白硕，神情讶异。误会，尔云师姐，我是来打扫内殿的。打扫内殿？这个时候，尔云神色狐疑。白硕结结巴巴，还没想出理由，旁边一道声音突然响起：师妹，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这桑从众弟子身后走出，淡声道：一个外岛的药童，深更半夜潜入内殿进士，怎会是为了打扫？本君看你分明是想偷镇山玉简。白硕见这桑出现，众弟子又一副守株待兔的模样，心下一沉，糟了，被算计了。这桑是有意诓他来取镇山玉简，可这桑不是想修行玉简上的灵法吗？他若想整治他，直接将木木往掌门面前一滴溜不就行了？收留妖族
足以让他被赶出缥缈了。白硕，你为何要偷玉简？尔云眼一沉，我……白硕一时想不出这桑陷害他的意图，急得额头冒汗。他一个半仙，就算拿了玉简也无甚大用，本君看他分明是受人指使。这桑眼一眯，突然开口。白硕一愣，这人傻了，我还没咬出他呢，他倒来自爆。受人指使，师兄的意思是？师妹，镇山玉简是师门先辈灵力汇聚而成，若有人将玉简中的灵力吞下，可抵数百年修炼。他拿了无用，可对重招师弟就不一样了。这桑一句话石破天惊，白硕瞳孔一缩，终于明白这桑的意图，他是为了陷害阿昭。木木而今只是个未起质的小妖，就算掌门发现他收留妖族，看在阿昭的份上，最终也不过将他逐出缥缈。在师门眼中，阿昭自入岛后和自己并不亲近，只要掌门有心偏袒，他收留妖族一事牵扯不到阿昭身上。可如今他要偷缥缈镇山玉简，这可比收留一个小妖的罪名严重得多，况且他一个半仙，连玉简都驱动不了，偷了也无用处，除非是受人指使。他和阿昭一同拜入缥缈，又是人间旧识，除了阿昭，又有谁能驱使他？人赃俱获，白硕现在可真是有100张嘴都说不清。这离开缥缈3年的流云首席，真是阴险恶毒至极。也怪他蠢，自是聪明惯了，在火冰岛算计了邪菩提一次，还以为聪明能当粮食吃。白硕心里发苦，尔云却突然开口。师兄慎言，中招师弟与白硕虽是人间旧识，但自入师门后，师弟潜心修炼，从不过问岛内之事，与白硕也无来往。以师弟的天分，不过3年就已位列仙君，他如此资质，何必要靠镇山玉简？总算有个明白人了。白硕精神一振，师姐说的极是。师妹，知人知面不知心，中招师弟拜入我们也不过区3年而已。你以为他平日里当真与这白硕毫无勾连？又是真的靠己身修炼才进展神速？尔云眉头一皱，师兄此话何意？不如你问问这个小药童，2年前中招究竟是靠什么赢的我？这桑这话一出，众人齐齐朝白硕望去。当初要不是你为中招炼丹，让他一夜间灵力大涨，那场比试本君又岂会输？众弟子顿时哗然，面面相觑，小声嘀咕。2年前这桑已触到仙君门槛，彼时中招才刚筑基，就算得了前掌门的灵力传承，可比起苦修200年的这桑，确实还有差距。连尔云也心生疑虑，面有怒意，但他那怒意究竟是因为中招服了白硕炼的丹药取胜，还是因为中招仍和白硕暗中有往来，就不得而知了。这桑师兄输了就是输了，当年约战的可是你，就算你耿耿于怀，也不能血口喷人啊！白硕大声喊。那时我才刚开始学炼丹，我可练不出能让阿昭吃了一夜间就打败你的2品灵丹。强行拔高仙人修为，非2品灵丹不能成。当年才刚刚拜入缥缈的白硕确实没那个能力，否则他这种炼丹鬼才，别说缥缈了，就算天宫也得招揽。白硕只管睁着眼睛说胡话，就算这桑再聪明，也想不到他有一身诡异的灵血，而且他能炼出2品丹的事，如今只有老龟知道，连缥缈众人都以为他平日里不过帮着老龟炼些3品丹而已。尔云面色稍霁，振了振精神，不错，师兄，若是白硕有这个本事，也不会只是个半仙了。当年的事，他顿了顿，有几分无奈。师兄就不要再介怀了。众弟子想起3人之间的纠葛，看向这桑的神色不免带了几分迟疑。这桑神情一僵，倒是没想到白硕如此难缠，轻哼一声，此事原本也不过我的猜测，是真是假，待中招师弟闭关而出，我亲自问他便是。不过白硕，今夜你盗取镇山玉简，总不能抵赖吧？梧桐午宴在即，3届人才辈出，以中招师弟的灵力，就算敬畏仙君，想夺得首名也不是易事。师妹，午宴的首名可是能拜入天宫的，这种一朝登天的机会，谁不心动？若是他因此对玉简生了觊觎之心呢？尔云神情一顿，二叔将满门的希望压在了中招身上，一心愿他在梧桐午宴上为缥缈争个名声，可重招师弟受了伤。范月虽取走了尔云的记忆，但他模模糊糊记得那夜斗邪祟，中招受了重伤，所以才会闭关修炼。这件事只有他和二叔知道。师弟一向将师门荣誉看得比命还重，吞噬仙力修炼乃仙门大忌，二叔定不会允许他借用玉简的灵力疗伤。若是中招师弟一时想差了，要不是为了中招，他白硕一个小小的半仙，岂敢犯下这等大逆之事？这桑师兄，你别什么事都赖在阿昭身上，阿昭自入门后和我一向没什么来往。白硕皱眉刚开口，这桑挥袖，灵光在他胸前一闪，他胸前衣襟破开一道口，一枚竹笛掉了出来。那竹笛通体莹玉，泛着淡淡灵光。
没什么来往。他会为你制住机灵气，灵气会带上制造者的灵犀，旁人认不出，可尔云经常和仲昭一起修炼，自是对玉笛上的气息十分熟稔。制灵气十分耗损灵力，白硕带着这枚竹笛，他对仲昭的重要不言而喻。尔云面色一变，其实他在火冰岛见过这枚竹笛，可他那夜的记忆被范月拿走，根本不记得这桩事了。白硕神色一僵，忙握紧胸前摇晃的竹笛，这不过是阿昭赠予我防身的，尔云师姐，你不要误会。见众弟子被这桑一席话说动，连尔云也神情动摇。白硕心知盗取玉简的事绝不能和仲昭扯上关系，这件事要是定了论，仲昭必受三界唾弃。3年前他害得阿昭家破人亡，这次绝不能再连累他。我今夜盗玉简和阿昭没有半分关系，是大不了鱼死网破，揭开这缥缈首徒的黑心肠。白硕，就在白硕出口的一瞬，这桑声音一沉，怒喝打断：盗取镇山玉简可不是小事，你可要想好了。白硕瞳孔一缩，只见这桑扬起了手，他手腕间一道淡淡的符咒若隐若现，如影随身咒。这桑下在木木身上的咒法，如果他说出今夜的一切全是这桑逼迫而为，那范月的妖身必为整个缥缈所知。一个收留妖族的半仙，不管他说什么都没人会信。白硕吼到嘴边的话卡住，一时竟无法开口。见白硕停声，这桑淡淡一笑，不过我听师妹说，这些年你为师门炼制灵药，也算有些苦劳，只要你说出背后指使你做下这一切的人，若其情可悯，只是为了旁人，先到慈悲，我自会向师父求情，饶你一命。白硕，你究竟为何要到镇山玉简？尔云沉沉开口，他并不想把这种大罪和仲昭扯上边，可众目睽睽之下，他今夜若不问个明白，难对缥缈上下交代。好，我说。众人逼视下，白硕终于开口。这桑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是为了我自己。白硕的声音在安静的内殿响起，这桑嘴角一僵，骤然看向白硕。尔云师姐，你也知道我于仙根浅薄，我拿玉简是为了自己修炼。胡说八道，你一个半仙，连如何驱使玉简都不会。这桑怒声开口，谁说我不会用了？白硕灼灼抬头，以心头血相继，就算是个半仙，也能夺摄灵气的灵犀。白硕开口，满殿静声，强行褫夺灵气灵力，这可是邪法。笑话，你用这种邪法，就算能借灵气之能一步登天修为仙君，却永无寸进的可能，没有人会用这样自绝虔诚的方式修炼。我本就没有仙根，修不成仙君，有一步登天的机会，我为什么不用？白硕淡淡开口，做半仙有什么好，处处被欺凌，日日受人白眼。你问问他们，谁不想做流云弟子，受人敬仰？白硕指着满殿弟子朗声问。一众弟子面有趣趣，纷纷别过了眼，尔云却松了口气。只要白硕盗取玉简之事和仲昭无关，白硕的阿扎心思他根本不在意。这桑狠狠握紧了掩在袖中的手，他满心筹谋，以为可凭借今夜之事将仲昭赶出缥缈，哪知白硕竟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把仲昭牵扯进来。这个蠢女人！白硕盗取镇山玉简可是死罪。这桑沉沉开口，眼含阴疚。我知道，不过与其做个备受欺凌的小药童，我倒宁愿搏一搏。现在被发现了，也是我运道不好，要杀要剐随你们。白硕老神在在往仙往里一坐，一副死气白赖的模样。既然你找死，也怨不得仙门无情。来人！白硕欺师灭祖，到仙门至宝，将他拖出去剔除仙骨。这桑满脸怒容，正欲降下刑罚，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既然他已经承认了盗取玉简是为了自己修炼，也说了和仲昭无关，那此事便是他一人之过。松风自内殿而出，众弟子连忙收剑行礼，拜见掌门。二叔，师父。这桑连忙敛了神色，恭谨行礼。白硕，你方才所言可是真相？松风抬手一挥，白硕自仙网掉落地上，他望向白硕，沉声问。玉简被动的一瞬就已被松风感知，他早已来到内殿，直到此时他方现身。掌门，白硕长居外岛，除了3年前救回松鹤那次，这是他第2次见松风。面对松风的质问，白硕面色一白，跪倒在地，不敢抬头。弟子私心作祟，犯了大错。仙道一途，本就艰辛，无仙缘便是无仙缘。你有炼药的天赋，做个炼药师也不无不可，但你一念之差，大错铸成。松风轻叹一声，我念你这3年对缥缈有功，就给你一个机会。师父。这桑脸色一变，还未开口，松风已朝他淡淡望来。这桑心底一悸，闭上了嘴。后山玄冰洞乃我们惩罚内门弟子之处，只要你能在洞中熬过3日寒冰加身之刑，便是仙道慈悲，天意所在。
如果3日后你能活下来，我便放你离开缥缈。罢了，白硕这小童眼神澄澈，并非是贪图仙权之人，他与仲昭心意相通，只怕知道他受伤之事，今夜盗玉简孔也是为了仲昭。可众目睽睽，他犯了仙门大忌，若是不罚，难以服众。3日后，不正是缥缈众弟子再次比试之日，也是阿昭出关之日。他如今已是仙君，破开玄冰洞并不难。掌门这话，分明就是给他留了一线生机。本以为死定了的白硕听得此言，眼含感激，以手叩地。多谢掌门天意如何，全凭你的命数了。去吧。松风摆摆手，便有弟子上前将白硕带出内殿。白硕捡回一条命，倒是乖觉，一言不吭跟着弟子而去。殿内，这桑眼中愤恨，怒从心起，他岂会不知掌门看重仲昭，如此安排亦是对仲昭的安抚。若是白硕身死，必会被正在闭关的仲昭感知，仲昭正是修炼的要紧关头，若他道心受损，必会有走火入魔的风险。松风正是因此才饶了白硕，可他回缥缈就是为了仲昭，就算今夜之事不能将重昭牵连进来，但让他筹谋成空的小小半仙必须死。师父，弟子听闻仲昭师弟已进位仙君，为我缥缈争得了此次参加梧桐午宴的机会。殿中，这桑突然开口。不错。松风点头，我缥缈数百年，总算能在赴凤岛看一看这3届盛事了。弟子久未归缥缈，有一事请师父成全。何事？松风一愣。弟子在外历练数年，曾于北海斩凶兽而顿悟，如今亦已是仙君之体，弟子亦想在梧桐午宴上为我缥缈争光。3日后的流云弟子比试，弟子想与仲昭师弟再次一战，若弟子侥幸获胜，还请师父应允，让弟子代表缥缈入梧桐凤岛。这桑一句说完，满殿俱惊，只见他弓着的身子缓缓直起，周身灵力大涨，全然已是仙君之体。殿外，白硕脚步一顿，不敢置信地回头。突然，他飞快从乾坤袋中掏出个小纸人，朝一旁柱子后一扔，还来不及再做什么，就被一众弟子押走。妖界冷泉宫，茯苓正在殿中修炼，忽一道带着仙气的灵雨直飞入殿。茯苓骤然睁开眼接住了灵雨，他匆匆看完，随手将灵雨扔进一旁的火盆中，嘴角一勾。一旁的侍女见茯苓心情大好，不由好奇，君上何事如此开心？没什么，想不到无意中救的一条狗，倒是给本君演了场好戏来看。君上说的可是几年前咱们在北海救的那个仙门弟子，我记得他叫什么桑来着，好像是东海哪个破落仙门的人。缥缈。茯苓眼眸一闪，略带深意开口，倒着实是个破落门户。缥缈后山玄冰洞门口，两弟子将白硕推进了玄冰洞，催动洞口结界，转瞬洞口被一层寒冰所笼罩。一凡师兄，你说他该不会真冻死在里头吧？说话的是长旭，内门中最小的弟子。一凡素来沉稳，并不应答。哎，希望他能熬得住，平日我去药炉取药，白硕这丫头还对我挺好的。其实我还真有些不信他会偷玉简用邪法修炼灵力。长旭有些不忍，他自己承认了，我们这么多双眼睛也看到了，你不信有什么用？师兄。一凡盯了洞口一会儿，手上突然变出一包小小的火石和柴火，只见他掌心灵光一闪，这两样东西消失在手中。师兄，上次我受伤，他也悄悄给我塞了颗灵丹。一凡咳嗽一声，面无表情转头，多谢两位师兄。白硕的声音隔着寒冰结界飘出，听着虽远，却中气十足。长旭和一凡朝洞里一望，长旭嘀咕，瞧他能耐的，没心没肺，怕是咱们羽化了，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一凡却没出声，心下一叹，玄冰洞连内门弟子都抗不了3日，何况白硕一个半仙，只愿众招师弟早些出关，兴许白硕还有一线生机。洞里，白硕窝在一块石头后，美滋滋架起了柴火。玄冰洞是缥缈开山师祖为惩治内门弟子专门炼化的秘境，仙君以下灵气不可用。白硕虽是个半仙，进了这儿却宛如凡人踏在了雪原上，冻成冰棍儿是迟早的事儿。还好他平时对内门弟子不停孝敬，又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脸，除了流云弟子，其实内门其他师兄弟平时待他尚算和气。想不到这些师兄弟们还挺有人情味的。白硕嘿嘿一笑，哈着气靠着火堆取暖。他环顾四周冰碴子一样的冰洞，开始想今晚发生的一切。那这桑当年可没这么聪明，怎么出去2年变得这么奸猾了？仙君之体，他到底有什么奇遇，升了这么大一个境界？哎，白硕垂了下脑袋，真是蠢，还好没连累阿昭。小纸人传了信给老黑，那个大妖怪应该已经出岛了吧？白硕被关进来前，让小纸人去找老龟，叮嘱他找个机会把范月送出缥缈。
智桑虽然在范月身上下了如影随身咒，可他既然要和阿昭比试，这3日必会闭关修炼，这是送范月离开缥缈的最好机会。外岛药炉中，本在昏睡的老龟突然被小纸人敲醒，小纸人在他面前一阵蹦跳，老龟瞬间化为人形，花白的胡子乱颤。你说他去偷了镇山玉简，还被掌门给抓住了。小纸人连忙点头，又是一阵手舞足蹈。什么？关进了后山玄冰洞。小纸人似模似样抹了抹眼，仿佛在哭。不行，我得去找掌门求情。老龟拄着拐杖，火急火燎就要去内岛，却被小纸人拉住。小纸人变成一根小木头，哗啦一下断成2截，又变回纸身，呜呜直叫。他让我把那个小树精送出岛，不然那小子会死。小纸人哗啦啦直点头。老龟虽不知缥缈为何会为难个小树精，但白硕机灵得很，他这么火急火燎的让小纸人来报信，只怕那小树精的身份有些古怪。老龟连忙往药炉后的小草炉冲，一边喊一边推开草炉的门。小子，木头！草炉里悄无声息，那个平日没事就窝在草炉里发呆的小树精不见了。二叔，您真的要让师兄和众招师弟比试？内堂内，尔云神情担忧，并不赞同松风的做法。如今你师兄亦近卫仙君，他提出公平一战，我并不能阻止。松风沉声道：阿昭师弟入梧桐凤岛乃天宫所定，怎么能临战换人？你怎知阿昭一定会输？尔云声音一顿，师弟他受了伤。若是3日后他出关伤势还未痊愈，就算他代替缥缈入凤岛，也未必能一鸣惊人，赢了其他仙门的弟子。松风淡淡瞥来。二叔，好了，尔云，梧桐午宴是我缥缈重回3山6门的唯一机会，谁的仙力高，谁就能代替缥缈，这才是公平。松风疲惫道：回去好生休养，这次比试你就不要插手了。尔云一跺脚，转身离去。堂外，这桑眼神一闪，嘴角露出一抹得意，难怪尔云会反对3日后的比试，原来是那小子受了伤。殿内松风咳嗽一声，这桑叩门而入。师父。松风微愣，是三儿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我来看看师父。这桑面带关切，听师弟说，前些10日岛内邪祟出没，不仅折损了12流云弟子，师父也受了伤。师父，不知那邪祟是何来历，竟能破了我们的惊天阵。松风沉默，一摆手，不过是觊觎东海灵气的邪祟罢了，此番缥缈能度过大劫，多亏了你重招师弟。这桑神情一顿，神色不动，师弟是我们之幸。松风看了看这桑，突然道：三儿，3日后的比试虽是为了选出入梧桐凤岛之人，可你们2人都是我缥缈的根基，无论谁胜谁负，都不可伤了和气。是，师父。突然松风手一挥，玉简落入手中，他递给这桑：桑儿，镇山玉简中有历代掌门遗留的仙灵，这3日你拿着它好好修炼，你是我的徒弟，我虽看重中招，可也最希望你能代替缥缈出战。这桑一愣，面上现出些许感动，却并不接过玉简，反拱手道：师父，2年前我败于师弟之手，这次徒儿想堂堂正正打败他。他得了茯苓指点，才进步神速，一步踏入仙君之列，可也修行了妖族功法。镇山玉简乃仙灵所化，他若借此修炼，只怕体内妖法会被察觉。松云定定看着他，许久收回玉简，摆摆手：你能如此想，师父心有所谓。夜深了，你师弟这些年灵力修炼不俗，你虽敬畏仙君，可也并非一定能战胜他，好好入定修炼去罢。是。这桑颔首，转身退下。三儿。这桑行到门口，松风突然开口：仙道一途，虽是艰难，但无论何时都要保持本心，切不可贪图一时之意，忘了仙族的使命。这桑脚步一顿，迟疑回头：师父为何如此叮嘱？松风笑笑，慈和道：师父老了，还不知能照拂缥缈多久，你师弟最新修炼，并无心继承缥缈山门，缥缈总归要交到你和尔云手中。师父天劫将至，若是突然陨落，怕没机会交代你。师父仙寿延绵，就算雷劫至，我也一定会替师父护好法。听得松风这些话，这桑脸上总算露出一抹真实的关切，他到底是松风养大，待他尚算孝顺。仙道自有因果，去罢。松风摇摇头，摆手：是。这桑不再多言，复又向松风深深一拜，才转身退下。直到殿外的脚步声走远，松风才轻声一叹：老黑呀，这孩子我看着他长大，怎么如今倒瞧不明白他了。老龟拄着拐杖从殿后走出，眯成一条缝的眼里透着沧桑，掌门心中自有估量。当年我便说过，这桑并非继承缥缈的合适人选。若是旁人瞧见要修老龟在缥缈掌门面前的态度，准会惊奇。要知道药炉在缥缈地位低微，就算掌管药炉的老龟，
平日连入内岛的资格都没有。可曾位列3山6门的缥缈岛，总会有些不为人知的底蕴和倚靠。缥缈岛的本体就是这只千年云龟。千年前，缥缈开山老祖于东海救下厉雷劫而差点陨落的云龟，云龟为报恩，化岛千年，与缥缈共生。从此云龟不可离东海，永远只能活在这座岛上。当年你也说师兄不宜继承缥缈，为此师兄憋着一口气，闭关100年，强行修炼到了仙君之体。若非如此，他的天劫也不会如此艰难，以致生了邪念。松风一叹，老龟瞥他，神色从容。老龟口中从无妄言，他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那偏心眼的师傅偏袒自己的儿子，不听我的。要不是缥缈来了那2个小娃娃，怕是这座岛如今都给你那师兄给吸干了。松风一噎，那您说说，这2个娃娃可能扭转缥缈的命数？云龟善卜，千年来缥缈数劫大多靠着老龟而避过，可善卜也不能扭转缥缈日薄西山的颓势。3年前白硕被留下，并不是松鹤一念之人，而是老龟将那小女娃要了去。我不知道。老龟难得沉默，这2人身上的命数被一团迷雾笼罩，我瞧不清，连白硕的您都看不清。松云惊讶，3年前白硕不过是个凡人，他曾疑惑问过老龟，白硕可是仙缘深厚，不然怎会让云龟开口留人？他身上没有仙缘。老龟摇头，我只算得出这孩子能庇佑缥缈，否则我也不会引他一个半仙去火冰岛对付你那邪祟师兄了。那一夜，白硕只以为书阁中的藏书是松鹤为他准备的，可有一人比松鹤更了解他，便是与他朝夕相处的云龟老黑。云龟虽能卜算吉凶，但他不能离岛，只能感知缥缈大劫将至，而唯一的变数在白硕身上。缥缈安危和白硕的吉凶，他只能择其一。天道所指，总算给缥缈留了一线生机。至于那突然出现的奇怪少年，他并没有告诉缥缈掌门，他从此人身上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强到他千年道心都不能窥探。白硕既是缥缈的生机，他身边的人，他能护则护。那昭儿呢？这桑不能继承缥缈，昭儿可能担起缥缈的未来。云龟再次沉默，摆摆手，你才是缥缈的掌门，谁继承缥缈，你择定就是，问我做什么？老龟说着，转身就要走，脚步却是一顿，梧桐岛，能不去你便不去罢。老祖宗。松风一愣，云龟口中从无妄言。今夜之后我就要沉睡，本来还想和那娃娃告个别，看来是没机会了。白硕虽与缥缈有福，但缥缈留不住他。此一事后，他的命途让他自己去走吧。松鹤还想再问，云龟已化为一缕青烟，留下一言，消失在殿中。此番为对付松鹤，云龟献出100年寿命卜算了一卦，卦中所指唯有白硕能扭转乾坤。他替缥缈消弭了一场灾难，也要以沉睡100年为代价。从此缥缈之后100年祸福与他无关了。殿里安静下来，松云看了历代先辈所画的玉简一眼，长叹一声：三界大道，仙门福祸，他又能支撑多久呢？只希望这桑能迷途知返，尔云和仲昭能重振山门。夜深，海风袭来，岛上更是冷得沁人，守在玄冰洞外的2个弟子都忍不住搓了搓手。没人瞧见，一株小树苗借着夜色在洞口边缘处悄悄挪动。忽不远处仿佛有人影攒动。谁？常旭似有所感，一声惊喝，他和一凡连忙上前查看，发现攒动的只是被海风吹动的枝条。一凡白了常旭一眼，常旭尴尬，这不是岛上才出了事，我心慌吗？2人复又转身，常旭模糊瞧见一根小树苗在玄冰洞结界处爬了爬。师兄，有树在动！常旭连忙大喊，一凡转头，却见洞口风平浪静，这满岛都是树，风吹自然动，你鬼喊什么？常旭定睛一看，再没瞧见那小树苗的影子，不由擦了擦眼，还是什么都没瞧见，讪讪一笑，许是我看错了，嘿嘿。一凡在白眼，懒得再理他。洞内火堆只剩下1星半点，白硕不停揉着双手取暖，这鬼地方怎么这么冷，冻死我了。他本以为借着这些火能扛到重昭3日后出关，可没想到寒冰洞远比他想象的寒冷，柴火烧不了多久，别说3天，他可能连1天都坚持不下去。白硕抱着膝盖，努力靠火堆近一点，可玄冰洞太过寒冷，又历经一夜惊吓，这时他已是精疲力尽，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睡梦中，他仿佛置身一方桃林，那桃林的花开得极盛，而潺潺的溪水旁，有人慵懒地靠在石桌旁，那人一身白袍，黑发散于身，他好似饮了酒，声音带着些许醉意。哎，月迷，下个月就是你大寿了，这次你可别把我店里的宝贝搬光了，去他们3个店里闹腾，我那宝贝留着有大用处嘞。留着作甚？过年啊。逆光处一人远远走来，火红古袍，笑得张狂。嘘。
醉卧的人将手比在唇角，眯着眼笑得像狐狸，做嫁妆。啧，老古板，想通了呀。你要再不出手，防不住那家伙哪日想不通，又下界溜达了。若是在下界被别人迷了眼，有得你的仇，我看谁敢。白袍人一个挺身，眉目一震，谁又惹你了？醉成这样还能发脾气？一紫衣男子手里转弄着个小酒壶，从远处走来，戳了戳红衣少女，你惹了这祖宗，我哪敢，他还不把我的月华符给掀了。红衣女神见紫衣人出现，眼底一喜，却有些惊讶，至阳不是让你去妖界给妖族启智，怎么才2-3日就回来了蛮荒之地，尽是些未开化之徒，也就一个小虎妖能入眼，还有得看，本尊待了几日，嘴都快淡出鸟味来了，再待下去，甭说启智妖族，本尊就要先无聊作画了。你可是妖神，你不教化谁教化？让那白冰快去，他不是最喜欢传道授业解惑。至阳能答应，本尊要下界巩固四荒结界，忙得紧。紫衣人眨眨眼，低声：3万年前，普华偷偷下界酿了几坛好酒，藏在昆仑后山里，我瞧着到出酒的日子了。藏了3万年，你就不怕那小老头和你急？咱们悄悄的去，悄悄的取，我的手段他还能发现。紫衣人轻哼一声，走不走？走。红衣女神回得果断而迅速。糟了，至阳来了，我得走了，你快把这小祖宗送回去，我在青铜桥那等你。紫衣人朝天空看了一眼，神力一动，消失在溪水旁。红衣女神看着半醉的人，轻叹一声：普华的酒你最是爱喝，他是给你取的吧？他苦笑一声，面上有些自嘲。突然他朝虚空一处看去，那正是白硕站的地方。不知道为何，他方还言笑晏晏的眼底刻着无尽悲凉和眷念，眼角落下一滴泪水。白硕迎着那双眼，只觉得心疼的呼吸都停止了，他忍不住朝那红衣女神伸出手。不要哭。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触不到红衣女神的脸。白硕面前，那女神缓缓消失，他亦闭上了眼。玄冰洞中，白硕沉睡的脸上滑下一滴泪，他眉头紧皱，紧紧蜷缩在只剩下微弱星火的火堆旁。一股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妖力从洞口处蜿蜒而进，洞内冰石的温度一瞬间又冷了许多，那颤颤巍巍的火苗霎时熄灭，冰霜从白硕脚底缓缓覆上。就在白硕倒下的一瞬间，布衣少年接住了他，紧紧将他抱在怀里。洞外晨曦微白，长旭打了个喷嚏，望着天上升起的太阳，搓了搓手，一脸狐疑。师兄，你有没有觉得更冷了？一凡皱眉，别神神叨叨的，这里不冷，哪冷？长旭讨了个没趣，担忧的朝洞里看了一眼。后山石洞中，仲昭紧闭双眼，一道纯白的灵力环绕在他周身，洞内无风自动，地上碎石飞去，形成矩阵，舞出道道罡风。耳云落在石洞外，见洞口白光凛冽，不由面色一喜。好强的灵力，难道师弟又升了一个境界？洞内仙力环绕中的仲昭突然面色一变，只见他灵台意识中浮现一个画面。众府满门跪于刑场，刽子手们毫不留情朝跪地的人斩去。爹娘，在仲昭炼化一品灵丹的关键之时，他灵台中竟幻现了众府满门被诛的画面。仲昭猛地睁眼，双眼通红，仙气顿时混乱。杀！杀！仲昭毫无自觉的低喃，眼中陷入癫狂。洞外灵力混乱窜飞，在洞门处落下刀刻斧凿的痕迹。耳云被灵气逼得倒退数步，神色一变不好，师弟走火入魔了。耳云毫不犹疑朝洞中闯去，却被混乱的灵气逼退。洞中就在漫天碎石被混乱的仙力所引冲向仲昭的瞬间，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只见那人手一挥，碎石停滞在半空，他伸手在仲昭灵台一指，仲昭眼中恢复清明。看见来人，他一神色一惊：你不想活了？凝神清净灵台。符灵冷冷开口。仲昭神色一凛，重新凝聚仙力，在符灵的护法中闭眼重聚灵台。片刻，他脸色恢复如常，一身仙力愈加浓厚。符灵收回手，嘴角一勾，受妖力护法而不动摇。仲昭啊仲昭，你究竟是仙缘深厚，还是与我妖族有缘啊？阿硕，阿硕！白硕被猛地摇醒，他一睁开眼，是白皙斗大的眼，害得他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怎么了怎么了？阿爹和阿娘出门了，今日上元节，咱们溜出去玩玩。溜出去？怎么出去？你忘了后门有你挖的狗洞啊！白硕怔怔瞧着白皙红光满面的脸，有些发愣。阿西最是循规蹈矩，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不是只有他会做吗？走不走？你不走我可走了。走走走，哎你等等我。白硕忙不迭从床上爬起，手忙脚乱套好衣服。两人熟门熟路爬出狗洞，仲昭已经笑眯眯守在后门口。
瞧着少年爽朗温和的笑容，白硕有一瞬间的恍神。阿昭，快，庙会要开始了！众着急拉着两姐妹就走，白硕心里头怪怪的，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他来不及多想就被少年拉走了。帝都街头热闹而繁华，三人一路吃走走，逛庙会，看戏法，日落西山，站满人的河边，白硕拿着根糖葫芦吃得满嘴，众招抬手给他擦嘴边的粘糖。白皙正在放河灯，转头恰好看见了这幕，抿着嘴笑。白硕恰一抬头，漫天焰火，却觉得周身一阵寒冷，忍不住哆嗦了一下。阿硕，你怎么了？冷，好冷。白硕整个人开始颤抖，他半跪在地，身上缓缓泛起一层冰霜，他眼中仲昭和白皙的身影慢慢模糊，整个世界仿佛化作了冰石。原来这就是你和他最常做的事。玄冰洞外，茯苓立在一棵树下，指尖一道妖力一出，直入玄冰洞，但玄冰洞外守着的一凡和长旭却毫无察觉。就算做了半仙，也是个废物，临死幻想的竟如此平凡。茯苓淡淡轻哼，他忽然又一顿。方才白硕神思中还出现了一段画面，可也不知是不是他正在为众招护法，那画面被一团迷雾笼罩，他一时竟没看清。以他的妖力，不会窥不见白硕所想，更何况白硕如今沉睡在他醉生梦死的妖咒中。醉生梦死是妖界秘法，能迷惑人的神智，让人的神魂陷在睡梦中沉沦，一旦神智无法唤醒，就会在幻境中耗尽灵气而亡。以茯苓的身份，若不是他对白硕和众招的过往好奇，大可一掌劈了白硕，不会白耗这个力气。白硕和众招的幻境虽贫乏到无趣，可真当他看到幻境中白衣少年望着白硕的目光时，茯苓心中仍难忍怒火，难道白硕不只是个半仙？茯苓眼神一顿，转瞬又自嗤一声，要是他真是仙君下凡历劫，就不会到如今还只是个半仙了。看在你和他相识一场的份上，本君赐你醉生梦死。茯苓嘴角一勾，神情漠然。洞中寒冰已经爬上了白硕胸口，他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只剩嘴唇在微弱的打着颤。范月紧紧抱着他，不停地揉着他的双手，焦急地唤着师父。可无论他怎么唤，白硕都毫无知觉。就在寒冰爬上白硕嘴唇的一瞬，少年突然本能一般的俯下身亲上了白硕的唇。他记得那夜在药炉醒来，白硕就是这么救他的。幻境中，白硕眼中漆黑一片，他蜷缩跪在地上，整个人冻得发抖。他知道自己要死了，被冻死了。刚才他看见的不过是临死前的幻象。他只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被冻死的神仙了。玄冰洞这么冷，掌门是诚心给他寻了个好去处啊。突然，一股微薄的暖意仿佛在敲击他的灵台。是谁在救他？白硕已经冻得无法说话，全身僵硬得像个冰棍。许久，他才发现那股暖意来自他的唇角，求生的本能让他努力张开嘴，狠狠地咬了下去。玄冰洞中，正惶然无措亲着白硕的范月嘴角一痛，被咬出了血来，也不知是白硕的血还是他的血，只是当鲜血滴落在他唇角的一瞬，范月目光一凛，眼中茫然消失。他骤然抬头看向洞外，冰冷地吐出一个字：滚。强大的魂力穿透结界，直击茯苓灵台。茯苓脸色骤白，一口血吐出，不敢置信地望向洞内。半神威压，皓月殿主，他怎么会在这儿？这不可能。未等茯苓回过神，又是一道魂力朝他灵台击来。茯苓再不敢多留，瞬间消失在原地。玄冰洞外枝叶乱颤，却是无风。长旭打了个哆嗦，忍不住悄声问：师兄，你猜咱们缥缈岛有没有鬼呀？一凡目不斜视，子不语怪力乱神。师兄，你怎么说起凡人的酸腐话来了？咱们可是神仙。闭嘴。哦。玄冰洞中，范月眼中冷光散去，眼一闭倒在了地上，怀中仍紧紧抱着白硕。寒冰从白硕身上散去，一缕灵气开始在他身上复苏。2日后，后山石洞的门缓缓开启，众招迎着旭日缓步而出。师弟。守在洞外一直未离开的尔云见众招走出山洞，急忙迎上前。他脚步一顿，面色欣喜。恭喜师弟成功度过仙君初期，踏入中位仙君之列。自3界始成，仙妖两族便形成了等级严格的修炼境界。半仙并不算真正的仙人，只能说比凡人活得长久些，成为仙君才算入仙。而仙君一分初期、中位、巅峰，仙君之上还有上君，上君一分3等，一旦跨过上君巅峰，便是半神。踏过神的门槛后，才能窥神之道，妖族异事。茯苓自小在天宫修炼，得尽金药真传，虽踢了仙骨，但他继承了母亲的火云功，又受天宇指导，如今已是上妖中位，比众招整整高了一个大境界。
而缥缈败落已久，就连掌门松云苦修数百年，如今也不过是上军初期罢了。仲昭入仙3年就修成仙君中位，算是天纵奇才了。仲昭面上不骄不躁，朝尔云颔首，多谢师姐护法。尔云面上一红，这几日他虽守在外头，但进不了石洞，也不过是干看着着急罢了。今日便是山门弟子比试之日，他匆匆将这桑回岛敬畏仙君并约战他之事说出。既然师兄也敬畏仙君，是该比过，方显公平。仲昭淡淡道，他不欲朝正殿而去，尔云却突然开口：师弟。尔云面色迟疑，还是开了口：白硕偷到镇山玉简，如今被二叔关在玄冰洞。不过你别担心，二叔说只要他能在玄冰洞内熬过3日，就会放了他。今日正好是第3日。本以为仲昭听了消息会立刻赶去玄冰洞，哪知他神色不变，只淡淡道：多谢师姐告知。见仲昭并没有去玄冰洞的打算，尔云松了口气，却也难掩诧异。你不去救他？这2日岛上都在传白硕偷镇山玉简没有意义，他做下这等糊涂事，8成是为了仲昭。掌门之令并无不公。师姐，走吧。仲昭并不多言，化为一道流光，直朝大殿而去。此时缥缈大殿外，松云立于石阶之上，智桑站在他身旁。石阶下一云台上，剑光四闪，内门弟子正在比试。一弟子挑翻另一人仙剑，收剑而立，众人一阵叫好。输的弟子倒也不恼，收起仙剑，两人齐齐望向松云。不错，你2人皆有进意，此场亦休胜。松云心未开口。是，掌门。2人朝松云一礼，齐齐飞下云台。已近正午，内门弟子皆已比试完毕，但后山仍毫无动静。众弟子望了一眼石阶上的这桑，议论纷纷。明日掌门便要带缥缈众人前往梧桐岛，若是仲昭师弟还未出关，这次代替缥缈出战的就变成大师兄了。这桑倒是极有耐心，朝松云道：师父，师妹一直守在后山，她尚未归，只怕师弟还未出关，今日的比试。就在此时，一道流光自后山而来。仲昭师弟出关了。众弟子中也不知是谁兴奋地喊了一句，缥缈2大弟子交手，众弟子也心痒难耐。这桑声音一顿，微微一笑，看来我与师弟这一战是免不了了。不待松云开口，这桑跃起，朝云台飞去。就在这桑落地的一瞬，仲昭身影现于云台。他本就出身人间极贵，如今染了仙气，一身仙袍猎猎，当真缥缈出尘。一众女子们见仲昭风姿，面露向往之色，耳云落在松云身旁，目光一粘在仲昭身上。仲昭一出场就引走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桑心中更是极恨，他面上不显，出言却是刁钻。数年不见，师弟风采更胜往昔，不愧是我缥缈第一人啊。仲昭见过师兄。仲昭开口，却是朝这桑一礼，师兄回来就好，师叔和诸位师兄弟们一直很惦念师兄。如今师兄归来，仲昭愿辅佐师兄重振山门。这桑毕竟是松云的嫡传弟子，2人如父如子，若这桑不步步紧逼，仲昭并不愿伤了山门和气。师弟，你我之间这些客套话就不必说了。2年前我是如何败于你手的，你心知肚明。今日我重回缥缈，是拿回我应得的位置，不用你做退让。这桑冷哼一声，仙剑展出，直指重昭，让师兄看看你这2年长进了多少，这一次可没有那个要修帮你了。落音一落，这桑剑仙祭出，直指仲昭额心。仲昭亦不多言，画出仙剑迎战。2柄仙剑在云台上空交错，剑光凛冽。2人出自同门，又仙力相当，初时分不出上下。不过这桑的剑法明显老练凶狠一些，仲昭只守不攻，一炷香后已明显落了下风。见这桑剑剑指仲昭周身要处，仲昭身上被这桑的剑气扫出不少伤痕。耳云声音一颤，抓上松云的袖袍：二叔，你快阻止他们。松云摇头，今日之战，除非有个结果，否则缥缈必乱。耳云一愣，恰这桑一剑刺在仲昭肩头，鲜血霎时染红了仲昭的肩膀。众弟子惊呼出声：师弟！这桑亦未想到赢得这般顺利，不免得意：师弟，你如此不堪一击，如何能担缥缈大任？当年一战，仲昭愧于师兄，今日一剑，还于师兄。仲昭抬头，忽神情一凛，掌中仙剑光芒大盛，挑开这桑仙剑：师兄，请。这桑被震得倒退3步，云台下众弟子面面相觑，他顿时满脸通红：仲昭，你竟敢羞辱我！好得很。2柄仙剑再次撞击到一起，这一次仲昭招招凛冽，再不留手，很快这桑被逼得接连后退，只剩招架之力。好！门中弟子品阶不高，极少见到仙君比试，见仲昭剑法漂亮，忍不住叫好。
比起跋扈的这桑，众人心中还是偏向谦和的仲昭多一些。这桑被仲昭一剑逼到云台边缘，耳边又听见众弟子的叫好，2年前败于仲昭手中的画面仿佛重现。他满脸不甘，明明他和仲昭都是仙君之体，可他修炼了100年缥缈剑法，竟还不如一个刚入门3年的弟子，老天何其不公！不，这一次他不能输。这桑眼中现出一抹诡异的红色，只见他长剑一震，剑柄上霎时多了一颗灵气充沛的红珠。红珠现于剑柄，他周身灵力大涨，凶狠地挥出一剑，这一剑竟将与他灵力相当的仲昭重重劈了出去。仲昭一口血吐出，半跪于云台之上失地。尔云就要飞上云台，却被松云拦住。二叔，那是什么灵气？尔云满脸焦急，他自然瞧见了那诡异的红珠，但他只能感觉的那红珠灵气充沛，不是俗物，其中所蕴含的灵气只怕不在缥缈镇山玉简之下。松云脸色一变，身形不稳，重重咳嗽一身，尔云连忙将他扶住。二叔，您怎么了？松云摇摇头，灼灼看向云台。本以为这桑会再败于仲昭之手，哪知局势瞬间逆转，仲昭竟不敌这桑一剑，众弟子面面相觑，一时云台之下鸦雀无声。这桑面目阴沉，朝半跪于地的仲昭缓缓走去。师弟，方才我未尽全力，你该不会以为这一次还能打败我吧？只要你磕头认输，为当年之战忏悔，看在同门的份上，我可以不计前嫌，留你做个外门弟子。当年之战，仲昭已经还了。仲昭灼灼抬头，师兄，我还没有输。找死！见仲昭不屈，这桑神色一沉，再次挥起仙剑朝仲昭而去。他这一剑竟比方才更加强大。师兄不要！石阶上，尔云面色大变，惊呼出声。玄冰洞中，沉睡2日的范月茫然醒来，他怀中的白硕仍然双眼紧闭。师父。范月唤着白硕，仍是个呆呆的少年，看来白硕的血也只能让他恢复一时的神智和力量。白硕蜷缩在范月怀中，毫无知觉，他脸颊红润，嘴角噙着一抹笑意，鼻息十分微弱。茯苓虽走，白硕身上的醉生梦死咒却没解开，他已经沉睡在幻境中2日，再不醒来，将灵气耗尽而亡。范月虽不知白硕发生了什么，但他能感知白硕身上的灵气十分微弱，他模模糊糊地觉察到，再不唤醒白硕，白硕就永远醒不过来了。醒过来！范月一个字一个字开口，茫然而惶恐。如今范月的世界里单纯到只有白硕，他不能没有白硕。范月什么都不会，只知道紧紧抱着怀中的人，艰难而努力地不停唤着他。幻境中，白硕正托着下巴盯着一个人，那个人一身紫色长袍，长发随意挽着，懒懒靠着书架翻着书，他腰上系着一只小巧的酒葫芦。白硕安静地坐在一旁的木桌旁，使劲瞅着那个背影。这是一座书阁，外头是一座大殿，他从未见过如此璀璨奢靡的殿宇。自他从彻骨的寒冰中醒来，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他尝试着走出这座殿宇，可这地方仿佛被结界隔绝了，只要他踏到殿门口，就会再次回到这个人身后。他知道这个背影是谁，他找了他10年，他记不起他的容貌，唤不出他的名字，可他知道，他就是10年前在人间帝都皇陵救他的人。初见这个背影时，白硕简直乐疯了，想着难道是老天爷听到了他的祈求，把他送到了他面前。可很快他就知道乐极生悲是什么意思，他不仅走不出这个鬼地方，走不到那个人面前，那个人也瞧不见他，听不到他说话。难道我死了？老天爷才显了灵，让我全了心愿。白硕这人乐天无比，以他仅有的一点见识，实在不知道这鬼打墙到底是个什么处境。好在他执念10年，哪怕只是个背影，也让他屁颠跟了2日。这人没事就睡觉，醒了就喝酒，倒是快活。就这么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陪着他，其实也挺好的。白硕拖着下巴，忽然有些困。白硕缓缓闭上眼，他没发现自己的身体在缓缓消失，而这座殿宇也在坍塌。白硕不知道，他被困在了醉生梦死的咒法里，这里只是他自己的幻境，他根本就不记得那个人的脸，所以才永远都看不见他的容貌，无法走到他面前。师父，少年焦急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白硕一激灵，差点合上的眼猛地睁开。谁？醒过来！什么醒过来？求你，求我！我这么个3阶小浮萍，落魄小半仙，谁求我？白硕满脸迷茫，忽然他看见头顶的殿宇整个坍塌，朝他砸了下来。白硕瞳孔一缩，想躲开，却无法动弹。他怎么动不了？活见鬼了！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白硕，你给我醒过来！终于，少年吼出了完整的一句话，那声音无比嘶哑惶恐。
白硕灵台一震，睁开了眼。大殿云台上，众昭半跪于地，智桑朝他一剑劈下，这一剑灵气浩荡，直刺众昭灵台。就在这时，一道浩瀚而正统的仙力自众昭灵台射出，抗住了智桑的仙剑。智桑瞳孔猛地一缩，他盯着众昭身前的灵气，倏然转头看向石阶上的松云。众昭怎么会有这样东西？怎么会？镇山玉简。只见缥缈的镇山玉简此时正稳稳悬在众昭额前，将他护住。众弟子惊呼出声，同样难以置信，掌门竟将镇山玉简传给了众昭师弟，那这场比试还有什么意义？尔云看向松云，松云迎着智桑愤恨的目光，嘴唇抖了抖，终是一句未言。你不公！云台上，智桑一声怒吼，双眼血红，再无顾忌，强大的灵力自血珠中窜出，一时云台之上乌云密布，仿佛邪风至，众弟子被吹得东倒西歪。只见智桑手中剑光一震，再次劈向众昭。一直低头半跪的众昭倏然抬眼，一把握住了额前的玉简，玉简在他掌中化为一道古朴的玉剑，五彩灵气瞬间笼罩在众昭周身。仙君巅峰！尔云惊呼出声，这怎么可能？方才出关时，众昭才仙君中位而已。半空中智桑同样难以置信，他不过仙君初期，倚靠红珠强行提境界，也只是仙君中位，但由不得他在想，玉剑夹着强大的气势劈在了他的剑身上。轰然声响，耀眼的白光在云台上爆开，一道人影自半空跌落，重重摔在云台上。乌云散去，众昭立，智桑一口血吐出，跪于云台，他手中剑仙碎成粉末，唯圣剑柄在手石阶上下，鸦雀无声。智桑抬眼望向松云，为什么？他的质问伴着鲜血从嘴中吐出。众昭不可能短短3年就修到仙君巅峰，他身上分明是最正统的缥缈灵力，是松云心甘情愿把灵力渡给了众昭。松云沉默许久，他望着一手教养长大的弟子，一挥手，一道仙力落在智桑身上。智桑痛呼一声，眼中现出妖异的血红，而他额头灵台处数缕灵气乱窜，那灵气伴着婴童的哭喊，凄厉至极。仙人灵台怎会蕴凡人气息？众弟子顿时哗然，难道智桑师兄他吸食凡人灵气修炼？智桑，为师教养你100年，你就是如此为仙？石阶上，松云眼含失望，痛声质问。为了振兴缥缈，100年来我苦心修炼，从不敢懈怠一日。智桑怒指众昭，若非你和师伯不公，弃我而责他，我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还不知错？我有什么错？智桑缓缓站起，笑得癫狂，强者才能在这3界生存，师父，这不是你教我的吗？看着毫无悔改的智桑，松云身形一晃，闭上眼，孽徒。松云再不留手，一道仙力挥在智桑灵台上，只听智桑惨叫一声，无数道仙气自他体内涌出，而他体内一声脆响，那是金丹破裂之声。霎时智桑面上暗淡无光，周身再无仙力。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破碎的金丹，喃喃望向松云，你碎了我的金丹。他努力爬向松云，再无站起的力气。缥缈千年仙门，容不得戕害凡人之徒。智桑，你金丹碎裂，再无修仙之能，你就在玄冰洞中思过10年，10年之后你就做个普通的凡人吧。松云长叹一声，再不多言，他抬手一挥，一道悬空之门出现在半空，洞中一束光射出，拖着智桑朝洞中而去。好一个缥缈仙门！松云，从此我智桑和你师徒情谊断绝，若我不死，定会回来杀了你，灭了你缥缈。智桑癫狂而不甘的声音消失在半空，光芒一闪，那悬空的石门消失。石阶上，松云一口血吐出，面带悲凉，一时间竟像老了10岁。众昭连忙飞上前，和尔云一起扶住他。师父，二叔，掌门。众弟子一奔上前，无事。松云摆摆手，看向众弟子。从今以后，众昭就是缥缈的继承人，明日他将代表缥缈参加梧桐午宴。松云苍老的声音响彻大殿之外，众弟子齐齐跪下，向众昭行礼。是，掌门。众昭一手握着玉简，一手扶着松云，目光却落在后山的方向，那里是玄冰洞，白硕被关的地方。许久，他朝松云缓缓跪下，沉声开口：是，掌门。哎呦！玄冰洞中，白硕猛地起身，和面前人撞了个满怀。疼！他一边揉着额头，一边胡乱向前一抓，却触到了一个温热的胸膛，燥热的那种。啥玩意？白硕抬眼，迎上一双惊喜的眼目目。你怎么在这儿？白硕晕头转向，再一挪眼，他的手正放在少年啥都没穿的胸上，正摸得起劲。你怎么不穿衣服？白硕一蹦3尺高，推开少年。少年一个趔趄，却是不恼，委屈道：
我给你穿上了。白硕看着身上搭着的长袍，连忙往范月身上一扔，快穿上。哦，少年乖顺地系上衣服。白硕朝四周一望，还是玄冰洞，地上的柴火早已熄灭，他揉了揉冰冷的手，心下有些后怕。听说人在临死前会看见自己想见的人，他八成是快被冻死了，才会看见帝都的焰火，还有那座殿宇里的背影。是范月救了他，那点微薄的暖意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白硕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可脑袋晕乎乎的，一时不太灵光。少年不知何时挪到他身旁，戳戳他的脸，还冷吗？不冷不冷，我想正事呢，别戳我。对了，你怎么还在岛上？我不是让老龟送你出去吗？白硕突然反应过来，连忙问他，你有危险？范月撇撇嘴，我就来了。你怎么知道我被关在这儿？不知道，我一想你就到了这里。白硕一噎，突然想起他和范月有神魂契约，范月没了妖力和记忆，却保留了这点契约本能。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阿昭和这桑的比试怎么样了？白硕喃喃自语，在洞里踱步。你睡了3天。范月认真地伸出3个手指头。3天。白硕一个机灵，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样，浑身一僵，哆哆嗦嗦回转头，你怎么会说话了？他终于想起哪里不对劲了，这木头不是傻的，只会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什么时候这么灵光了？难道大妖怪恢复了记忆？白硕嘴唇抖个不停。少年一步踏到他身旁，朝他伸出手。妈呀，他要死了！白硕睁大眼，却不想少年一个满怀抱住了他，头埋在他颈上。什么情况？白硕眼睛眨了眨。师父，我抱抱你，你就不冷了。少年的声音有些急，像是在努力解释。你睡着了，我叫不醒你，后来我一说话，你就醒了。木木，是我会说话了，师父，以后我会乖乖藏好，不给你惹麻烦，你别赶我走。少年闷闷的声音在白硕耳边响起，他突然一顿，金刚钻一样的铁心肠就这么咔嚓一下软成了水。范月没有恢复记忆，他只是恢复了他的灵智，他记得从药炉后醒来的一切，还有那夜遇上这桑后发生的事。他以为自己是棵小妖木，而白硕因为收留他，被这桑威胁偷玉简，才会被关到这里。白硕也不知该高兴还是叹息，他拍拍少年的背，好了，都是大人了，别撒娇，我不送你走就是了。真的？少年抬头认真盯着白硕的眼。真的，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了？白硕叮嘱。不过你可要答应我，这次出去后一定要乖乖藏好，千万别再被人发现了。白硕还没说完，身后一道阳光突然照进，玄冰洞中整个一暖，2道人影从外走了进来。白硕还没反应过来，范月已经化成了一株小蔓藤，飞快蜷在了他手腕上。逆光处，来人见白硕安好，也松了口气，声音带了几分欣喜。白硕师妹，3日期满，你可以出去了。白硕师妹。白硕看着走进来的一凡和长旭，一脸囧，什么时候那岛弟子对他这么客气了？对了，阿昭，也不知他和这桑的比试怎么样了。那这桑阴险狡诈，又进了仙君，阿昭可千万别着了他的道。多谢2位师兄这几日的看顾，还请师兄带我入内岛。白硕一脸着急，白硕自知犯了大错，只想去看看今日的比试，待看完比试，知道阿昭安好，白硕马上离开缥缈，绝不给2位师兄添麻烦。师妹，你不用走了。长旭连忙道。不用走了。白硕一愣，可掌门不是。哎呀，今日众招师兄赢了比试，掌门已经宣布日后由众招师兄继任仙门，以你和师兄的交情，他定会留下你的。长旭在白硕耳边低声道。我们都知道你偷玉简是为了师兄，有他在，自会护住你，就放心吧。阿昭赢了。白硕面色一喜，长舒一口气，忽又觉得不对，师兄说掌门今日宣布由阿昭继承缥缈，那这桑师兄呢？一凡面色微变，一向木讷的脸上难得带了些许鄙夷，他吸食凡人之气才会进位仙君，已被掌门碎了金丹，关起来了。啥？白硕听得一愣一愣的，忍不住嘀咕，缥缈怎么进出些歪门邪道的人物，才送走一个邪菩提松鹤，又来了一个这桑。白硕师妹，掌门因这桑之事动了气，众招师弟正随侍在侧，你还是先回药炉吧。一凡沉声开口，长旭刚想反对，却被一凡一个眼神止住。好，既然比试完了，我就不去内岛了，我这就回药炉，给咱们缥缈多炼些灵药。白硕身上毕竟藏着个小妖怪，一听众招在松云身边，立刻改了主意。他似模似样打了个哈欠，2位师兄，我自个儿回，不用送啊。未等2人开口，白硕一溜烟跑远了。玄冰洞中，长旭撇撇嘴，
师兄，中招师弟以后可要做掌门的。白硕为师弟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师弟心中必定挂念，这么好的机会，你干嘛不让我送他去内岛啊？纯。一凡淡淡一瞥眼，要是师弟真惦念他，你觉得来迎白硕出玄冰洞的会是咱们两个？一凡说完，转身而去。长旭一愣，摸了摸鼻子，老龟，我回来啦。白硕豪气干云推开草庐，双手叉腰，小木门吱呀吱呀响，如破朽的鼓。草庐里静悄悄的，竟没听到老龟那平日里可以掀翻炉顶的鼾声。咦，不在，又溜到哪喝酒去了？白硕架了半天姿势，没人欣赏，兴致缺缺放下膀子，往老树下的藤椅悠哉一躺，在手腕上弹了弹，安全，没人小木藤咻一下变成少年。范月熟门熟路去院后的井里取水，递到白硕面前，白硕接过惬意地灌了一大口，拍拍范月的头，徒儿乖。范月见白硕盯着小院门口，望都没望他，眼底有些黯然，但他马上振作起来，去厨房鼓捣吃的了。白硕拖着下巴，眼睛弯弯的，太好了，阿昭将来要做缥缈的掌门，那以后他在缥缈还不横着走。他想好了，以后全岛的丹药都让他练，谁也甭想再让他半夜出去采草。睡呀睡觉觉，晒呀嘛晒太阳。白硕忍不住哼起小调来，一旁小徒弟适时地递上了香喷喷的桂花糕，白硕一口吞下一个，笑出了声，这日子啊真美好。就是这大妖怪让人愁啊。白硕瞥了一眼少年，眼咕噜直转悠，小徒弟嘿嘿一笑，分外讨好，生怕白硕改了主意赶他走。算了，先养着吧，反正师徒名分都定下了，就算哪日大妖怪回来了，也不能欺师灭祖吧，举头三尺可有神明呢。对了，明日阿昭就要去梧桐凤岛，我得跟着一起去，多备些灵药。白硕连忙爬起来翻箱倒柜，把老龟看家底的好东西全给翻了出来，鼓鼓囊囊装了一大包，收进了乾坤袋里，待满头大汗忙活完，才气喘吁吁躺回藤椅，一边美滋滋幻想着将来的好日子，一边等着中招。可日升日落，直到月影高照，他等的人都没有出现。掌门也要睡呀，这弟子服其劳也不能服一晚上吧。夜风吹来，白硕打了个喷嚏，忍不住嘀咕。本来在一旁昏昏欲睡的少年听见白硕打喷嚏，睁开眼就要脱下外袍给他披上。哎，不用不用，我不冷。白硕连忙阻止，他把范月脱了一半的衣服给合上，听着，徒儿，咱们是仙门正宗，妥妥的良家子，以后这衣服可不能随便脱。哦，少年乖巧点头，那我去给师傅煮一壶热茶。聪明。白硕笑眯眯点头，还要再夸，身后有脚步声响起。快，阿昭来了，快躲。没等白硕说完，范月已经重新变成小木藤，窜到了他手腕上。白硕松了口气，扬起大大的笑脸转头。臭小子，你总算舍得来。他喊到一半，看见来人，一愣，却是尔云俏生生立在药炉门口。尔云师姐。大半夜的，尔云怎会纡尊降贵来这外岛？尔云倒是难得面色和善，他神情有些古怪，也不说话，就这么尴尬立着。师姐，可是来取丹药？白硕想了这么个唯一的可能。不是。尔云硬邦邦回，没等白硕开口，递出个小瓷瓶，给你。那小瓷瓶里灵气扑鼻，竟是2品灵药。师姐这是？尔云咳嗽一声，挪过眼，玄冰洞里的寒气能伤半仙的身体，这是我爹以前给我留的灵药，比你自己炼的那些破烂货强多了。白硕一脸呆愣，看了眼天上的月亮，这又是哪一出月亮也没从西边升起呀？喂，你到底要不要？要。没等尔云说完，白硕一把抓过药瓶攥到手里，眼眯成了一条缝。多谢师姐。白硕嘿嘿一笑，2品灵药可是难得，他平日里也没几次能练成功，不拿白不拿，想不到尔云平日里跋跋扈的，其实也是个心好的。师姐，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咱们岛上啊，就你最体恤我。师姐放心，以后咱们药炉炼的灵药，我保管先给师姐送去。白硕摸着小药瓶，笑得美滋滋。见白硕乐呵呵傻笑，尔云嘴张了张，还是开了口。白硕，掌门有令，让你今夜离岛。摸着小药瓶的手一顿，白硕愕然抬头，师姐，你说什么？二叔说过，只要你能熬过玄冰洞3日，便留你一命，可你也不再是缥缈弟子。莫不是你以为师弟将来要继任掌门，你就可以继续留下了？尔云硬邦邦开口。白硕嘴张了张，说破天去，他也犯了大错，可他以为阿昭能说服掌门把他留下来，毕竟于缥缈，他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半仙药童。阿昭他在哪？我想见他。白硕突然开口。师弟已经歇下了，他明日要去梧桐凤岛，这等小事不必惊扰他。白硕嘴唇张了张，再也无话可说。
他等了一整日，没等到阿昭，等来的是尔云。不是阿昭留不下他，是阿昭不肯留他。白硕何等聪明，在尔云说出这句话时，便知真正想让他走的是谁。为什么？白硕有些茫然，手腕上的小树藤仿佛察觉了他的难过，小心翼翼用藤鞭触了触他的手心。以后你好自为之。尔云似也有些不忍看白硕的表情，转身就走，行到药炉门口，还是忍不住顿了顿开口：仙途漫漫，白硕，师弟而今已是仙君巅峰，你和师弟不是一路人。尔云说完，化为一道流光朝内倒而去。月色被乌云遮住，白硕却突然失了力气一般抱头靠在藤椅上。这些年，白硕就只有2个惦念，一个是寻到那个救他的神仙，一个是相依为命的仲昭。他那么努力炼药，也是为了仲昭，可现在仲昭已经不需要他了。哪怕是当年离家远走，带着仲昭逃亡，白硕也没有现在来的迷茫。茫茫仙道，竟如此孤独，离开缥缈，他又能去哪里呢？突然，一双温热的手握住了他，白硕抬起头，迎上少年清澈的眼。师父，你怎么了？白硕一时有些愣，可手心的温度一点点焐热了他茫然的心。仙途漫漫，三界之大，他在哪不能活？阿昭有他的路要走，他也是。白硕猛地起身，双手一插，顿时又生龙活虎。徒儿，收拾东西，咱们走。去哪儿？闯天涯。夜色中，缥缈海上，一叶扁舟远去，夜色模糊了舟上的人影。缥缈后山石峰上，仲昭独立，远远望着木舟，一道流光闪过，尔云落在他身旁。师弟。尔云轻唤仲昭，山巅上的人却没有回应他，他的目光亦落在木舟上。我还以为他会哭着闹着要见你。他不会。许久，仲昭的声音响起。尔云还等着仲昭继续说下去，哪知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再不开口。尔云怔怔望着仲昭，又想起方才药炉里的白硕，不知为何竟有些释然。一个不问就走，一个不留，像是最无情，却是最了解，可他连仲昭到底在想些什么都不知道。师弟和白硕不是一路人，和他亦未必是。或许在师弟心中，他连白硕都不及吧。尔云轻叹一声，不再打扰重昭，消失在山巅处。木舟远去，仲昭眼中却浮过一幕。昨夜后山石洞，仲昭正凝神修炼，一道仙力闪过，松云出现在洞中。师叔。仲昭睁眼，见是松云，连忙起身行礼。很好，你仙力大有长进，看来师兄给缥缈带来的劫难，与你却是机缘。仲昭心头却是一顿，前夜修炼，他心魔作祟，差点走火入魔，若不是那妖族女子出手为他护法，只怕他道心已经破碎。仲昭不知茯苓为何3番4次相救于他，但他明白仙规森严，若他和茯苓的瓜葛为仙界所知，哪怕他什么都没有做，天宫也不能容他，甚至还会给缥缈带来灾难。师叔，可是门中出了事？仲昭转了话题问。松云星夜来后山打断他修炼，总不会无缘无故。松云一声长叹，你这桑师兄回倒了。师兄回来了。仲昭倒霉不开心，2年前虽是这桑趁人之危，但他是倚靠白硕的丹药强行突然境界才勉强胜了他。这桑心气高傲，愤而离倒，说起来重昭心中亦有愧。见松云脸上并无欣喜，仲昭问：师叔，师兄这次回来可是有不妥？与此同时，乌云遮蔽于空，东海岸边一道黑影闪入一民居中，那人走到熟睡的婴儿旁，掌中现出一颗妖异的红珠，那珠子将幼儿灵台处的灵气吸出，转瞬红珠光芒一闪，邪气更浓。月光下露出这桑阴沉的脸。2年前他离开缥缈，本意气风发，决心闯个名头了再回来，可行走于3界后才知缥缈于3界不过沧海一粟。他与其他仙门的弟子争夺洞天福地修炼，却被打成重伤，冒险入北海寻找福地，又惨遇妖兽，命悬一线之际遇见了冷泉宫2公主茯苓。他苦求茯苓相救，发誓效忠，才留了一条命。这些年他为冷泉宫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而获得的回报就是茯苓赏赐的这颗妖珠。这妖珠能吸食凡人灵气，短短2年助他进位仙君。这桑眼底一丝血腥气涌过，蚕食凡人灵气修炼虽能进展神速，可将来进位时遭遇的天劫必不简单。他的目光凝在妖珠上，除非他继续大量吸食凡人灵气为己用，而缥缈掌门之位能大大方便他行事，这才是他重回缥缈的原因。这桑眼中拂过茯苓清丽的面容，只有那样强大的妖君才能与他匹配。一个耳云，他早已抛之脑后。这桑身形一动，消失在房中。后山石洞中，仲昭面色微变。师叔怀疑这桑师兄修了邪法。松云点头，我教出来的弟子我知道，以你师兄的资质，
100年内绝无进位仙君的可能。这才不过2年，他不仅能在我面前掩藏仙君的气息，而且……松云一顿，他不敢触碰镇山玉简。镇山玉简乃历代掌门仙灵所化，这种灵气极有灵性，一般遇上邪祟会自动示警。他遇上这桑虽无异动，可拿玉简修炼就说不准了。这桑仙力大掌本就让松云怀疑，他故意拿镇山玉简一试，哪知这桑做贼心虚，直接拒绝了松风，却更惹松风怀疑。就在这时，松云面色一变，掌中现出玉简，玉简发出微弱光芒，直指西边。师叔，这是有人在东海凡间用了邪法，蚕食凡人灵气。见松云面色沉郁，众招却道：施邪法的未必是师兄，或许这些年他在外历练，亦有奇遇。是否是他，明日弟子比试，自当有定论。众招却面色迟疑，师叔，若师兄真的修了邪法，他如今的仙力和我不相上下，只怕弟子也试不出来。无妨，我自有方法。松云在众招耳边低声落下一言，众招脸色一变，连忙摇头，师叔不可，您本就受了伤。松风摆手，招儿、缥缈接连遭逢大难，再也经不起任何波折，若你师兄真的行了此大逆之事，缥缈便绝不能落在他手中。我已日薄西山，缥缈只剩下你了。松风重重咳嗽一声，面色微白，众招连忙扶住他，许久，众招跪倒在地，叩首而拜。弟子绝不负师叔所托。松风面色欣慰，扶起众招，白硕偷镇山玉简，只怕是为了你，我并没有为难他，我已经交代一凡在玄冰洞外守着，洞中玄冰禁制也悄悄解除了，以他半仙之体留在洞中3日，并不会出事。多谢师叔体恤。招儿，白硕并无仙缘，他是去世流，明日之后由你抉择。师叔。众招回过神，东海中木舟已远去，再也望不见。阿硕，我希望你永远只是个快活的小半仙，缥缈虽远，在这3界中亦无法独善其身。去找你想找的人吧，如果有天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你还没有找到他，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上知500年，下知500载，求神卜卦，唯我白半仙喽。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街角处一算命摊前，破破烂烂的白半仙旗子迎风飘扬，一人贴着2撇胡子，顶着个破烂帽，摇着蒲扇使劲吆喝，一布衣少年持着破破烂烂的铁钵，乖乖巧巧站在算命人身旁，正是白硕和范月。2人自缥缈而出，一路吃喝玩乐，好不快活，可这快活也就几日光景。白硕没做过正儿八经的神仙，更没出过缥缈，他不知道仙界除了仙山福地外，凡行走于仙城之地，吃喝拉撒都得要灵珠半仙，还没正式踏入仙道，也就是个命长的凡人，总不能日日睡在野外打野为糊口吧？就算他能过这清贫的日子，也不能让金贵的小徒弟跟着受罪。白硕带着小木头打了半个月秋风，终于琢磨出了一门营生。他离开缥缈的时候，把药炉扫荡个干净，顺走了老龟压在小木床下那2根破旧的龟甲。本是准备熬了做药材的，却意外发现这玩意儿能卜算吉凶。南海城是仙界最大的城池，白硕惯爱热闹，于是领着范月到这儿租了个小院，做起了算命的买卖。说来也有意思，仙族极少有人会卜算这门手艺，除了天地灵龟和神，凡卜算命途必折寿元。入了这条道，大家伙都想多活个几百年，没人会拿着自己的寿元去做赔钱的买卖。是以在仙界随便支个摊子就要给人算命卜吉凶的，10个里头10个都是骗子。白硕不知这门营生如此刁钻，开始几日门庭冷落，连口秋风都没混到。恰有1日范月来给他送吃时，一女半仙举着扇子凄凄爱爱坐下，直盯着范月瞧后，白硕便让小徒弟举着个破烂钵当起了活招牌。自那以后，白半仙的摊子就成了南海城最热闹的风景线。不过来的都是女君，瞧的都是俊俏的小徒弟，问的都是姻缘。姻缘这东西老的龟壳还真算不出，可那些女君们原也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比起算姻缘，她们更想把这俊俏的惊人又乖乖巧巧的少年拐回家去。得亏白硕时时想着自家小徒弟的名节，无论谁来，出多少价钱，都只能看不能摸，相当有原则。这份原则之下，赚的倒也不多，1日3、5颗灵珠，够他和小徒弟糊口了。白硕吆喝了一阵，见日落西山，知道今日是没生意了，一个窜起抓出破烂钵里的3颗灵珠，放进乾坤袋，朝少年抬了抬下巴，乖徒儿，收工。范月立马把破烂钵往腰间一系，收起摊子，利落地背在了肩上。走。白硕一个响指，领着小徒弟收摊。哟，白道长，今日回得这么早啊？一旁的小老板们和白硕打招呼。是啊，今日天冷，姑娘们都在家呢，没生意，你赶早了来。白硕笑眯眯的，见谁都一副笑脸，街上讨生活的半仙们还挺喜欢这2师徒的。
南海城里只有半仙，仙城和妖族的妖城一样，算是三界最底层的地方。许多生而为半仙却无仙缘的都在仙城里过日子。这里的半仙除了会使些小法术，活得比凡人久一些外，和凡人没什么区别。若硬说有什么区别，便是他们比凡人更敬畏仙人，一个个削尖了脑袋想拜进仙山，做个正儿八经的仙门弟子。白硕就这么领着范月在城里慢悠悠晃着，十分悠闲。哎，你听说了吗？这次的梧桐午宴可玩出了新花样，街旁一茶聊里，也不知谁好事多说了一嘴。白硕脚步一顿，停了下来。算起日子，阿昭应该到凤岛了，也不知他如今怎么样了。什么新花样？不就是仙门和妖界的弟子比试，谁强谁就胜啊？哎呀，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说这次三界的后起之秀如过江之际，仙妖两族入凤岛的弟子足有100人。这么多？我的乖乖，那得比到什么时候？就是啊，等这100人一个个比完，还不知道何年光景呢。总不能让那些三界大佬们坐在台上干看着吧？那倒是。那这次梧桐午宴要如何办？那爆料的人清了清嗓子，天宇公主有言，往届梧桐午宴靠武力取胜，太过单一，既比的是两界翘楚，不如将品行、智慧、应变之力一应纳入，方显公平。品行、智慧，这东西如何考效？难道让这100来位仙妖君在凤岛辩论仙妖之道？谁吵赢了谁胜？荒唐！三界大佬们又不是咱们世金半仙，怎会安排这些口舌之力的比试？那到底怎么比啊？别卖关子了，你倒是快说啊！就是，快说啊！一旁听的人心痒难耐，连连催促。你们可知道往年梧桐午宴的魁首是什么彩头？我知道，以往午宴，天宫和众子殿皆会铸造一柄上君巅峰的灵器，若是咱们仙界获胜，便将仙器赐予夺得第1名的仙君。妖族亦是。我记得100年前的梧桐午宴，获胜的是咱们仙族大泽山的青衣上君。不错，青衣上君如今才300岁，就已经修成了上仙中位，他可是咱们仙族千年难遇的修仙奇才。以往梧桐午宴的灵器都是天宫和众子殿拿出，今年这灵器可是凤族专门用梧桐树心所锻造而成。什么？梧桐树心？当真？茶寮众仙听的此言，顿时热闹起来。凤族出自上古神界，梧桐树是如今下3界中唯一幸存的神树，以梧桐树心锻造的灵器，无论仙妖皆可用。可它的与众不同不在于此，而在于神树锻造的灵器不仅能与主人神魂相合，护主灵台，还会随着主人的修为升高而自我升格。传闻只要道心坚定，认主之时，梧桐灵气极有可能会自我升格成半神之气。修炼仙妖两道何等艰难，多了这样一个法器，不只多了半条命，更比旁人多了的窥神道的机缘。自然是真的，凤族许诺，岂能有假？那人朗声道。不过这梧桐灵气也不是那么好的。金曜上君将梧桐灵气分为3段，敛了气息藏在一城，以3日为限，谁能聚齐3段灵气，将之合二为一，并能让灵气自动认主，谁就是今年的午宴魁首。难怪说要考教品行和智慧，原来如此。一城位于3界极北蛮荒之地，既不属于妖族，也不属于仙族，因为里面住着的全是异人。说是异人，其实就是同时拥有仙妖血脉，不为3界所容之人。3界始生万年，总有些仙妖相恋的情形出现，他们生下的后代天生同时蕴含仙妖之力，但仙妖之力一其存于体，只会让灵脉混乱，既不能修行仙法，也无法修行妖法，所以异人既为仙族所弃，也为妖族不容。妖皇森简性情霸道刚烈，当年本欲将这些仙妖杂脉屠杀殆尽，以震慑与仙人相恋的妖族，是天地目光出手保住了这些异人，并单独辟了一座城给异人容身。为免后世仙妖两族之主为难异人，目光在一城布下了一道锁灵峰，神之下，踏入一城的仙妖灵气会被压制至仙妖君下位。异人虽修不成高强的灵法，但也因血脉原因，习惯了以身为器练道，个个躯体强横，十分耐打。千年来，异人极少踏出一城，久而久之也被3界遗忘，因异人为仙妖所弃，是以异人对两族十分厌恶，甚少与外界来往。在灵气混乱的一城寻找梧桐灵气，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次的梧桐午宴还真是别出心裁，不难怪这些半仙听得啧啧称奇了。听说而今那些仙妖子弟都在赶赴一城，待他们入了城，一城将关闭3日，也不知这次谁家子弟能先拿到那3节梧桐树心。这次大泽山的弟子不参加梧桐午宴，我看啊，魁首不是昆仑的北辰，就是云霄的南晚。甭管谁拿到，只要不落在妖族手中就成。3山6府，大泽、北辰、云霄3山皆是仙族大派，除了大泽山的青衣，
后起之辈中以北辰南婉灵力最高，两人都已修炼至仙君巅峰。这可不好说，我听说狐族的那个小阎王木九也参加了午宴，狐族最是狡诈，这寻找灵气可不是比拼灵力，咱们仙人淳朴，要是狐狸使阴招，背后下黑手，可就说不准喽。乌鸦嘴，晦气！茶寮里的半仙们纷纷啐那人，说得不过瘾，竟开启盘口用灵珠下起注来。白硕听了半晌八卦，朝茶寮里一望，果然盘口中北辰南婉木九三人名下堆的灵珠最高。他扫了一眼，没瞧见中招的名字。出了东海，才知缥缈没落已久，只是仙族一个三流仙门。阿昭入仙不过3年，怕是这些半仙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白硕叹了叹，耸耸肩朝小徒弟又打了个响指，走了。他只是个半仙，领着小木头在南海城混口饭吃都不错了，这种3界大事，着实和他半点子关系都沾不上。人群喧嚣声远去，白硕没直接回家，7转8拐的崴进了一条街道。范月也没觉着奇怪，安静地跟在他身后。街道尽头是一家破破烂烂没招牌的店铺，白硕熟门熟路摸进去，踮起脚朝比他人还高的柜台喊一声：“直掌柜，我又来了。”这店铺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方柜台，半晌柜台后，一双眯成缝的眼探出，八字胡，玉烟杆，常如一，贼讲究，只是这却是个纸人。直掌柜吐出一口烟，哟，白道长今日又生意兴隆啊。好说好说。白硕拿出乾坤袋，抠抠搜搜数出10颗灵珠，有些不舍，还是推到了柜台上老规矩。直掌柜却没动，他瞥了白硕一眼，真不巧啊，白道长。纸人捻了捻手，咱们的买卖涨价了。白硕脸一垮，吹胡子瞪眼，涨价？10颗灵珠一幅画像，还涨价？白道长，你也知道梧桐午宴开始了，如今满3界的仙妖子弟都在打听议程的消息和梧桐树的习性，我这顺风阁呀忙得脚不沾地。您的事儿我还得单独遣人去办，差人手啊。白硕一噎，涨了多少？纸人伸出3个手指头。白硕无语，加3颗，不是3倍。白硕瞬间暴走，3倍。一张画像30颗灵珠，你怎么不去抢？哎呀呀，俗话说得好，只有逼赌，没有强卖，要不您自个去9重天宫、大泽、昆仑、云霄、静幽、冷泉走一遭。直掌柜每念出一个地方，白硕的气就短3分，至最后一个条时，白硕一把抓住纸人的玉烟杆。怎么要动手？您说什么呢？我哪敢啊！直掌柜，您看我这么点穷苦买卖，1个月上头也就只能攒10来颗灵珠，这一幅画像30颗也太贵了，您行行好，少点呗。纸人瞥了白硕一眼，弹了弹烟杆，乍起点火星墨，白硕连忙收回握着烟杆的手。世道不好，买卖难做，我顺风阁一向童叟无欺，真是只铁公鸡。白硕心里头暗骂，面上却笑眯眯的陪小心。哎呀，有来有往，买卖才能长久吗？要是我饿死了，您可就少了桩大生意了。您看我这小徒弟，天天搁街上那么杵着，人都杵成竹竿条了，我总得给他留点饭钱吧。白硕说着，拉过范月一起卖可怜。纸人原本眼皮子都懒得朝白硕抬，一不留神，小细眼对上了少年清冷的眼，也不知怎地，心底一激灵，歪着的纸身都坐直了。他吧嗒吧嗒又吸了2口，老不情愿吐出2个圈。好吧，我瞅你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25颗。白硕还要还价，纸人一个眼刀扫来，3界各宫各店各山门主子的真元画像，可不是好的的。白道长，咱这做的也是填写的买卖，25就25，一个子儿都不能少了。好，成交。东西给我。纸人见谈妥，掌中出现一副带着灵气的卷轴，朝白硕扔去，给，这次是昆仑掌门的。白硕利落地收好画像，迅速把柜台上的10颗灵珠朝纸人一推，拉着范月就跑。直掌柜，这回先给10颗，欠您15颗，下个月再给您补上。白硕的声音还在屋里回荡，人已经跑出8里远，纸人噎个半死，八字胡差点翘到天上去。哪里来的小女娃，比他老纸还抠？直掌柜做了几百年买卖，顺风阁买卖3界消息，还是头一回做这种生意。竟有人专门买3界大佬的真元画像，这玩意儿能干啥？难不成他挑媳妇啊？纸人吐了口烟，伸出玉烟杆，刚准备把那10颗灵珠扒拉到怀里，一颗斗大的夜明珠被扔在了柜台上，纸人手忙脚乱抱起夜明珠，纸糊的身子差点被明珠给压弯了。顺风阁来人冷声问：是，君上想买什么消息？纸人抱着明珠，褶子脸堆满了笑意。本君要寻一种人。什么人？会算命的。纸人一愣，眯成一条缝的眼望着白硕跑走的方向，愉悦地吐出了2个圈。好说，君上还真有。妖界极北之境皓月殿。
正殿大门紧闭，藏山在店里来回走，丈高的身躯踩得石板瑟瑟发抖。山兜子，别转了，转得我眼都花了。一女军双手抱胸，靠在店门口的柱子旁，打了个哈欠。女军轮廓极为深邃，眉眼锋利，她比寻常的女妖军高出半个头，身上的煞气一丁点都不比藏山少，却极不协调地穿着一身淡柔的鹅黄长裙。妖界都找遍了，不见主人。藏山嗡嗡开口，震得店里灰尘扑扑。女军打了个喷嚏，废话，她要是这么好找，还做什么皓月店之主，说不定是溜出去玩了，你甭瞎操心了。主人出事了。藏山皱眉，摇头，我感觉不到他的气息，连你都感觉不到。女妖君神色一正，摸了摸下巴，不能够啊，店主可是半神，他要是死了，三界必有异象，哪会这么风平浪静？藏山脸上的怒气刚升腾出来，女妖君朝案桌上的东西撸了撸嘴，问问这只猪，他准知道。案桌上，木猪靠着龙二驴，正睡得香甜无比。藏山疑惑，女妖君轻哼，要是店主真出了事，他还能在这做春秋大梦？案桌上猪耳朵动了动，被女妖君抓了个正着，正准备掀开眼皮子，就被人扭着耳朵悬在了半空。别装睡了，死猪，店主到底去哪儿了？木猪四只小短腿悬在半空，使劲扑腾。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铁疙瘩，你快把我放下来。闭嘴，老娘是女人，又不是男的。我怎么知道，他几十岁的人了，我又不是他娘。天宇和长泉都去了凤岛，要是梧桐午宴结束前店主还不出现，你觉得天宇那玩意不趁机掀了咱们皓月店抢走巨妖幡？妖虎一族已经被他灭了。木猪小短腿一僵，有些迟钝地转过头，妖虎一族被灭了。木猪一向没心没肺，女妖君竟罕见地从这只猪的大眼里看到了一丝伤感。他捏着猪耳朵的手一松，木猪趁机飞到半空中。怎么？你熟人？这来历成谜的朱墨不是和妖虎一族有什么瓜葛？我只来得及救出几个幼崽，在后殿里养着呢。一听森简还剩了点香火，木猪又恢复常态。万古岁月，盛衰消亡乃是常事。他飞回案桌上，踩着小木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见女妖君举着铁手又要扑上来，木猪连忙开口：不过我知道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他。说罢，店里一铁一山齐刷刷看向木猪。白硕蹲在院子前，扒拉着两个铜板，苦哈哈望着范月图。灵珠花完了，今又得啃红薯了。这是南海城最城西的地儿，附近都是破烂的茅草屋。白硕用一颗低等灵药从地主周扒皮那换来的。茅屋简陋，却十分干净，范月里里外外收拾得十分齐整。少年光着膀子正劈好柴火，一听白硕垂头丧气的声音，连忙将干草一掀，露出了里头一只被五花大绑的鸡。那鸡被块破布塞着嘴，怒发冲冠瞪着两人。白硕两眼放光，哪来的？范月朝南处使了个眼色。小院南边100来米处也有个茅草屋，里头住着一户打铁的，户主是个女半仙，叫花红，远近闻名的暴脾气，打得一副好铁，养得一手好鸡。白硕两师徒半月里有10天都囊中羞涩，隔3差5就去隔壁偷鸡打秋风，有次被花红逮着，追了白硕半条街，从此白硕送他混号花大铁，两人出了名的不对付。白硕立马会意，蹑头蹑脑朝隔壁的茅草屋望了望，心有余悸，没被花大铁瞧见吧？范月连忙摇头，好徒儿。白硕咧嘴一笑，摸了摸肚子，今晚叫花鸡走起，快干上喽，柴火。白硕把今日刚花了30颗灵珠从纸掌柜那买的画像递给范月，没半点留恋。范月点头接过，毫不迟疑抓起闷嘴葫芦鸡开始忙活。白硕坐在范月给他做的老藤椅上晃悠，摆着手指头算。昆仑、云霄、大泽都不是，还有天宫的金曜掌座，烽火雷电4上君，妖界冷泉宫的天宇，静幽山的长泉和几位长老。听说1000年前叱咤冤灵沼泽的3火老龙王也还在下3界转悠。白硕一顿琢磨，竟10根手指都不够用。离了缥缈，不用再整日记挂阿昭，白硕终于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找人上。而今他半只脚踏进仙界，再回想幼时那夜发生的事，虽想不起那人的容貌名讳，但他记得那个想要他命的九头蛇妖是个狠角色，少说都是妖君中位，能打败九头蛇妖的绝不是普通人。3界里头灵力如此之高的，唯有仙妖各宫各殿的掌门和长老，不多，可也绝对不少。但这些人无一不是位高权重，灵力高深，就算有幸修炼成上仙，也未必能见到他们。南海城是仙界最大的仙城，他早就听说顺风阁之3界事，只要出得起价钱，什么消息都能买来。他地位低微，只能用这么个笨法子。白硕坚信，就算他记不得那人的容貌，可只要看见那人的真元画像，
他一定认得出。白硕掂了掂空空如也的乾坤袋，一顿发愁，生活艰辛，还得养活小徒弟，这灵珠的赚到猴年马月去啊。白硕这边还在为3斗米悲伤春秋，香喷喷的叫花鸡已经端到他面前，整只鸡切得整整齐齐，还配上了桃花酿和几根解腻的酸辣萝卜条。生活虽清苦，范月却把日子鼓捣得有滋有味。白硕朝树下角落里一瞅，得又埋了几坛子桃花酒，篱笆上今日刚挖来的萝卜还没晒干，他默默盯着忙得不亦乐乎的小徒弟，拿起鸡肉送到嘴里。我弟乖乖，真香。好歹也是个半神，这都是从哪儿学来的？难道皓月店这般穷，要靠店主做苦力养活？师傅，范月见白硕盯着自己猛瞧，凑上前给白硕倒了杯桃花酿，给。啊！死道士，你是不是又偷老娘的鸡了？白硕还没接过，不远处小院里灯火突起，一道暴怒声传来。白硕和范月对望一眼，同时盯向木桌上的叫花鸡，不约而同抓起鸡就往嘴里送。噔噔噔，两人风卷残云，囫囵吞下最后一口鸡肉。小山高的人影已经杵在了院门口，那人膀宽腰粗，涂着厚厚的脂粉，手上拎着的铁锤轰一下砸在地上，整个茅草屋都晃了3晃。嗨，花小妹！白硕脚底下踩着零碎的鸡骨头，迅速把2根泛油的手指在后背擦了擦，咧着嘴打招呼。这么晚了还不歇息啊？打铁匠花红铜铃一样的眼睛在小院里转悠一圈，没找着自家的鸡，狐疑地盯着2师徒。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啃萝卜。白硕连忙端起一小碟萝卜条，垂头丧气，今日没生意，木木挖了几只萝卜回来。他悄悄猛吸一口气，拍拍空瘪的肚子，整日吃素，吃不饱啊，你瞧道长我都饿瘦了。花红目光在白硕肚子上转了一圈，和善了些，眼一眯，一边问一边铁锤捏得嘎嘎作响。看见我家的鸡了吗？我家的鸡今日少了1只。妈呀，上百只鸡，少了1只是咋看出来的？白硕心里腹诽，腿上一颤，面上2胡子一吹，忙道：妹子啊，这回可真不是我，准是隔壁朱秀才。我方才回来的时候，瞧见他手上提着个大布袋，一脑袋灰。我还纳闷呢，秀才平日十指不沾阳春水，只会在家知乎者也，今日怎那般狼狈？原是偷了你家的鸡。花红瞅着一脸愤愤的白硕，朝范月挑了挑眉，你师傅说的是真的？我也瞧见了，他提了个大布袋。范月点头，从善如流，一本正经。革老子的死秀才，老娘劈了你！这10里8乡的都知道白道长家的小徒弟是个实诚人，花红当即拎着铁锤转身就走。待那小山一样的人影消失在隔壁，白硕长吐一口气，肚子圆滚滚的，妈呀，可憋死我了！喽！白硕一句话没说完，满嘴的肉香从喉咙里喷出，连连打嗝。方才吃得太急，噎住了。范月连忙端起桃花酿递给他，师傅别急，喝点。白硕一大口酒灌进去，才缓回气儿。隔壁已是鸡飞狗跳，骂声连连。快关门，免得那花大铁又来找眉头。白硕连忙撕下2撇胡子，拉着范月进了茅屋。月上柳梢头，世界清静了。白硕泡了个热水澡，穿了件干净的长裙，舒舒服服躺在树下看月亮。安静听话的小徒弟正在认真地给他剥瓜子。月下，少年的侧脸灵秀的如纳了日月的山川一般静谧，月光洒下，他额上细细的绒毛仿佛都瞧得见。白硕一时平了呼吸，看呆了眼。范月做大妖怪时，白硕从没仔细瞧过他，平日里师傅长师傅短的叫着，他也没仔细瞧过，原来少年生了这样一张好看的脸。师傅，小徒弟一转过头，见白硕正盯着自己，皱起眉疑惑不解。徒儿啊，从明起记得在脸上抹几道灰了，再跟着师傅出摊。范月一脸疑惑，摸了摸脸，为什么？你生得太丑了，别吓着人家女军了，咱们还要靠他们过日子呢。长成这样子，万一那些女军真给抢回去了怎么办？白硕摆摆手，面不改色湖州，说的半点不违心。我可得保护好你的清白，哪天你要是恢复了记忆，不一巴掌拍死我才怪。白硕小声嘀咕，想到小徒弟有天会消失，突然心里有些发堵。徒儿啊，你什么时候出师啊？白硕望着月亮，猛不丁开口。小徒弟脸色一变，仓皇转头，师傅，你不要我了。不是，我就这么一说，你迟早要长大的，这人长大了都是要成家立业的，你总不能一直跟着师傅过日子吧？我长不大。范月腼腆笑笑，师傅，我一直陪着你，师傅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少年笑容真切，望着白硕满是依赖，听得白硕心花怒放，乌云散去，他一巴掌拍在少年肩上。乖徒儿，真孝顺，迷师傅赚了灵珠，带你去吃鸳鸯楼的烤乳猪。
嗯。少年开心点头，一脸兴奋。月下，两人倒影成双，温馨的似人间凡事。不远处，昏暗的角落里，女妖君戳了戳一旁小山一样严肃的藏山，指了指院里，山兜子，你说咱们店主？他拍拍头，是不是傻了？藏山盯着院里傻笑的少年，僵硬的别过了眼。第二日，熟悉的街头，熟悉的两师徒。白硕刚指挥范月摆好摊子，还没来得及吆喝，一群人站在了他面前。你就是白道长？那人开口，声音沉沉。会卜算吉凶。